负债100万的我，重生回到1986年。我清楚的记得，我那混蛋老哥在临死之际没能说出那句话的场景，直到我临死之时也难以释怀。幸亏老天有眼，让我重生回到他咽气的前一刻。老三，你大哥，你要说什么赶紧说啊！老三，你娶了你的嫂子吧？啊！我去，这么大的事，你上辈子居然没说，让我打了一辈子光棍不说，临死还负债100万，还好我孤身一人，这债务随我一起入土为安了。夏雅，你哥我铁定是活不成了，哥这辈子活得窝囊，只求你一件事，以后照顾好你的嫂子。哎，嫂子是个好女人，可惜跟了你这么一个吃喝玩乐的混账，为了娶嫂子，还害得咱家倾家荡产。你赶紧走吧。大哥，你说啥呢？你肯定能好起来的。夏雅，哥咋样哥自己清楚，你嫂子是个好女人，她来咱家，我从来没碰过她。你想碰，那你也得有力气才行啊！你小子嘟囔啥呢？上辈子那句话还没说出口，你就无了，现在咋还能说这么多话？你小子就背弃我了，哥不想临死还跟你吵架。你嫂子虽说嫁过来了，但也没跟我领证，2没办酒席。我死之后，你直接往外说，原本就是给你娶的，别人也说不出什么。说到这里，夏松抓住了夏雨，别跟哥置气，家里为了引你嫂子过来，连老鼠洞里的米都给掏了，你不把她留住，家里哪还有钱给你娶媳妇？再算上老四、老五、老幺他们，你指定打一辈子光棍。你这个大哥坏得很，说的还真特么的准。上辈子我就打了一辈子光棍，不过嫂子也真的可怜，上辈子回家还是被嫁给了一个老光棍，生活也很凄惨。答应哥，哥一辈子光给爹娘惹事了，不能临死还给家里背一身无名的债啊！小野啊，只要你开金口。可这事不是你我说了算，你得问嫂子才行。秀秀，你进来。该说不说，嫂子确实长得好看，瓜子脸，大眼睛，柳叶一样，就像天生经过采点一样，不愧是倾家荡产娶来的。秀秀，咱们俩没有夫妻的缘分，等我死了，你家里那些肯定还得为难你。大嫂一听大哥这样说，身体微微颤抖，不禁哭了起来。我刚才说的话，你在外面当也听到了。老三是个好男人，比我靠谱，跟着他，以后不会给你气受，旁人也挑不出理来。你觉得行不？大嫂眼神慌乱，任何一个女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不可能沉着应对。对不起，秀秀，我要不是落得现在这个下场，肯定是要护着你的。可惜，把你交给别人，我肯定不能答应，但也不能让你年纪轻轻就是活寡。也就老三能让我放心了，你们俩一起过，我才能闭眼。可是，大哥我30年河西，死者为大，这次就听我的了。你们俩以后好好过，别让我死不瞑目，就当我救你们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大哥，你终于干了件人事，恭送大哥上路。大哥的葬礼很简单，甚至谈不上是葬礼。家里为了把嫂子娶回来，能花的能卖的基本上都卖了。要不是老爹早年间给自己准备了一口棺材，大哥连下葬的棺木都没有。给自己的棺材，最后躺进去的却是自己的儿子。老爹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苍老了很多。饿得烧心了，家里老鼠都离家出走了。三哥，饿了你就躺下呗。爹说了，人是一盘梦，睡到就不饿。家里一共6个孩子，在这个年代还真不算多，围子里还有一家10几个的，那吃顿饭都快赶上小食堂了。不行，我得出去想点法子，不然全家得陪着大哥了。三哥，你干啥去啊？搞点吃的去，垫垫肚子。那我也去，我都要饿死了。哥俩刚从屋里出来，远远就听到门口传来声音：“兄弟，求你再宽限我几天，家里孩子刚走，我是真摸不出半个字了，求你们再给我几天时间，我把家里那点粮食卖了，高低把钱还给你们。”这还算是好说话的，有不好说话的，恨不得要把老夏家的房子点了，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老爹千恩万谢的把债主送走，一扭头进屋就看见兄弟俩，脸上不免浮现一丝尴尬之色，随后低着头就进了屋。三哥，咱这一天就吃一顿稀的，爹再把那点口粮卖了，那咱不是要把嘴封上了？我看你现在就该把嘴封上，有三哥在，还能让你饿死啊？知道了。就在这时，大嫂林秀秀从外面回来，手里拎着个篮子，篮子里满满都是马齿苋。这个月份马齿苋正是肥美的时候，上辈子夏雨没事也喜欢弄一点回来改善口味，觉得滋味不错。可这玩意偶尔吃一次还行，真顿顿当主食，把唐三藏拉了也扛不住啊！嫂子又吃这玩意啊，我脸都快吃成粒的了。哪这么多废话？顿顿就数你吃的最多。夏意的目光看向大嫂，两人眼神对视一瞬，连忙各自挪开。大哥让自己娶嫂子这事，两人还没跟家里说，而且两世相处，夏意总感觉奇奇怪怪的。你们俩还出门吗？过一会就该烧饭了。你们烧好就先吃吧，
我带老四出门有事。说罢，夏意赶紧拽着老四出门。三哥，你跟嫂子怎么怪怪的？怪吗？哥，你是不是跟嫂子吵架了？不会是打架了吧？闭嘴吧你，不然你自个回家去。大哥，我错了还不行吗？你可千万要带着我啊！你说野鸭蛋就野鸭蛋啊，谁能证明真是野鸭的？再说了，梅姐，这上面还沾着屎呢，都没干，唐丑。三哥，咱这是要去猛鬼峡啊！害怕了，害怕就回家去。三哥，你别犯傻，爹说过好多次了，那地方绝对不能去的，那地方闹鬼。说什么屁话，信那些神神鬼鬼的。前些年大四旧的时候怎么说的？扫清一切牛鬼蛇神。那当初也没见那些小将们上猛鬼峡去扫，不照样躲得远远的吗？爱跟不跟，不跟给我滚家去！本来就懒得带你。三哥，千万别进啊！跟你说了，没什么鬼鬼神神的，都是自己吓自己。咱大队二更哥前些年就在这洞窟里被鬼上身的，就回去后脑子就不行了，这总不会有假吧？二更哥那是倒霉，所谓的鬼上身，其实就是洞窟里积聚的瘴气。猛鬼峡的洞窟里有煤炭，伴随着煤炭的瘴气叫瓦斯，人一旦吸了就会中毒，自然动弹不得。运气好能及时通风的话就能活，运气不好就被瓦斯熏死了。什么鬼上身，净扯淡！就算真是瓦斯，那砍杀声是怎么回事？那声音特清楚，好多人都听过。那是因为猛鬼峡的煤炭伴随着一些磁石，当年这里或许发生过战争，而且是在一个雷雨天，战争的声音通过雷电被刻进了磁石里。等到在打雷下雨的时候，这里的磁石就像是录音带一样，把当年的声音又给放出来了。啥是录音带？总之，没什么鬼鬼神神的，一切都能用科学来解释。就算三哥你说的都是真的，那有瘴气，你也进不去啊！你以为我为什么选今天？昨天刚下过一场雨，再加上今天是东南风，山风顺着洞窟吹进去，积聚的瓦斯就散了，所以今天进猛鬼峡最合适不过了。老四拦不住夏意，只能乖乖跟在身后。两人通过洞窟的时候，老四还下意识闻了闻。三哥，好像没味道。瓦斯这玩意就没味道，你能闻到味道，那纯属是屁的味道。三哥，好多野呀，野鸟，咱们要是能抓几只，就能开荤了。先不着急抓野鸭、野鸡，咱们现在没有工具，我也没那个力气去抓它们。别回头鸟没抓到，先把自己累死了。那咱们来干什么？先搞点难度比较低的，跟我走。今天三哥带你饱餐一顿。这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三哥，这也太多了，我不是做梦吧？等会吃到嘴里，你就知道是不是做梦了。快去找点树枝过来。三哥，你往上放鸭蛋啊！别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两兄弟此时饿极了，在石板上做起了鸭蛋，很快两人就吃得满嘴流油。三哥，有这块地方，咱们以后是不是就吃喝不愁啊？光想着吃饱喝足，你哥我有的是办法，何必抓着猛鬼峡薅呢？走吧，收拾一下回去。三哥，有蛇。奶呢？我操！傻老四，那哪是蛇呀，这是老鳖呀！说着，夏意冲上去将老鳖给捉住。老四，咱运气真不错，这么大的老鳖，平时可不好抓。下了雷公山，夏意并没有往家里去，而是跟老四一起驾车前往城里的知味楼。他打算将这些东西变现了。兄弟俩推着假车站在门口，很快就引起知味楼里面的注意。你们呐，说你们俩呢，干什么的？你俩这拉一车东西，还温臭的，想把我们客人熏走啊？大哥，我们有点食材，想卖给你们知味楼，您看您受累看眼。跟我斗呢，想给我们知味楼送菜的多了，你说卖就卖啊，赶紧走，别耽误我们这做生意。三哥，要不走吧？不能走，走了人家还真以为我没有货呢。大哥，想给知味楼送菜的人多，这确实，客人再多，他们送的无非是点茄子、辣椒，我送的，他们真送不了。咋地？你还能送龙肉不成？滚滚滚！别找事，知味楼你惹不起。就在此时，一个30多岁的女人从旁边经过，男人立即满脸笑容。梅姐，今天来这么早啊？晚上是李领导要来吃饭，我得过来看着点备菜，免得你们给我捅娄子。梅姐，你看你还不信我呢，绝对都安排的妥妥的啊！夏意一看来人，立马眼珠子一转，姐，正宗的野鸭蛋，你看看不，别人都没有的好东西。我说你没完没了是吧？你刚才说野鸭蛋，看着有戏，夏意赶紧揭开驾车上的稻草，露出上面带着青色的野鸭蛋。您看看，正宗的野鸭蛋，你有钱都没地方买去，也就我这有了。你说野鸭蛋就野鸭蛋啊，谁能证明真是野鸭的？再说了，
梅姐，这上面还沾着屎呢，都没干，疼臭。大哥，您这话说的就没意思了，沾着屎说明新鲜。再说了，您吃鸭蛋连壳一起嚼，还是怎么的？口味也太重了。你小子怎么说话的？小伙子，他有句话还是对的，你说这是野鸭蛋，怎么证明？姐，您这么大的店，肯定有鸭蛋吧？您要是不介意，拿一个来比对一下，是不是野鸭蛋？都不用我说，您看一眼就清楚了。去后厨拿个鸭蛋，另外再拿2个碗来。男人虽然有些不情愿，但不敢违逆老板的意思，赶紧跑去后厨，没一会功夫就拿了1个鸭蛋、2个碗。姐，您摇一摇，看着差不多大的鸭蛋，野鸭蛋就是比家鸭蛋重。确实，看着差不多大，野鸭蛋好像是重一点，真是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野鸭每天吃的是野生的小鱼小虾，营养充足，下的蛋自然品质更好。现在家里养的鸭子，除了每天放风那会能抓点野食，大部分都改饲料了，没营养不说，还不好吃。姐，您给我1个碗。梅姐将1个碗递给夏意，夏意接过后，将1枚野鸭蛋敲开，蛋清蛋黄流入碗中，那蛋黄真是黄的都发红了。梅姐明白夏意是什么意思，也连忙将手里的鸭蛋敲开，而这枚鸭蛋显然不如夏意拿来的野鸭蛋，蛋黄颜色发淡，就好像没怎么上色一样。姐，您看，这还用我说吗？确实，看样子你这还真是野鸭蛋。不过你从哪里考这么多野鸭蛋的？猛鬼侠。猛鬼侠，你怎么敢去那种地方？太危险了。没法子，家里穷，还得还外面的账，总得想法子挣钱啊。姐，这野鸭蛋你要不？保证是咱这一块独一份的东西。那你这野鸭蛋什么价格？副食品店里鸡蛋要1块4毛8一斤，我这是鸭蛋，那就5毛怎么样？5毛1斤的话，确实不贵啊。大哥，您别逗我玩，我这5毛1个。1个？你这是金蛋啊！不要不要，赶紧滚！想钱想疯了吧你！5毛1个，你这是金皮子做的还是金栗子做的？我这野鸭蛋，你看看现在哪有野生的？你嫌贵我还嫌贵呢，这可是拿命换来的蛋，而且整个完备。像我这么多的，你肯定没地方收去。大哥，物以稀为贵，别的店里拿不出的东西，你有那才叫牛批。再说了，我这野鸭蛋还不要票呢。你这孩子说话倒是有点道理。行吧，5毛1个，我都要了。梅姐，5毛1个。这价格咱们卖多少能赚回来啊？要是为了挣钱，那是没法要。但这小孩不也说了吗？多一份的东西留下来给领导们备着，比你平时上点鱼啊肉啊的强多了。好像是这么个道理。那我给您卸货了。很快，2兄弟将野鸭蛋卸了下来。姐，一共112个，总共56块钱。先给这小伙子算钱。对了，你那袋子里面是什么？那个呀。夏意还没来得及说，就看见男人跑过去把袋子打开。你别开！一个破袋子，开了又怎样？他还咬我啊！救命！救命啊！蛇，我被蛇咬了。不是蛇，是老鳖，赶紧来人给拽下来。不能拽，生拽的话，他耳朵就保不住了。别拽，老鳖这东西咬住就不松。你们要是想看他变一只耳，那随便你们。被夏意这么一说，原本准备上手的几人都懵住了，一时间不敢动弹，只能听着男人惨叫。那现在怎么办？对了，拿刀来，把鳖头剁了。砍了也没用，这玩意死了照样咬着不松。听我的，端盆水来，要深一点。很快，一大盆水被端来。别嚎了，等下别乱动。说罢，夏意拽着男人跟老鳖往杀。此刻耳朵的未来在夏意的手中，男人丝毫不敢抵抗。大老鳖玉腿忽然间松了，放开男人的耳朵，将脑袋缩了回去。我的妈呀，梅姐，我耳朵还在不？放心放心，耳朵还在呢。您这大老鳖可真够凶的，比蛇都吓人。这玩意就是这样，越凶说明品质越好。而且这东西大补，老鳖汤不管放在哪，那也是一道大菜啊。你说的没错，这老鳖自古以来就是一道大补的食材。这个大老鳖我也收了，多少钱？姐，实话实说，啥价格我们兄弟俩心里也没数，所以送你了。你这孩子还挺大气的，不过不给钱不成。我们吃味楼没有欺负人的臭毛病。梅姐，您要是这样说的话，连着野鸭蛋您看着给吧。那这样我就给你凑个整，100块钱吧。夏意有些意外，一个老鳖30多块钱，这个价格算是非常高了。就算拿到水产公司，最多也就是10来块钱的样子。老陈给人结账吧。你们这跟抢没区别了，也太好赚了。陈哥，您这话说的其实也没错。抢劫的人是拿命挣钱，我们兄弟俩也是。被夏意这么一说，老陈也不吱声了。主要是猛鬼侠凶名在外，敢拿命进峡谷捞东西，这钱挣的别人也没法眼红。梅姐，您这一盘子红烧肉多少钱？有要肉票和不要肉票的，有肉票一盘1块5，没票1块8。我没有票，麻烦按5块钱的给我备几盘菜吧，要荤素搭配，我都打包。打包就是带走，带回家吃。想吃做那吃就是了，只要是知味楼的顾客都能坐下吃。梅姐，您误会了。我不是自己吃，家里父母姐妹都饿着呢，
老久没尝过荤腥了，想带点回去给他们打打牙祭。行，老陈，让后厨做个红烧肉，再炒几个小炒，荤素搭配的那种，肉都给足了。谢谢梅姐。等到后厨饭菜烧好，夏意发现自己没带碗盘来，梅姐见状，直接让夏意把碗盘带回去，以后有时间再送来就行了。又饿了？没有，就是三哥，这菜可真香啊！有三哥在，以后咱家绝对不会再缺吃缺喝，哥带你们过好日子，相不相信三哥？我一开始就相信三哥的好吧，当然，三哥你要是能让我吃口肉，我就更相信了。行了，收起那点小心思，回家再说。孩他娘，我怎么闻到一股肉味，很香的。肉，一天到晚就想着肉。我怀孩子的时候也没你馋。可能是好久没吃肉，有点想肉了吧？哎呀，这哪里的肉味？书记家又招待上面来的干部了。秀秀、老二、老五、老幺都赶紧出来。说话间，家里的人一蜂窝跑了出来。小姨，你擦一把吧。谢谢嫂子。三哥，你带什么好吃的回来了呀？给幺妹买了红烧肉。哎呦，我就说我闻到肉香了。孩他娘，蒸锅米饭，今天吃精米的，咱家也奢侈一把。把菜回下锅，热一热。这么大的油水，吃凉的肯定拉肚子。这个男人童生回到86年有多惨？大哥散尽家财，欠了一屁股债，最后驾鹤西游，将债务转移到男人身上。最惨的是，大哥临死之际还将大嫂交给他照顾。哎呦喂，这家人不是欠了一屁股债吗？怎么还有钱买红烧肉？这味道可真香，看样子就是有钱故意不还给人家，看我不告诉王虎他们。等到饭菜上桌，众人直接狼吞虎咽起来，很快就将桌子上的美食给吃完了。今天这一天过得跟做梦似的，早上吃鸭蛋，晚上吃红烧肉，神仙一样啊！爹，这是今天挣的。横竖是你自己挣来的，你年岁也不小了，自己留着吧。也行，那这100块钱我就自己留着了。啊？多少钱？100块钱啊！还是我给你收着吧，你拿着容易掉了。夏意笑着点了30出来递给老爹。爹，这些你拿着，该还债还债，剩下的我得留着，有别的用。老爹也没反对，大儿子的外债拿老三挣得钱去贴补，他自觉已经很没脸了，老三要拿一些也是应当应分的。惨，等回头家里卖了粮食，得一定还你。这钱我估摸着不用还了。为啥？夏意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难道说大哥死了？大嫂我接手了，这账我也接了，确实是这么一个事，但他不能这么说，不然怎么听都奇怪。过段时间你就知道了，上辈子大嫂跟着我忙里忙外的，结果最后我俩都孤独终老，一辈子都过得凄苦。上辈子碍于大哥，这辈子大哥亲口把嫂子交付给我了，大嫂也认了，那我就不能负了大嫂。三哥，明个还去猛鬼峡不？我提前准备驾车。合着你光顾着吃了是吧？跟你说了，去猛鬼峡得等刮过东南风，超过1天时间没风，瓦斯重新聚集，还是谁进去谁死，看看吧。明天要是情况好的话再说吧。那行吧。第二天一大早，夏意跟老四就又去了一趟猛鬼峡。昨天晚上风一直没停，而且今天有准备的情况下，夏意收获更丰，2个尿素袋子装得满满的。等从猛鬼峡出来，送去知味楼的时候，梅姐和老陈都看呆了。你们这真是从猛鬼峡里弄的，不会是养殖场出来的吧？咱淮东这一片就没听说过啥养殖场吧？只要东西好，多少我都要。昨天市里有领导来，吃了野鸭蛋，那是赞不绝口，说就是比普通鸭蛋好吃。回头还要带朋友过来，你今天要是不送回来，剩那些我就不打算卖了，不然领导来了就没有了。这次送完，估计真有段时间不能来了，还有别的事情要忙。那行吧，回头有了你就再送过来。老陈带着人数了下，足足203个野鸭蛋。夏意给抹了个0，还是算100块钱。那这以后就是咱们知味楼的特色菜了，限量供应，1盘1块8毛钱，我挣个零头。一盘2个野鸭蛋的不得了，这8毛钱的零头可不少啊！走吧，三儿，先回家，回头还有事呢。三哥，咱现在干啥去？搞个搪瓷厂，我要搞一批搪瓷缸子和痰盂子，不过得先去搞一件衬衫，然后再搞支钢笔，搞个笔记本。三哥，你准备考大学啊？夏意没搭理老四，而是带着他找了个修钢笔的摊子。老板，你这有钢笔卖吗？你想要什么样的？有英雄的吗？有，这支你要的话，给2块钱就成。2块钱？老板，你这一支钢笔几支的零件拼出来的，2块钱我可不要，1块5。你看，要是能行的话，我就拿了。你这人说话真不好听，拼是拼的，但质量有保证，书写使用肯定没问题。2块钱我都不挣钱。 1块8，你再送我个笔记本，能行的话我就要了，不能行的话
我再去别处看看。行，今天开门第一个生意，1块8就1块8了。买了钢笔和笔记本，夏意又找了个练摊的地方，挑了件白衬衫。这衬衫怎么卖？8块钱，这款卖的贼好，你摸摸看，纯棉的料子，穿着舒坦着呢。广州那边过来的货吧？这俩袖子咋不一般长呢？行价，哥们也是同行，差不多。这年头练摊的都是同行。哥们，3块钱一件，要是行的话，我多拿几件。哥们，人家砍价从头上砍，你这是从脚脖子砍。啥件价我也不是不知道，兄弟你薄利多销，肯定有的赚，行不行？我拿的真多，至少拿你7、8件。你拿的越多，我不是亏的越多吗？行吧，真拿7、8件啊？真拿？行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你挑吧。很快，夏意就给所有人都挑了件衬衫，7件21。哥们，你给抹个零，20算了。成，别你这个价格，我回去又得挨媳妇批了。一次卖7件，回去嫂子不得疼死你！偷着乐吧你！从练摊的地方出来，夏意也换上了白衬衫，一扭头发现老四落在后面。这小子一边走一边用手掌轻轻抹平衬衫褶皱的地方，别说有多稀罕了，就这出息，一件白衬衫就这德行了吗？这可是我第一件新衣裳，我可不就得多稀罕一会吗？三哥，你来搪瓷厂干啥？买搪瓷缸子的话，练摊的那就有啊。买，我是来借，你就别管了，在这给我看好衣服，丢了我揍你。说完，夏意就丢下夏风，自顾自的朝搪瓷厂走去。小子，干嘛的？买搪瓷缸子的呀。这又不是商店，你到这买什么搪瓷缸子？瞧您这话说的，那商店的搪瓷缸子是从哪买的？从厂子里买的。那不就得了？我就是开商店的，我找你们刘厂长。这样啊，那你进门朝西，那栋3层的小楼，上3楼往左走到底，别乱走啊。得嘞，谢谢您嘞。就是你想从我们厂子接货。刘厂长你好，我是西川煤矿的办事员，我叫夏意。是这样的，我们最近搞了一个季度比武，需要准备一批搪瓷缸子和痰盂作为奖品。这样啊，那抱歉了，我们厂子一般只面向大量发货的时候批发。刘厂长，是这样的，我呢刚刚加入工作，在领导面前办事，自然希望能够办得好看点，所以我就想，这个钱没必要让那些商店挣嘛。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可我们毕竟是厂子，不能对私人零售的。那我要是说我们西川煤矿用工5300人，像这些都是基础奖品，不知道算不算零售？哎呦喂，瞧您这话说的，5000多件货，在我们厂子喽也算大货了。那就好，不知道贵厂能给我一个什么价格？你们要的量不小，一般我们对外零售的价格在9毛钱左右，如果你要的话，那就8毛吧。8毛确实很划算，不过我第一批肯定不能拿这么多，不然如果领导那边不细化的话，我很难交差。第一批我可以先拿50个吗？当然可以，50个就50个吧。你什么时候要？我让人给你装货。随后夏意拿出40块钱，然后又拿出笔记本，撕了一页下来，用钢笔在纸上写下“入账搪瓷茶缸50个”的字样。刘厂长，麻烦你给我盖个章，明天我过来取，到时候就用这个当凭证。没问题。那这钱就当是我预付了。行，不过夏同志，你稍微等下。说罢，刘卫忠打了个电话出去，很快就有人弄了个大袋子回来。夏同志，我们搪瓷厂的东西质量过硬，但有时候领导愿不愿意用，还得你们这些身边人多美言几句才行。这点东西你拿着。不行，这不合规矩。夏同志，你不要误会，这些是让你试用的，你得先自己有体会，才能向领导推荐我们的产品嘛。这样啊，那行吧，刘厂长，您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说服我们矿领导。那我等你消息，不管是要5000还是500，我们都尽力协助。你们拿的这都是啥？这些是衣服和搪瓷缸子。老四，你把爹娘他们都叫出来吧。好嘞，娘你出来看，你看我穿这个好看不？很快一家人都出来了，得知事情后都换上了新衣服。本来说去周大勇家吃喜酒，还念着没衣服穿，这下好了，新衣服，出门多排场。这搪瓷缸子是人家送的，咱一人一个，以后谁喝水就用自己的杯子，干净卫生，千万别拿错了。这痰盂晚上用，免得大夏天一出门就被蚊子叮得不得安生。这些玩意谁送你的？这算在一起也得不少钱吧？搪瓷厂的人给的，成本价也就几块钱。对了，老四，你去把家里存的红纸都拿出来。当晚，夏意带着几人连夜做出来了一个大杀器，等到天亮时就带着老四出门，直奔搪瓷厂将搪瓷缸子取出来，然后到西川煤库门口把一张麻布铺在地上，又把红纸包摊开放好，搪瓷缸子也码了一排。老四，照我教你的喊。都来看一看啊！2块钱买个发财的机会，只要2块钱，中100元大奖了。这咋玩的？简单，撕开后里面有图案，只要能对得上我这边图案，就是中奖了。小奖一个搪瓷缸子或者2块钱，网上还有5块、10块、20、50、100的奖，中奖率高。大哥来一个试试。那我试一个。夏意收了钱，然后让男人在红纸里抓了一个后掀开，只见上面是一个灯笼的图案。我中奖了吧？大哥，这是末等奖，
你是要个搪瓷缸子，还是要2块钱？我要个搪瓷缸子吧。很快又有人出手，三三拉拉的，中奖率也确实不低，算上1、2、3、4、5等奖，总共有200个点，1/4的中奖率。随着人越来越多，夏一手头上的彩券也越买越快。等到了3点多的时候，彩券摊前面已经围满了人，旁人想进都进不来。我操，真中奖了！100元大奖开出来了，不过里面还有20、50的，大家要是想玩就继续，不想玩我就收了。事实证明，人一旦进入这种状态里面，想收手哪有这么容易？直到夏一的彩券全部售空，这才算是结束。兄弟，你明天还来不来？你要是来的话，我还来抽。明天还来，大概还是这个时间。各位请早啊！三哥，咱挣钱了吗？我怎么感觉咱给兑出去的钱更多啊？挣钱肯定是挣，算好的成本都卖出去了，那挣多少已经心里有底了。先回家，回去慢慢数。哥俩回去的路上又买一堆好吃的，花了3块6毛钱。走到供销社的时候，正赶上供销社外面有人处理啤酒，一群人围着买。哥们，啤酒怎么卖啊？我们这有大勺，1勺大概能装1斤，1斤3毛。你要是没带东西，我这有啤酒厂的铝桶，1桶能装10斤，但是你得压点押金给我，1桶啤酒算上押金，你给5块钱，回头用完了，你拿铝桶回来，我给你退2块钱押金。那你给我来1桶。哥们，实打实10斤1桶，少了我双倍给你赔。你要是退押金就来这块，供销社里都是我熟人，你退给他们就成。成，喝好了，下次我还来。好嘞，送你1包水果糖，哒哒。两人带着卤菜、啤酒回家的时候，看到老爹在院子里转圈。你手里拎的啥玩意？啤酒。爹，我们今天挣了点钱，潇洒一下，咱也尝尝城里人喝的啤酒是什么味。行，你赚钱了，你是大爷。回到房间后，夏一将钱全倒在床上时，老四的一双眼睛都直了。你进来能不能吱一声啊？差点把我吓死。我是你爹，我进门还用得着跟你吱声啊？你俩这鬼鬼祟祟的，干啥坏事呢？我俩清点今天的战果呢，正好爹你帮个忙，不然我俩清算起来有点费时间。听到此话，老爹这才看清楚床上一堆钞票，整个人都懵了。我的乖乖，这有多少钱啊？你们俩出去抢劫了吧？爹，你不知道，我三哥干的生意比抢劫来钱可快多了。先清点吧，点完之后我再跟你说。老夏点了点头，随后爷仨坐在一起数毛票子，一连点了3遍。没错了，整整1000块钱，一点问题没有。这可是1000块钱啊！你一下午就挣来了。咱们这是本钱少，等本钱多了，那挣得更多。1000块钱算个啥？咱要是早能挣这些钱，你大哥也许就不用死了。夏一沉默，以前的自己哪有这本事？等自己重生回来，大哥已经进入弥留之境，神仙也捞不回来他了。老三，没别的意思，就是觉得你哥没赶上好时候啊。爹，我明白的，有这些钱，咱该的账就能还完了吧？那肯定的，这些钱都够再娶2次媳妇了。老三，你也年龄不小了，之前为了冲喜，所以家里的钱都用来给你大哥娶媳妇了。本来以为没个几年时间是还不完的，但你自己有本事，我琢磨的赶紧给你找个媳妇了。啊，爹，我不着急，你可别想这事啊。啥不着急？你今年也20了，农村20不结婚的小伙子有几个？之前咱家没那条件再娶了，现在有条件，必须给你安排上。我这跟大嫂的事情还没跟老爹老娘说清楚，主要是大哥刚死没多久，这事真是没法说。难道要跟爹说？你别操心了，大哥死了，嫂子我就接收了，都是熟人，还免得再重图认识了。爹，我最近不考虑结婚，我得考虑多挣钱。以我现在挣钱的速度，成为万元户也不是问题。到时候别说我了，老四老五娶媳妇的钱咱都有了。你现在给我搞个对象回来，到时候耽误了挣钱，过了好时候哭都没地方哭去。再说了，只要有钱，我还怕娶不到媳妇吗？有道理。那行吧，那就先不着急。第二天一大早，夏一就把制作彩卷的事交给了家里人，自己则带着老四又走了一趟搪瓷厂。怎么样，夏同志，领导对咱们厂子的东西还满意吗？刘厂长，首先我得跟你说声对不起。怎么，领导不满意吗？那倒不是，只不过我一开始没跟刘厂长您说实话，我其实并不是西川煤矿的人。不是，你啥意思？意思就是我想跟贵厂做生意，但又怕贵厂看不上我，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先假装自己是西川煤矿来的，所以从一开始就没有领导。胡闹！你这不是开玩笑吗？信不信我叫人给你扭送派出所去？刘厂长，您先别生气，您现在就算想给我扭送派出所，用什么罪名？我虽然从你这拿了货，但我也给钱了呀。至于冒充西川煤矿的人，有哪家的法律说不能冒充的吗？听到此话，刘卫东气得直瞪眼。我虽然不是西川煤矿的，但我之前说的生意是真的，搪瓷缸子我还要，这次我要1000个，而且先给钱。刘卫东本来都想叫保卫科了，但一听夏雨这话，立即顿住。真的先给钱？肯定的，不过还是按照之前的价格，8毛1个，这没问题吧？成，只要你能要货，
8毛就8毛吧。刘厂长，其实你放心，我接下来应该还会拿起批货，总量肯定比之前说的5000要多。只要你跟我合作，只会比西川煤矿合作挣得更多。跟谁挣得多我不知道，反正有人买我就卖。你什么时候提货？也就这2天的事儿，到时候我会带人过来的。刘厂长，我想知道咱搪瓷茶缸上的图案能改吗？代改？你要干什么？我想订购一批有特殊图案的，价格我按照1块1个给。行，你只要把图给我，剩下的事情就不用你操心了，保证给你安排好。对了，这800个可不少，你这回头怎么运走啊？这你就别管了，反正到时候我来提货，你能交货就行。夏意从搪瓷厂出来后，直接找到了之前卖啤酒的那几个人家里。哥们，还认识我吗？你谁啊？我干嘛要认识你？嘿，这说话够冲的。昨天我买你1桶啤酒呢，忘了？是哥们你啊？怎么喝着好喝，还想来点？那暂时恐怕没了，你得等几天。为啥？你这话问的，那啤酒厂也不能天天让我们拉啊，得产量过生产指标之后，剩的才能拉。不过你放心，你都找到这了，那真是好这口，有了我铁定再给你留1桶。那有了你，可得给我留1桶了。不过你这样，那1个月下来也挣不了多少钱啊。不少了，我这样跟你说，我每个月除了工资之外，还能拿这个数50。对喽，所以我这日子过得够潇洒了，我反正是知足了。那也不多呀，我一天也不止挣这些啊。你就吹吧，一天挣50，一个月1500，不到1年就成万元户了。你才牛，为什么在天上飞？说了你还不信？这样，要不你跟我挣钱？我跟你挣钱，你别坑我钱就行了。哥们，你想骗钱别找我啊，我这挣的都是辛苦钱。这样，你今天要是没活的话，跟我溜达1天，我让你看看我怎么挣钱的。你要是觉得我扯淡，那你随时走人。我干嘛要跟你走啊？眼见小伙子不上道，夏意便从兜里掏出50块钱。你看看，不能让你白跟啊！我先给你接50块钱，你不是觉得不会上当受骗吗？那你就纯赚50啊，干不干？有人白给钱，我还能不要？今天我跟你赚哟！不过你不用想了，我到时候不看不听，你是骗不到我的。那现在收拾收拾，跟我走呗。那你等我一会。三哥，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他要是学会了，还能有我们挣钱的份吗？你别着急，这东西他没学全之前不会乱来的，他摸不清套路，等他学全了，我就不干了。他爱干和我有什么关系？三哥，咱这么挣钱的活，干嘛不干了？有时候越挣钱风险越大，挣了第1口就得想着赶紧跑了，不然继续下去把自己养肥了，小心有人要杀猪吃肉。老四，你先回趟家，把东西给我带来，然后咱们开始挣钱。我不管那些，我说了，今天我是不看不听，你们俩想骗我没门。行了，先回去拿东西，我在西川煤矿门口等你。为了能让杨虎上岗，我亲自带着对方到西川煤矿门口卖彩券，生意火爆，只用了3个小时就销售一空。随后我带着眼红的杨虎找了家偏僻的饭馆，打算给这小子上套路。怎么样？我这确实不赚钱啊。嘿，瞧你这话说的，我又不瞎，您这也太赚钱了。那你现在还觉得我是在扯淡，想骗你钱吗？是我眼拙，您这哪需要骗我的钱啊？你这挣钱的速度比抢钱估计都快多了。我杨虎没怎么服过别人，今天服您了。我也不唬你，其实我是看上你们厂子那大卡车了。你要是能把卡车给我借出来，1天时间卖多少，我分你1成的利，你看怎么样？1成啊？我这样跟你说吧，这1成的利要是低于500，那我给你补够500块钱，你看怎么样？哥，你说的是真的，可别是唬我啊！那我不能唬你啊！今天挣不挣钱你也看到了，我对这种小打小闹没啥兴趣，但也是缺人，缺东西。你那卡车太适合了，你有门道，那我就分利润给你。您说您什么时候用？我提前打点好，到时候保准给你借出来。3天后吧，3天后咱们开始干活。没问题，这2天我安排好，保管那天能把卡车给你借出来。三哥，啥时候吃饭啊？老板，上菜。回了家，夏意带着老四回家盘账，不盘不要紧，盘完老四直呼弄错了。不对啊，三哥，之前咱们800张票，这么1天回来，这2000张了，咋只挣了2000？有400张票的差额啊！我调了中奖率，中奖率变高了，咱们挣的自然就少了。三哥，400张票，这可是货真价实的800块钱呢，太让人心疼了。你就掉钱眼里吧，咱们就拿着挣一笔快钱，以后不指望这个。批斗玩笑下同志贪财思想后，夏意又找到了大嫂跟二姐。大嫂，二姐，咋了？有事？我想问一下，3天时间，就今天那些彩券，你们能弄出多少来？咱全家人一起动手，3天时间不干别的，5、6千张应该没问题。还能更多吗？要是能找人帮忙，2、3万张也不是事，但得管人吃饭、抽烟、喝酒。那行啊，嫂子，你跟二姐能找点小姑娘回来帮工吗？每天我管2顿吃喝，然后3天时间干完，一个人给5块钱工钱。管吃喝还给工钱，你要多少人我也能给你拉来。那就这么说定了，尽量弄，3天时间能弄多少弄多少。夏意打定主意，一笔挣够，然后就干别的。这活虽然挣钱，但是容易招惹一些3教9流的人，事后不好善后。放心吧，
保管没问题，不过你得把原材料准备好，别回头干得太快，没东西可用。放心，这事交给我了。第二天一大早，夏邑带着老四又进城了，要用的东西太多，都得准备好才行。两人忙活一上午才将东西摆好，随后又跑了一趟搪瓷厂。刘厂长歇着呢。哪能啊，本来正开着会呢，这不是听说老弟你来了，就赶紧开完等你们。这搪瓷厂现在啥情况我还不知道吗？穷的叮当响，不然不至于为了我这点单子高兴吗？这次要多少？这次我要的多，少则5000，多则1万。不过最重要还是看你的质量。不过这次我只能先给你1000块钱定金，你看成不成？多少？1000啊？不是，我是说你要多少缸子？少则5000，多则1万。好啊，这夏邑要是真要1万件，那今年拖钱的工资就都能足额发下去了，而且奖金也不是没有机会呀。行，我们厂子技术一流，质量你是绝对不需要怀疑的。要是传统的缸子，那我不怀疑。不过这次我要你们换图案，你先看看这些能不能行。夏邑把自己买的杂志翻开，一页一页的给刘卫东看，一边看一边指。就这些，你能弄出来吗？应该没问题。说白了还是图案。只要我们厂师傅说没问题，那就铁定没问题。要不你找个师傅来问问。刘卫东点头，打了个电话。很快，一个身前围着皮围裙的老头走进了办公室。刘厂长，你找我？齐师傅，快进来！这是我们厂齐跃龙齐师傅，手艺是1等1的好。他要说没问题，那就是真没问题了。齐师傅，您看眼，这些要刷在搪瓷缸子上，能不能行？齐跃龙接过杂志看了片刻，这有啥不行的？不就是人像吗？以前咱们就在缸子上印过伪人像，这些有啥不同的？肯定行啊！要是搞的话，多久能搞出来？产量怎么样？花不了多少时间，调色、制版、试刷，慢的话明天早上，快的话今天夜里就能成。至于产量和平时没区别，要看厂里库存的胚子，其他没啥特别的。厂里胚子不用担心，之前存了2万，我就不信不够你用的。行，既然如此，我就不多说了。我先付1000定金，2天后来取5000搪瓷缸的，剩下的钱在我下次来取货的时候付清。解决了搪瓷厂的事，夏邑这才带着老四回家。然而刚回来就发现家里气氛有些不对。大伙儿这是咋了？都不太高兴，生闷气呢。为啥呀？人家一大早就来了，家里剩的红纸都给做完了，结果中午赶到饭点的时候没东西吃啊，招待了1顿白玉饭，之前说好的管2顿饱的，后来我跟二姐听你说的，今天早上又跟人说有荤腥，结果你看这不就不高兴了呗？这个好解决，你看我的就成。夏邑，不是你自己说有荤腥的吗？怎么刚来就吃白玉饭？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实在对不起，今天是我招待不周，主要是没想到大家这么热情，来得这么早。这样吧，今天临走的时候，一人带1斤猪肉回去，就当我给大家赔礼道歉了，还希望大家别生气。夏邑这话一出，几个女的立即眉开眼笑起来。这话说得多生分，我跟你二姐关系好，别说中午还管了顿饭，就算啥都不管，你是他弟，有事我也心甘情愿的帮啊。就是小瞧了我们，不是都是朋友亲戚，哪有把人往坏了想的？是，都是亲戚朋友，我肯定不能跟你们说客气话。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上门是客，没招待好就是我的问题。而且下午还有明天都指望大伙帮忙呢，这个肉你们要是不拿，我也过意不去。这个年代的猪肉可不便宜，夏邑现在1人送1斤，几人也就是嘴上客气客气，哪里会真不要？既然小邑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们再不拿就是罕见了。成，那我就先拿了。这就对了，还是徐家3姐给面。那我也给面，我也拿。其他人也纷纷见坡下驴，生怕迟了夏邑改主意。三哥，昨天我在猛鬼峡摘了一些蘑菇，咱们晚上就给大家熬蘑菇汤吧。那行啊，我看看你的蘑菇。老四，你这蘑菇不能吃啊。为啥？你看看，这好多都是毒蘑菇，正所谓红伞伞，白杆杆，吃完糖板板啊。这样啊，那这个蘑菇要怎么分辨啊？难道以后都不能吃蘑菇吗？一般来说，颜色鲜艳的蘑菇是有毒的蘑菇，但有一些蘑菇看起来跟正常的蘑菇差不多，却是有毒的。所以野外遇到蘑菇，尽量不要食用，这些蘑菇还是拿出去丢掉吧，记得丢远一点，别让人误解了。各位粉丝朋友们也记住了，在野外遇到蘑菇，千万不要食用，有些蘑菇连专家都没法分辨，蘑菇今晚是吃不成了。不过你们放心，一天管2顿饱的，有荤腥。小姨，你这还用人不？用的话，我把我小姑子叫来，她手巧，干活利索。那感情好啊，只要来的就按照之前我姐说的条件给，不过一个人最多带2个来，再多我可要不了。二姐，今天大家伙做出多少来啊？我刚点完，大概有1000多张。其实大部分时间大家都坐在一起聊天，你这红纸也不够，想做也做不了。我这边东西要是供得充足，你们一天大概能做出多少来？我们是分工合作的，有人负责裁纸，有的负责画东西，有的负责粘。真要是让我们弄的话，1分钟就能出来20来张，那1个小时就是，我的天，1200张，
我是不是算错了？没错，是方法用的对，大家各自负责一块。这种流水线的方式能大大提高效率。这一天要是干个8个小时，那不是能弄出来快1万张？夏老三，你只要顿顿真能管肉，干完还给钱，一天我给你做10个小时的工都成。徐三姐放心，我夏意说到做到，说顿顿有肉，那就不会差半顿。成，那我们再叫点姐妹来，一天不说多了，给你弄出1、2万张，肯定一点问题都没有。那行，你们使劲干就行了。晚上给夏意干活的姑娘各自带着饭菜回了家。徐三姐到家后，家里人看她捧了一大碗菜，又有6个白面馍馍，顿时都呆住了。傻姑娘，你哪弄回来这么多饭菜？去老夏家干活，临走的时候夏老三给的，老夏家仗义，让咱吃饱喝足，还带回来一份。老夏家，他家现在穷得叮当响，刚死了儿子，哪有钱这样搞？爹，你看你这话说的，你不是经常说好家经不住一揽担，孬家人只需一好汉吗？人家夏老三就是好汉，能耐人。他让你做啥工啊？傻姑娘，我可告诉你，千万别被骗了，别被占便宜。白面馍馍我吃着，大肉块我拿着，他能骗我啥？骗你啥？骗你！徐老汉嘟囔了一句，还是没将话说出口。而在另外一边，徐金霞刚进家门，就听到一声骂声：“你个赔钱的东西，这一整天不着家，你跑哪玩去了？家里的农活都交给我们，你想累死我跟你爹呀？”小姑娘吓了一跳，手里的碗盆差点落地。女人一看小姑娘手里的白面馍馍和菜，眼前立即一亮：“端住，徐金霞，不然我打死你！”徐金霞赶紧稳住，结果还是有个馒头掉在了地上。什么都干不好，说这些哪来的？给老夏家干活。老夏家给的。老夏家这么有钱的吗？先前问他家借了2斤小米都不借，和该死儿子！娘，人家给咱这么多吃的，你别说这么难听。怎么了？你个贱蹄子，想男人想的浑身浪是不是？还替外人说话了？给你那个死鬼老爹一个德行，还不能说了？明天还去不去？去，早上就得去。那明天早上起早一点，把饭烧好再走。儿子，别睡，赶紧起来，娘给你弄了个好吃的，你明天早上吃掉在地上的那个就行了，别动菜呀。第二天一大早，夏意刚要出门，就看到一堆人跑来。嚯，都来了呀！一共12个人，你看能成不？成，都进来吧。众人一听夏意答应下来，脸上立即露出笑容，叽叽喳喳的进了门。然而夏意刚出来没多久，又被一群大小伙子拦住了。怎么的？这是准备把我抢了呀？一哥，您这有挣钱的活，那不叫我们啊？那群姑娘能干的活，咱们就干不了吗？黑皮，你就会带着人趁乱想挣钱？当然想了。成，那我给你们一个活，能干不？一哥，你说，你们给我顺着城里往4面跑，看哪里人流量大、富裕，记下来后回来跟我说，行不行？一哥，一个字，管饭不？你一天都在外面跑，管你饭你也吃不到啊。这样吧，你们在外面吃多少钱，回来我给报。一哥大气，我给你们今明2天的时间，一天给5块钱，3天后听我调令，弄得好了，一天一人10块钱，能不能干？能干。那行，都别忽悠我，谁要是忽悠我，2天后的活我可不带他。咱们出发吧。到了城里，众人分头行动。夏意带着老四买了猪肉，又补充了纸笔，然后去了一趟杨虎家里询问卡车的事情。兄弟来了，我来问一声，卡车的事情咋说？你放心，有我说话，那肯定没问题呀。别说用1天，10天也能用，别说1辆，3、5辆也借得来。那感情好啊，你给我借3、5辆，能用10天更好。哥们，我吹牛逼呢，你不能真信了吧？不是我杨虎吹牛，今天要不是你夏老板拦着，我非得借他个10辆8辆出来不可。那行啊，我也不要你多借个几辆出来，耍个10天半个月的。哎呦我的哥，我吹牛呢，你咋还真信呢？我为什么不信？我真信啊！你就当我放屁吧，这卡车哪这么容易借？既然借不来，那就算了。借倒不是借不来，只是那些车可是我的挚爱亲朋、手足兄弟啊！你还在乎这些？你就说到底行不行吧？你误会了，得加钱。钱不是问题，你直接安排吧。5辆车用1周，油费我们自费，得多少钱？没有2000块钱打不住。没问题，2000就2000。你那有能开车的师傅不？一天20块钱，我雇10天。这个好说，你愿意给钱，私活肯定有人接的。那行，这生意你也有份的。上点心，挣一笔大钱，以后天上人间不简简单单。你放心吧，这事我放心里呢。只要有钱拿，我保准那些人会上杆子来。第二天一大早，夏意就带着众人往县城赶去。等到了地方，发现杨虎已经带着3个司机在等着。兄弟，对不住了，只搞到3辆卡车来。3辆也成，够用了。3位师傅今天多帮忙，忙完了除了1人20块钱的工钱，我还给包个大红包。小老板放心，我们一定好好开车。那就行，那咱们开上车，先去一趟搪瓷厂。几人开车到搪瓷厂，将货物装车后，便将车开到了一个偏僻点的地方停下来。咱们分3组，我带1组，老四带1组，杨老兄带1组，另外还剩10个人。杨老兄，你带4个走，
我跟老四个带3个，今天我带了3万张彩券出来，一边1万张。多少？3万张？没错，其实不多，一人1万张，开着车走，一个地方卖完，看人少了就走，去下一个地方，第一天先看看能卖多少张出去。夏意其实觉得不多，这年头大家还没玩过彩券，不玩还好，一玩起来绝对刹不住，一人买个10张8张，甚至有上头的人买几十张也很正常。那这一天要是卖完，我岂不是快半个万元户了？卖的时候长点眼，互相照应着点，万一吃亏了，先跑再说。还有这些纸盒子，我已经分成3份了。老四、杨老兄一人1份。这是什么？电视机包装盒？没错，想卖得快，大奖肯定要有。咱们本钱少，现在肯定买不起，只能先拿纸盒子冒充一下了。三哥，那不成骗人了？这里面没奖品啊？开始没有，但卖出去一部分后，咱不就有了？谁要是摸中了，你就跟人说，因为奖品太贵重，让他们稍等，先颁奖，再带他们去商场买。这样也行？怎么不行？又不是不给。谁要是催，你就告诉他，人多，有人有坏心眼，所以没办法才先放在商场的。只要能拿到东西，谁还管你那些？大气点，回头别走。吃肉还是吃屎，就看这一遭了。各位，今天如果这一炮打响了，红包大大的有啊！众人欢呼一声，朝着各自的方向赶去。夏意则是赶往了西山煤矿门口。师傅，这卡车后箱能打开吗？能，这车本来就是为了方便上下货的，把后面几个链接的插销拔了，后车厢就能完全展开。师傅，你指导我一下，黑皮别闲着了，都起来干活。随着夏意的吆喝声，几人也是干起活来。这缸子上不是花，是个美女。你看这上面的女人真漂亮，这是谁呀？这个你都不认识，这是港岛的钟楚红啊，港岛的大明星啊，难怪这么漂亮。那这个呢？这个是林青霞。嘿，这还有凤飞飞呢。夏意这搪瓷缸子上刷的不是其他的，正是港岛现在最有名的女明星，一共8款。照片都是夏意精挑细选的，个顶个的漂亮。老板，这搪瓷缸子怎么卖啊？这搪瓷缸子不卖，这是奖品，我这是彩券，抽中哪个拿哪个。除了这些有大明星画像的搪瓷缸子以外，还有现金，有电风扇、半导体收音机、电视机、自行车。这不是前几天来卖彩券的那个小兄弟吗？嚯，生意干大了。俗话说，人往高处走，谁往低处流嘛。不过咱们这生意大了，奖品也多了，价格可没涨。这么多大奖的情况下，一张彩券还是2块钱，不贵吧？那行，我支持你一下，你给我来5张。随着第一单开张，夏意的生意开始做起来了。谁曾想火爆程度比前几天更强，那人跟疯了似的往几人手里塞钱，特别是开出几个大奖之后，有些人眼睛都红了。赚了一笔钱后，夏意就安排几人去商城进货，很快就拉着奖品回来了。现在给中奖人颁奖了，都排好队。几个人站在卡车上，有手里抱着风扇的，有拿着半导体的，有推着自行车的，最显眼的一个抱着大电视。几人也是一直干到下午2点多，就将彩券销售一空。各位，今天的彩券已经销售完了。如果大家喜欢，明天我们继续。而且为了感谢大家的喜爱，明天中奖率会更高，起码翻1倍。夏意结了搪瓷厂的账后，就带着人到知味楼请大家吃饭，去除成本。今天咱们纯利润是5万。这样说的话，我今天挣了5千，算得挺快啊。没错，今天你踏踏实实挣5000块钱，这个给你。说着，夏意便将一大包毛票子点出来，递给杨虎。而杨虎只感觉一阵恍惚。兄弟们，菜还没上，那我就先给大家上点下酒菜。说罢，夏意将一大叠钱直接扔在桌子上。按照之前说的，除了工钱之外，一个人还有一个红包，也不多，每个人凑50块钱出来，大家没意见吧？一哥万岁！钱也发了，咱们趁着菜没上，先说2句，往后跟着我干。我有几个要求，能干的留下，不能干的吃完饭大家各走各的。一哥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有3点。第一，10天后这活我就收手。第二，所有人听我调配，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提前跟我说，大家好聚好散。第三，咱们是来挣钱的，遇事能忍得忍，忍不了也得忍，实在不行告诉我，我来解决，能行不？一哥放心，就是有人在我脸上拉屎，我也能忍。哥们儿，你在这堵住我们的车，是几个意思？没什么意思。陈德胜，陈老大知道不？这小子不是前几年靠出卖自己大哥，侥幸躲过严打的猴子吗？原来是陈老大的小弟，不知有何贵干。我们老大看你是个人才，想跟你吃个饭，不知道赏不赏脸。真是应了那句话，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以前不就是给人当马仔的货也能称老大了？陈老大是吧？没问题，我跟你走一趟。一哥咋了？你跟二壮跟我走一趟，今天晚上咱们也当一次社会人。没问题，二壮跟我走。
你带兄弟们先去吃饭，我们一会就去。三哥，要不我还是跟着你吧。放心，这事儿我来处理，你们去吧。陈老大找我有事儿。兄弟，你尿性啊！3个人过来，在我们兄弟面前也敢这么狂啊？狂吗？不狂吗？我觉得不狂。真要是狂的话，现在你见到的就不是我了，而是我在你兄弟脸上留下的耳巴子印。看来你挺尿性啊！既然如此，怎么着？先打再聊。怎么？你难道是靠肌肉行动的畜生不成？陈老大，开门见山吧，找我来什么事？尿性，哥们，你这几天在淮东可是赚翻了，不能一个人吃独食吧？那陈老大的意思是带着你一起干？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你要是真愿意带着我们干，我保证你在淮东没有任何麻烦，大家一起赚钱，一家人。咱们不打，咱们打别人。抱歉，我是不可能跟你合作的。行啊，看来我老陈今天又得让江湖中的人知道我的血性了。别着急，听我说完。你说吧。这活简单，咱们没必要合作，你自己就能干，琢磨琢磨就能搞起来。话是这样说，但有句话叫真修一句，比得上假修万言。什么活都有自己的门道，搞不清楚就下场，大部分情况都是撞一个头破血流。陈老大倒是谨慎。你说对了。79年知青大返乡，我回来后找不到工作，只能在社会上混着。到83年打击犯罪，别人都栽了，只有我没事，靠的就是一个谨慎。狗屁的谨慎，不就是把自己老大卖了才没事儿？又加上是个马仔，没什么屁用，装什么大头蒜啊？陈老大要是真想做这一行的话，没问题，里面的窍门我掰开了揉碎了说给你听。兄弟，你这么敞亮吗？那可不是。不过陈老大，你欠我一个人情，我如果有事找你，你得还。兄弟，你放心，只要你带哥哥挣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这个人情我一定还。既然您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墨迹了，掰开了给你讲。兄弟，你要真是这样的话，那你真是我亲兄弟。当即夏邑也不废话，把彩券这事掰开揉碎说了一遍，包括算法，多少彩券里出多少点，可谓是没有私藏了。一开始陈德胜心里还提过，别是这夏邑想坑他，或者是什么缓兵之计。可听夏邑仔细说完之后，陈德胜一点怀疑都没了。兄弟，你真是这的，够一铁，我真是承你的人情了。不如这样，咱们一起干，然后分钱。你怕是想屁吃，还想让我给你打工？门都没有，合作就不用了，我马上就不准备干了，回家享福去了。这就不干了。你到底挣了多少啊？反正打断腿也够吃了。你要想干，得快点下手，不然别人想摸索出这里的门道也没多难。到时候几十家彩券一起出来，想挣钱就不容易了。陈德胜连连点头，非要留夏邑吃饭。吃饭就算了，以后有的是机会。等你挣了钱，总得请我吃顿好的吧？说的对，那等哥哥过几天挣了钱，肯定请你吃大餐。行了，时间不早，我也该走了。陈老大，预祝你发大财。等从大排档出来，身后也没有陈德胜的人了。黑皮这才着急起来。一哥，你这什么都跟他说了，咱们还怎么挣钱啊？急什么？我只干10天，10天后谁爱干谁干去。他陈德胜虽然是学了，但想摸清楚，在理清相关的事情又需要几天。退一万步说，哪怕他速度快，也是在淮东活动这一块的市场，咱们已经抛弃了，又没有冲突。黑皮和二壮面面相觑，觉得一哥说的好像确实有道理。话是这样说，可平白让他学去，我们都为你觉得亏。这种事情只要有心，没人教也能琢磨出来。与其拒绝他，等他琢磨出来后结怨，还不如趁现在大家关系没僵，结个缘。你还真别小看他们，这些人要是用对了地方，多少还是能够起到一些作用的。接下来几天时间，夏邑带着众人在淮南销售彩券，市场火爆无比，哪怕10天之后也是异常火爆。而夏邑这天干完就直接收手不干了，带着众人又到知味楼庆祝。这些天感谢大家的努力，我们之前的目标也算是完成了，感谢大家。夏邑拿出13个大红包，鼓鼓囊囊，里面至少也有大几百。杨老兄，没你的份，别介意啊。杨虎笑着点了点头，那点红包他也看不上眼。这10天下来，他分红6万多块钱，感觉整个江东除了夏邑之外，应该没有比他更有钱的了。一人500，给你们凑个1000，大家拿着钱别乱花。不过有什么喜欢的，也能买点。一哥，这彩券生意真不干了。今天在淮南的时候，这可卖的火爆着呢，现在不干太可惜了。杨虎心里舍不得，一天大几千块钱，天底下哪里还有比这更赚钱的活了？之前说好的，干够10天就撤，我是干够了，所以不贪了。
那我要是自己干的话，你不反对吧？我既然不干了，自然也没有资格拦着你干，你自己做决定就可以了。这样的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兄弟们，一哥虽然不干了，但我想接手，有愿意跟着我的吗？纵然杨虎给出了丰厚的报酬，只是众人并没有答应，最后杨虎也只能作罢。吃完饭，夏意又带着老四去城里，给家里买了几件家电。然而刚到家没多久，大嫂的娘家人就冲到了家里，要将大嫂带走。哎呦我的天啊！姓林的你死得早，你这下贱种为了不想养我，连你这个爹都不认了。我那可怜的闺女爱，你咋这么命苦啊？刚嫁过来就要守寡呀！嘿，老太太，你说啥呢？怎么就守寡了？您这是不把我当人啊，丈母娘！我闺女这可不就是守寡了吗？我可怜的丈母娘，我还活着呢，秀秀怎么会守寡？您就算是我丈母娘，可要是这么乱说，那我也要不高兴的。不是，秀秀来不是嫁给你大哥冲喜的吗？老三可以呀，等会咱们就抵死不认，就说是给老三找的，看林家能说什么。我这儿子真机灵。哎呦，错了，丈母娘，您这是搞错了。我爹当时去跟你说的时候，说得很明白，是为了给我哥冲喜。没错呀，你不也说了，给你哥冲喜呀？对呀，我结婚给我哥冲喜，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不然就我哥当时那身体情况，你让他娶媳妇，身体也不允许啊。夏意说的有理有据，尤雪琴一时间有些招架不住了。当时老夏家来跟自己谈的时候，赶上二儿子要结婚，所以当时光顾着老夏家能给的彩礼了，细节上的事情还真没问清楚。不是，这你们当时没说清楚啊，这不能算了。您这话说的可真逗，怎么叫说清楚啊？你总不能惦记把闺女嫁给一个将死之人吧？而且这是一眼就清楚，还用得着说多清楚吗？丈母娘，您今天这是什么意思啊？咒我死，还咒我媳妇是别人的，有点过分了吧？尤雪琴大脑都要烧了，她今天原本是计划好来的，可这突如其来的变化，真让她有点拿不住了。秀秀如果真嫁给他的话，那咱不能抢啊，要不然抓住估计得枪毙了。当初愿意把秀秀嫁过来，是觉得她来你家能过好日子，可现在看你家这房子破的，你们这是给人住的吗？是破，该修了。也怪我昨天光顾着布置电器家具，把这一块给忽视了。丈母娘，你说的对，我马上就带人修。吹什么牛呢？你家还能有电器？我跟你说，手电筒可不算。丈母娘这话说的，你女婿最实诚的了，说电器就是电器。你看那边，随着夏意的手指，尤雪琴看到一台电风扇，她眼睛都红了。不就一台电风扇吗？没什么了不起的。那您看那墙根。几人歪头看去，只见一辆自行车静静地躺着不动。自行车也能算是电器？那您看堂屋。尤雪琴跑过去一看，顿时人就傻了。好大的彩电啊！修房子也就是这几天的事情，这还没得空呢，您就来了不是？尤雪琴被眼前这些惊得说不出话来，带来的几个子侄也都露出羡慕的眼神。丈母娘，你今天来不是咒我的吧？你要是这样的话，那别怪我不客气了。别，那不能，就是之前没搞清楚。我记得当时你家来提亲的时候，不是说嫁给老大吗？老爹，咱说过这话吗？绝对没有。尤雪琴咬牙切齿，这是自己又没有证据，当初也是听中间人说嫁给老大的，结果没想到嫁给了老三。当初说是嫁给你大哥，我看你大哥活不久，看着可怜，才没要那么多彩礼的。现在嫁给你，那不行，你们家得补彩礼，你们别欺负我们林家，必须补彩礼。那你说补多少合适？那得多补，你们家这电风扇、自行车，还有这大彩电，都得补给我们家才行。你放屁！我们家给的彩礼可多了，当时给了好几百，十里八村没一家能比我们家给的多的。给的多怎么了？我家闺女值钱。就要多，反正今天必须补彩礼。你们几个把电风扇、自行车还有大彩电都给我抱走。尤雪琴几个子侄一听这话，立即动手就要去抱东西。夏意双眼微眯，还没来得及说话，就看老四冲上去。我看你们谁敢！小畜生，你还敢动我？给我打他！尤雪琴，叫你一声丈母娘，你真把自己当东西了是吧？你在我家放肆一个看看！老五，去给我叫人，我看谁敢在咱们村动我们。这是家事，我看谁来了敢管。再说了，谁是你丈母娘？你今天要不给我补彩礼，要不我把我闺女带回去，我不嫁你们家了。彩礼你收了，现在你说不嫁？怎么跟你扯证了没有？办酒席了没有？都没有。在你家住几天就是你媳妇，那你家屋里贴的观音像，你怎么不管她叫媳妇啊？此时黑皮等人被老五叫来，大家前段时间受了夏意的恩惠，绝对是夏意的铁杆。此时一个个拿着铁锹，榔头就来了。进屋后10几号人把尤雪琴吓了一跳。我看你们哪个敢动我？你们这些该死的玩意，欺负我这个老女人了！还有你们夏家，活该你家死儿子都死完才好啊！
你们想白嫖我女儿，想得美！今天你们要不把我弄死，要不你们家儿子就死光。你这个女人，你不留口德啊！反正我也这么大年纪了，我也活够了。今天我跟你同归于尽。老东西，你家大儿子为什么死你知道吗？就是你作孽，你该死儿子！大儿子死完，老三死，老三死完，老四死，死你个断子绝孙！够了，爹，我对不起您，是我给家里带来的麻烦。傻丫头，和你没关系，是你这个娘，她嘴里不留口德啊！她根本就不是我娘啊！你胡说八道，你就是不想给我养老。哎呦我的天啊，姓林的你死得早，你这下贱种为了不想养我，连你这个爹都不认了。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一下吗？林秀秀点头，随后拿出一封信。这是我爹留给我的信，把我的身世清清楚楚告诉了我，我也是从这上面知道我的身世的。不是亲生的又怎么样？你爹把你养大，你就得给我养老。你自己没儿子，凭什么人家给你养老？我就让他养，我可舍不得我儿子受罪，就让这个小贱种养。你这女人非得逼我动手是吧？赶他们走吧，他把我卖了一回，以后我跟他没关系了。滚蛋！以后再进我们大队，见一次打你一次。尤雪琴眼中却露出恶毒的表情，忽然一把夺过子侄手里的一根铁剑，朝着林秀秀就刺了过来。夏依一把薅住铁尖，又是一脚踹过去，还是那个位置，还是同样的姿势。尤雪琴落地后，眼珠子差点没凸出来。想在咱们村抢人，给我打！呼啦一下，黑皮等人围上来，直接下手，随后将几人赶出了家门。哎呦喂，这老夏家也太欺负人了，还有没有王法了？还有没有天理了？妈，你这是怎么了？你们不是取景回来吗？是谁把你欺负成这样的？还能有谁？就是你那个赔钱货姐姐，还有那一堆的老夏家的人联合起来打我们。可恶，这简直就不是人干的事！妈，我现在就联系人，今天非得把老夏家拆了不可，还有那个赔钱货也得抓回来。拆个屁呀你知不知道那个老夏家的人不当人了，他还联合了他们村子里的人，几十个人呢，你找的人能干得过人家吗？啊，那咋整？总不能咱们咽了这口气吧？老太太眼珠子转得跟算盘珠子似的，肚子里的坏水也咕咚咕咚的响。儿子啊，你知不知道我们今天看到了啥？你看到啥了？我看到这老夏家居然买了电风扇、自行车还有大彩电啊！可这跟欺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个蠢货，咱们受了这么大的气，当初说好的把赔钱货嫁给那个快死的老大，本来想着等他死了再把你姐接过来转手一卖，谁知道他们耍赖说是嫁给老三的，气死我了！咱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家的那些电器全拿过来。那咱们也拿不过来。这样，你去把你二叔叫过来，咱们非得把这些电器弄到手不可。三哥，你真想跟咱嫂子好啊？咋哪都有你呢？和你有关系吗？别瞎问，屁大点孩子，什么都想知道啊！三哥，我跟你说真心话，我特想你刚才说那话是真的。咱嫂子真是好女人，要不是我年龄小，我就娶了。滚一边去！你小子还想排队啊？轮得到你吗？反正你以后也得娶婆娘，与其找个啥都不知道的，还不如就咱嫂子知根知底，不怕娶回来给你气受。你小子真他妈有点无性啊！我倒是想把嫂子娶到手，可这话到嘴边上，主要是也忒他妈尴尬了呀。三哥，你到底想不想啊？我他妈想行了吧？可是我想也没用啊，这是太尴尬了。我这一头热管什么用？爹娘那得同意，嫂子那也得同意，但凡一边不同意，这事就办不成。那爹娘同意，嫂子不同意的话，这事能成吗？废话，你嫂子都不同意的话，还成个屁。那嫂子同意，爹娘不同意的话，能成吗？三哥，所以从头到尾，只要嫂子同意就行了，爹娘就是你拿来打马虎眼的。也不能这么说，整个大队谁不知道林秀秀那是咱们嫂子？这要是成了，那嫂子的脸面过不去，在大队她得被人指指点点到死。三哥，那你们就进城嘛。进城？对呀，你这么有钱有本事，进城里嘛，不要在咱们这穷地方待着干啥？以后我也进城，咱们都当城里人，吃商品粮。倒是有点道理。既然在大队过不好，那我们就进城去，换个地方。谁要是还想说，就让他们说去。有什么了不起的？就在此时，暗地里窜出个人来。夏一本想一脚踹过去，结果发现来的人竟然是黑皮。你小子能不从暗处钻出来吗？这能见度也太低了。我用进城，我用进城。不对呀，你小子什么时候来的？都听到什么了？一个老四，我一直跟在你们身后呢，我还以为你们知道我在呢。这小子有点天赋啊，这要是放在抗日时期，说不定就是个谍报名宿。看来你知道的太多了，这样的话，我可就留你不得了。爹，我就是觉得一个你瞎琢磨，嫂子来你们家后又没办酒，又没打仗，
宋哥去世后，你们家要是把嫂子退回去，那大队人才说你们傻呢。怎么说话呢？文明点。这是你们又不是头一家了，大队以前不也有？去年有他媳妇，原本还是他弟妹呢，那可是正经办过酒的。前几年他弟在外面战石头死了，我就嫁给他哥了嘛。两口子现在在大队过得不一样舒心，但是你们自己不当回事，就没人当回事。夏意一琢磨，觉得黑皮的话说的也没错，自己就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只要能把嫂子娶回家，这脸皮不要也罢。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算你立了一功，这样一哥也不亏待你，给你找个好活计，只要你好好干，以后吃喝都有了。啥？夏意也不解释，而是带着黑皮和老四来到猛鬼峡。等到了地方的时候，黑皮脸色一变，一哥可开不得玩笑，这猛鬼峡哪能进？死了不知道多少人了。见黑皮害怕，夏意只能把瓦斯相关的信息跟黑皮解释了一下。记住了，这地方必须吹够1天东南风，然后才能进，而且得快进快出，别耽误时间。黑皮点了点头，然后由夏意带头进了猛鬼峡。一路上果然畅通无阻。等黑皮看到一大片湖泊，还有各种水鸟、野鸭一类的东西时，眼睛都直了。我是把你当真兄弟才带你进来的，你以后从这里捡些野鸭蛋、野鸭、野鸡一类的东西，去城里知味楼就能换成钱，偶尔干一次就饿不死你。但你得知道，所有东西就怕知道的人多了，所以你自己保密，不然泄露了秘密。别看这猛鬼峡挺大，但复制一句也就是几天的时间。一哥，我要是泄露给别人一个字，就让我天打雷劈，我得哈死。行了，发誓别理我这么贱，我怕被牵连。以后进来一定按照我说的，不吹够1整天东南风，千万别进，不然瓦斯巨击就是死路一条。行了，别辜负了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动手吧。3个人撒开了拿，没多大一会功夫，就捡了几袋子野鸭蛋，加在一起有100多斤。另外，黑皮还捡了一只撞树上的野鸭子。就在夏意检查货物时，黑皮火急火燎地冲了过来。一哥，不好，老四跟鱼干起来了。老四这牛啊，居然跟鱼干起来了。走走走，去看看。哎呀，给你脸了，还敢打老四！敢打我兄弟，找死！这玩意可真是够大的，得有300斤了吧？乖乖，我在淮河见过20多斤的草混子，300多斤的是真没见过。这玩意看着都快成精了。照你这样说，咱仨也算是斩妖除魔了。这条正好送知味楼去，估计梅姐能给个好价格。3人也不贪心，收拾了东西就走人，很快就将货物拉到了知味楼。小夏，你这钱还没挣够啊？这话说的，谁嫌钱多烧手啊？今天可有个好东西，你瞅瞅。好家伙，这草混子怎么这么大？成精了吧？这是不是好货也不给你知味楼工啊？你看着算账吧。鸭蛋的价格就按照之前梅姐给你的算。这个草混子，乖乖，这么大，我还真不好给你算，要不然40块钱吧，你看咋样？没问题，你给算钱吧。老陈算了算价格，最后给了173块钱，看得黑皮一脸诧异，还得是一个，一出手就是大几百。这次来是告诉你，以后这活我就不干了，交给我这兄弟干。黑皮，过来认认脸。兄弟，小夏要不说，我都没注意到你。其实你之前也见过，跟我来吃饭也不是第一次了。以后这活我就交给他了，你们要是要货，找他就成。你小子是挣够钱了，这么挣钱的买卖都不做了。老陈，这买卖我不做，说明这在我眼里真不算挣钱的买卖。那成，我回头跟梅姐说一声。这孩子忠厚老实，家里挺不容易的，你照顾照顾。一边去吧，说的我跟个坏人似的。我别的不敢保证，1分价钱1分货，这个我没问题。老陈，别看初见你这人挺招人烦的，不过其实是真仗义。你嘴里就没一个好屁，那就说点好屁。你们知味楼能给我供点啤酒、饮料吗？你要这些干什么？开供销社啊？不对啊，我记得你之前带着来喝酒的一个人，不就是啤酒厂的吗？能拿钱解决的事情，干嘛用那个人情？我这边给你供，你一样欠人情。这边啤酒你当要多少有多少啊？我们平时卖的时候必须搭菜，菜价不够，根本不卖你。那还是欠你的人情吧，真是有用。这不是挣了点钱，就琢磨着给家里把房子修一修嘛。咱们农村修房子都是一个大队一起上，没有工钱，但是得管饭啊。我这人也好面，人家来帮忙了，不能亏待人家，所以琢磨搞点啤酒，
汽水一类的供上，人家干活也能下力气。那行，我给你想个办法，啤酒都是本地的，汽水我能搞到1批可口可乐，不过不多，顶多几轴子，你要不要？老陈，可以啊，你要能搞到，我肯定要，价格好说。废话，不可以，我能在职位楼当领班的。可口可乐我要了，另外本地汽水你也给我弄点。本地汽水要多少有多少，你到时候报个数，我给你弄。谢了，老陈，你真是我亲哥。行了，别在这儿矫情了。卖完山货后，夏意带着老四回了家。刚进家门，就看到老娘从屋里走了出来。老三，最近家里给你的负担太重了，不过你放心，就咱自家人听到，没人挑你的毛病。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老娘他们也同意我跟大嫂了不成？娘，你是说？没错，我们就当什么都没听到，肯定不耽误你们以后叔嫂相处啊！夏意一脸懵逼，这怎么走向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呢？娘，你说三哥他早上说那话的意思，是不是就真喜欢嫂子？你不懂，你三哥就是怕你嫂子因为今天他后妈这事，在咱家里过不下去，所以转移话题呢。真当你大哥周年都没满的时候，你三哥能干出这事来，是不是老三？啊，对对对，我好歹也等大哥周年过去。你看吧，你还小，不懂你三哥的良苦用心。老四看了夏意一下，只能苦笑一下。兄弟俩相顾无言，只能回屋里去。三哥，这事要不我帮你跟爹娘去说一声吧，不然这事三哥什么事啊？你真当老爹老娘误会了，没听刚才那话，点我呢？点你？老两口估计自己都没说开，但他们是想让我等到大哥周年之后再谈这事。现在大哥去世刚刚满月，我要是就跟嫂子那啥，也确实对大哥有点不公平。啥叫公平？他是家里的老大没错，可这些年除了给爹娘惹麻烦，给咱们兄弟找事，还干过啥？要我说，嫂子没跟他也是好事，不然指不定怎么倒霉呢。这些年大哥确实净给家里找事了，不然家里怎么也不会穷成之前那个样子。甚至上辈子的时候还拖累了家里10来年，最后我也打了一辈子的光棍。大嫂，我听侄子说你被老夏家的人给打了。哎呦喂，你可算来了，他们老夏家的人欺负人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仔细说说。随后，尤雪琴便将自己被打的是添油加醋的说了起来，将原本的事情更是颠倒黑白扭曲起来。你可是我们牛底村的村委书记，我被打得老惨了，他们还联合村里的人对付自家人，你说这合适吗？混账，简直太混账了！还把我那侄女给强行抓起来，他们这简直是丧心病狂啊！小叔子，你就说咋办吧？你大哥死得早，就留下我们这孤儿寡母的，这么大年纪了，还要遭人羞辱。这事咱们不能这么算了。这样吧，今天太晚了，明天我把村里的男人都叫上，怎么也不能让他们欺负我们牛比村的女人。你说的对，他们打了人，就得让他们给赔偿。对了，还要把秀秀那丫头给带回来。我那苦命的孩子嫁过去没多久就守了寡，他们居然还想让秀秀照顾一家子，这简直是欺负人。那行，我回去联络人，等明天咱们就上门。这事儿怎么也得要个说法不可。老三，你干什么去？今天不是弄了好多肉吗？我刚整了点礼件，给爷爷奶奶送过去，给二老尝尝鲜。你真是昏了头了，你那礼记上连点肥油都没有，拿过去不是寒碜人吗？差点忘了，这可不是几十年后，现在肥肉才吃得香，油越多越好，还真是糊涂了。你看我着急的，我换一块去。夏意拎着肥肉刚到爷奶家门口，就听到里面传来自家大爷的声音：他夏意不是挣钱了吗？那以后的养老粮让他出吧，反正他也不差那点儿。你放什么屁呢？怎么要你点养老粮？是我们求你了，让孙子背得出养老粮，你怎么有脸说这话的？不亏心啊？我说的有啥错？他夏意挣钱，我这个当大爷的落下啥了没有？我可听说了，夏意可是带着外人挣钱，咱自家人可是谁都没喊，他都不觉得亏心，我有什么好亏心的？我的爹娘哟，你们二老骗老三家又不是1天2天了，以前我们不说，现在他们家夏意有本事了，多担待点不应该啊。你们哥俩今天来就是抵这个谷子的是吧？就你俩这意思，还是还有别人？老五也这样想，他今天上班没来。夏意和老四在外面听得真切，倒是不意外，他知道大爷、二大爷、五叔家一直就是这德行，当下便拎着肉直接进屋，迎面看到2个大爷坐在院子里跟爷爷对着。小易，你咋来了？家里准备修房子了，买的肉准备招待帮工的，选了点好的给你们送来。哎呦，你这娃真乖。刚才大爷跟二大爷的话我也听到了，就按照他们说的来吧。胡说八道什么呢？你们家给你们该给的就行了，别管别的。爷爷，你放心，没有金刚钻，我也不揽这个瓷器活。不过大爷、二大爷，
爷爷奶奶这边以后吃喝我管了，那二老以后留点啥？你们怎么说？我爹妈啥底子我还能不清楚吗？都穷得叮当响了都。你放心，只要你管他们养老，以后留啥都是你的，我们一分不要。你还真以为爷爷奶奶没货呢？我可是记得3年后，一个港商从港岛过来，看中了爷奶手里的一件小铜炉，最后可是花了6万给买走了。可惜最后6万被大爷跟二大爷分了大头，剩下2万4叔5叔给分了。我爹老是被忽悠的，没拿到1分不说，爷爷奶奶也1分都没拿到。这辈子你俩就1毛别想要了。你笑什么？没什么，只是希望你们别后悔就成。二老就交给我养好了。两人得了下意的话，生怕对方回过神来再反悔，赶紧走人。回头这养老脸，老两口是别想看见了。你咋让他们俩给记住了？这事不能这样办。回头我找他们去，往后他们说什么，你别吱声，咱不吃这个亏。爷爷，我还真不在乎这个。以前家里要不是你们照应，隔3差5给点小米、地瓜的，我跟老四早就饿得翘蹄子了。现在孙子不算有本事，但总归能挣钱了，也该孝敬你们了。我知道我孙子乖，人厚道，但一码归一码，你大爷他们该给的养老粮，凭什么让你们家独担啊？没这道理。回头奶奶去找他们说，怎么能欺负老实人呢？爷爷奶奶，你们要是这样说的话，那以后你们做好吃的可别叫我了。和那没关系，你是我孙，我该疼的。是这个道理，你是我奶，也是我该孝敬的。爷爷奶奶，我觉得我三哥说的对，我们有本事了，能孝敬你们的。那成，既然我孙子这么有本事，那咱们就吃几天闲饭。还是我爷明事理，我明天修房子了，你们要是有时间就去给看看。家里我爹娘干活成，主事不行，我看我爷有主事的性子，还得我爷上。成，你小子这嘴跟吃了蜜一样，那我明天去看看。从爷爷奶奶家里回来，夏意跟老爹把事情说了一下。老爹一听夏意要承担自己爹娘以后的养老粮，不但没生气，反倒满脸都是笑容。我看没问题，你小子现在也是个大款了，是该孝顺你爷爷奶奶了。你爹我是没本事，孝顺不了你爷奶，但我儿子有本事，还有孝心。我看光这一点，老大、老二他们家里都比不上我。上辈子老爹心里憋屈，家里大儿子早夭，后面日子过得苦戚戚的，一辈子跟别人做过最多的事情就是弯腰，人这腰要是弯得多了，再想直起来就难了，见谁都第一等。这辈子我的目标也不多，让老爹挺胸做人算是其中一项。别人啃老，我就让老子啃一回，那必须的。爷爷奶奶对咱好，咱也不能亏待了二老，做个不孝子孙啊。不愧是我儿子，这点随我。对了爹，等会儿我就去把沙子、水泥、红砖啥的都去搞了，咱们就这2天开始修房子吧。这事你做主就行了，我就等着住新房子喽。当晚，夏意就将修房子需要的东西都拉来了，就等着第2天开工盖新房子。当然，不出意外的话就出意外。第2天，夏意就发现东西被人动过了。爹，咱家这水泥、黄沙有人动过呀？真的假的啊？我昨天晚上留了个心眼，在这外面画了一圈，结果您看退了不少。老爹一看，果然黄沙和水泥外面都有个不起眼的线圈，可此时退了不到2指左右，2指不算多，但这水泥黄沙还没开始用，肯定是有人偷摸的拿了，不然怎么能退？哪个生儿子没屁眼的东西偷我家水泥黄沙？是给你爹做水泥棺材，还是给你娘要沙子培坟啊？让我知道了，不点了你的房算你命大，一个个不积德，不怕一道雷下来把你家祖宗的坟给劈了。爹，您这样骂没用，敢下手偷，能做得出这没脸没皮的事情，那就不怕生儿子世代为奴，生女儿世代为娼。爷俩在门口这一顿白话，声音故意大大的，整个大队都听到了。夏意没指望用几句骂就能制住那些偷东西的人，但不骂还真不行。你要是闷不声的，别人看你好欺负，那晚上只会有更多的人来偷，甚至到最后变成光明正大的抢了。咋了你们爷俩？这一大早上怎么骂得这么难听？吕书记，我这不是弄了点水泥黄沙回来盖房子吗？这才一晚上就有偷我们家水泥黄沙的，这水泥1袋子30块钱呢，他们随便跑2袋子走，那我们家损失多大呀？老吕，你说你这书记当的什么玩意？大队都出现偷东西的贼了，你工作干的什么？老吕，你说你当的啥书记？咱这大队都有贼了。老夏，你别总叫人外号行不行？老爹，这是我站吕书记这边，我吕叔现在是当书记的，你私底下怎么叫，我吕叔都不会吱声，可你要是在外人面前叫，那让我吕叔以后还怎么做工作？那我也不是故意的，我就是嘴上一秃噜，不好意思啊，老有的。算了，我也不跟你计较，你们不行就拿东西给罩上，再不行晚上找人看一下。
东西贵重，那就该看仔细了，哪能说就扔在这？真当人人都是雷锋啊？吕叔，您这话说的没毛病，也确实是我们没看好，也是我们家的事情。说真的，我们也不该计较这么多。您说这么多的水泥和黄沙，我们家就盖点房子，那肯定用不完啊。算了，本来剩下那点黄沙水泥，我也是想着给大队修个打谷场的。要是真不够，那就算了吧。吕有德本来都准备迈开步子走人了，一听夏意这话，一双眼睛差点没从眼眶里瞪出来。夏老三，这话你说的定不定？那您说的肯定定啊！我弄回来的水泥和黄沙，我说修就一定修。当然了，要是盖完房子不够了，那我就没办法了。谁偷的东西？平日我就这样教你们的，偷人东西不怕断子绝孙啊！老三，你放心，这事我管，肯定帮你把人给查出来。走，去队部，我用广播嘛。咱们大队好不容易能有个打谷场了，还有王八蛋出来坏事，让我抓住，头都给他挤出来。今天这水泥地赌场我吕有德修定了，耶稣来了也拦不住。很快，吕有德带着夏意来到了广播站，拿起话筒就开骂了：“哪个杀千道、断子绝孙的玩意偷的老夏家的水泥和黄沙？”吕有德对着广播那是一阵输出，那骂的可比夏意跟老爹难听多了，夏意都惊呆了。一群烂皮玩意，别说我不给你们机会，今天晚上怎么偷的怎么给我送回去，但凡谁敢跟我玩心思，让我抓出来，你们以后就别在大队混了。夏老三，你说话算话吧，真给咱们大队修个打谷场。吕书记，您这么仗义，我话放在这里，剩多少水泥、黄沙我都给用上，要是不够，我自己掏腰包再出去买。只不过这次这事，老三，你放心，这话我也放在这了。这次偷你家黄沙水泥的人，如果今天晚上不给你们送回去，我带人查，一家一家的翻出来一把黄沙，一捧水泥，我都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两人在这说着，暗地里却有人就骂起来了：“这个吕有德失心疯了，不就是一点水泥黄沙吗？又不是他家的，他叫什么叫啊？不会是让人发现了吧？这晚上送不送回去啊？”在广播站喊完话，夏意就回了家。刚进院子，老爹就走了过来：“广播我可听到了，咱们爷俩几个今天晚上就守在门口，我倒是要看看谁来送水泥黄沙。”爹，您别这样搞，没那个必要。我要是真想抓人，直接带着吕有德挨家挨户找就行了。所以这件事情能处理掉，就没有必要把所有人往死里得罪。第一次就给他们一次机会吧。先吧，你呀还是太年轻了。第二天一大早，夏意跟老爹再次站在水泥堆前的时候，果然发现水泥和黄沙又都回来了。还行，东西回来就行。我还是觉得把人抓住才行，不然以后还真让他们以为我们老夏家好欺负了。怎么样，东西都回来了吧？都回来了，看着应该没少什么。老爹，我就是觉得气得慌，这些王八蛋拿了我的东西，还回来就完了。要我说，都给他们抓起来，让他们知道厉害。你一天到晚脑子里是个啥？你知道有多少人拿过？都抓起来！怎么，整个大队都给你一个人住了？可你以前不是跟我们说吗？犯了错就要接受惩罚。你还敢跟我顶嘴？那我以前还教你好好读书来，你读了吗？爷爷，我爹就是发牢骚，这不是也没按他说的办吗？您就别生气了。他要真是那样做了，我铁定饶不了他。我一猜就是我孙解决的这事。你爹这人是个憨的，这些年别的本事没有，就会低头，做人做事没一样能行的。你就不一样，小易你懂轻重，知进退，千万别学你爹，不然不管去什么地方都没什么好果子能吃。爷爷，其实我爹还是有很多优点的，比如对我们这些当孩子的好，心里也真孝顺您和奶奶。以前是家里情况差，不然肯定不会拖欠养老粮的。我知道，你别看家里这么多小孩，但真养老能指望上的不是那些最著名的，反而是那些笨的，因为聪明的孩子心都在外面，只有这憨的才能留在身边。老爷子，您这话没一句对的。上辈子因为家里的原因，我们一家子还真没帮上您什么忙，最后养老也是靠每家每户都奉养才过完的一辈子。接下来几天时间基本上就是干活，然而平静之下总是波涛汹涌。这天早上，夏意正在家里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一辆货车停在了夏意家。谁呀？瞎按什么喇叭？夏意也不高兴地走出来，然后就看到一个满脸都是伤的人，带着哭腔就喊道：“一哥，你救救虎哥他们吧！”杨虎怎么了？还有你，怎么被打成这个样子？我们跟着虎哥在淮南卖彩券，结果挨揍了。虎哥他们都被扣下了，让我们回来拿钱赎人，不然就把他们手脚都打断了。卖个彩券，没必要这么凶残吧？你们是不是招惹人家了？卡车司机欲言又止，夏意见状就知道自己猜的没错，要不然最多被驱赶，还不至于挨揍。你要是想我帮忙，那就实话实说，你不说的话，那对不住了，你该找谁找谁去。一哥，其实
虎哥想多挣钱，就在彩券里做了点猫腻，大奖没有标的那么多，结果今天被淮南人发现了，然后人家带头的就把我给打了，还扣人要钱。不是你们调低了中奖率？不对，你们的彩券里其实根本没有大奖吧？一开始我们找自己人去练，后来发现在乎这个的人也不多，所以虎哥觉得没必要往里面放大奖，所以基本都是谢谢惠国和搪瓷茶缸。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就让人给发现了。出手的人是当地煤矿上的，说要我们把这几天在淮南骗的钱都交上去，还得拿钱去赎人，不然虎哥他们就惨了。惨了？能有多惨？前几年打击犯罪的余波还没结束呢，今年才算是彻底消停下来。要说那些人真敢把杨虎怎么样，那应该不会，但几顿打肯定是跑不掉的了。这事你别来找我，自己解决吧。一哥，您不能不管啊！现在虎哥被扣住了，就放我一个回来平事。您要是不管的话，那他们就死路一条了。一哥，您不能不管啊！您要是不管的话，那他们就死路一条了。别跟我扯淡了。首先这件事情，我以前是不是警告过你们？先是劝你们别干这活了，你们听了吗？你们想干，我又跟你们说过，这彩券一定要货真价实，标多少就一定是多少，千万别瞎标。你们又不听，既然我当初劝的时候你们都不听，现在出事的时候来找我有什么用？而且杨虎他们死不了，这什么年头？前2年打击犯罪的力度这么大，淮南人就算瞒了点，但也不至于真把他们怎么样。至于这件事怎么解决，很简单，拿出诚意啊，把之前挣的钱拿出来，全部都还回去，不但不会挨揍，说不定还能交几个朋友呢。一哥，那现在我怎么办？回去找杨虎，把我刚才的话说给他听，只要他愿意掏钱，这次的事情不算什么大事。卡车司机只能唉声叹气的离开。夏意虽然觉得可惜，但丝毫不心疼。当初该劝的时候不听，现在出了事叫自己摆平，这不是扯淡吗？此人不可深交啊！之前借车说好的弄5辆，结果只有3辆，我可不信他弄不出来。现在自己搞彩券，不听劝不说，还特么的心黑，这不就是应了那句话吗？大出小胆，小出大胆。现在出事了找我，不就是舍不得自己的钱，想让我出吗？以后还是跟这种人少来往吧。老三，咋回事啊？是不是你朋友出事了？这事您别管，有人不听劝，出了事也是活该。我又不是观音菩萨，还想普度众生啊。兄弟，我说到肯定做到。我朋友是有钱的，3万块钱对他来说一点小意思而已。你不要动我们，这钱就是你们的，到时候每个人分几千块钱，咱们这事不就过去了吗？你这人也真是奇怪，让你掏2万块钱把事情平了，你不干，却让朋友送3万来。话不是这样说的，我觉得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想平时简单，还不如大家交个朋友，以后有钱大家挣，有财一起发。我也不跟你废话，看你的人回来怎么说吧。以后就都是朋友了，搞得这么僵，那以后还怎么处，对不对？你说的也有道理，朋友，你真是有点意思啊。几人正在说着话，就看见司机走了进来，然而却只有他一人。下一人呐！我去找了，但是一哥说，当初咱做这活的时候，他就劝过了，当初劝了不听，现在出了事也别找他。好，杨虎是吧？你特么的敢骗老子，还跟老子装起来了，这天底下的屁，真是让你装干净了，给我打！别，哥几个，给我个说话的机会，我求求你了。给你爹把屁放了。我是真没想到，我那个朋友这么黑，这钱他不掏，我掏。掏吧。钱在车上，你让我上车拿。我特么让你上车，你开车跑了，我找谁去？那你让我的人去一个拿钱。刚进来的那个，你去拿吧。老刘，你上车把我那个皮箱子拿来。听到杨虎的话，司机连忙跑出去上车拿皮箱子。很快，司机就将皮箱子拿来递给了领头。现在咱们的账交了吧？带头的人点了下钱，气得薅起杨虎，抬手连着几个大嘴巴子。你特么把我当傻逼了是吧？3万块，你现在点2万给我是什么意思？真觉得我不敢搞死你是吧？你以为我跟你吹牛批呢？外面的人弄死个人还不好搞，但我们好搞得很，弄死了往皮带机上一扔，拉你进破碎机，保证出来的时候就竞选煤厂里跟着煤炭一混。天王老子来了，也捞不出来你了。不是说好了我掏2万就行了吗？你是真要钱不要命的是吧？那是一开始你特么拿3万勾着我，现在又说只给我2万，你拿我当猴耍呢？虎哥，你就别在乎那一点了，你给人家吧。杨虎心里疼得不行，他本来是想把夏意忽悠过来，只要夏意来了，这钱不掏也得掏，事后自己就说手头紧，以后还他，到时候就相当于用夏意的钱帮自己铺平了淮南的路。结果没想到夏意这孙子真不是东西，没办法，杨虎只能又点了1万块钱出来。大哥，那咱们这算是完事了吧？把这个签一下，然后滚吧。说着，带头的人拿出个东西让杨虎签。杨虎一看，是一个处理文件，还盖了淮南矿的公章，一看落款6矿保卫科。现在把这个签了，不就等于我承认了？
我是骗人的，拿出来的钱是骗来的钱，而且保卫科已经分发还给受骗的群众了，这次是真被吃了底调啊！签啊，愣着干什么？怎么不会写字？那盖手印吧。眼看对方发火，杨虎吓得赶紧签字。签了字，他的心里也升起一股怒火，不过不是对打他的保卫科人员，而是对没有来救他的夏邑。对于杨虎的事，夏邑根本不想管，因为他自己也遇到麻烦了。尤雪琴又找上门了，还是带着一大堆人，此时正堵在家门口，与夏邑等人对峙。老夏家的老杂碎还有小杂碎们，老太太我又回来了。老家伙，你又来干什么？还带着一堆人是要干嘛？干什么？你个小杂碎，你们老夏家的人不是东西啊！把我女儿囚禁起来给伺候你们全家不说，你大哥都死了，居然拦着不让我接我女儿回家，还敢打我们？怎么？你以为打完人这事儿就过去了？所以你想怎么样？怎么样？第一，我侄女肯定要带回家去的。你大哥死了，那就不能待在这里。第二，打了人，那就要赔偿。至于怎么赔偿，让我大嫂满意就好。你特么想皮吃呢？你个老不死的！第一，秀秀不可能跟你们走，我之前说的很清楚了，秀秀是给我娶的媳妇，不是给我大哥娶的，我可是说的很清楚了。第二，秀秀不是你大嫂的女儿，这件事难道老太太没跟你们说吗？而且秀秀根本不想回那个家好吗？第三，谁打她了？她明明是自己摔的。哎呦喂，气死我了！你们老夏家简直欺人太甚，今天这事儿没法善了了，你完了，夏邑。反了！今天要么赔偿，要么咱们就没完。我们也不多要你5万块解决这事儿吧。还要把你家那个电风扇、电视机还有自行车也得配上。我看你这水泥沙子不错，我们也拉一车吧。好家伙，我干脆把我家给你们得了呗。那也不是不行，我就勉为其难的接受你的道歉吧。滚！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你还想要赔偿，还想要我家的新电器，还特么的想拉水泥沙子，还厚颜无耻的接受道歉，你咋不去死呢？小叔子，他们也太欺负人了，你说咋办吧？既然你们不想解决这事儿，那就别解决了，大伙把水泥都抗走吧，能抗多少是多少。都跟我上！俺欺负到我们村了，兄弟们干就完了！全都给我住手！吕书记，这是我们的家事，怎么你要管啊？谁的家事搞这么大阵仗啊？你们想干嘛？拿人家水泥干啥？你们村的下家扣押我侄女不说，还打伤我大嫂，我们要点赔偿怎么？说的好听，林秀秀那丫头的事儿我也听说了，什么扣押你侄女，你们不都嫁给夏家了吗？还有打伤你大嫂，你们有证据证明是谁打的吗？再说了，要赔偿就要赔偿，抗人水泥干嘛？我真的是服了，我们大队好不容易要有个水泥地的打谷场了，你们这群孙子居然想抗走，这要是少了几代，打谷场岂不是没戏了？不行，我绝对不能让这事发生。这还要什么证据？我侄女的男人都病死了，现在守寡了，我们接她回去有毛病吗？阿叔，我不回去，我当时嫁的人是夏家老三，也就是夏邑，而且我不是林家的女儿，尤雪琴也不是我妈。大嫂，这事你也跟他说啊？哎呦喂，我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拿到的那封信。好，咱不说这件事，咱说你们打我大嫂的事，怎么解决吧？李有德，你是村书记，你说怎么解决吧？所以说，是谁打的你大嫂的？夏家的人打的。那你们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吗？这还要什么证据？你问问你们村的人不就知道了？好多人都看到了，我还能骗你不成？所以你的意思就是没有证据了？嘿，你们看到是谁打的吗？我们看到是老太太自己摔的，她还自己撒泼打滚呢。你放屁，明明就是你们打的，小叔子，你要给我报仇啊！吕书记，你自己心里也清楚，难道你要徇私舞弊吗？少给我说那些事！你们上门抢人，还要抢东西，不行咱们就去找县委，让县书记来评评理。啊，这种小事怎么能麻烦人家呢？咱们还是自己解决吧。那不行，咱们就叫派出所吧，看看谁占理。我可告诉你们，你们这么多人可是寻衅滋事，还有抢劫。你，今天看样子你要撑腰到底了。那行，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大嫂，咱们先回去吧。可是，先回去。眼看自己等人不占理，李有才只能带着所有人狼狈逃走。吕书记，这次多谢你了。咱们一个村的，肯定要相互照应嘛。吕书记，你放心，就凭这事，咱们村的水泥打谷场，我肯定给修得好好的。尤雪琴走后没多久，夏邑又在院子里干起了活。这时，杨虎却找上了门。杨虎，你怎么来了？义哥，你有点不够意思了。我跟你求救，你也不说来救我。我没去救你，你这不也好好的吗？不错啊，义哥，这挣的钱知道怎么花。这房子比城里的房子还好看。你这身上的伤都没好，就跑来我这儿，
不会就是为了看看我的房子盖成什么样了吧？那不会，我在淮南那边把路子彻底打通了，想来问问你有没有兴趣一起，保证发大财。不必了，我这人没有发大财的想法，现在这种小财就挺不错的。实话跟你说，我真在淮南搂到一个发大财的机会。淮南那边煤矿多，这2年国家又有新政策，向普通人开放小煤窑的购买权。我琢磨咱们俩2一天做5，买一座小煤窑挖挖，那玩意可比彩券还挣钱呢。有兴趣不？不用了，我也不是干那个的料，就眼下这生活就挺不错的。那行吧，你要是有想法了，就来找我，我一定带你发财。那就多谢了。等到杨虎走后，夏邑这才露出一抹无语的表情。淮南那边基本都是高瓦斯矿井，一般人进去开小煤窑，炸不死你也毒死你了。这杨虎哪是叫我发财啊，这是叫我一起升天啊。不过煤窑这事儿要是有办法的话，倒也能搞。算了，明天再说。第2天，夏邑一大早就去知味楼找老陈打探消息。又来要啤酒啊？不是我说你，有钱也不能这么糟践啊！盖个房子，你这啤酒汽水贴进去多少了？老陈，你只看见我贴啤酒汽水盖房子，没看到我这啤酒汽水还养人呢。我是农村出来的，没根没底，以后想干点事情就得先有自己的班底。我现在啊，养班底呢。你小子倒是有点意思，这次要多少啤酒？我跟你说，你多来几趟，每次弄点回去，别一来就跟我狮子大开口。你真以为我在啤酒厂当经理啊？这次不要啤酒，就是想跟你打听点事情。打听事情？你想打听什么？我听说咱们淮东，但凡是个领导，就没有不来你们知味楼吃饭的。这些天我也见到一些，我就想问，西川煤矿的领导来你们这了吗？啊！你问这个干什么？我跟你说，这些事情我不能随便说的，犯忌讳。老陈，我这是想求人办事，但见不到人，你当我绑架勒索啊？再说了，我好歹也算个有钱人，至于干那掉粪的事情吗？老陈一想也是，夏邑现在绝对比西川煤矿的矿长有钱，不至于去绑架人家。这不好说，不过西川煤矿每个月8号都在这搞聚会，几个领导基本都会来。今天几号？8号啊。两人面面相觑，都为对方的智商感到捉急。就在此时，一辆小车停在知味楼门前，随后一个小年轻跑了进来。老陈，中午我们矿长他们都来，你们准备的丰盛点。您放心，保证安排好。对了，上次你们这的辣椒炒野鸭蛋味道不错，我们领导很喜欢，这次别忘了多上一份。没问题，领导喜欢吃，我们管够。年轻人也没多废话，扭头就走了。这野鸭蛋挺受欢迎的呀。废话，不然你5毛钱一个，谁会买？宰傻子也没有这样宰的。你就说是不是物有所值？你小子千万别有什么坏心眼，要是真有，也别在咱们知味楼动手，跑远点。老陈啊，你要是出来混社会，一定是个黑心巧克力。你怎么知道我没混过呢？夏邑也不管老陈，一门心思就等着西山煤矿的人来。真是奇了怪了，哪里的水鬼上岸了？小伙子，祸从口出啊！是不是祸从口出？你到时候就知道了。劝你一句，欲三则必，不然的话，就只能当个地下的水鬼喽。冯矿长，怎么了？没事，遇到个怪人。算了，咱们回去吃饭吧。现在钩子埋下去了，就看能不能钓到鱼了。上辈子这冯祥东下井出事，井下透水，连他带工人被淹死了7个。听说因为这件事，上面震怒，西川煤矿都差点被关停。这辈子希望能救他一命，结个缘吧。看啥呢，老三？想着在哪绑票啊？滚蛋！都说了不是。然而夏邑不知道的是，这个善缘很快就得到了实现。老陈啊，老陈，能不能把你的脚拿开啊？小夏，你这鞋子不错啊，哪里买的？当然是我视频左下角的闲鱼上买的呀。偷偷告诉你，现在上闲鱼搜索闲鱼鞋王，发布你的压箱底好鞋，评选2023年度闲鱼鞋王，更有超多限量球星亲签等你来评。记得点击左下角即可下载进入哦。第2天下井的时候，冯祥东跟一群领导簇拥着来到要检查的面。这里面是哪？冯矿，这是第3采工作面的3号巷道啊。遇3则必，那个年轻人当时就是这样说的，还真遇到3了。想到这里，冯祥东更是浑身难受了，好几次想迈脚进去，然而想起来的都是夏邑那轻蔑的一笑，那笑容就好像在看一个死人一样。埋在土里的水鬼。今天不去检查了，另外通知采掘工区的人，让他们换工作面干，这边先放2天。然而回到办公室的冯祥东屁股还没坐热，一个人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冯矿，不好了，下面出事了。出什么事了？井下第3工作面3号巷道透水，水顺着巷道往外涌，看那个量大的吓人啊！有人员伤亡吗？那倒没有。您今天不是让采掘工区的人换面了吗？乖乖，冯矿，您真是福大命大，造福咱们工人啊！
要不是您要求画面，今天就出大事了。高人，真的有高人呐！什么高人？跟你说了，你也不懂。走吧，去一趟知味楼，我要去找我的高人。对人。很快，冯祥东就带人冲到了知味楼。疯狂，您今天想吃点什么？今天我不是来吃饭的，今天我来找人。我问你，昨天你们这有个年轻人穿个衬衫，你晓得叫什么吗？疯狂，您这描述的有点模糊啊，还有什么特征吗？帅不帅？长得嘛，说实话，一般。一般？你说我长得一般？老五，你三哥我长得一般吗？还凑合吧。不应该啊，我怎么记得以前大家都说我长得俊呢？三哥，有没有可能是长残了？滚一边去！3天不打，上房揭瓦了你！三哥，你俊不俊的？我们俩说了又没什么用，那还不得嫂子看吗？你说的有点道理。四哥说的对，而且你只是约大嫂出去看个电影而已，至于这样吗？也让我问你们三个，今天的猪草还打不打了？不打的话，家里的猪仔今天单没得吃了。打！对了，大嫂，我昨天搞到一张电影票，陈宝国演的《身边》，人家都说好看，你想不想看？林秀秀眼前一亮，现在的小姑娘哪有不喜欢看电影的？可大嫂还没说话，就看见二姐窜了进来。身边是不是陈宝国演的？我最喜欢陈宝国了。二姐啊，二姐，你这个时候出来裹哪门子乱啊？要不你们俩去吧。算了，还是你俩去吧。身边我其实上次看过了，正好二姐喜欢。大嫂，你们结个伴。啥时候的电影啊？今天去还来得及不？知味楼搞的票不限时间，只要电影院播放身边，你们拿票就能进去看。那咱们下午去看，你跟老四送我们去。还要我送去？不然呢？我和嫂子都不会骑自行车，等我们走到地方都几点了，所以肯定得你们送啊。二姐啊，二姐，你办事可是真能扎你兄弟的心啊。那走吧，我的好姐姐。想不起来？你怎么能想不起来？对不住啊，疯狂，这穿衬衫来知味楼的，一天那海了去了，更别说长相还一般的。您这样说，我是真没办法找啊。你这话说的，那这么多穿衬衫的，算了，那你帮我留意一下，或者你见到人了就告诉他，我找他。那人20岁左右，挺年轻的，说话还很冲。疯狂，您放心，我一定帮您留意，遇到了就告诉您。冯祥东没有办法，只能回去了。看着远去的车，老陈这才轻松下来。小夏这小子怎么惹到这个冯祥东了？下次来了一定得问问他，别真惹了什么大事。老三，我想上厕所。老四，你陪我去。啊，我陪你去。二姐一把薅住老四的耳朵，然后顺手把电影票塞进夏意的手里。没错，就你陪我。不是，我怎么陪你啊？少废话。夏意看着二姐和老四离开，心里升起一丝温暖。他还以为二姐真是想看陈宝国，原来这是给自己当僚机呢。二姐这是担心我约大嫂，大嫂会不答应，所以干脆自己做了个局，先把大嫂骗来，然后自己跑路。现在电影票已经到手里了，电影院也在眼前，不进去也得进去。二姐这僚机当的堪称王牌飞行员啊！什么僚机？没有，我是说电影马上要开始了，二姐这个时候跑去上厕所，这不耽误时间吗？太让人着急了。没事，咱们等一会就好了。然而夏意跟林秀秀在电影院门口等了半天，可一直没等到二姐回来。这电影马上就开始了，二姐还没回来，一会该耽误了。没事，耽误了就看下一场，反正这票也不定时间的。没想到大嫂你还有这一招，这下失算了。二姐，这可咋办啊？就在此时，老四却屁颠屁颠的跑来了。二姐肚子不舒服，好像有点闹肚子，我得先送她回家了。二姐说，这电影你们自己看吧。王牌飞行员，真正的王牌飞行员啊！说完话，老四就扭头跑路了，留下夏意跟林秀秀原地大眼瞪小眼。嫂子，这要不咱们俩看了吧，不然好不容易来一次城里，要是不看就回去了，那太可惜了。那就咱们看吧。夏意高兴地带着林秀秀进了电影院。而等电影结束的时候，夏意一脸无语的从电影院里出来，身边跟着一脸潮红的林秀秀。对不起啊，我没打伤你吧？大嫂啊，大嫂，这电影大结局，你咋这么激动啊？好家伙，那一拳，我以为今天要交代在电影院了。没事，大不了下次我们看动作爱情片。啥是动作爱情片？以后你就知道了。夏意敷衍了一句，随后去取自行车，到了存车的地方，却发现车没了。我车呢？大爷，我车呢？我哪知道你车呢？您在这看车，我车停在这里，还交了5分钱管理费呢。现在车没了，您跟我说不知道？我只负责看着这块地，让你们停，又没说还要帮你看着车。话不是这样说的，给了你管理费，你不管我车，那你收的什么钱？
我哪知道你车呢？您在这看车，我车停在这里，还交了5分钱管理费呢。现在车没了，您跟我说不知道？咋了嘛？我负责看着这块地，让你们停，又没说还要帮你看着车。话不是这样说的，给了你管理费，你不管我车，那你收的什么钱？你干什么的？欺负我爹是不是？我爹都说了，他只管地不管车，听不懂还是咋地？要不要把你耳朵给你卸下来听？看着对方人多势众，夏意恼闷的火，但一看林秀秀还在身边，只能压下怒火。今天我认栽了，嫂子，咱先回去。怂货，小宁，你跟着一个怂蛋有啥意思？还不如跟我们哥俩。知道啥叫祸从口出不？小优，我长这么大还没听说过，咋了？你要我见识一下？你放心，很快你就会见识到的。嫂子，我们走。夏意带着林秀秀，眼下也只能退去。很快就来到外面。小易，咱这咋办啊？嫂子放心，这事我有办法处理，咱不会吃亏的。以前就听说过，有些在本地有势力的会搞监守自盗，仗着人多欺负普通人，没想到还轮到我身上了。不过我的东西可不好拿。随后两人只好先回家。刚进去，二姐出来了。怎么样？电影好看不？还行。老四把那辆自行车推来，我还得进趟城。三哥，你还进城干啥？林秀秀气愤地把事情说了一遍。老四一听就急眼了。三哥，我跟你一起去。你去干什么？跟你一起干仗啊！咱们叫上黑皮他们，把那兄弟俩干死。行了，你就别给我添乱了，这事我有办法解决。你真有办法，别是在我们面前装大头。这事我还能骗你？放心吧，不是什么大事。这种事情只要找对人，好处理得很。那成，你自己小心点。夏意骑上自行车就进了城，他要找的不是别人，正是结下善缘的陈德胜。很快就骑车来到陈德胜的大本营。陈老大在吗？你不是那谁吗？就那个傻帽。好啊，我带你们老大一起发财。他就是这样说我的是吧？不是老大说的，是我们觉得你把挣钱的买卖告诉别人，所以私底下。那什么，哥你别介意，这小子叫傻波，脑子不是太好用，总是说实话得罪人。他妈这话里有话呢！你们干嘛呢？怎么又打傻波？他脑子傻，你们越打不就越傻了吗？夏意扭头看去，正好跟陈德胜来了个四目相对。哎呀，这不是我的傻帽。夏老弟，你咋骂人呢？你小弟刚才说的，我不是那个把发财方法告诉你的傻帽吗？给我拉出去狠狠的打！小犊子一天到晚就知道瞎扯淡，都给我记住了。夏老弟以后就是你们夏哥，这是我们的财神爷。陈老大，最近生意怎么样？很好啊，别提有多好了，一天挣个1-2千块钱，那是稳稳当当的。你这挣的不多啊，营业额就3000多块钱。那倒不是，不过我们成本高，每天营业额大概有6000多，不过报去奖品也就1-2千了。没想到杨虎看起来厚道，可为了挣钱不干人事，把奖券里的大奖给取消了。反倒是陈德胜，看起来是个青皮头子，可做生意反倒更加厚道。陈老大，回头我再给你写个东西，你调整下中奖率，利润能翻1倍。老弟，你当我傻，不知道调整下中奖率挣得更多啊？当初跟你混的那个杨虎，他一天挣得顶我大半个月。可我明白，这东西即使现在没人管，以后肯定也有人问。要是不管，那就乱套了，到时候我们就倒霉了。现在我挣点小钱，风头让那个杨虎出，这样就稳重多了。再说了，一天1-2千，这还不够，那就太贪心了。真不愧是熬过83年没出事的男人，这做事风格也太稳重了。陈老大英明啊！说笑了，老弟你来找我是有事吧？确实有事，在城里遇到点难事，只能来求陈老大了。老弟说话见外了，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只要能帮，绝不废话。那我就说了，我自行车丢了。啥玩意？你再说一遍。我自行车丢了呀，就在城里丢的，我没办法了，只能来求陈老大帮我把自行车找回来。老弟，你这话说的，一个自行车你能在乎？你这不是差钱，你这是差事啊！不愧是陈老大，都让您说着了，确实是差事。今天我带着我女人出来看场电影，车子在存车的地点丢了，我还没跟看车的人说2句呢，他2个好大儿就跳出来，搞得我在我女人面前抬不起头，还他妈骂我怂货。您说我差不差事？特么的，这些瘪三玩意做活做到我陈德胜的兄弟身上了。兄弟们，你们一个被人做活了，你们说怎么办吧？那还有什么说的？把人薅出来，先摘他俩腰子。得罪一哥就是得罪我们，打他丫的！他们的狗眼不灵光，咱们就帮帮他们，给扣下来换一对。众人一副群情激愤的样子，这帮人对夏意还是很有好感的。要不是夏意教了陈德胜搞彩券的法子，他们也不能每天跟着吃香的喝辣的。要知道以前可是喝西北风过日子的，现在每天还能发几块钱呢。老弟，都听到了吧？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陈德胜的事就是大家伙的事，
咱们过去搂搂，我得看看谁这么尿性。能在电影院这块混，多少应该也有些依仗。老弟，你说的没错，但你这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愿闻其详。这江淮两岸的混子，真要拆分的话，分两派，一派是山，一派是河。怎么说？所谓的山，简单点来说，就是煤矿出身呐。河，则是淮河河工出身。1938年6月，日本鬼子占领了安徽江淮两岸的煤矿，其核心在淮南，还成立了淮南探矿都市会社。大通你知道不？知道，好像最近开建了一个火葬场，以前有万人坑对吧？没错，日本鬼子占领淮南后，奴役煤矿工人，工人成天的死啊！特别是1942年秋季，流行病发的时候，死掉的矿工尸体都堆成几层高，一开始还用芦洗过一下，后来直接扔沟边、野地里了。日本鬼子那些个畜生，为了掩盖罪行，在1943年春天，强令工人在大通矿南山挖了3个大坑，这就是所谓的万人坑了。当时埋葬的煤矿工人足有13000人之多。这群小鬼子简直令人发指。陈老大，你咋知道这么清楚啊？因为我们山派就是从这些煤矿工人里发展出来的。当时死里逃生的煤矿工人为了对抗日本人，结队而出，就有这一支人。另外的河派原本是江淮两岸的河工，为了糊口而成的。两派人各有出处，也看不起对方，一边觉得山派穷，一边觉得河派软。在83年之前，也是货真价实、真刀真枪的开过局的。不过后来一顿整顿，基本上都熄火了。这倒是，现在是新社会了。我属于山派，而你说的那些崽子，大概率是河派的人。这些人以商养会，表面上做着常规生意，然后生意里不规矩，从里面捣鼓钱财。比如你这是，那老头说是看车的，不如说是踩点的。遇到好车，心和就让儿子把车子弄走。你要是自认倒霉也就罢了，你要是不愿意跟他们纠缠，那2个当儿子的可就出来了。这些人干的可真不是人。老登还认识我不？小伙子，何必呢？认倒霉不就行了？非要找一顿打干什么？您这话一出，可就属于不打自招了。什么不打自招的？别给自己找不痛快。您别说，我这人要是不痛快，那别人也别想痛快了。既然这样，那可就别怪我了。说吧，老登直接往地上一躺，顺地打起滚来。哎呦我的脖棱盖，哎呦我的胳膊肘，哎呦我的腰间盘哟！大家都来看啊！这年轻人他不讲武德，他偷袭我一个80岁的老伯伯。这人怎么这样？人大爷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偷袭人家？就是，看着人模狗样的，就是不干人事。现在的年轻人啊，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不像我，虽然看起来朴素无华，但内心却像金子一样。俺也一样。围观的人立即被老头的演技所折服，几乎一边倒的指责夏邑：“你们别被这老头骗了，我刚才看见他自己躺地上的，冤枉人家年轻人。”就是，我也看到了，他拉着人家小伙要钱，小伙没给他，自己就躺下了。老头无德。我也是，我被这老头讹过，可怜我家里上有80岁的老母嗷嗷待哺，下有3岁女儿等钱看病，却被他讹得几乎倾家荡产啊！陈老大这帮子人也都是人才，一个比一个离谱。而周围的人听这些人这样说，话锋立即一转：“哎呀，这老人也太无德了，居然讹人！”我一看这老头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不像我，虽然看起来朴实无华，但内心却像金子一样。俺也一样。刚才那个80岁老母嗷嗷待哺，3岁女儿等钱看病，是不是说反了？看着眼前的舆论战，夏邑惊呆了，形势直接逆转。这老头虽然身体还在地上，但灵魂却在地上了。你特么的找事是吧？敢欺负我爹，信不信我打死你？我不信，你打一个试试。卧槽，陈德胜，老铁们，这孙子真打人啊！讹人不成就打人，兄弟们双击666，为了正义，我就干他们。此话一出，粉丝们疯狂点击屏幕，发送666，10几号人全都上了，围着两人一阵好打。更有正义的粉丝朋友们也加入了进来，下手比陈德胜等人还狠。在经过艰难的斗争，才勉强将两狗制服。各位好汉，我们错了，我们认还不行吗？老弟，你说咋办吧？小伙计，我服了，你的车我们给你还回来，这事算接过去了，怎么样？谁是你小伙计了？把自行车还回来，那不是应该的吗？
我带着姑娘在你们面前丢的面子，怎么说？你看我2个儿子也挨得不轻，这是怎么说也是我们吃亏。宁得饶人处且饶人，怎么样？陈老大，这是你们行内一般都怎么处理？刀口上见真章呗，说山说水，本就死对头。你犯了我们的人，还被我们给堵上了，怎么处理？是争是吵，还不由我们拿捏。各位绿林好汉，说山说水，那都是陈年往事了。山崩水枯，就这点星火了，没必要往死里整吧。老弟，要不这是……陈老大，山水相逢，谁胜谁负不好说，但要是只有山没有水，那赢的就永远不可能是水了吧？后生，你这心也太毒了，我们就坑你1辆自行车，你没必要吓人吧？你们不但偷车，还打我脸，你说我怎么处理你们呢？不过这年头风声紧，咱们也没有必要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陈老大，你眼看着好日子来了，没道理在他们身上染血。老弟，你说的对，那这3个人怎么处理？让他们把自行车还我，然后自己去派出所自首。小哥，你发善心，我们真知错了，以后绝对不敢再做这种事情，老老实实看车棚成不？想改啊，还是等从牢里出来再说吧，要不然我亲自给你们送过去，就是不知道算不算自首了。几人很快就被送到了派出所附近。进去之后，短则几年，长则10几年，小的不敢说，大的说不定就永远交代在里面了。几位有什么感想吗？老头痛哭流涕，人说不见棺材不掉泪。老头现在才明白是什么意思，内心感受到了那种莫大的恐惧。各位大哥，我不求你们饶我这一次，只求把我爹放了，他进去就真的没明天了。那都回去吧，这次就饶了你们，以后别再出来做这些生儿子没定眼的事情了。逃得过今天，可逃不过明天啊！这小哥，我跟你发誓，我们以后再干这种事，绝对不得好死，五雷轰顶。夏邑让陈德胜把3人放了，见3人离开，陈德胜有些好奇，老弟，这我就看不懂了，都到派出所跟前了，怎么又放了？那之前不是白搭了吗？就1辆自行车的事，我虽然生气，但不至于置人死地，吓唬他们，让他们知道厉害就成了。今天我要真把这3个送进去，那也就等于跟陈德胜的关系走到头了。兔死狐悲，误伤其类。而且这3个人不是蠢人，到时候老头把罪责都揽到头上，或者干脆进去之后转一圈就跑了，那不就是流毒不见了吗？兄弟，你是真厚道人，老哥我认你这个兄弟了。陈老大过奖了。对了，陈老大这彩券生意是准备一直做下去，还是说见好就收？要不咱们连个手？老弟，你说的这联手不是干山上的事吧？笑死！你敢信吗？我现在数个替天行道，当天就被派出所给剿灭了。老弟说话有意思，那你说的联手是？我准备搞个小煤窑干干，陈老大有兴趣不？去年倒是就听说小煤窑的事儿了，可这事应该是从山西那边先开始的吧？咱们这能有那个政策吗？陈老大，政策肯定是有的。不瞒你说，淮南、淮北都开始动手了，咱们淮东就西川煤矿一家，所以到现在也没什么动静。那成啊，要真能盘下个小煤窑的话，肯定能干。不过咱们这账怎么分啊？小煤窑的事情我来想办法，生产的事情你们来负责，利润咱们3期开，怎么样？一个您就拿3啊，让人家知道，不得说我们欺负朋友吗？我看你就长得像个3，你凭什么拿7啊？凭你脸大，还是凭你脚臭啊？咱们拿3。听到此话，一众小弟纷纷露出惊讶之色，没想到夏邑胆子这么大，自己吃大头。夏老弟，咱们都是朋友，按说我不该在钱的事情上跟你计较，可这3期开，在我这确实有点难度啊。我手底下毕竟还有一班子兄弟要养呢。放心吧，陈老大，你手底下的这些人，到时候都挂在小煤窑下面，煤窑给他们发工资，怎么样？好的，你别怪我说话直，其实这小煤窑我自己也能干，为什么一定要跟你合作呢？当然了，我不是有别的意思，就是单纯的好奇。因为除了跟我合作，陈老大您还真干不了。不信的话，您去走走关系，活动活动，看看能不能拿到这个小煤窑的资质。是什么事啊？咱们兄弟，我还能不相信你？不过这件事非同小可，我还得回去考虑一下。如果可行的话，我再找你。那成啊，那我等陈老大的消息。这陈德胜哪是回去考虑啊，分明就是动心了。这是要回去想找门路，看自己能不能单干，回头干不了了再找我。这人鸡贼的很啊。随后，夏邑骑车往家赶去，然后路过这位楼时，却被老陈拦了下来。你小子还敢来城里，还不赶紧回家啊！我咋就不敢来了？我又没干啥伤天害理的事儿，也没得罪你吧？得罪我个的啊！你想想，你小子得罪了谁？我向来与人为善，不曾与人交火呀。
对了，是谁？电影院的几个街溜子，难不成这几个兔崽子这么快就要来干我了？那算个屁！你是不是得罪了西川煤矿的人了？难道是冯祥东找来了？你赶紧走吧，那帮人天天来找你，怕是囧女儿都要给你干废了。走个嘚儿！我今天就要看看怎么个事。你还说没得罪人？人西川煤矿的矿长天天来堵你，来了还不坐包间，就坐大厅死等。我听他描述8、9不离10就是你了，你哪得罪人家了？没有，老陈你想多了。我跟你说，不要怕丢人。你要是真得罪人家了，你跟我说，我这个人好歹还认识些领导什么的，到时候可以从中间帮你平事。你现在不跟我说实话，回头真出事了，我想救你都来不及了。老陈，没看出来，你这人是真不错啊，够义气。滚蛋，别跟我这贫嘴，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站住，站那不许动！疯狂，您千万别生气，这小伙子人其实挺不错的，就是轴了点。要是他有什么得罪您的地方，您千万……然而冯祥东根本没搭理老陈，直接一把抓住了夏意的手。人啊，我终于找到你了。最近我可天天来知味楼，就想着是不是还能跟您撞上，这可终于让我等到了。恩人算不上，只不过说了2句废话。你没事，也说明你自己服原身，和我没关系。没想到上辈子那是这么快就发生了，这也是命啊！要是迟个2天，就直接开席了。要不咱们包间说话？对，包间，老陈，把最好的包间给我。很快，两人就进了包厢聊天，而其他人则是全被拦在外面，忽悠了整整3个小时，两人这才出来。今天的因果都跟你说清楚了，所以不用谢我，一切皆是缘分所为。等到夏意离开后，冯祥东站在原地默然不语。冯矿，你怎么了？是不是那小子对你做了什么？要不要我找人教训教训他？我没事，你帮我查一下，这人叫夏意，住在林维子那边，他家里最近发生的事情你都查清楚了，然后来汇报。1天后，冯祥东看着助理找来的资料，发现跟夏意说的都没有多大区别时，立刻让助理带着自己去找夏意。冯矿这找我是有事？夏老弟毕竟是救了我的命，我要是不登门拜访，那就太失礼了。夏老弟，不请我们进去坐坐？那请吧。这怎么空荡荡的，连家具都没有？刚盖的新房还没置办家具呢。刚才不请冯矿你进来坐，是因为进来也没地坐呀。这夏意连我什么时候来都知道，没道理会不提前准备，这是别有深意啊！准备了一套空房子，这是在暗示我把家具置办起来啊！老弟，你的深意我明白了，放心，这件事交给我办，保证让你满意。冯矿，那些都不说了，你今天来找我，不会真为了道声谢吧？除了道谢，我还来道声歉。这2天我其实也没闲着，找人查了一下和你有关的事情。你大哥的事情，我很遗憾，不过你放心，你大哥没关系，以后我就是你大哥。你特不得跟我来抢大嫂子吧你？大哥就不必了，以后做朋友就挺好的。看见没有，夏老弟这种人我喜欢，不知道多少人想跟我套近乎拉关系，可是夏老弟视我如粪土，多高洁的品性。这说明夏先生问心无愧，是真正可以当朋友的人。我救你一命，拿你发个财，你也不亏。这么一想，我还真是问心无愧啊。夏老弟，你品性高洁是你的事情，但我有问不报，那就是我不对了。一点小礼物，你别客气。冯祥东说罢，看了眼助理，助理赶紧把东西送上。那成吧，东西我收下了。晚上冯矿要是有时间，咱们一起吃个饭。那我就打扰了。老弟，你真的是我的贵人，我最近也真是倒霉了。冯老哥遇到麻烦了，之前我就不说了，都过去了，眼下还有个大麻烦，老弟你帮我参谋参谋。老哥你说吧。这眼看着就立秋了，再往后北边就到了供暖的时候，往年供暖和咱们都没关系，但今年有人提了，觉得回省也可以考虑供暖，上面正扯皮呢。我这是煤矿上的工作，手里这票还挺重要的，但这票投出去得罪人啊，所以最近我难以难行啊，整天都有人跟我谈心，烦的要死。我要是老哥你就投反对票。我不是太明白，老弟你能跟我说说为什么吗？回省不供暖的事情是历史问题，为什么成为历史？因为这件事情难办，难道谁都不想碰？真要是供暖的话，一个灰省多大了？需要多少煤炭才够？而咱们国家正处在经济发展时期，工业用煤尚且不够，何况是拿来改变民生？老哥，国富才能民强，只有冲着国富去，你们这些当领导的才能往上走，你说对不对？老弟说的对，那我心里有数了。第2天，夏意在院子里干活，杨虎又找上了门。老弟在家呢，
你这是油桶打翻在脑壳上了。家里炒菜，把你这脑袋往锅里涮一下，连油都不用放了。你看看，你看看，你就喜欢开我玩笑。我这不是生意也做起来了，那这身上的东西也得到位啊。夏意低头继续干活，也不再说话了。这可把杨虎急坏了，他就等着夏意问他干什么了。你这人可太没劲了，你就不问问我做什么生意吗？虎哥，这事也不用问啊，你自己不都憋不住了吗？之前我跟你说的小煤窑的生意，你不愿意干，我现在自己单干了。小煤窑已经批下来了，在淮南潘集那边，我告诉你，等着看我发财吧。那我提前恭喜你了，祝你生意兴隆，发大财，赚大钱。你这跟我说反话呢？你看你这个人，小人了吧？咱好歹也是一起挣过钱的，我还不至于这么小心眼吧？反正我听你这句话有点不是味道，要不你给我参谋参谋，看看我这个小煤窑怎么样？那成啊，那我就给你看看，沾沾喜气，这就对了嘛。杨虎满脸笑意，他就是想在夏意面前显摆一下，夏意要是不接话，他能把自己急死。随后，杨虎掏出一张图纸，就是这块，按照淮南矿业那边的探测结果，这下面有大量的煤炭储备，我只要把矿井立起来，就等着发财吧。夏意仔细看了看图纸，最终哈哈一笑，把图纸按在杨虎怀里。行行行，我祝你发财，发大财。杨虎一愣，夏意这笑得他心里有些发毛。他告诉自己，夏意这是在吓唬他，就是嫉妒，赤裸裸的嫉妒。可一想到夏意之前带着自己挣钱的时候那神机妙算的本事，又觉得夏意不会无端发笑。老弟，你这笑的老哥，我瘆得慌啊！怎么的？你看出什么来了？跟我说说呗。这可是你问的，那我就跟你说了。你说吧，没事。你这地方赔不死你，我算你命大啊！你这地方赔不死你，我算你命大。夏意，你这话可不能乱说的，不要因为嫉妒就瞎说。虎哥，我这人说话直，但你见过我乱说话了吗？你跟我说，这地方是你自己选的，还是别人划给你的？有区别吗？要说有也有，说没有也没有，赔是肯定赔的。但如果是你自己选的，说明你眼瞎；如果是别人给你选的，那就是有坏人想坑你了啊！你跟哥仔细说说，你这说的我害怕，快仔细说说。咱们这关系是吧？你都问了，我肯定得实话实说，别的且不说，就这地方，你就没觉得有问题？没有吧？这地方挺好的，一马平川。一马平川是没错，但你就没看到旁边这3个村子？你这个矿的位置在3个村子的交界处啊。那又怎么了？你别跟我说你想干小煤窑，但到现在还没去了解过煤矿的建设次序。我也了解过的，打洞、下人、挖煤、挣钱。我真是服了你了。首先，你开矿的第一件事不是挖洞，而是赔偿周围老百姓的损失啊！我凭什么赔偿他们啊？我又不挖他们的地，我可是算过了，这矿井最多占个几亩地，都不是耕地区。那你一直往下挖是吧？你得往旁边辐射呀，到时候挖得远了，上面的耕田免不得塌陷，这笔钱你不赔，谁赔？那得赔多少啊？多少都不够。据我所知，西川煤矿和淮南矿业每年在赔偿上的花费很大，但就算是这样，还经常跟地方上的民众起冲突，打架那是常有的事情，打死人都不奇怪。你这占据了3个村子的交界处，一次性要面对3个村子，啧，虎哥猛啊！人家淮南矿业对付1家都觉得吃力，一次性对付3家，你以后一定能在淮南煤矿历史上留名。我留什么名？第一个被打死的小煤窑矿长啊！想让我赔偿，哪这么容易？大不了跟他们干仗，我到时候组织1队人就跟他们干仗了。就算你不用赔偿，那我问问你，这煤矿的深度是多少？第一采煤面你知道吗？知道，你看这上面不是写着吗？第一采煤面172米，这个我问过了，在淮南算是浅层煤了，基本上矿井都在300米左右。这是没错，但172米和300米没什么区别。你以为这是挖水井呢？10米、20米就见到东西了。你考虑过你自己有这个挖掘技术吗？这个我想过，我从淮南煤矿找一些退休的老矿工，他们能干也会干啊。那设备呢？那些设备光是一个井口，估计都得大几10万。你有这个钱没有？我买废弃的旧设备，自己修一下呢，是不是就能省不少钱了？那除了井口以外，局扇、防爆开关、支货、U 型棚、运输机、矿车，还有各种耗材，这些要花多少钱？你知道吗？照你这样说，这个小煤窑还不能开了啊？不是不能开，只是淮南，除非你是煤矿省出身，有煤矿上的关系，不然你真是不好开啊。为了这个煤窑，我前后花了20多万，卖彩券挣的钱基本上都填进去了，不能开也得开。那好，我就祝你一切顺利了。老弟，你能给我出个主意吗？我怎么样才能把这个煤矿给开起来？我以前给你出的主意，你可是一个都没用，这次问我又有什么意义呢？你放心，你帮我一回，不管你说什么，我肯定相信你。那行吧，
我就最后给你出个主意。你说，放手吧，这个煤矿说什么都不能开，开了就是赔。你现在放弃，至少买小煤窑的那笔钱还能省下来，不然的话，绝对是被坑个底掉。别开玩笑了，这个小煤窑我一定要开的。你不愿意帮我，我自己想办法。以后我发财了，你别眼红就行了。看着怒火冲天的杨虎离开，夏意笑了笑。你看，我就说没用吧，我出的主意他是不会用的。这不就应了那句话吗？好言难劝该死的鬼。第二天，夏意跟老四打算去趟城里，然而经过地头的时候，却看到一帮人围在一起。等走近一看，地上有一头牛躺着，看样子病得还不轻。李书记，该咋办？你拿个主意吧。这牛怕是不成了，不行的话就给上一刀吧。咱们队上也就几头牛，而且这头牛肚子里还有小牛犊子，宰了太可惜了。虽说可惜，但是不杀的话，等它死了，损失不就更大了吗？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了。你说这好好的牛咋会突然就不行了呢？于叔、张叔，这牛暂时不用杀。夏老三，你刚才的话是啥意思？这牛的病看起来虽然严重，但是却不致命，治疗一下就好了。这病一看就是昨晚牛出汗后又被雨浇淋，而受寒刺激时极易引发痉挛性腹痛，俗称冷痛。只要找到药就不难治疗了。一娃子，这可不带瞎说的。你也知道一头牛的价钱，这要是耽误了，队里的损失可不小啊。张叔，放心吧，这牛你交给我治，保管药到病除。你真有把握？当然有了。李书记，你还真打算让这小子治啊？这不是胡闹吗？就是啊，我也没听说一娃子会给牛瞧病啊，这要是治死了咋办？谁说不是？这场合哪是出风头的地方？真是不知轻重。现在杀了还能回收点肉钱，真要是等死了的话，那可就全完了。我说有把握就是有把握，你们要是这么说，那我就不管了。反正牛死了和我也没啥关系。真是蔫坏，想逼我立军令状，我看着像冤大头吗？都别吵了，夏老三，你老实跟我说，有几成把握把这牛治好？要是有药的话，9成吧。那好，我信你，你治吧。夏意带着老三去了趟老中医的家，花了5毛钱将所有的药全部配好，随后熬成药汁就赶往地头。都让开，把药给牛喝了就好了。很快，在夏意的指挥下，吕书记带人把药灌进了牛的嘴里。夏意，这药真的能行吗？这行不行可不是看我，而是看他啊！看他。夏意，这药真的能行吗？这行不行可不是看我，而是看他。希望他能挺过去。您老这是对我没信心啊？你小子又不是兽医，你让我哪来的信心？那你还让我治他，就不怕我把他给治死了？死马当活马医呗，那咋整？给一刀不就完了吗？我舍不得。今天这牛是我让一娃子治的，治死了责任算我的。这牛值多少钱我赔。李书记，你这又是何苦呢？你们可能不知道，这头牛今年已经22岁了，它是我28岁那年从县里亲自拉回来的。记得那时候它还是一头不到8个月的小牛犊，是我一天天把它喂大的。一直到我当上大队的会计、副队长、队长，我还一直喂着它。这牛啊，就是猫猫狗狗一样，养着养着就有感情了。我真的不忍心它在队上干了一辈子，然后被我们一刀给杀了。我不忍心啊！说到这里，吕书记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说得很煽情，众人都沉默了。不少女知青甚至于都开始偷偷抹眼泪了。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在看苦情剧呢。吕书记，您说说就行了，又不是没救了，整得跟生离死别一样。你小子真是讨打！您放心吧，这牛实际上就是淋雨收粮了，只不过它岁数大了，还有小牛犊，所以更加的脆弱而已。你看它现在的情况，不是就有所好转了吗？你还别说，好像真好了不少。不打滚了也不喘了，一娃子还真有点门道。没想到一娃子平时没个正形，关键的时候还真能行。谁说不是？你说咱村是不是要出个兽医了？又过了半个时辰，原本还站不起来的牛竟然站起来了，众人对夏意更是刮目相看了。吕书记，这牛没事了。不过这几天要避免着凉。那行，我让生产队那边晚上把它单独关到不漏雨的棚子里。另外，喂草的时候不要只喂青草啊！这是为啥呀？再说了，这季节不喂青草为啥呀？夏天的青草又能多水，牛吃的太多的话，容易发生腹泻等病。这头老黄牛刚刚受凉，要是再喂太多的青草的话，那就是雪上加霜。最好在它的草料中掺些质量较高的干青草饲喂，或者是弄些豆饼、麦麸之类的谷物也行。一娃子懂得真多，这事我会安顿给牛倌的。那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看着天色已晚，夏意只好带着老四又回家了。前脚刚进去，老爹两人也进来了。爹，你们干嘛去了？还不是你大伯家，你大堂哥进西川煤矿了。他说这是大事，非要请客，我没办法，我们只能去一趟了。那咋不叫我？你那狗脾气，叫你去干什么？干仗啊！上辈子我还真去了，还差点把大伯家的酒席给掀了。我记得大伯和大堂哥联手发功，把我们一家子说的在饭桌上头都抬不起来，这才掀翻的。那老大嘴贱忒可恶了，
一个劲的炫耀他儿子考上西川煤矿的招工了，我儿子还挣几十万呢，我显摆了吗？老爹啊，我看这事未必跟大爷家说的一样啊？咋的？这个工还能是假的？家胜都去上好几天班了，那劳动保护发了一大堆，还给你爷拿了2双劳保手套，也就这点出息了。上次我那个西川煤矿的朋友，你还记得吧？小冯啊，我肯定记得。他送那么大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呢？他在西川煤矿也算个小领导，招工这是他管着的。上次我们聊天还说这事呢。最近西川煤矿就没有对外招工的事。真的假的？难不成老大家真扯淡呢？回头我给你问问，不过大概率是没有的。不能吧？老大家再怎么不着调，也不会拿这是开玩笑的。其实除了对外招工，还有一种方法能去上班。啥办法？接班啊！废话，你大爷都不是煤矿工人，他接谁的班？很难吗？找个没孩子的工人，给一笔钱把名额买下来不就行了？也是啊，不过人家买的那也是正式工啊。老三，要不你也花点钱去买个正式工，这可是正经吃商品粮的。老爹啊，我挣的那些钱，煤矿工人一辈子也挣不到啊！您这让我下井，咋想的？这不一样，钱总有花完的时候，可是工不一样，只要有个正式工，到老也有国家管啊。老爹啊，您要这样说，那这话还真没错。你爹我必须没错啊。那行啊，既然您都这样说了，不想要我这个儿子，那我就去买一个工去。啊，胡说什么呢？我啥时候说不要你这个儿子了？你让我去买工，就是不想要我这个儿子了呗？你小子好好说话，到底什么意思啊？老爹，你真当人家工匠傻呀？你退休了，随便带个人过去，跟人说这是我儿子，人家就让你接班了，人家是要查户口的。听到此话，老爹瞬间就明白怎么回事了。查户口？三哥，查户口又怎么了？笨的你又，那户口上本来没有这个人，签一个进入也不难，可这一个户口他不能2个姓啊。对喽，咱大堂哥现在恐怕已经不姓夏了。这不是忘了祖宗吗？为了个工跟别人姓了。老爹，那您现在还让我去买个工吗？滚一边去！你个阴阳怪气的玩意，直接说不行啊！你铺垫啥呢？看你老子乐子啊！不行，我爹人还在呢，大孙子就改了别人的姓，这还得了？我得跟你爷说去。老爹，您先别急，你现在去找我爷，是想把我爷气死还是咋的？啊，那也不能瞒着老爷子啊！这事不是还没确定吗？没有证据，你现在去说，抓不住铁证，回头还得被大爷家说呢。要不我去跟我朋友打听打听，有证据了咱再说。你呢，就跟我爷先敲敲边鼓，给我爷一个接受的时间。那行，这事你去问，务必问清楚了。咱们不错抓一个坏人，但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得嘞，交给我吧。我怎么觉得你这小子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啊？没有，绝对没有幸灾乐祸。您说的没错，上辈子我就想制裁大堂哥那玩意了，上辈子可真是没少恶心我啊，这次可让我逮着机会了。第二天，夏邑就赶到西川煤矿找冯祥东，跟着助理刚到门口，就看见冯祥东正指着一个男人骂呢：“能不能干？能干就干，不能干就给我滚！老子拴条狗，扔个馍馍都比你干得好。能干，能干还在这处着干什么？滚去干活去！”这谁啊？这是我们矿的机电矿长夏兄弟，你不知道，咱们煤矿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别的地方是官大1级压死人，咱们煤矿上官大半级就压死人了。老弟，你来了。老哥，我看你这火气挺旺的呀。气人了，你不知道，昨天晚上又没了一个，我这西川煤矿今年已经没了8个了，我真觉得自己犯太岁了。啊，老哥，我这次来就是为这事而来。我昨晚做梦的时候梦到你爷爷了。啊，冯老哥，你最近这么倒霉，很可能是因为你爷爷的事。啊，老弟，这话可不能乱说。虽然您是高人，但乱说话可不行啊！我爷爷都走了好多年了。老哥，你听我说，我昨晚做梦的时候梦见了你爷爷。啊，你梦到我爷爷了？没错，而且你倒霉的事确实是你爷爷跟我说的。可是我爷爷找你干嘛？为啥不直接来找我？我也问了他这个问题，他说你是官，有官气，他近不了身。上次包间我也跟你说了，我知道你出事也是因为跟你爷爷有了牵连，他告诉我的。这次可能是他觉得我用的顺手吧。那你继续说，我爷爷又找你干什么？我记得上辈子冯祥东矿难死后，被家里人带回老家安葬，挖坟地的时候，挖出一条直通他祖坟的洞来。他们家人好奇，就顺着洞挖开墓穴，这才发现棺材里被一青一红2条蛇盘踞其中。有人说老冯家的气运被这青龙红龙吞了，
冯祥东才会死于矿难的，这还是黑皮他爹说的。至于是不是真的被吞了，就不好说了。他跟我说，让你回去给他修房子，说他房子里进了青红2条龙，每天都冰火9重天，快爽，快难受死了。老弟，辛苦你专门为这事跑一趟，我马上回去。看来这坟不修，我是别想又好了。夏意笑了笑，没说话。冯祥东本身就计划着回去修坟，别人劝他，反倒认为你要害他。只有顺着他的想法说话才行。老弟，你看我也有什么事，都是通过你告诉我的。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跟我回淮南一趟，最多3、5天的时间，我不让你白跑。老哥，我能来通知你，就是没把你当外人，你怎么还把我当外人了呢？你说的是老哥不对了，这样你回家通知一下，咱们明天一早就走。没问题。夏一刚回到家后，老爹就追着他问了起来：“你问的咋样了？西川煤矿有招工这事吗？”没有，西川煤矿有2年没对外招工，今年也没有。老大这是疯了，让儿子跟别人姓，这哪行啊？行不行的，咱说了也不算啊。爹，这事你还是跟我爷旁敲侧击着，我明天得出去一趟，最晚3、5天就回来了。你干啥去？你当人情是这么好欠的？我朋友家里有点事，求到我了，我去帮2天忙。放心，就在隔壁淮南。签吧，晚上让你娘他们给你收拾点换洗衣服，别在外面还埋汰。你别折腾我娘了，我回头找嫂子，他们帮我收拾就行了。第2天一大早，夏意就跟冯祥东在西川煤矿会合。冯祥东这边已经准备好了，一共2辆车，1辆是冯祥东、夏意他们坐的小汽车，1辆是货车，车上都是冯祥东给老家人准备的礼物。几人没有多话，直接上车出发，开了足足3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冯哥，你可算回来了。冯哥，注意脚下，这地方里多。都啊，这都多久了？你可算回来一回了。二爷，这不是没时间吗？你也知道我工作忙啊，那么大个矿，什么事情都得我过问，真是挪不开空。知道你忙，先回家休息。回家后，冯祥东说要修坟时，让夏意意外的是，竟然没有人反对，就跟修后花园似的。2天后，冯祥东就召集了人手，在坟地开挖了。老弟，这青龙和红龙到底是什么？老哥，我心里没底，不会等会把墓穴挖开了，到时候真钻出来2条龙，把咱们吞了吧？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啊，我梦里的事情，是不是你爷真托梦给我，还是我自己瞎做梦，我都说不清呢。对呀，这要是就你单纯做梦，这咋办？我感觉现在填上还来得及。管他呢，嘛都挖了。真要是你做梦也没事，反正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想修坟这件事，何该是逃不掉的。2人这边正说着话，下面挖坟的人里就有人喊道：“挖开了！”棺材上有洞吗？卧槽，这棺材上真有个洞！把棺材给我起开！小东，这可不行，这是你爷爷的坟，你把他的棺材给开了，那还能有好啊？二爷，我也不怕告诉你，你以为我为什么忽然回来修坟？我那次差点死在井下，然后就梦到爷爷了。他跟我说，他的棺材里住进了青红2条龙，每天都让他很煎熬。这要是不开棺的话，等2条龙把我爷折腾的灰飞魄散，以后谁还保佑我？咱们冯家哪还有这种好日子能过啊？那必须开，都给我起开！你们不敢，我来。卧槽，果然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耽误自己过好日子了，真是腰不疼，腿不酸了，连棺材都能开了。众人一听，长辈都发话了，顿时也不犹豫了。几个大小伙子拿着撬棍，2、3下就把棺材给别开了。这边棺材刚别开，就听到有人惊呼一声，然后坑里的几人都赶紧往上面爬。怎么了？有蛇，2条呢，一青一红。冯祥东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顺着棺材寻去，果然看见墓坑里2条小蛇扭动着身体移动着。有人拿起铁锹想去打蛇，别打，那是小龙，想办法抓起来。听到此话，立即有人来抓蛇，可2条小蛇滑得很，一群人忙活了半天，却一个都没抓住，钻进耕地里消失不见。老弟，你多亏了你，真是多亏了你，这要不是你，恐怕真得等我死了，进祖坟里才能发现了。你才是真正预言家啊！上辈子可不就是靠你进的祖坟？就是可惜没抓住，毕竟那是2条会吸气运的龙啊，这要是能养起来，那我们以后还不鸿运当头。此间事了，几人当晚就回去了。到了西川煤矿，冯祥东非要邀请夏意去西川煤矿上班，张嘴就要给夏意安排个科级干部，而且保证最多3年，给生付矿级。老弟，你信哥哥的，啥事也不让你干，你每天就喝喝茶，
看看报就行了。有事没事，咱哥俩一起喝2盅。老哥，真不行，我真不想下井。不让你下井啊，地面机关可是保证不下井。还是算了，我以后准备在淮南这边搞个小煤窑自己干。去你那上班了，还怎么自己开小煤窑啊？不就小煤窑吗？还去淮南开？我们西川煤矿也有啊。这样你在淮东干，我把这个小煤窑的股份批给你。这冯祥东居然这么好说话，我这铺垫了这么多，还没准备发力呢，你咋就不行了？这样不好吧？什么不好？我是西川煤矿的大矿长，这事就是我说了算。老哥霸气，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咱们谈谈这小煤窑的价格吧。这确实是个事，太低的价格我也没法给你，上面有死命令的，最低也给5万块钱，你就给5万吧。你放心，虽然价格高了点，但你以后生产要用材料、用设备，老哥还能让你吃亏吗？老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其实没什么不知道的，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就行了。你别过来，我只爱我大嫂一人，你可不要强人所难啊。就是你们嫉妒，跟老头告刁状，看我不撕烂你的嘴。给你脸了是不是？在我家院子里打我男人，是不是给你脸了？你这个嘿嘿是什么意思啊？你不要想太多的事情，我这个人卖身不卖艺的。你卖身我也不要，不是？你是不是说反了？你还是说说你嘿嘿是想干什么吧？你别担心，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开小煤窑，到时候办公场所可以放在我们西川煤矿嘛，搞个驻矿办事处，你觉得怎么样？为啥要搞这个玩意儿？你自己想想，你开小煤窑要用的矿用材料这么多，在矿上要是没有个办事处，这办事方便吗？而且从上下级来看，你的小煤窑也是要接受西川煤矿节制的，所以有个办事处很合理的吧？你这么说的，我无话反驳啊。老弟啊，你是我的贵人，从风水学上来说，贵人傍身，做事才顺，为了咱们俩都好，你就从了我吧。冯老哥，你从哪学这么多怪话啊？那么可就当你答应了。我想不到拒绝的理由了，这事对我也没啥坏处。那行，你既然不想高调，那就随你。不过有机会我请你吃饭，你叫上你，嘿嘿，嫂子，咱们一起好好吃一顿。老哥，你别瞎说，那是我敬爱的嫂子，我们没什么的。得了吧，老弟，在老哥面前还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都是同道中人。谁跟你同道中人？我们是纯爱。其实没啥，好吃不过橛子，好玩他不过。嘿，哎呦，我的老哥，你再说下去，官方就打我们了。老弟，你真不用这么害臊，你家的情况我又不是不知道。其实只要你嫂子愿意，你得尊重她。上一个不尊重嫂子意愿的人，家破人亡不说，自己还被弄残废了。谁啊？武松啊！离开西川煤矿，夏邑就回家了。结果人还没进门，就听到自家院子里吵得哇哇叫。我儿子在西川煤矿上了班，有本事了，你们就是嫉妒，就眼红。哎呀，不能活了！你们老夏家嫉妒我儿子，欺负我们家呀！秀芬，我没说过不让嘉盛去西川煤矿上班吧？你们家好歹的跟我商量一下吧。嘉盛是我大孙子，我能害他？可你们一句话不说，嘉盛就不姓夏了，是不是你们过分了？老大，你说话。不跟你说咋了？那还不是知道你们老顽固，到时候就因为姓啥耽误我们家嘉盛。再说了，那户口本上姓啥有区别吗？那还不是我儿子，还不是你孙子，你们就揪住这件事情没完没了，就是眼红。我眼红我孙子干什么？就是你们嫉妒，跟老头告刁状，看我不撕烂你的嘴。给你脸了是不是？在我家院子里打我男人，是不是给你脸了？住手！我看谁敢动我娘！行了，都一副什么德行？老大家，你们家现在有能耐，是城里人了，我也管不了了，以后自己拿主意吧，不管了，再也不管了。听到了没有？我们家自己说了算，你家以后别多管闲事，不然我扎小人都扎死你们。夏邑，你牛批！我是你哥，你敢打我，以后你进市里，我一定好好招待你。滚一边去！你姓夏吗？还你是我哥？我那是为了有工作。得了吧，今天为了工作能认姓李的当爹，明天为了房子，是不是认姓方的当爹？你行，你嘴厉害，等你进城里，我高低打烂你的嘴。看你那熊样，还进城里？你现在来啊！你个三姓家奴嘚瑟什么呢？说着，夏邑就追了出去。几人见状也是连忙逃走。他们怎么就不明白呢？我不是不让嘉盛去上班，好歹跟我说一声，那是我大孙子啊！这老爹临走的时候让他旁敲侧击，这肯定是见面就全都给老爷子走了，不然爷爷也不会气成这样啊！行了，大伙把院子扫一下，爷爷这事你也别多想，
其实他们有句话说的没错，本子上是啥不重要，夏家胜死了，那也是你孙子。你不知道，这不关姓什么的事，这事他们至少得跟我说一下啊。爷爷这人一辈子就想让家里孩子和和睦睦的，但俗话说舌头跟牙还打架的，何况是现在分了家的这几大家子，两个姑姑不说，其他几位叔伯都不是啥好人，以后有机会得整治一下他们。还有夏家胜这小子，在西川煤矿上班后嘚瑟的没边了。你不是把西川煤矿的工作看成宝吗？那我就砸了你的宝。爷你也别生气了，这事我来弄，保证让夏家胜把姓改回来。算了吧，他好不容易有干正式工的机会，我也不能拦着啊。不姓夏就干不了正式工吗？我让他把姓改回来，还让他能干正式工，你看行不行？真能成，真能成。不过我要是办成了，您得答应我一件事情。你说吧，你要是能办成，别说一件了，你让爷干啥，爷就干啥。您放心回家等消息，最多1个星期，我就把事情给办了。送走了老爷子，夏意就将老爹叫了进去。爹，您下次做事能靠谱点不？我不是也着急吗？没想到你爷一听这消息，当场就炸了，我劝都没劝住。我就不应该跟你说夏家胜改姓的事情。那啥，你答应你爷的事情能办到吗？老爹记住你儿子一句话，你儿子我答应的事情就没有办不到的。第二天，夏意找到了陈德胜。哟哈，老弟来了，怎么没去卖彩券啊？有点卖不动了，而且最近不是咱们一家干，有好几个也跟着搞彩券呢，这竞争越来越大了。那正好啊，我这边把小煤窑的事情办得差不多了，你这边能安排人不？老弟，你说的是真的假的？咱们淮东可还没人开过小煤窑呢，你真得办下来了。我不能的话，跑来跟陈老大你逗乐呢。真弄下来了，接下来就准备人手和设备。设备这边我解决，但人手得靠你。你放心，我这边别的没有，就是人多。你要多少，保管给你找齐。不是光找人，得找一些有经验的老矿工，不然咱们什么都不懂，井下再没人管着，太容易出事了。老弟，这点你放心，到时候都给你拉过来，你亲自过。你要觉得不合适的，我立马让人滚蛋。那没问题，还是按照咱们之前说的，刨去工人的工资、平时的设备租赁、消耗品等等，剩下的利润3、7分，没问题吧？太没问题了，老弟你放心，你就放心大胆的往前走，老哥我给你保驾护航，绝对不含糊。随后，夏意又找到了冯小东，打算解决一下事情。老弟，这是为小煤窑的事情来的。是也不是，既为小煤窑的事，也为别的事。家里有个堂哥背着我爷把姓改了，接了人家的班来西川煤矿上班，我爷在家被气了个半死。所以你是想让我把你那个堂哥给开了？咱主夏意真特么让他傍上大腿了，居然能跟冯矿称兄道弟，你也配？特么的，最近还真不能得罪他。不过没事，等我以后在冯矿身边混好了，取代你夏意的位置，到时候我得让你跪下给我磕头，不然整死你。所以你是想让我把你那个堂哥给开了？先开了，然后再跟老哥求个情，看看能不能给我大堂哥安排个工作。不是，你这是不是有点脱裤子放屁了？你要是有需要，我直接特招了他。户口的事情你们自己再改呗。老哥，我这样跟你说吧，开了之后，我这个大堂哥来矿上，我希望你哪里累给他往哪里分，最累的地方干最累的活。咋的？跟你这大堂哥有仇啊？差不多，不收拾他一顿，我心里不痛快。行吧，这也就是你。要是别人的话，我才不办这种麻烦事呢。你这大堂哥叫什么名字？现在用的名字叫刘家胜。小小，你去查一下，看看是哪个单位的。再来就是小煤窑的事情了，这是5万块钱，您点点。放这就行了。等小助理回来，我让他帮你把手续办了，然后带你去看一眼小煤窑的位置。位置我知道，雷公山嘛。消息够灵通的呀。这消息当然灵通了。雷公山猛鬼峡嘛，上辈子就是因为这里的小煤窑开采，彻底把猛鬼峡给毁了。好端端的一个自然美景，到后来都成了臭水沟子。这小煤窑的开采和猛鬼峡并不冲突，只不过当年开采的人为了图方便，挖了猛鬼峡的通道，后来整个猛鬼峡的生态就被破坏。现在我既然掌握了小煤窑，可不能再让这个好地方给糟蹋了。两人坐在一起闲聊，很快肖助理回来，查到了，那个叫刘家胜的人在皮带队呢。现在上班还是下班？上早班，现在应该还在下年。打电话通知他们队长，让他升警，然后立即来我这一趟。夏家胜就来到冯强东办公室。冯矿，我是皮带队的刘家胜，听说您找我。夏家胜的目光扫过办公室，发现角落里一个年轻人正背对着自己，查看冯强东书柜上的书。这人的背影好讨厌啊！你就是皮带队的刘家胜是吧？没错，冯矿，您找我有事。蜀祖忘点的东西，你是叫刘家胜吗？你他妈姓夏？冯矿，我姓刘，我真的姓刘，您不要听别人胡说八道。我这辈子最看不起的就是你这样的，为了挣点钱，连自己祖宗都忘了。
我看你要是在抗日时期的话，肯定能发大财啊！为什么啊，冯矿？连自己姓什么都能给改了，当汉奸肯定是一等一的好手，想不发财都难啊！今天的事情死也不能认，这冯祥东不可能有真凭实据，户口本上我读姓刘，天王老子来说了，我也不能认自己姓夏这件事。冯矿，我真是冤枉的，我真姓刘，我不知道是哪个王八蛋在外面瞎说，但我要是不姓刘，我天打五雷轰！好啊，夏家胜，你可以啊，自己想被雷劈你就继续，别嘴里不干不净的骂人啊！好啊，夏意，你个王八蛋，你就是眼红我日子过得好，你还坏我的事。我是不是给你脸了？这是你放肆的地方，跟人事说一声，这个不要脸的玩意，连自己祖宗都不认，咱们西川煤矿也用不起这样的人，给清退处理了。夏意，你个杂种，我跟你拼了！夏老弟小心！夏意，你欺负我，你等着，我回去告诉我爸，告诉爷爷，你等着。夏家胜，你这一挨揍就告状的习惯，到现在也没改啊。不过你今天这顿打挨的不亏，回头你还得谢谢我呢。我谢谢你，我谢你8辈祖宗，反正老子现在姓刘了，谢他8辈祖宗跟我没关系了。冯矿这人虽然脑子不清楚，但确实是我堂哥，他顶人家名额这事，您罚也罚了，能不能给我哥面子，把他招了？他从小就想进西川煤矿上班。我不用你在这假惺惺的，你算什么玩意，在这充大半算，冯矿能听你的？我还真听，我跟你堂弟一见如故，现在也算是朋友了。既然他帮你说话了，你又从小就想进西川煤矿上班，这事也不是不能考虑。这下一说话难道还真管用啊？三叔这一家子不是没一个有本事的吗？你堂弟为了给你说情，在你来之前不知道跟我说了多少好话，你连句谢谢都没有。你这样的人，看来我还得考虑考虑。夏意，小意，你真是我亲弟弟啊！我谢谢你，太谢谢你了。行了行了，我帮你呢，也不是为了别的，谁让你也是我爷的孙子呢？但是你既然进了西川煤矿，以后干活可别偷奸耍滑，不然要是被矿上开除，我可不管。你放心，我上班可正常了。行吧，既然我夏老弟都这样说了，回头让人事给你重新入党。不过入党后，你现在这个单位就不能干了，得换个单位了。这皮带队又脏又吵，我早就不想干了。既然夏意跟冯矿关系这么好，那还不给我调动个又轻松又挣钱的岗？有夏老弟在，以后我肯定是要重用你的。不过这个还是要争取你的意见，你自己看看。看什么？我们矿上领导都是从基层起来的，我要是想重用你的话，你就不能在辅助单位待着了，得去生产头，从一线干起，不然没有资历，我想重用你也不行。当然了，你要是受不了这种苦，也可以选个舒服的单位，掘车队、保工队这些单位都不错，你自己想。有夏意这层关系在，这去一线也就是镀金而已，回头直接是领导了，傻子都知道咋选了。我想去一线生产头，请务必让我吃苦。夏家胜这人一辈子缺点无数，而懒绝对是靠前的。以前就听说40岁的时候，内裤还是他老妈给洗的，出了名的能坐着不站着，能躺着不坐着，甚至跟他媳妇吵架的时候，他媳妇都说连那失动的都是他媳妇。就这样的人还指望他能去一线生产头干下来？你说的是真的？当然真的，冯矿您放心，我不会辜负你的期待，也不会辜负我们家小易的。小易以前是个不懂事了，你担待点，以后哥肯定对你好。呵呵，你别这样说话，怪瘆人的，指望夏家胜跟我和好，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那行，既然你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小助理安排下，送他去采煤队练一段时间。好的，冯矿，我马上安排。行了，回去跟你们原来单位领导打声招呼，明天去采煤队报道就行了。我这个堂哥恶心起人，真有一手啊！恶心人，论恶心人，我称第2，就没人敢称第1。跟采煤队的领导说清楚，给我往死里练，多给他安排练琴。半个月内他要是瘦不下去10斤，我拿采煤队领导试问。嘿嘿，冯矿放心，保证给他安排的妥妥当当。夏家胜从办公室出来后，确认没人看着自己了，立即一口口水吐在地上。宰主夏意，真他妈让他傍上大腿了，居然能跟冯矿称兄道弟，你也配？哥们的，最近还真不能得罪他。不过没事，等我以后在冯矿身边混好了，取代你夏意的位置，到时候我得让你跪下给我磕头，不然整死你。夏家胜想得飘飘欲仙，等回到皮带队的办公室，立即有人问：刘家胜，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冯矿找你什么事？你在那瞎喊叫什么？我姓什么？你不知道？宝娃，你快点走，快点走！狼吃了你姐就不吃你了。不是，之前不是你自己要求我们叫你刘家胜的吗？免得被大领导听到。
以后不许叫了，我就叫夏家胜，我就姓夏，听到没有？以后再叫，小心我抽你！夏家胜，你脑子被驴踢了是吧？我看你不想在皮带队干了。你算老几啊？你是队长啊，还是科区长啊？妈说你不是，就算你是，我也不鸟你。你说对了，老子特么的不在你皮带队干了，今天就走。你真是疯了！我先说好，你管归管，别指望老刘还能把钱还给你。他不还试试？我特么的不想跟他一般计较，他还钱这事就过去了。我要想跟他计较，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信不信让他退休工资都拿不到？你特么别说的多牛批似的，你是矿上大领导啊！我不是矿上的大领导，但我认识啊。知道冯矿叫我过去干什么吗？那是认亲去了。我家里亲戚跟冯矿是好朋友，人冯矿听说我的事了，当场就说让我把这个工退了，然后现场给我安排正式攻进西川煤矿，还要重用我。姓刘的那老东西，他把钱老老实实还回来，这时我也就什么都不说了。他要是不还，我一句话让矿上处理他，贩卖接办资格，够不够给他退休工资停掉了？卧槽，这小子这猖狂的样子，不像是扯淡啊！你这事和我没关系，你自己跟老刘掰扯去，我还有工作，不跟你扯淡了。等回到家里，老四一脸幽怨地走了过来。三哥，你现在出门都不带我啊？我一个人在家好无聊啊。以后带你，从明天开始就要忙起来了，没你还真不行。哦，明天干啥去啊？搞小煤窑。我跟西川煤矿说好了，明天他们地质科和勘探科的人都过来，我们去雷公山勘测一下，然后就开始干小煤窑了。明天你带着他们去，我还得去市里，先跟陈老大他们打声招呼。另外得找下买家才行，不然煤出来了，放在那里生毛啊。老三，你事情办得咋样了？是不是不好办啊？当然没问题。夏家胜现在已经在西川煤矿转正了，他自己去把户口再更正下就行了。真是便宜了这小子了。便宜？我这便宜可不好挣。别看夏家胜现在生龙活虎的，要不了几天时间，不给他练得哭爹喊娘，算他厉害。你小子现在是真有本事了，连正式工这么大的事情都能办。我去给你爷报信去，让他也高兴高兴。三哥，你就多余帮夏家胜，那货什么嘴脸你不是不知道，回头让他挣到钱了，又该在我们面前装大尾巴狼了。放心吧，他就是挣到钱了，也不敢在我面前装。你早点休息，明天还指望你带队呢。眼看着天黑了下来，夏一洗漱干净就准备睡觉时，突然就听到大队里一阵鬼哭狼嚎的声音。啥动静？大队进狼了！拿上镰刀，草叉子出门。这声音不对，老五你别出门，在家护着二姐、大嫂和娘他们。几人赶忙朝着院子走去，老爹此时也出来了。听到了吗？我听着像狼叫。不应该啊！70年代民兵围着雷公山打狼，咱们这的狼基本上都打绝了，怎么还有狼？兴许是从其他地方窜过来的。爷仨也没多废话，朝外走去。然而当他们刚出门，就看见什么东西从黑暗里窜过去，是狼是狗？夏一还没看清楚，黑影就消失不见了。此时黑皮等人也从其他地方过来。一哥，我听刚才好像是狼叫的声音。我们还看到了，朝那边跑了。吕有德此时也带着人从另外一边过来。这么多人分开，编成2组去找，不然浪费人手。都注意点，千万别让狼进了谁家院子。这些玩意有些年没见了，说不得就是在深山里饿得受不了才跑出来的，现在忙着呢。众人很快分好队伍，夏一则带着人朝刚才黑影消失的地方追去。好像是从徐三姐家那边传来的。众人顺着路往徐三姐家跑去，结果人还没到地方呢，就看到徐三姐跟自家老爹迎面跑来。徐三姐，刚才狼是在你家那边吗？哎呀，我的妈哟！对对对，我看到了，那2个眼睛放绿光，专门放进我家院子了，吓死我们了！狼都进你家院子了，你们咋跑出来的？我们俩从后窗户翻出来的，出来的时候就听到屋里叮当响，估摸是狼进屋了。众人一听，赶紧朝徐三姐家赶去。可到家后，只发现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却没看见狼的身影。这狼是搞拆迁的呀，跟拆迁大队暴力拆迁过一样，大家小心点。老四，你跟2壮堵住门，其他人跟我翻。夏一一声令下，众人就一间间屋子排查，结果依旧一无所获。怪了，这才几分钟的时间，怎么跑没影了？与此同时，徐金霞的寡妇娘带着儿子女儿躲在小屋里。娘，在这藏着不是事啊，那狼要是上门了，咱娘仨哪里会是对手？还不如现在出去，跟大家会合了更安全。滚一边去！凭什么我们出去？我们孤儿寡母的，管好自己就行了。让我儿子跟他们一样拼命，他们舍得去死，我还不舍得我儿子送死呢。就在此时，3人听到门口一阵响声，徐金霞顺着门帘子往外看去，就看见一个狼影从门缝钻了进来，正在堂屋里晃荡寻觅。徐金霞倒吸一口凉气，赶紧示意老娘和弟弟不要吱声，这要是被狼发现了，娘仨正好够狼吃顿饱的。这些天杀的怎么还不来？
还不来救我们？我儿子要是出事，我跟他们没完。娘，我怕。别吱声。谁知道徐金霞老娘一看徐金霞按弟弟的嘴，还按得这么用力，马上就不高兴了。死丫头，你干嘛呢？想把你弟掐死啊？徐金霞老娘这一号，堂屋的狼影立即察觉到了屋里有人，朝着门口就过来了。狼影扒拉着桌子的缝隙，开始寻找角落往里钻。徐金霞娘仨吓得瑟瑟发抖，眼看着狼头率先挤进来，徐金霞老娘吓得两眼一翻，居然直接抽过去了。娘，你赶紧挡住狼，快点挡住狼啊，不然他要进来吃我了。娘，你别抽过去了，不然你儿子一会让狼吃了。呸！大队那些人呢？都死了吗？还不赶紧来救我们！娘，咱们得自救了。话音刚落，狼影就从桌子的缝隙挤进来。就在徐金霞想要跟野狼对峙一番时，感觉背后一股大力发来，一个踉跄扑倒在地。此时，徐金霞老娘拉着儿子从另一边冲了出去，一把将桌子推开。徐金霞从地上爬起来，扭头举起剪刀恐吓野狼，然后也准备撤走。可等走到门口的时候，就看见老娘死死抵住桌子。宝娃，你快点走，快点走！狼吃了你姐，就不吃你了。徐金霞直接愣了，手里的剪刀也当啷一声落地，眼睛里泪水腾的一下就涌出来了，脑中只有亲娘的那句话：狼吃了我，就不吃弟弟了。徐金霞老娘看了眼闺女，没有任何犹豫，转身就跑。而屋里的徐金霞则是一屁股坐在地上，即使面对野狼，也没有任何反抗的想法。死吧，死了，心就不疼了。这家伙送去学田径，说不定是个好苗子。这他妈的为了逃跑，连自己亲娘都不要了，这种儿子要着有个屁用！跑什么？给我站呐！然而，让黑皮没想到的是，徐金霞弟弟依旧没有停下的意思，闷着头往前跑。黑皮见状，差点给气笑了，一把将从身边跑过的徐金霞弟弟抓住。让你停下，听不见是吧？狼，后面有狼！狼个屁！你后面是你娘！松手！你个杀千刀的东西，谁让你打我儿子的？信不信我去你家给你家锅砸了？好心没好报是吧？你儿子再跑都他妈跑出林围子了，这么黑的天，摔死他！是他以后给你送终吗？还是你先给他送啊？果然，黑皮这一凶起来，徐金霞老娘也不吱声了。徐金霞呢？你们都出来了，你闺女呢？她被狼堵在屋里了。这事你不早说！夏意大惊，赶紧带头往徐金霞家里跑。那我姐是不是已经被狼咬死？吃了？吃了就吃了，娘只要有你就行，别人死活和我没关系。来到徐金霞家里的时候，果然看见屋里有一个狼影在徘徊。坏了，徐金霞怕是已经出事了。黑皮、二壮，我们3个进去，其他人堵住门口。这狼要是跑出来，千万别让他逃出院子。另外，老四，你去找村长他们，叫他们都过来。我看着门口。老爹，你去喊人，我见吕书记，处他。啊，爹，别耽误时间了，说不定徐金霞还有救呢。你先去吧。说完也不等老爹说话，就带着黑皮和二壮往屋里去。等3人进了堂屋的时候，夏意忽然发现一个桌子堵住了里屋的入口，而徐金霞此时靠着桌子正在小声抽泣。最奇怪的是，里屋的野狼居然没有攻击徐金霞，只是在里屋似乎有些烦躁的来回跑动，时不时还发出一声嚎叫。一哥，怎么办？别弄出太大动静，一左一右，把那个桌子抬起来，我把徐金霞给拽出来，然后再关门打狼。2人猛地将桌子抬起，夏意一把就将徐金霞给拽了出来，同时二壮和黑皮再次堵住桌子。金霞，你没事吧？夏意问了一声，可徐金霞也不答话。夏意没时间好好检查，老四把人领出去。老四赶紧跑进来，看了一眼里屋，然后徐金霞就被塞进他怀里了。先带出去，其他人堵住了。很快，吕书记他们也到了，这让夏意3人长出一口气。狼在哪儿呢？在里屋。好，给他打死，明天大家加餐。吕书记，那看你的枪法了。放心吧，我以前当民兵的时候，枪法是民兵团里最好的。把桌子给我撤开，看我了结了这把役。可就在此时，一个狼头从桌子的缝隙里挤了出来，这一突然的动作把众人吓了一跳。吕书记更是抬手就要开枪。别动，不对劲啊，这玩意好像不是狼。卧槽，这睿智的眼神，这他妈的不是哈士奇吗？这不是狼是啥？你看长得多纯。你们别着急，这看着真不是狼，而且都让咱们堵着了，还怕他跑了不成？奇怪，这80年代国内哪有哈士奇啊？难不成是哈士奇中的异类？觉得西伯利亚太冷，所以穿过西伯利亚平原，横跨蒙古国，从外兴安岭进入中国，然后一路漂泊来到淮东，这也太扯淡了。
你以为动画片呢？老三，你别瞎搞，要你怎么办？没事儿，这玩意要是狼，我就是神仙了。夏邑靠近后，发现哈士奇正歪着头看自己。夏邑轻抚狗头，哈士奇眼神更加睿智了。桌子后面的屁股上，那尾巴摇的跟要原地飞升一样。还真是哈士奇啊！夏邑无语，把狗头从桌子缝隙里推出去，然后把桌子挪开，就看见哈士奇开始围着夏邑摇尾巴，那叫一个欢快。众人也是看得目瞪口呆。如果说刚才还有怀疑的话，那现在确认无误，确实是条狗，而且这狗的画风好像有点睿智。真是狗啊，没见过这样的狗啊！这啥品种？这是哈士奇雪橇犬，西伯利亚那边用来拉雪橇用的，咱国家确实没这种狗。外国狗啊，你别说，这狗长得还挺俊的，你看这眼睛蓝哇哇的，难怪一哥说它是外国狗。我听说外国人的眼睛也是蓝的。这狗是有主的，有项圈，而且这项圈估计不便宜。那个王八蛋，自家狗不拴住，害得我们还以为是进狼了呢。行了，不是狼就成，这狗咋处理啊？要不老三你先拉回去吧，你至少知道这是啥狗，我们是什么都不知道，拉回去再给养死了。回头我找人问问，看看是谁丢的，到时候找到人了，让他给你赔钱。那成先放我呢，等回头找到主人再还回去吧。刚才打狼的紧张感消失不见，众人又嘻嘻哈哈的围观起哈士奇来了。都说这狗长得俊吧，智商换的。随后夏邑说了些关于哈士奇的段子，把众人逗得哈哈大笑，都不相信还有这么傻的狗。而此时屋子角落里，徐金霞依旧如同死人一样坐在地上抽泣着。这姑娘眼睛里都没神了，难道是哈士奇吓的？看着也不像啊，貌似哈士奇才是那个被吓坏的吧。就在此时，徐金霞老娘回来了，见狼在夏邑身边，吓得两腿打哆嗦，扭头就想走。金霞他娘，别跑了，跑个屁啊！这就不是狼，这是狗。哈士奇知道不？狗。果然，哈士奇在夏邑身边蹲坐着，时不时用脑袋去蹭夏邑的手。夏邑，你个坏种，我家哪儿得罪你了？你大晚上放狗出来吓我们，你看你把我归一下吧。不行，你个坏种必须赔钱，不赔钱别想走了。众人都是一愣，没想到徐金霞老娘能不要脸到这个地步。哎呦，我的闺女可怜哟，被你的狗吓成这样。夏邑，你要是不赔钱，我跟你没完。林小凤，你要点脸行不行？我儿子带人来救你们，这只狗也不知道是谁走失的，怎么就是我儿子的狗了？你讲不讲道理？不是你儿子的狗，他怎么这么听话？我看就是你们夏家欺负我们孤儿寡母的。不行，赔钱，不然我天天到你家门口坐着，我骂你们祖宗18代。林小凤，你不要在那胡说八道，我们这些人都做着证明呢，你胡搅蛮缠也要有个限度。姓吕的，谁裤裆没关紧，把你给露出来了？不就是用了夏家点水泥黄沙吗？你就准备给夏家当狗了是吧？我看你现在蹲在夏老三身边更合适。老太太第一次尝试不穿内衣，想要诱惑帅小伙，却吓得小伙差点翻墙逃走。林小凤，你敢侮辱干部，我看你不讲好了。干部，你是个屁部，就是你大晚上扒我窗户，你个不要脸的玩意还当干部，仗着当干部欺负我这个寡妇是吧？吕有德，你个和稀泥玩意儿，信不信我天天蹲你们家门口？你们也是，我看谁敢给夏老三说话。林小凤一张大嘴巴，还真把一群大老爷们气得要吐血了。夏邑，你必须赔钱，你把我闺女吓成什么样了？我赔你奶奶个腿！老寡妇，给你脸了是吧？夏老三，我打死你！只见林小凤尖叫着向夏邑冲过来，众人瞬间觉得头皮发麻，这不要脸不要皮，在林维子简直无敌了。你碰我下试试，你碰我一下，我就打你那废物儿子10次；你碰我2下，我就打他100次。信不信我打得他屎尿都出来？见到我跪在地上喊爷爷。林小凤猛然停住脚步，眼中闪过一丝惊恐。你不是宝贝你儿子吗？你敢碰我，我就打得他不敢出家门，打得他不敢去上学。要不要试试看？你敢？我不敢，我家兄弟几个，你家不就一个儿子吗？下地我打他，出门我打他，上学我还打他，我什么事都不干，天天撵着打他，你信不信？那你看我女儿吓的，你得负责。我负个屁的责！我给你一坨奥利，给吃不吃？你们这些大老爷们就欺负我们孤儿寡母，你看看我姑娘，你们看看她都吓傻了，你们还欺负我家，都欺负我家，我的老天爷呀！
这日子可怎么过呀？这个林小凤奸诈狠毒，一心一意只有他儿子，要是掐不住他这个命脉，他能给你缠死。上辈子林小凤嚼舌根，说林秀秀是死瘸子，还说我晚上偷瘸子被窝，那话要多难听就有多难听。后来我就揪住他儿子揍，骂一句揍一句，差点没给林小凤看得抽过去。无敌怎么了？你儿子就是你最大的弱点。行了行了，没什么事，大家就回去睡觉吧。站住！狗你不能带走。凭啥？他把我闺女吓成这个样子，你们不赔钱可以，这个狗得留下，我杀了他，给我女儿补补身体。有个差不多就行了，别没完没了的。夏意，你也得讲理吧？我闺女是不是让这狗吓的？难不成就只有我们家吃亏的份？我不要你赔钱了，我就要这条狗。这说到哪里去也说得过去吧？这个老家伙真想揍他，不过徐金霞被吓成这样，现在找不到证据，他要狗做补偿也不是说不过去。但这狗要是给他了，明天就得在锅里出现了。让他们把狗带走，我不是被狗吓的。你是不是傻？凭啥不是他吓的？你再敢多说一句话，我给你嘴撕了！我的娘啊，我可不是被狗吓的，我是被你吓的。好，你这个白眼狼，我平时白给你吃喝了，早知道你出生的时候，我就不该吃你爹的，就该直接溺死你的。这和你之前说的可不一样，你之前不是说是我爹想溺死我，你护着我的吗？现在说实话了，爹临走前就稀罕我，所以我一直怀疑你说的话。也好，今天总算是真相大白了。你要气死我吗？这么多年我有少你吃的吗？你也别说什么给我吃给我喝，我5岁开始就站在石头上给你和你儿子烧锅做饭，再大一点洗洗刷刷，哪个不是我干的？连给你的宝贝儿子洗澡擦屁股都是我在做。住嘴，你个逆子！再大一点，农活我也没少干吧？你宝贝儿子在家睡大觉，我就要去地里干活。人家收完麦子后，我蹲在地里捡麦穗；人家收完芋头，我用手抱芋头。怎么了？我养你，让你干点活，你还委屈上了？不说别的，就连我在下三哥那里做工挣点钱回来，也都被你收走了。你买肉给你儿子吃，你给我吃过一口吗？那是我挣的钱，是我徐金霞挣的钱，我也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啊！你怎么就不能心疼我呢？因为你是个赔钱货，就是因为你是个赔钱货。要不是你爹不会离开我们。就是因为你是女的，你该死，你知道吗？可你也是女人啊！就因为我是女人，所以我才讨厌你。我看到你的时候，就像是看到我小时候。女人是没用的，你知道吗？从今天开始，你不是我娘了。说完这句话，徐金霞忽然冲了出去，消失在夜色里。赶紧去追啊！金霞一个小姑娘，这大晚上要是在外面出事了怎么办？那就让她出事，让她去死好了。林小凤，你还是不是个人？金霞在大队，谁不说她好，懂事乖巧？金霞说的没错，她也是你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你怎么就不知道心疼呢？因为是他害死他爹的，是他嘴馋要吃糖葫芦，他爹踩着冰过河，然后掉进了冰窟窿里淹死了。被发现的时候都冻成冰棍了。要不是他的话，他爹不会死，我们家也不会过这样的日子。他就是个孽障，他做再多也是为了补偿我们母子，这都是他欠我们的。听到此话，在场的众人都沉默了，而老爹却是一愣。不对吧？那天我跟老徐在山上抬石头，回来家的时候，分明是你家小子跟他爹说想吃糖葫芦，然后老徐才出门的，怎么到你这就成金霞说的了？姓夏的，你不要在这说瞎话，你安的什么心啊？你想挑拨我们母子关系是不是？不对，你说的肯定不对。我问你，老徐出事是哪一天？是82年1月1号，这是我记得清清楚楚，肯定不会记错的。那我说的就更对了。老吕，你还记不记得那年1月1号谁结婚？我记得好像是徐大伟家办喜事吧？没错，徐大伟家元旦办喜事，金霞那天一大早就去徐大伟家帮忙了，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天我出门的时候，看见那丫头在大伟家干活，还跟我家婆念夸呢，说这姑娘能干。当时徐大伟在隔壁大队，那丫头大早上去干活，得等第二天喜事办完才能回家，怎么可能找老徐要糖葫芦吃？这是我印象深，确实是这样没错。我去徐大伟家的时候也看到金霞了，还跟徐大伟说别给我们大队小姑娘累着了。两人这话一对，基本上就清楚了，徐金霞根本不在家。此时林小凤的儿子徐金豪也跑回来了。徐金豪，你干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那年你贪吃，让你爹去买糖葫芦，你爹才淹死在水里的。
是不是？我也不是故意的，我没想到那时候冰面没结实在啊。听到此话，李小凤直接傻眼了，连她宝贝儿子都承认了，那她这些年对徐金霞做的事情根本就是错的。不是的，儿子，不是你让你爹去的，是你姐那个死丫头，都是她害的，是她的错，都是她的错。走吧，老爹，这种人真是死不悔改，总有他后悔的一天。他明明是家里的大嫂，却跟自家的小叔子眉来眼去，甚至还把小叔子带到一块包谷地里。夏姨，明天中元节了，我想给我爹去上个坟。没问题啊，明天我陪你一起。谢谢你，夏姨。你跟我客气啥呀？咱家里还有别人吗？这好不容易回去一趟，给家里人带点东西。还有个小姑，嫁人也有3、4年了。我爹去世的时候回来过一趟，这要是回去的话，也只能奔他去了。想到那个后妈有雪琴，林秀秀是沾都不想沾，但是回去上坟当天也回不来，找个地方住的话，只能去这个小姑家里了。那没问题了，那我下午去城里买点东西，到时候给小姑带去。第二天，夏意带着林秀秀回了趟老家牛比村，等到地方已经是傍晚了。辛苦你了，路上应该找地方休息一下的，这一下几十里骑下来，把你累坏了。嫂子，你别跟我客气，咱以后是一家子，2个公婆，这要是客气来客气去，那这日子可就没法过了。林秀秀也不反驳，脸上微红的点了点头，算是认可了夏意的话，把夏意开心的咧嘴直笑。秀秀，小姑，你怎么在这？小姑，这是夏姨，我们家老三，这是我小姑林月。小姑好。好事啊？啥好事？当然是你了。当时你嫁过去的时候，我可担心死了。有雪琴那个死女人，拿你不当人。可我已经嫁出去了，也当不了她的家。你出嫁的事情，她都没知会我一声。前些天有雪琴回家，在这乱说话，我才知道你嫁过去是嫁给夏家老三，不是老大，可把我开心坏了。林秀秀两眼含泪，从小到大的亲人就只有养父和这个小姑了。我一开始以为咱们俩都是苦命的，想着去找你。但家里这边根本由不得我脱身。后来听有雪琴说那话，她是气得不行，但我是真开心，太开心了。小姑，你现在过得咋样？我还好，你别管我了。对了，你今天回来是给你爹上坟的吧？是的，小姑，今天晚上我们估计得在你那借宿了。谁知道林月一听这话，脸色微微一变。这个我那边也不方便，地方太小了，根本没有你们能下脚的地方。夏意有些失望，没想到嫂子这个小姑嘴上说的好听，但做起事情来跟说的完全不一样。不过你放心，我给你安排，我们大队这么多人，有我熟的，去借住一晚上也没事。那就麻烦小姑了。这有什么麻烦的呀？都是一家人。随后，林月将两人带到了一户人家。今天晚上你们就住这，这是乔婶子。乔婶子，今天晚上就麻烦你们了。你这话说的，你侄女还能是外人啊？晚上就放心的住，有什么事情找我就行了。你姑父还在家呢，我得赶紧回去给他做饭了。嫂子，你这小姑和你说的不一样啊，这都回家做饭了，也没说请我们回去吃饭。估计是有什么难处吧。等吃过饭，夏意拿了一瓶桃罐头递给乔婶子。乔婶子，我们也没带啥东西来，这瓶罐头你们留着吃。不行不行，你小姑都给我钱了，哪还能要你们的罐头呢？我小姑给您钱了。对呀，1块5毛钱，不然我也没钱买肉啊。有点古怪，这宁愿给钱招待客人，都不把客人带回家去，太奇怪了。秀秀，咱这带的东西还没给小姑送去呢，要不现在送去吧？别去，你们现在不好过去。乔婶子，这里面是不是有啥事啊？我是她侄女，要是有的话，你一定跟我说。这是你们别说是我说的，其实还是你那个姑父的事情。他那人好喝酒，一喝多就打人。你小姑不带你回去，也是怕这个。要是按点来看，这个点他铁定喝多了。你们现在过去不好看。不行，那我更得去看看了。哪次问他，他都说过的不错，就这样个不错啊。两人没有多说，赶忙朝着小姑家走去。结果还没进门呢，就听到小姑在屋里惨叫，还能听到男人叫骂的声音。很快，夏意冲进去，将醉酒的男人控制住了。结果对方顺势睡着了。小姑，你没事吧？小姑没事，挺一挺，其实就过去了。什么挺一挺就过去了？他这是要把你往死里打啊！小姑，他天天都这样打你吗？也不是，他其实没喝醉的时候都还好，就是不能喝酒，一喝酒就犯病。小姑，他这样以前你怎么不说？咋说呢？跟谁说呢？你爹身体一直不好，跟他说也不行啊。后来他走了，你那个后娘
哎，受着吧，这都是命啊。现在都婚姻自由了，他这样打你，咱不跟他过就是了。还有这孩子呢，我要是一走了之，就他爹这个样子，不打我，那就要打他了，这不是把孩子往死里逼吗？可照这样下去，要是哪天这个男人失手了怎么办啊？其实这事也好解决，我给小姑安排不就行了，带着孩子走人，大的小的都不留在这了。真的吗，小易？当然是真的，你小姑不也是我小姑吗？行了，咱也别等了，收拾东西走人，这地方不能待了。你们还是去乔婶子那住一晚上吧，明天就好了。什么我们？小姑，你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孩子着想吧。现在有你护着，可你能一直护着吗？要是哪天你一眼没看到，这孩子能有你惊揍？像你头上这一下，还不直接要了他的命？可是能去哪呀？我哥走了，我已经没有家了。小姑，你这话说的就不对，秀秀不还在吗？有他在，你就有家。这样，你带着孩子到我那边住。不行不行，你们自己日子过得就不容易了，我们这2个拖油瓶过去，那不是把你们往死了逼吗？小姑，你这是不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我呢，大本事没有，最近也没少挣钱。另外，我现在要开小煤窑了，证件都办下来了。我琢磨着，到时候工人吃饭什么的不容易，正想找人负责每天的大锅饭呢。我看小姑你就很合适，你带着小弟过去，每个月我包吃住，另外100块钱工资。小姑你就当给我帮忙了。不行不行，我哪能拿这些钱啊？小姑，我话也跟你说清楚，这个钱也不好拿。我这小煤窑在山上呢，你干了这个活，平时想下山就难了，得在山上看管着这些，所以这钱才多。山上日子苦熬，你这个钱拿的是物有所值。小姑，小易既然这样说了，你就答应吧，带着我弟上山躲一段时间，不说别的，养伤总行吧？小姑，你上山给我干活，1个月能攒下100块钱，1年就是1200块钱，攒个几年，孩子不管是上学还是以后想出门学手艺，这钱不就都有了吗？再说了，你男人要是知道你1个月能挣100块钱，不用你说，他都得让你去干这个活，对吧？这话确实没错，我1个月能挣100块钱，别说别人了，他可不得哭着喊着让我去。当然了，这人不识趣就不知道珍惜。要我说，这件事情就别说，你就带着孩子消失一段时间，他要是真心改好呢，咱再考虑还过不过。他要是不真心改，咱手头上有钱，以后孩子上学结婚都能包圆了，要不要他还有什么区别呢？我跟你们走，也让他害怕一回。这就对了。秀秀，咱明天一大早把坟上了，然后就回去。另外得跟这边乔婶子打声招呼，让他不要跟人说咱们来过的事情，要走就走的悄无声息，吓他一段时间。小叔子第一次带着大嫂钻了包谷地，就被人当场捉住。谁特么在我家地里烧火？不想好了是吧？打死你们信不信？怎么碰上这老家伙了？我当是谁？对自己娘都不尊敬的人，这个时候跑来装什么孝子贤孙？有雪琴，你不要给脸不要脸啊！别逼我在老丈人坟前扇你。老头子，你睁开眼睛看看，你看看你这闺女，看看你这女婿，他们还是人吗？他们合起伙来欺负我这个寡妇啊！秀秀，咱们走，不跟他一般见识。你不许走！你欺负我，让你老丈人看看，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给我松手！你信不信我对你不客气？牛比村的老少爷们都来看看了。老头子，你从坟里爬出来看看啊！你这个女婿，他欺负丈母娘，他脸都不要了，还要打丈母娘！给我撒开！信不信我揍你？我就不撒开，你有本事继续啊！想让我松手也行，你掏钱，至少掏5万块钱给我才行。有雪琴，你能不能要点脸？脸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上次你们打我的事还没赔偿呢，今天要是不掏钱，就让全村人看看我这老脸我不要了。他妈的，这一回要是来人了，就这场面能被他们分3章72节演绎成一个完整的小说来。就在这时，一阵风吹过，夏意突然大叫了一声，吓得有雪琴松开了手，结果发现夏意正低着头，浑身打着白子。小易，小易，你怎么了？闺女，我是你爸爸，有雪琴，你过来，我与你说2句话。我不去，我不去。好歹夫妻一场，俗话说一夜夫妻百年，你这么怕我吗？我不是怕你，夏意，你不要装神弄鬼的。好，你既然不相信，那我暂且不与你说。今天晚上我单独去找你。好啊，不好，你有什么事情现在就说，你现在就说。那好，那你过来，有些事情我只与你说。闺女，你先退后一些。听到此话，林秀秀赶忙退后了几步。你不过来，那我过去。你不要害我，咱们可是夫妻呀，我可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没做过对不起我的事，你跟村头里黑子的丑事，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每次去寻他的时候，我都在你身边看着嘞。我跟李黑子的事情是他死后才有的，而且绝对没有任何人知道，这夏意更不可能知道啊。我人已经走了，有些事情看到不想说，但有些事情不说不行，有件事情就必须要说。你说吧，以后不准你再欺负秀秀，她说什么你就要认什么，不然的话，我要你不得好使。我知道了，我以后不敢了，绝对不敢了，我什么都听他的，都听秀秀的。滚吧！听到此话，尤雪琴的双腿如同加装了2节东风快递一样，瞬间不见了。小姑，你别怕，他装的。嫂，秀秀，你怎么知道我装的？因为我爹跟我说话，从来不叫我闺女，也不说是我爸爸，他都是叫我丫头，然后一张嘴就是老子长、老子短的。对，因为秀秀不是。小姑，这件事情小姨已经知道了。我爹因为是养父的原因，所以总是自称老子，而不是爸爸。原来如此，上辈子这尤雪琴被李黑子婆娘抓住，还打了一架，当时闹得十里八乡都知道了。小姨，你真是的，这也太吓人了。小姑，这有什么好害怕的？别说真的假的，就算真的，自家大哥还会害你不成？也是哈，不过你刚才跟尤雪琴说了什么，把她吓成那个样子？这个是小秘密，以后你们就知道了。你就跟我们说呗，到底什么事情把他吓成那个样子？他好像真以为你是我爹回来了。行吧，其实你这个后妈跟别人好上了，就是你们村头的李黑子。不会吧，他怎么能这样？还有，你是怎么知道的？他怎么样也和咱们没关系。至于我怎么知道的，还是那个李黑子喝多了跟别人显摆，被我一个朋友听到了，然后跟我说的。这样也好，你这样一弄，他恐怕真以为你是我爹回来了，很长时间应该都不会来找我麻烦了。此间事了，几人趁着早上没人，赶紧回家了。爹娘聊啥呢？这是秀秀的小姑林月。秀秀娘家人啊，大家不好意思，还跑来这边麻烦你们。没事，你是秀秀娘家人，我巴不得你们过来玩呢。正好今天晚上得好好招待你。这有什么麻烦的？你是秀秀的小姑，那可是贵客。老三，赶紧带你嫂子和小姑进去休息，别怠慢了。我回头再给你解释。不对啊，秀秀，你公公他怎么说？你是夏意的嫂子啊？林秀秀脸上羞红，无奈之下只能把发生的事情跟林月说了一下。你也是，这是你直接跟我说呀。好在我刚才在外面没乱说话，不然多尴尬。小姑，你也知道这种事情尴尬，你让我怎么跟你说？你这事情也确实够离奇的。好在那个夏松还算个男人，临死前给你找了个好归宿，不然你这当一辈子的寡妇怎么受得了哦？能当一辈子的寡妇还好说，就我后娘那个样子，我就怕她要不了几天就能从外面给我找个男人，再把我嫁一回。你跟小姑说，你跟夏意你们两个是两情相悦，还是实在没办法呀？哎呀，你这让我怎么说？不用说了，看你这春光满面的样子，我就知道了。那我再问你，你跟夏意你们两个有没有那个呢？没有。哎呀，小姑你不要乱说话好不好？真的假的？我家秀秀长得这么好看，该瘦的地方瘦，该翘的地方翘。夏意这小子，他不会是身体有问题吧？小姑别乱说话，小意的身体没问题的，他好几次都，总之就是没有。这还叫身体没问题？我看他身体的问题大了，要不小姑给你介绍个老中医吧，这种事情是两夫要调理一下，说不定还有得救。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的。那你们两个也太离谱了吧，夏意为了你居然能做到这样。次日，夏意带着众人到雷公山审视，这里就是咱们小煤窑接下来开工的地方了。陈老大，你那边人手怎么样了？你放心，按照你吩咐的，去矿南村找到人，全部都是矿上退下来的熟手。你只要能从西川煤矿搞来东西，那这边绝对不会有问题。小姑，以后我在这边盖一层房子，跟人家国营厂子的大食堂一样，到时候就交给你了。到底能有多少工人啊？我一个人也忙不过来啊。也不用你忙，到时候我还得招人呢，你就是领导，帮我看着他们就行了。这位是小姑是吧？咱们这个小煤窑多了不敢说，但大几百人肯定有的。到时候几百人一天的伙食，这可不是个轻松的活啊！我不怕干活，就怕耽误你们的工作。这个你放心，肯定。就在这时，夏意忽然看到草丛里站着一个黑影。是谁啊？盖伦！卧槽，野人！他明明那么善良懂事，此时却活得像个野人。明明有个亲生母亲，此时却无家可归。卧槽，野人！不是野人，是我是徐金霞。金霞，你怎么在这？还搞成这个样子？徐金霞一听这话，眼泪就吧嗒吧嗒的开始掉。你不会到现在还没回去吧？三哥，你说我回去干什么？我娘眼里、心里哪里有我？我就是个拖油瓶，是扫把星。我走了，她更高兴。老三，
这咋的了？老四小声把事情说了一下。陈德胜听完后微微点头。你们这边还有这么重男轻女的？国家不都说了，生男生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光喊口号有啥用？咱家是这样，但不代表其他人都能做到吧？上个月齐庄子说是捞上来一个小孩，还是小女孩，说是不小心掉水里淹死的，你信吗？你这不回家也不行啊，在外面晃着，等山里狼吃你啊！我宁愿在外面被狼吃了，也不回家受气。再说了，山上现在根本没狼了。三哥，我刚才都听到了，你们要在这开小煤窑，你到时候让我下井成不成？我只要别人1半的工钱，我肯定好好干。那怎么行？怎么能让你下井？对呀，你一个女的下井太危险了。三哥，我求你了，我啥也不行，也就能卖力气了。你用谁都一样，用我还便宜。小姑娘，不是小易不帮你，而是矿井的工作太苦了，你现在下去那是拿命熬钱，不值当。那老天爷就不给我一个活命的机会，就让我等死吗？三哥，你不是食堂缺人吗？不行就让金霞先在食堂上着呗。对呀，你不下井，但是能来食堂工作吧？到时候让你管人，1个月肯定比你下井拿1半工资强吧？我不用管人，给我吃喝就行了，我一定好好干，绝对不偷懒。这让徐金霞在小煤窑混口饭吃倒不难，主要是他娘林小凤真不是个好东西，早晚还是个麻烦。三哥，你就帮帮他呗，他家那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指不定他娘这会儿开庆功宴呢。那行吧，你就先跟着小姑在食堂管人吧。就在夏邑等人忙得热火朝天时，杨虎却要崩溃了。你们要是不给，我就跪死在这了。你跪也没用，设备真不能租给你。你要是愿意买，那矿上还能考虑考虑。领导，你那些设备都是报废的，你按照新的价格卖给我，哪能这样啊？你不要的话，去别的地方找呗，来找我干什么？真是可笑，要饭的还嫌饭馊。看着设备组的领导离开，杨虎崩溃。夏邑之前说的话全部都应验了。先是地方上关于赔偿的事情说不清楚，周边的村子每天都有来小煤窑闹事，而且还敲自己手底下人的闷棍。现在大伙都不敢走夜路了。淮南煤矿这边也黑得要死，钱砸进去了，买的却全是垃圾。夏邑都是夏邑的错，你当初要是来数我，我也不会认识淮南矿的人，我也不会动开小煤窑的心思，都怪你啊夏邑，错的不是我，是你夏邑。哥们，你是矿上的领导吧？你们这是干什么？准备抢劫啊？不是，我们就是想在潘东矿买点煤，可是人家说不卖给我们私人，这不是急死人吗？废话，潘东矿这么大，出的煤都是按照指标销售的，你们能买多少，能出多少钱，就想在潘东矿买煤，这不是扯淡吗？我们买的也不少啊，我们这几家加起来至少要100吨的煤。100吨？那你们愿意掏多少钱啊？只要能买到煤，贵点也没事。我听说现在市价的煤是200块钱1吨，我们估摸着1吨煤我们掏个500块钱应该能买到吧？500块1吨，这么猛啊！这钱必须得想办法挣到。这个潘东矿的煤你们是别想了，但是潘集这边还有个小煤窑，你们可以去那边想想办法。小煤窑？没错，我就是小煤窑的矿长。三哥，最近有件事情，不知道你听没听说？什么事？那个杨虎，以前跟你一起挣钱的那个朋友，他好像在搞什么预购煤，搞得相当不错。预购煤？没错，他那小煤窑还没出煤，但是他搞预购，先收钱，然后给人打条子，等他的小煤窑出煤之后，再给人兑换。我听说都卖出去快1万吨煤了。我找人问了，他按照600块钱1吨卖出去的，1万吨的话，足600万啊。这些钱干什么不够？夏邑听完后却是汗流浃背了，只觉得这个杨虎是不要命了。杨虎这个人已经是个死人了啊！怎么会？他生意这么火爆，已经一飞冲天了。你不懂，淮南那边的煤不是说你有钱就能采出来的。总之他死定了，600万啊！等着杨虎意气风发的往下挖，结果挖了几百米，除了水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不知道会是一副什么表情。第二天，夏邑就去了趟这位楼，发现今天梅姐也在。梅姐，好久不见啊！你现在也是大忙人，平时看不到你也正常啊。今天是吃请啊，还是请吃啊？今天有人请客，梅姐你这是？我猜肯定是老陈贪污了。你这是要把老陈绳之以法呀？夏小子，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梅姐还能不知道我老陈老实本分，不然能在知味楼干到现在。老陈哪里都好，就是年纪有点大了。你要是愿意来知味楼，让你接老陈的班，我给你开高工资。对，让这小子来接我的班。老陈你这人报复心太强了，梅姐你让我心寒啊，到底还是帮自己人。行了，梅姐，这事我记住了。不过你要的人不好找，这年头只有大学生才能干这活，咱到哪找去啊？我知道难找，但难也得找啊，别回头领导把人领来了，咱们再出洋相，那就真难看了。梅姐，
啥事啊？你们这是要找大学生来干什么？给你们研究新菜啊？哪有啊，咱们市里领导要在我们这招待外宾。好事啊，这种活一般只有国营饭馆才有机会接到，你们能接到，那真是领导给脸了。是，确实是个好事，可那是外宾，说的那是洋文，就是英语，英语这东西我也会。梅姐还会英语呢？是啊 ，S O O K 八格牙路。梅姐，最后那句可不是英语，那是日语。原来这是日语啊，那咋办？想招个会讲外语的人来，可咱淮东哪有那个水平的啊？真有也是大学生，人家也不可能为了那三瓜两枣的跟咱们搭上关系啊。这人是不好找，主要是咱们现在这些大学生就是学英语的，你让他真跟外国人讲话，他也未必说得明白。书面和口语是两个概念，能写未必能说。比如到时候你上个麻婆豆腐，他再给你翻译个 tofu made by woman with freckles， 你说不得给人笑死啊？翻译过来就是一个脸上满是雀斑的女人做的豆腐。啊！都看我干什么呀？笑啊！快点笑！不笑我就炸死你们！他明明是个大字不识的文盲，却说着一口流利的中式英语。Hello， 古德拜。小夏，你居然会说英文？我可能也许大概会一点点吧。你真会啊？也不能算会的很多，勉强跟人说话而已。那就够用了。小夏，你就说姐对你怎么样吧。不错啊。当初没有梅姐你给机会，我也没有本钱去赚钱啊，对吧？那你帮姐一个忙，这次外宾来我们这吃饭，你给当一回翻译呗。可是我自己也忙啊。这样，你给姐帮忙，姐肯定不亏待你。以后知味楼给你留个包间，你随时来随时用，怎么样？这以后小煤窑开起来，咱也算是淮东有头有脸的人物了。这要是招待朋友客户，能在知味楼有个包间，那也是相当有面子的事儿啊。小夏，你可别觉得这包间不算什么，我跟你说，冯祥东在知味楼都没有保留包间的权利呢。那行，外宾哪天来，你们提前一天通知我就行。小夏，你真是个人才，连洋文都能说几句。说真的，以后要是没有别的好出路，就来姐这上班，肯定不亏待你。那我就当真了，要是落魄的话，到时候一定来投奔梅姐你。说什么说的这么高兴啊？小助理，你来了。不用忙，我跟夏意约好的。老陈，赶紧准备个包间。很快，几人就进了包间。3位，这个就是咱们淮东唯一一家小煤窑的老板，雷公山小煤窑的夏老板。夏老弟，给你介绍下这3位：芜湖砖窑乔振华乔老板，亳州水泥厂齐雪，你叫琪姐就行。这位是合肥化工厂蒋子浩蒋老板，真正的大老板。咱们相见就是缘分，不知道各位的意思是？我这3个朋友都想搞点煤炭，但夏老弟你也知道，西川煤矿每年的指标太紧了，光是国营厂子内部分配都不够，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了，只能请夏老弟你帮忙了。肖老弟说的没错，我们这些人都是实在没有办法了。老弟，听说你的小煤窑就快出煤了，哥哥也不多要，定300吨买，按现在市价给，怎么样？老蒋，你有点不要脸啊！张嘴就要300吨，我们怎么办？再说了，市价是什么价？你不会拿1吨180的价格来忽悠人吧？你把我老蒋当什么人了？我能骗夏老弟1吨500块钱，绝对不会让夏老弟吃亏的。这蒋子浩不愧是这年头能做生意做起来的，这不要脸的样子，太他妈有挣大钱的天赋了。蒋子浩这话一出，夏意还没说话呢，肖助理的脸就拉下来了。好家伙，我好心给你们找辙，你们就是这样坑我的。现在市面上煤炭多稀缺，真是心里没数啊！这蒋子浩开这个价格，不是在打我的脸吗？夏老弟，你说句话，这个满天要价，坐地还钱吧。既然是做生意，就别怕开口。500块钱就不用谈了，夏意有多少我就能要多少。老蒋，你要是没事就回家吧，家里就没点事吗？蒋先生这跟我逗笑呢，可能是怕我紧张，不敢要价。对，还是夏老弟了解我。这样说吧，淮南那边的小煤窑也开业了，这个大家都知道吧？听说了，在淮南潘集那边，我认识不少人都去他那买煤了。蒋先生为什么没去呢？我又不傻，淮南人性情粗也彪悍，那个小煤窑的老板我也打听过，同样是淮东人，这人在淮南没有任何靠山，小煤窑从成立到现在，别说出煤了，井口都没打出来。我找人去看过一眼，所谓的小煤窑连台设备都没有，相信他能出煤，还不如相信天上会下煤。没错，我也打听到了，他暂时跟淮南煤业合作，但淮南煤业责令潘东矿协助他。可笑的是，潘东矿是淮南所有煤矿里唯一一个新进或者叫项目部。是啊，什么叫项目部？项目部就是说确立了项目，可还没有建成。这个项目部理论上是独立在外的，不受淮南煤业左右。这样说这件事情就有意思了，等同于潘东矿有权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到时候潘集小煤窑就搞笑了。说到底，上面下了增设小煤窑的政策，可是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煤源希望自己手里的权利被分走，淮南煤业也一样。照我说，淮南煤矿摆明了找个好拿捏的，你要是接营呢？
让你小煤窑踩点煤出来，不说挣多少，肯定保本。你要是不介意，让你血本无归，累死你，你也别想把煤挖出来。对了，那个老板搞了个预售，这倒是有点意思。取死之法罢了，办法是个好办法，但不该他用。本来就挖不出来煤，预售不就等同于给自己脖子上挂了根脚绳吗？杨虎搞预售确实是一招妙棋，利用预售收敛的资金解决设备问题。可惜杨虎到现在也没明白，他真正要倚仗的是能左右淮南煤业的人，而不是预售的煤炭。潘吉那边的预售煤都600一吨了，我这边只会更贵，不会便宜的。这样，我准备搞个阶梯价，各位听听看。阶梯价，夏老弟请说。我把煤炭价格分成3个阶梯，第一个阶梯，但凡是10吨以下，1吨煤1000块钱，然后是10吨以上，100吨以内的800块钱1吨，最后一个阶梯就是100吨以上的600块钱1吨。我要的多，超过100吨了。另外2人也露出笑意，他们要的煤虽然没有蒋子好多，但100吨还是有的。不错，各位都是肖哥的朋友，要的量自然不会少，所以610吨的价格，各位要是能接受的话，我们就能定下来。老弟，要是我要1000吨以上，是不是能更便宜？蒋子浩，你来捣乱的是吧？你一次性吃得下1000吨？不好意思，就3个阶梯，你就是要1万吨，也是这个价。夏邑用阶梯式定价法的原因也很简单，强迫客户自己整合资源，到时候想要煤的，为了能底价买入，自然会想办法抱团，搞个团购出来，同时能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夏邑回到家，发现大嫂和二姐正在院子里。爷那边有事，爹娘过去了，说让你回来后也去一趟来着。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我也不知道，好像是大娘一家来了。啊，他们怎么又来了？真是服了。随后，夏邑就去了趟爷爷家，刚进门就看到院子里一群人。小易过来，来我这儿。爷爷，这是又咋的了？嘉盛工作的事情，听说是你想办法帮他办的。没错，我跟西川煤矿的冯矿长认识，那天在西川煤矿正好遇到他了，就顺手给办了。哎呀，小易，你还认识西川煤矿的矿长呢？怎么不早说？认识不久，怎么了？什么怎么了？你大娘问你点事，不是应当的。你什么态度？什么叫什么态度？我儿子的态度有啥问题？我家老三做什么，交什么朋友，还得跟你汇报啊。爹，你看老三什么样子，你管不管？什么我管不管？逆子敢跟你爹这么说话？来来来，你站我这儿，我把爹让给你当。老爷子明明儿孙满堂，却被饿得面黄肌瘦。我管什么？我现在有脸管谁？我养老都归小易管了，你们让我管他？行了行了，都是一家子，大哥你别跟老三一般见识了。另外夏邑，你当小辈的跟你大娘说话的语气确实不好，道个歉吧。你大娘肯定大人有大量，不会计较的啊。好家伙，我就说了一句话，啥也没干，这就让我道歉？要我道歉是吧？那道完歉我可就走了，一堆事没忙完呢。算了，我大人有大量，还能跟一个小孩一般见识吗？夏邑，你把你堂哥的事情办好，我就不说什么了。啊？什么事？你说什么事？你既然认识西川煤矿的矿长，那你不该想着你堂哥，他最近在生产头被欺负了，你想办法给他调去辅助单位，另外往上升一升。真是一种米养百样人，大爷这一家没脸没皮的样子，太让人叹为观止了。升一升，那升个什么位置好呢？你都认识矿长了，给你堂哥升个科长不难吧？那还不是矿长一句话的事情。夏家盛，你觉得科级怎么样？就还行吧，马马虎虎，我凑合一下也行。还行。你们知道西川煤矿一个科级干部需要什么资历吗？首先是在煤矿上有10年工作经验，或者是大专学历，就那还是从技术员干起。夏家盛在煤矿上班1个月都不到，学历是啥？小学都没上完吧？他怎么当科级干部？怎么不行了？你堂哥虽然没上完小学，但脑子好用啊，天生就是当官的料。再说了，你不是认识矿长吗？现在把你堂哥推上去，你以后就算有个靠山了，你堂哥还能亏待你了？别没有一点长远的眼光。夏家盛是当官的料，上辈子在矿上干了几十年，最后因为盗窃电缆被解除了劳动合同。他能当个屁的领导？欺软怕硬，忘恩负义。用你的时候咱们是堂兄弟，不用你的时候，你看那人像不像一条狗？我还指望这种废物？你们这算盘珠子都特么打到粉丝脸上了。反了，老三，你这儿子你管不管？怎么让他办件事这么难？我还是不是你哥了？你们可闭嘴吧！求小易办事还这么横，我都不知道怎么教出来你这样的重的啊！爹，我滚犊子！我不是你爹，想求小易办事就好好求，不想好好说话就滚蛋。爷，我还有事，先走了。你不准走！你堂哥好不容易有这么好个机会，你还能看着他错过呀？13岁那年，我考上咱淮东最好的中学，当时学杂费加在一起要交8块7毛钱。我爹背着一袋地瓜去找你家借钱，结果呢，地瓜你们留下了，钱1分没给。可我们也没钱了。再说了，一个学有啥好上的？
好，那82年老四阑尾炎，去医院要花钱，想从你们家借，结果呢？去年初我大哥重病卧床，你们不但没借钱，还嘲讽我大哥，反正是要死的人，别给家里添累赘了。夏邑每说一句，大爷一家的脸色就难看一分，老爷子则是闭上了眼睛。你们借是情分，我夏邑肯定记一辈子，不借我也没法说什么，我也不记仇，可你们也别伤人啊。这些我也就不说了。可我家幺妹出事的时候，你们俩怎么说的？听到此话，大爷大娘脸色一白。过去的事儿就不要提了。我非得提，你们说要女娃有个屁用，还不如溺死，家里还能省点口粮。你们是当长辈的，就不会嘴里留点德。有好事你们撅着腚往前冲，分下来的地，你们家和二大爷家必须多占一分。遇到事了，你们高高挂起，闭上眼睛装那神台上的泥塑，哪怕泥塑我也能倾诉一二。可跟你们说，你们是什么扎心说什么。夏家胜的事情是我爹嘴快，让我爷气的不行，也让你们家跟我爷闹了不愉快，所以我还他一个正式功，这就算是两不相欠了。以后你们家有什么事情都别来找我，不好意思，恕不招待。你给我搞的正式公是没错，可都快把我累死了。我天天上摇之后，吃饭的劲都没有，感觉刚沾枕头就又得起床去上班了。这事是你帮我办的，你必须给我处理好。你跟谁必须呢？要我给你处理是吧？我去找冯祥东说说，把你开除了，你就彻底轻松了。要我处理吗？夏邑，你敢？大哥，我的儿子做了啥，说了啥，我敢，轮得到你吗？老三，我看你是皮痒了，从小到大，我说揍你就揍你。这几年看你小孩大了，给你点脸，你就真觉得自己真有脸了是吧？够了，你们还当我这个当爹的活着吗？你个不知爱护兄弟的玩意儿！你们一家子以前在我面前咋咋呼呼的，我看你是当老大的，给你留点面，没想到给你留的脸多了，你真当自己脸大？行了，老头你厉害，以后你养老别指望我们家，让这些没用的玩意给你养去吧。这事还用操心吗？人家夏邑早就把老爷子养老的事情安排过去了，不用咱们操心的。听着眼前几个不孝子的话，老爷子气得大喘气。不孝子孙，不孝子孙啊！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爷爷，你怎么了？快送爷爷去医院！很快，几人就将老爷子送到了医院。大夫，我爷咋样了？老爷子年纪大了，气急攻心，大脑出血，各位准备后事吧。大夫，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本身大脑手术是很危险的，再加上老人家年岁已高，手术成功率几乎为零。不过什么？大夫，我爹是不是还有救？最近市医院有一位国外的脑科专家来访，如果你们能争取到这次机会，说不定老爷子有很大几率可以恢复。国外的专家，那是不是很难啊？确实很难，不过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有钱能使鬼推磨。敢问大夫，这需要花多少钱才行？恐怕至少3万。这，你们自己想吧，我个人建议还是放弃吧，毕竟这费用太……老三，你真该死啊！要不是你，咱爹也不会这样。就是你可真是有个好儿子啊！你们两个畜生，你们还有脸说爹是被谁气成这样的？你们没点数吗？还不是你儿子跟你气的，你们老老实实的给我儿子升科长不就好了吗？非得把爹气倒。我以为你们够无耻了，没想到你们还能刷低自己无耻的底线。今天爷爷病倒了，我暂时不想说这些。刚刚大夫的话你们也听到了，3万，各自拿钱救爷爷吧。你个蠢仔，3万不是30块，你脑子秀逗了吧？我们哪来的那么多钱？就是啊，反正我们是没钱的，你找老二要吧。听说老二前几天赚了一笔大财呢。大哥，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同样的年纪，你没有的我能有吗？我也没钱，所以这钱你们不掏是吧？你们的爹你们不就是吧？反正我是拿不出来，别说1万了，100块我都拿不出来。你要真要的话，我送你们10块吧。那我送11块，我比老大有孝心。都给我滚！你们这群人真是狼心狗肺，爷真是白养你了。你他妈就这么跟你大伯说话的？老三，你要是教不好你的儿子，我来替你教训。老家伙都活这么大岁数了，早就活够了，浪费那钱干啥？我看你个老东西也这么大岁数了，还活着干啥？是怕你家的茅坑没人掏是吧？老爷子明明只是个痔疮，不孝子孙竟然上门要分家产，狗我见多了，你们这种我是真没见过，也不知道你们是啥品种的。你怎么敢跟我这么说话的？简直没大没小！老三，你不管你儿子是吧？好，今天我就替你教训一下。我看今天你动我一根手指头试试。老家伙，你以为我打不过你啊？今天你动我一下，我保准你儿子明天就滚回家舔裤衩子。你别你了，你们除了你好之外就不会说话了，还是咋了？我最后问一遍，这个钱你们还是不掏？
我也说了，只有10块钱，要就要，不要就没有了。混蛋吧你们！以后咱们就断绝来往了。夏家胜的事我也不会多问，但你们要是在背后偷偷摸摸找事，就别怪我不讲情面。说的有多好听似的，你这么有钱，那钱你全交了不就好了？还能显摆一下你的孝心呢？好听不好听，关你啥事？夏家后代有你们，真是耻辱！你们干脆跟你们儿子一样，姓刘得了。好个伶牙俐嘴的娃，我就看看你怎么救老家伙的。我们走。老三，你爷他真的有救吗？有没有就看天命了。我先去找人，把爷安排到市医院里。可是那得需要3万啊，你能拿出来吗？放心吧，爹，这点钱还是有的。先不说爷对咱家多好，那至少也是养育你长大的。他们没良心，咱可不行。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那个专家。儿子，老爹没本事，能不能救下你爷，就靠你了。你也别给自己太大压力。要是真的没办法，只能说天数已到了。我会尽力的。我们先安排爷转院吧，后边我来想办法。冯老哥最近可好啊？还不错，最近老哥我感觉这运势又回来了。确实，我看老哥的脸色也好了不少。那是老弟，你矿上没啥难事吧？有啥难事就跟老哥说，保准给你解决了。我确实是有件事来找老哥你，不过不是矿上的事儿。什么事老弟直说就行，老哥能帮肯定帮。我爷病倒了，脑部出问题了，咱们市里的大夫动不了这种手术。刚好听说有个国外的脑科专家来市医院，我想问问老哥有没有法子帮忙联系到。这么严重，老弟你别着急，老哥我跟市医院院长有联系，保准没问题。冯老哥，那真是太谢谢你了，以后用得着的地方绝不二话。咱哥俩谁跟谁呢？很快，在冯祥东打过招呼后，老爷子成功做了手术。爷爷，你可得好好休息啊，可不能再生气了。乖孙儿，爷爷这次就多谢你了。瞧您说的，一家人谢啥谢？您好好休息，好好养伤就行了。我问过大夫，过几天就可以回家了。没想到一场病就把子孙给看透了。我这些不孝子们啊，我醒了都没见到一个守着的，也就老三跟我孙儿在这儿了。爷爷，你就别想那么多，好好养伤就好了。对了，回头你跟奶奶就住我家吧。不用，我跟你奶身体好得很，自己能干活，干嘛去麻烦你们？爹，你看你都躺床上了，回头让我妈照顾你啊。儿子盖那么好的房子，你跟我娘不去住，那谁去住？总不能白盖了吧？爷，我跟你说实话，当初盖房子的时候，想过把你跟我奶这都翻新了，可就是担心惹大爷他们不高兴。唉，乖孙，你爷我懂，索性现在直接搬过去，家里照顾起来也方便。去吧。你跟娘在老房子，我也不放心啊。就说胡话，你那现在是条件好了，可我跟你娘去了，怎么好住？到时候挤得你们没地方住了。有地方住的，你就放心好了，我们新房子也快修好了都。你要这样说，我可搬过去了。肯定得搬，爹你照顾着点爷，我回去就找人搬了，过几天就直接住新家。回到大队，夏邑就找到黑皮一帮人，很快就将东西搬到夏邑家里。黑皮，其他人怎么都跑了？说好了请你们吃晚饭，几个意思？不给我面子？三哥，他们是有事求你。我说呢，感情这是不想把人情浪费在吃饭上是吧？瞧您说的。说吧，有什么事？三哥要是能办，肯定不推辞。就是弟兄们想找个活干。我在山上干的是什么？你也不是不知道，那是小煤窑，煤矿上的活不好干，你让他们来添什么乱？我也是这么跟他们说的，可是弟兄们年龄都不小了，往后成家立业，哪不需要钱？靠咱李维子这点收成，到死都是光棍汉，所以累点，危险点，大家也认。说实话，我今天请你们吃饭，一来是感谢大家帮忙搬东西，二来就是想跟你们聊聊挣钱的事情，只是没想到你们都跑了。算了，那就下次再说吧。然而夏邑这话音一落，就听到周围一阵推搡的声音。三哥，我们没走。三哥，你说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一哥，我跟定你了。这就都出来了。那行，我就跟你们说说吧。一哥，你说吧。这个小煤窑是我跟人合伙干的，生产上的事情我不想多问，所以基本都是另一个合作伙伴来搞。但是人心隔肚皮，我可以不管，但不能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需要几个人给我帮忙。几人一听，脸上立即露出喜色，就差拍着胸口报道了。我想过了，每个单位都进人肯定不现实，生产头我也不打算让你们去，所以我要3个人去安监科当安检员。这3个人要脑子好用，因为安检员的工作要熟悉矿上各种活的流程，你什么都不会，不学去了也是被人忽悠的份。三哥，你看我行吗？你另有安排。另外，我要2个人在地面运输，2个人在食堂，2个人在机电科，一共要用10个人。待遇方面你们放心，除了矿上的工资以外，每个人每个月我还得发补贴。谁愿意干？三哥，你给我们分配吧，去哪我都行。是啊，三哥，干啥都可以，我们不挑。三哥，明天上班吗？先别着急，我让你们去，要的是你们能当我的眼睛，我的耳朵。如果你们谁吃里扒外，跟外人一起糊弄我，谁要是吃这3个的饭，打3个的锅，别怪我做事不留余地，到时候我真上门砸了叛徒的锅。
第二天一大早，夏邑就带着黑皮几人到小煤窑。三哥，这房子的事情不能拖了，咱们人没事，但设备经不住啊，得想办法先盖房。等我回头去一趟西川煤矿，跟他们的工程队聊聊，看先把人拉来盖房子。其实我这边有个好办法，能快速解决咱们房子的问题。还有好方法？那你说说。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我看到过有个地方用一种灰色的大瓦片搭房子，那东西结实耐用，而且还防火防水，最主要的是轻便。一个房子要是用那种大瓦片搭建，快得很，就跟搭积木似的。你说的该不会是石棉瓦吧？三哥，你知道啊？石棉瓦这东西是重庆县一个农民发明的，这2年确实传得很广，但这东西不能用啊。三哥，这东西挺好的，为什么不能用啊？因为长期使用这东西会让人变身。变身？变成什么？会变成玻璃废超人。男人明明只想给万千少女一个家，却被老板百般阻挠。真的假的？这玩意儿也没听说有谁中毒啊。石棉瓦这东西，它内部的纤维非常细小，被吸入肺中之后根本无法排除，还能导致癌症。癌症这么吓人啊？可我看不少人用，咱们少用点，应该没问题吧？陈老大，我宁愿多花钱，也不想留这种隐患。咱们开小煤窑，工人的肺部损伤本身就大，要是再吸一点石棉瓦的纤维，那不是作死吗？所以算了，石棉瓦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那行，那咱们就不用。对了，陈老大，给你介绍些人，以后也在咱们小煤窑上班，我给安排了一下，等会你带人让他们上岗，没问题吧？三哥安排的人肯定没问题。狗剩子，你来一下。老板，陈老大，有事啊？这几个兄弟是三哥带来的，你按照三哥的要求给他们安排好，带上岗。三哥，这买家的事情你那有消息了吗？我这可是眼看着要产煤了，别回头产出来卖不掉。卖不掉？不存在卖不掉这么一说，我都收了15万定金了，你能产多少，我就能卖多少。那就好，还是三哥你有本事，只要销路没问题，你就等着我产煤吧。生产这边的事情你多上心，等产煤了，我给你开庆功宴，当场分钱。三哥，还有件事差点忘了，之前你不是说西川煤矿愿意帮咱们选煤吗？怎么了？太麻烦了，我带人看过了，猛鬼峡那边有湖，咱们只要把那边打通，自己就能选煤，特方便。不考虑那边我后续有安排，那边水质条件不错，我以后准备在那边搞个鱼塘一类的，就别动了。那他不过这样的话，咱们每次出煤再送到西川煤矿，这运输的费用又是一大笔钱。我运什么？谁买煤，我给谁写张条子，让他们把煤拉去西川煤矿，反正他们也要拉走的。咱们这样干的话，是不是有些店大欺客了？以后你就知道了。两人说了一会话，黑皮他们就回来了。那你们聊，我去看看现场。怎么样？都还好，按照三哥您的吩咐给我们安排的，就是带路那人身上味道也太重了，他走上风口，我都辣眼睛。那成，都先干着，有什么不合适的再来找我。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我能安排，但不能干出门道，还是看你们自己的。夏邑也不在这边耽搁，直接奔城里去了。而另一边，陈德胜带着小弟站在一处偏僻的地方。老大，三哥这安排人进来，是不是有别的意思？防着咱们的？就你能，别人都傻，我不知道啊。那要不要想点法子，给他们整走？整走？为什么要整走？三哥能派人来，我高兴还来不及。整走？你怎么想的？这还能是好事？你不懂啊，我最怕的就是三哥不管不问。他要是真不管不问，说明他没真想跟我往长久了处，他准备齐全了，说明大家早长久合作啊。是这样的吗？滚滚滚！你这狗脑子能想明白什么？夏邑要是打算利用我，就没必要安插自己的人。相反的，越是安排人，越是说明他打算长久合作，所以才要提前落子。很快，夏邑来到邮局，他想要装个座机。同志你好，我想办业务。办什么业务？寄信？不是，我想办电话业务，装座机。私人不给装，得有单位才能装。就是单位装，西川煤矿的下属单位能装吧？那肯定能装，不过你办事得带介绍信来，上面卡公章才行。大姐，纸笔能给我用一下吗？大姐有些不解，但还是把纸笔递给了夏邑。只见夏邑在纸上写了内容，然后从兜里摸出个公章，随手给盖上了。吃饭的家伙当然要随身携带啊！小兄弟，这可不是开玩笑的，私刻公章还拿来干这种事情，抓到是要坐牢的。别误会，正经的公章。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可以打电话去西川煤矿问询。再说了，电话这东西拉了又不能挪，骗这个不是给自己找不自在吗？也是，那你先把这个填一下，
具体的地址要写清楚，回头我们的人上门安装的时候好找。夏意微微点头，拿着纸笔开始发愁了。这玩意不好填呢，憋了半天，夏意郑重地写上淮东市前进县胜利大队临围子东头，2棵并排歪脖子树西边有狗那家。夏意也没法子，这年头也没个门牌号，想写详细地址也没办法。写的不错，然后你还得交费、安装费、线路使用费、电话机的钱，一共3700整。我要装2路，1路要用的电话机比较多，给你算10个电话机，你一共给8000块钱。回到家里，夏意把装电话的事情跟老爹说了下，电话装在自己那房子里。行，你用得上就安，这个你自己拿主意。过几天我打算搬到新家里去。啊？搬什么搬？家里又不是住不下，以前还没现在屋子多呢，不照样住？有点头大呀，这事也不好太硬，不然落埋怨。可是不硬气的话，30岁也出不去啊。搬出去怎么了？搬出去就不是你的种了，就不姓夏了。老爹闷声不说话，用无声对抗自己的爹。别跟我贩驴，你们几个不也是从我那搬出去的？小姨现在不比你们那时候有本事，怎么不能搬？我怕搬出去，他们兄弟就不亲了。亲不亲的，不看远近，看人。老爹，我离得又不远，出门左转300米，搬出去跟没搬出去差不多。人家有钱人家的院子都比这大。你说的那是财主，算了，你自己看着办吧。你比我有主意。再说了，房子盖好了，总得住人了。这样想就对了。小姨准备什么时候搬？过2天，等周末的时候搬家。就你一个人搬，还是带着秀秀搬？卧槽，老爹这话问的也太直接了吧，搞得自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外面都知道秀秀是小姨的媳妇，他俩不一起搬，你怎么跟外面说？行吧，你们自己商量，我不管了。小姨，别跟你爹置气，他跟我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总觉得家和万事兴，实际上我现在才看明白，家和不和得看有没有能镇得住的，有一个镇得住的才能兴，不然就是一盘散沙，谁都指望不上谁。第2天中午，装电话的人就来了。夏意提前准备了烟茶，人来了先上茶，后发烟。安装人员的表情立马就不一样了。哎呀，太客气了，老弟你放心，今天收工前绝对让你今天通电话。那就辛苦大家了。老五人呢，把你那糖拿出来，给几个师傅尝尝。老夏家现在真是发财了，电话都装上了。谁说不是呢？现在围子里那几个小伙子不都跟着夏意混，真是吃香的喝辣的。我听说夏意开了个小煤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啥是小煤窑？就是煤矿，跟西川煤矿差不多，就是小点。就在此时，一个男人走过，正是夏意二大爷夏志勇。夏意他二大爷，你家侄子现在可真是了不起。夏意是不是跟你们吵架了？我跟你们讲，你们可别惹他。我听说他现在是道上的黑老大，狂得很，我可管不了他。他那天差点把我都给打了，你们可别找我啊！这要是调不上来，大嫂可怎么看我？大嫂，爱你1万年。到今天我才知道，啥叫没皮没脸才能天下无敌了。像你们这种小卡拉米，人家不一脚一个啊！那没办法，谁叫人家有资本呢？咱大队里跟他差不多大的，谁见了不得叫声三哥？你这当二伯的，不也跟着沾光吗？你这个人净说胡话嘞！我能沾他什么光？你还装上了？你家侄子电话都装上了，你还在这儿装迷糊呢？我可听人说了，夏一装这个电话可是花了8000，直接把1个万元户都整进去了，太牛了！卧槽，多少？我耳朵没聋吧？8000块，1个万元户。其实这不算啥，关键你那侄子还在山上开了个小煤窑，咱们大队的年轻人好多都跟着他整活呢。听说组了团队，叫什么精神小伙儿啊？这夏意不是靠着卖弄身姿给人当狗的吗？怎么混得这么牛了？真的假的了？这牛皮吹得啪啪响，我咋不知道夏意开了小煤窑？那还有假？你到底是不是他二大爷？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莫不是被人夺舍了？我不是最近回来的少吗？再加上这小子内向，只做出这么一点点成绩，怎么好意思跟我说嘛？夏志勇转身就往城里跑，等再次回来时，手里已经拎了一袋子苹果和1罐麦乳精。这上次来的时候不是破泥坯房子吗？怎么现在都换成砖瓦了？听了老大的邪了，这下把我坑惨了。早知道老三一家子现在这么风光，当时应该帮老三多说几句话的。二哥，你怎么来了？
这又是想到什么坏主意了？啊！你看看，你这话说的，我能有什么坏心思？这不是那天的事情过后，我这心里后悔啊！我真的太不是玩意了，所以我今天来给我爹、我娘赔礼道歉来了，然后就是接他们去我那边住几天。真的假的？这狗还能改得了吃屎？现在说的倒好听的，那天听说不用给我养老，你可是开心的很啊，还是最有孝心的，还要施舍我12块医药费呢。爹啊，我知道错了，我真不是个玩意儿，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不对？我是真认识到自己错了，所以今天来就是接你们去我那儿的。此时，夏邑跟老爹等人也听到声音出来。夏志勇看见夏邑，眼珠子立马一转，直接跪地磕头。你们就跟我去吧，要不然儿子这一辈子都不会安心的。夏邑见这场面，也是吓了一跳。浪子回头的事情听说过不少，但狗改了吃屎倒是头一次听说。这老家伙又有什么坏心思了？大伯那一家是明着坏，这二伯就纯粹是阴坏了。上辈子忽悠老爷子把宣德桐路卖掉，然后把钱跟大伯分掉的事，可不就是他干出来的？夏志勇此时演技大爆发，抱着老爷子的手，眼泪水都快出来了。卧槽，志勇这眼泪鼻涕都要出来了，这是要抹我衣服上还是咋的？这可是我唯一的新衣服啊！他爹，要不咱们就去住几天？老爷子犹豫了一下，随后看了眼夏邑，见夏邑微微点头，这才松口。你要真想我们去住几天，那也行，但丑话说在前面，你要是觉得烦了、厌了，提前说，我们好聚好散。瞧您这话说的，你们是我亲爹亲娘，我恨不得天天跟你们住一起才好呢。还有我亲弟弟和亲侄，我们是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这小子绝对没安好屁啊！不过刚才答应去住几天了，现在也不好反悔啊。爷，你们放心去住，家里现在装电话了，要是有啥事，你们打个电话回来就行，我去接你们。那成，那咱们是现在走，还是中午吃完饭再走？那还吃啥呀？你都不知道你儿媳妇、孙子现在都多想你们，我们赶紧走吧。老两口被二大爷接走，老爹双眼微眯，你这二大爷不对劲，准没好屁，十有八九还是冲着我来的。不过不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呗。对了，爸妈，过几天我搬家，咱们直接请人到知味楼怎么样？你这是搬新家，肯定要在新家里吃的，跑去饭店是看不起人家客人。要我说，还是请到家里来。您说的对，那我明天去备菜，咱们后天在家里请客，就是到时候要辛苦你们了。她是你娘，累死也高兴，就按照这样搞吧。那你去请人吧。第二天一大早，夏邑带着老四准备去采买，刚出门就看到黑皮和二壮站在门口。你们在这干什么呢？一哥，你这不是准备搬家吗？我来寻思，咱们要不要去猛鬼峡搞点渔获去？过几天你请人吃饭不得用啊？也是哈，老四，你去城里整一下那些个菜啥的，我们仨去整点鱼去。刚好前几天冯祥东送了我几根鱼竿呢。啊，不是吧？让我一个人去搞，我自己咋弄得回来？那不是有自行车吗？不行你就叫上老五。可我也想去看看钓鱼的，上次被那条鱼打了，我想报仇来着。你去把东西整回来就来找我们吧，那地方就在那儿，又跑不了。你有啥着急的？我们说不准今天一天都待在那儿。那行吧，我找老五一起去。走吧，咱们先去猛鬼峡。过阵子我还想把那地方弄成鱼塘，到时候咱们天天在那儿钓鱼。一个牛批！平日里咱们都是下水摸鱼，今天可以试试钓鱼了。一哥，你这鱼竿真不错啊！我们以前都自己找根竹子，绑根细绳就钓了，哪还用得这么好的鱼竿？那当然了，这可是进口的好货，钓上来100斤大鱼都没有问题。既然一哥拿出了上等鱼竿，那我的祖传饵料也得拿来啊！卧槽，二壮，你这是什么玩意儿啊？怎么这么臭？这可是我祖传饵料，牛粪泡玉米，没有哪条鱼能逃得过我这饵料。真有这么神奇吗？赶紧给我俩也来一点。抛竿抛竿，今天必须钓他个天昏地暗。抛出信心满满的一竿。这是什么味道？竟然能勾住我体内的鱼虫，简直太过瘾了！从未闻到过如此香的味道。不行了，我得咬一口。卧槽，咬钩了！卧槽，好大的力气！兄弟们，我钓到大鱼了！我也上钩了，大鱼！卧槽，二壮，你这祖传牛粪可真得力呀！卧槽，这特么的力气也太大了！卧槽，
为什么我们吃了的食物，怎么感觉有什么东西在拽我们，而且力气还很大？难道是什么奇怪的生物进来捕食了吗？可恶，咱们不能坐以待毙，全力以赴！兄弟们，用力啊！一哥，这鱼的力气太大了，我快赶不动了。加油，兄弟们，钓上来，我给你们发红包。多大的红包啊，一哥？啊，888，怎么样？满意了吧？狩猎的时候到了。我操，牛逼！这特么也行。我操，牛逼！我操，二壮你也爆发了。一哥，我可等着你的红包了。这要是钓不上来，大嫂可怎么看我？大嫂，爱你1万年。我操，这也太牛批了吧！区100斤大鱼，拿捏！一哥，你快看啊！好家伙，这下面怕是不简单啊！未完待续，下集更精彩，感谢所有铁子的支持。好家伙，小叔子搬新家，竟然将自己的大嫂也要带过去。夏姨，你请人有没有叫驴友的啊？好家伙，我还把他给忘了。你呀你，所有人都请了，怎么唯独把老吕给忘了？还好你老爹我想起来了，不然可就真得罪老吕了。要不怎么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呢？我现在亲自去请他。行了，别看了，人家要真想请你，昨天就该打招呼了，还能今天来请？你在说啥呢？我咋听不懂啊？我稀罕他夏姨来请我，又不是没吃过饭。呦，我也没说谁来请啊，你怎么还指名道姓了呢？啊！行了，其实人家不来也正常。以前夏家不行的时候，也没见你帮衬过啊。这人心都是肉长的，人家现在得势了，不想跟你处，不是很正常的吗？你可别做幺蛾子，夏家老三现在可不得了，你可别给家里找麻烦。我以前对夏家虽然没有照顾，但也没欺负过啊。再说了，那年夏姨发烧，他爹背他去看赤脚医生，路上背不动了，是不是我给他背过去的？那点小事，人家还能记得啊。吕叔在不在家呀？再不出来，你家小鸡仔我可拎走了。小易呀，你这是找我有什么事啊？吕叔，我今天搬家，来请你们去家里吃饭。哦，搬家啊，也不早说。你看我这也不知道，也没给你准备什么。这不就是怕吕叔您客气，所以压到这个时候才说的。那你看，媳妇儿，今天中午我就不在家吃了。吕叔，我是来请您一家子的，婶子跟成才哥也去啊，人多了才热闹。不行，哪有拖家带口去吃席的？这不像话。瞧您这话说的，昨天我跟黑皮他们钓上来3条浪里白条，都老大了。再说了，婶子去了还能给我娘搭把手呢，您该不会把我当外人了吧？那也不行啊，这成啥样子了？吕叔，我家原来在临围子，属于最孬的那一份，谁都想欺负。您不但没欺负我家，还约束大队里其他人家，这些我都记着呢。你说的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那我13岁那年发烧，我爹背我去看赤脚医生，后来背不动了，是不是您给我背去的？这事你还记得呢？记得呢。叔，你放心，以后我夏邑在附近起事了，大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只要您一句话，我肯定不让您的话落地上。好小子，你真是个好孩子。媳妇叫成才起来，这都几点了，也跟人家小易学学，有点出息行不行？哎，我现在就去叫。夏邑开席开得热火朝天，而杨虎这边却是骂骂咧咧。你们特么的眼瞎啊！这开关你们也能接收？这里面的瓤啊，就一个壳子，有个屁用啊！虎哥，我们不敢问啊。当时我们说要检查一下，他们就说谁要检查，他们就拉东西走人，我们怕耽误，没敢拦着。什么东西？这些玩意就这么想从我身上吸血？虎哥，这都10月底了，咱们收了这么多预付款，回头拿不出煤，就怕那些人不愿意。虎哥，之前预付款买煤的人来了几个，在门口说要见你们。特么的，真会挑时候来啊！走，去看看。几人来到小煤窑门口，只见5、6个人凑在一起。虎哥，你这忙着呢？你们什么意思？堵我们啊？虎哥，这我们预付款也有1个月了，就是想问一下，你们这煤啥时候能出啊？老徐，当初是你们拦着我，哭着喊着要从我这买煤，当时我怎么跟你们说的？我这是心旷，一干二净，什么都没有。你们怎么说的？说能等对吧？啊！这才1个月，你们跑来找我要煤，你跟我说有你们这个样子的吗？早知道这样，你们当时跪地上求我，我也不能答应卖煤给你们。虎哥，你先别急啊，我们也没说现在就要，我们的意思是，您这有个差不多的时间嘛，给我们一个念想啊。没有，爱等等，不爱等也行。进去我让人给你们结账，拿着钱滚蛋。别，虎哥，别生气啊，我们不问了还不行吗？德营，给他们结账，我不待见他们，不挣这个钱了。走吧，
跟我结账去。听到此话，几人都慌了。虎哥，我们的错，真是我们的错。今天晚上我们摆酒给您赔罪，您原谅我们一次成不成？老徐，我也不怕告诉你，整个江淮地区现在就我这一个小煤窑，不从我这买也可以，去找淮南矿务局，你看看他们能卖你吗？老徐几人陪笑着不敢说话。我要你们600一吨，你们觉得贵？人家官方煤矿1吨200块钱，怎么不要？现在的价格180就能买1吨，可是你们买得到吗？国家自己工业用煤都不够，那个价格也是走内部指标的，不是给你们这些个体户私营经济用的。所以要不你们出省买去，也不远，山西那边小煤窑多，要不要去？老徐几人被说的不敢吱声。去山西买光是运费都多少钱了？而且说不准还有路吧。虎哥，我们真没别的意思，就是着急用煤，所以琢磨着来问一下，心里有底。你的心情我明白，但你也得明白我的难处吧。你当一个小煤窑，这边把车皮往里面一拉，那边就能出煤了。我需要时间。当初你们要预付款买煤的时候，我也跟你们说过了，预付款买煤啥时候能出，我不敢保证，是不是你们自己把钱硬往我手里塞的？是，对，是我们昏了头，我们以后不敢了。本来你情我愿的事情，非得让你们办恶心了，这不是逼着我骂人吗？老徐等人不敢再说什么，只能扭头走人。虎哥，真有你的！这些人拿钱买煤，硬是把自己买成孙子了。别看我在淮南矿务局面前不行，他们在我面前也不行。这个杨虎真他妈不是东西，我们花钱买他的东西，他不但没东西给我们，还训我们跟训孙子一样。那能怎么办？就跟他说的一样，除了他的，我们哪还能买到煤啊？我听说淮东那边好像也有在开小煤窑的。第二天，老陈将夏邑叫到了知味楼。萧夏来了，这之前答应的，我还能说话不算话啊？你客人呢？来了没有？还没，估计得等到11点多，梅姐到时候跟着一起过来。我可先跟你说清楚，我这英语水平也就聊聊天的水平，到时候要是翻译不到位的，你可别不高兴。就咱们淮东能找出你这样的人才，就很不容易了。今天你们这客人啥背景啊？听说是美利坚那边来的，来咱们这儿是寻亲的，顺便投资一下。现在搞点外汇多难啊！咱们市里领导这不就伺候上了吗？美利坚人来咱们这寻亲，这可有点新奇哈。就在这时，门口驶来几辆小汽车，几人连忙上前，将众人迎进了知味楼。Mr. James, this restaurant is our specialty. In Huaidong, we can't get some ingredients from other places, so we must eat it here. 梅姐，我给你翻译一下，不是说你这是咱们淮东的特色餐厅，有些食材只有在知味楼才能吃到。小姨不错啊，我还以为只能勉强说几句，没想到还不赖。Vivian, didn't you used to love Mom's Chinese food? Let yourself order today. Whatever you want, you're welcome. Oh. I want to eat small fried meat, chili small fried meat. My mother used to cook for me to eat. 梅姐，人家点菜了，要吃铁锅炖大鹅。啊！大老远跑中国来就吃炖大鹅。女人明明找到失散多年的儿子，此时却吐得稀里哗啦。嘿嘿。这薇薇安看吴氏的眼神怎么有点不对劲啊？好像在说给我，你答应我的，给我呀！还有这吴氏也不对劲，神情略紧张，还借助喝水的动作躲闪了一下目光的交流，这是心虚，但显然对薇薇安要的东西也很有兴趣。哦，这也太劲爆了吧！这两人居然有这种关系，贵圈怕是有点乱啊。此时，詹姆斯也看向吴氏，微表情中带着一丝不满，仿佛是在说好了给他的，为什么不给？我的妈呀，贵圈都乱成这个地步了吗？3人行。Wu City, promise to give me. Why not give me now? I wanted to give it to you. That in I couldn't give it to you if I wanted to. I don't care. If you don't give it to me, I'll tell your wife. 没想到跟我分析的一毛一样，一点区别都没有，我简直太牛了。小夏，他们说什么呢？你给我们翻译一下。这个你们不需要懂，有时候无知才能让人快乐。小玩意，你是当翻译的，他们说啥你翻啥，咋的？翻译还偷工减料啊？夏邑没有办法，只能在梅姐耳边把两人说的话重复了一遍。梅姐听完后一脸错愕，这话本来听着没什么的，但是要配上夏邑刚才那话再来听的话，就有点不对劲了。这，小夏，他们应该不至于的，要不你再听听，说不定说的是别的事情。不用太仔细了，我听得明明白白的，这是没跑了，就是他们两个。不对，可能还是3。Miss Vivian, we know you are worried, but a dog is a living thing, and once it's lost, it's not easy to get it back, so you have to be prepared. 你们这车刹的也太急了吧！我刹车片都要踩断了。Dad, he promised us. He said he would help me find Duca. He doesn't keep his word. Mr. James, Miss Vivian, I understand your anxiety, but I'll get people searching. The area where Duca went missing
I just don't have a cool yet, you know. I'm sorry, but Ducka is very important to Vivian, and we can't lose it, so we have to keep asking you. 真想给自己一个大耳刮子！为了留住这个外商，打什么包票能把狗找回来啊？就国内这情形，再找回来怕不是变成一堆骨头了？这可如何是好啊？丢狗，看样子还是很重要的狗啊！无事，狗丢了再给薇薇安小姐买一只不就行了？那么容易啊？人家的狗和咱们的不一样，全中国都找不到。什么品种啊？好像叫什么，我也搞不明白，就一双眼睛蓝汪汪的，怪吓人的。破案了，可算知道国内这年头怎么会有哈士奇了。感情是薇薇安的狗啊！我跟你说这个干什么？小梅，你这消息来往的多，帮我打听打听，最近有没有找丢狗的？谁要是找到，市里有奖励，给奖金。Oh, Mr. James, I may have found Miss Vivian's lost dog. You found my duck card? I'm not sure if it's your Ducka, but I did find a husky. And if it's your dog, you might need to go to my place to find out. Let's go. You gotta show me. 那就别耽误功夫了，赶紧去看看吧。小梅，今天的饭菜不错，值得鼓励。Ducka, oh God, it's really you, Ducka. 老弟，啥情况啊？这是二哈的主人，人家带狗来国内寻亲来着，弄丢了，被咱们捡到了。你是说国内有二哈的亲人？我是中文表达有问题还是咋地了？你想什么呢，二姐？人家人来寻亲，不是二哈。そうですね。他们要把二哈带走吗？夏意有些心疼幺妹，这些天二哈来家里，最开心的就属幺妹了，因为终于有一个她往死里摆弄也不会受伤和逃跑的东西了。那东西本来就是人家的狗狗，咱们要拾金不昧，更别说是一条狗了，你说是不是？好吧，那我想在最后喂二哈一次。行，这个我替他们答应了。而薇薇安此时还跟东西亲热呢，只是二哈这傻瓜一脸茫然之色，夏意怀疑他已经忘了自己的主人了，现在的微表情大概在说这老娘们是谁。 Ouch, Ducka, my poor Ducka, are you? I've gained weight. 本来母性的光辉正泛滥着呢，可是看了二哈几眼，发现这狗比走丢的时候还胖了一圈。 You're a lucky little guy. It's just that your hygiene has been bad lately, and you smell a little. Well, thank you so much. Chinese people are really loving people. If it is not you, I really don't know what kind of things will happen to Ducka. Mr. James, you are an old and our Chinese people, and I am glad to be able to help you. What about the investment? I am willing to invest $300,000 in the local production, and I can also help find a market for the products produced. And if your products are good enough, I can even help you find a marke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nk you so much, Mr. James. You are a really our good friend. 薇薇安此时走到了夏意的身边，就在所有人都在疑惑他想干什么的时候，薇薇安忽然在夏意脸上亲了一下。Summer, thank you. If it wasn't for you, my Ducka would have died. You saved my baby. 夏意皱了皱眉头，余光看见林秀秀，眼神立即阴沉了下来。二姐和老四赶紧拉住林秀秀的胳膊。电视上演过，这是外国人的礼节。夏意只觉得后脊梁发冷，嫂子这吃起醋来威力这么大。就在此时，幺妹已经喂上二哈了，只见二哈开心的尾巴疯狂摇晃起来，大口吃着幺妹给他的东西。My goodness, Ducka's mouth is the most yeah. Usually I feed it to eat, it loves to ignore. Today actually eats so happy. Little sister, you feed it to eat what is? Can I have a look? 可以呀。众人看去，只见铁锹上有一些稀乎乎的东西，二哈吃的满嘴都是。What is this? 这是粑粑呀！噗！小老妖，你怎么喂它吃粑粑呀？听到是粑粑，薇薇安扶着墙根吐的那叫一个昏天黑地。要知道他可是抱着二哈亲了好几口，差点没把黄疸水给吐出来。夏意就更倒霉了，被薇薇安亲了一口，夏意自问还挺得住，本想跑去安慰，看到薇薇安一张嘴，牙齿上挂着的菜叶，然后在场众人有一个算一个，此时都一脸地铁老头看手机的表情。这两个人是在比赛呢，要给他们叫裁判们。二姐，三哥是冻到肚肚了吗？不是，他们只是喝多了。行了，停！薇薇安小姐，事已至此，狗你还要吗？ I want to. You have to. Ducka just ate a mouthful of shit. You can quit. 你回去把厕所看紧点，他一段时间不吃，应该能戒掉，大不了经常给他刷牙。How could you let Ducka eat excrement? 你以为我想啊？我也不知道你的狗口味这么重，反正狗你赶紧牵走，不能留了。Okay, stop crying. This kind of thing, no one wants to.
but I think the recipe can be changed, right? To is sure to change the person detoxification. How hard is it to peel a dog? A shit again? Well, no matter what, Ducka is my dog, and I'm taking him home. Yeah, thank you very much. You are a good guy. I will have a gift for you later. 礼物就不用了，如果有可能的话，有机会带东西多回来玩。我家幺妹还是很喜欢他的。As much as I can. Anyway, thank you anyway. 你们一路顺风。小汽车缓缓加速，可就在此时，二哈忽然间从窗户跳了下来。我这一生如履薄冰，你说我能走到对岸吗？不知道你是喜欢听歌还是喜三哥，二哈不想走，他舍不得我们。Oh, my Duca. 薇安，我想你应该把车窗关上。Yeah, you know, you can keep the dog, but you can't keep the heart. I want to ask you something, can I? 什么事？ I hope you can help me raise Duca, and I will pay a lot of money on a daily, monthly, or yearly basis, whatever you want. I just hope you can make Duca happy and continue to live. I will come to see it frequently in the future. Can you? 我想我家幺妹当饲养员还是有几分天赋的。 That's a deal. 夏意和薇安握手，两人都没有看到二哈高昂的头颅，那一双炯炯有神的蓝色狗眼正盯着东南方的旱厕，如饥似渴。小夏，你过来，我有点事儿跟你说。无事有事吗？小夏，有些事情我本不应该多说的，但是为了怀东市，不说我也得说了。您请说吧。你可千万要把这狗伺候好了。这个詹姆斯超级有钱，我们怀东能不能从他那里拉到投资？我看就看这条狗了。狗养得好，他一高兴，或者他闺女一高兴，给咱们怀东投资建厂那是分分钟的事情。但同样的，狗要是没养好，养死了，那不但没有肠子，还有可能是外交问题啊！怎么一条狗就牵扯到外交关系上去了？可别回头死了找我麻烦。你别觉得我是在扯淡，这个詹姆斯在美利坚也是有点地位的。他闺女的狗真被你养死了，说不定就要生出事端来。无事，您要是这样说的话，这狗您牵走。我们这是农村生产队，别说养狗养死了，养小孩养死的也不是一两个。这么大的帽子，我可戴不动。小夏同志，注意你的态度，这是人民需要你了，你就尽心尽力把这个狗养好了。它有这么难吗？当然难了，我是出了名的养什么死什么。本来养个王八，想着能给我送终来着，没想到死我前面去了。这家伙怎么不像普通老百姓啊？不行，这狗必须要让他养下去。小夏同志，我知道让你养这个狗对你来说是一种负担，这样以后这狗的吃喝用度市里给你报销了，怎么样？吃是肯定不少他一口吃的，就是这责任太重了，我们承担不起。您还是先走吧，别在我这养不就行了。人家就指定在你这养了，我牵走算什么事？我牵走之后要是养死了，那人家能同意啊？无事，您是领导，我就是一个农民。说实话，能给您帮上忙，我肯定愿意。可问题是，这个狗养成什么样，我真没法给你打包票，不然死了我没地说理去，到时候您再给我拘了，我不是冤吗？你小子有点滑头啊！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你说怎么办？狗我给市里养着，但养死了，您不能怪我，毕竟人还有生老病死呢。何况是这狗，养死了我不找你，但你千万别给杀了打牙祭什么的，不然到时候真成外交事故了。那你放心，我也不好狗肉这口。另外，市里给报销餐费，这不假吧？自然不假。那成，这狗我养了。嘿嘿。等众人走后，家里的人连忙过来询问：“人家无事跟你说什么了？说让他们给养狗，还不能养死了，我给他撅了。你疯了？这你都敢撅？我不撅他，回头二哈要是养死了，咱们罪过就大了。这个锅必须先甩出去，别真出事了，你再没毛打架了。还有别的不？还有就是幺妹，以后不许你拿粑粑喂狗了。”第二天，夏意上山去看小煤窑的情况。夏意坐在小板凳上，旁边就是下井的工人，众人一个个矿长长、矿长短的叫着，有人还给夏意掏烟。哎呦哎呦，客气，太客气了。不对呀，你这都换上下井的衣服了，身上哪来的烟？夏意赶紧把人拉回来一顿训，然后把人身上的烟掏了。开什么玩笑？你们带着烟下井，瓦斯爆炸这种事情不是开玩笑的，这要炸了，咱们全完了。三哥想抽烟啊？你别掏他的，他那一包才几毛钱，你抽我的，我的贵。陈老大，你这手底下的安检员都扯淡呢，这身上带着烟下井能成？什么玩意？谁让你带烟下井的？别，有什么问题交给安检员，按照咱们煤矿上的制度处理，不带这样打人的。三哥，他就是安检员。给我狠狠的罚，这种事情必须杜绝，再发生一次，让他滚蛋。三哥，我看见有人在咱们小煤窑外面偷偷摸摸的，好像是偷煤的。
偷煤？别说偷，山上的粗煤，附近老百姓真去刨，就随便他们。不是刨山社煤的，是在咱们小煤窑外面徘徊，而且今天不是第一次了，前2天我就看见他一回。那看样子有点问题，带我去看看。另外带2个人从后面给我包抄过去，抓到人后问问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但是不许动手啊。很快，夏邑就看到徐金霞说的人了。那人正一脸偷偷摸摸的，就光这表情，抓到后打一顿，大概率不是冤枉的。嘿，朋友，你这干什么呢？啊！那人听到声音，直接被吓得腿软在地，不敢动弹。你这是想偷东西啊？不过我们小煤窑里面不是设备就是煤，你这一个人恐怕拉不走。你们这真是个小煤窑啊！你来偷东西，是不是小煤窑？你不知道啊？我不是来偷东西的，我就是听说淮东有个新开的小煤窑，所以我来看看，想买点煤。放屁！想买东西你跑什么？分明就是想偷东西，被我们抓住了，在这胡扯。不是，我不是贼，我是真想买煤。不过我听说这里是一个淮东的混混头子管着的，他要是搞错了，到时候挨揍，所以就没敢靠太近。老陈，你也是声名远扬了呀。你想买煤的话，没有了，我们的煤已经预售出去了，短时间内恐怕没有货给你们了。又是预售，感情你们这里也不靠谱。你说谁不靠谱呢？我没说你们，我说淮南的小煤窑收了钱都1-2个月了，一斤煤都看不到，不靠谱。我不是说你们，你说的是杨虎的小煤窑吧？对，就是杨虎，他就是欺负人。他的小煤窑现在建的怎么样了？建个屁！现在就几圈栅栏围了下，里面的设备不是坏的，就是快要坏的，可坑死我们这些人了。不至于吧？这杨虎搞预售，可算是玩了一手妙招，有预售的钱，怎么也能把矿井建起来才是。怎么会到现在连井口都没打？可我真没骗你，那个杨虎铁公鸡一个，手里攥着钱，不舍得花啊。这话怎么讲？我听说，只是听说，有次他去潘东矿搞设备，人家设备要价20万，他居然跑出去打听出厂价，听说连1万块钱都没有，他就从潘东矿走了。你说这钱你都省，啥时候才能把矿井给开起来？啊！杨虎这个人该省不省，该花不花。以现在的情况来看，这货撑不了多久。等到预售的煤炭拿不出来的时候，这些跟他买煤的人不得把他生撕了？哥们儿，你想买煤，咱就正经的谈。你搞得跟特务一样，我们追你，你说是不是也该？开。不过我也是担心啊。你想买也不是不行，但是我得问你一个问题，回答的好就有煤。那您问吧。问沙漠里有2瓶水，1瓶装的尿，1瓶装的毒药，请问你喝哪瓶？啊？那喝毒药不就凉了？我选择尿行不行？你还是别买煤了，还是回去买点核桃补脑吧。大哥，来了！黑皮，信不信我剥了你的皮？谁他妈让你跑斜巷的？去躲避洞室给我待着！黑皮跑得气喘吁吁，听到夏邑发火了，连忙跑进旁边的躲避洞室，不敢露头。把黑皮这个月奖金给我罚了。啊！3哥，太严了吧？黑皮也是高兴，太兴奋了，而且他是安监科长啊！安监科长怎么了？我他妈还是矿长呢！刚才打过点没有？行车不行人，行人不行车。给你们培训的时候，都他妈听到狗脑子里去了。那脚车万一崩了，放了大滑，我怎么跟他家里人交代？他还是安监科长呢，罚的就是安监科长。夏邑那叫一个火大，忙活了1个多月，眼看着煤要出来了，可黑皮这小子当众违章，他一个安监科长不罚他，以后还怎么服众？要是小煤窑的工人把规章制度当放屁，以后等着出乱子。好啊，顶格罚他。话音刚落，就听到咬哥稀稀索索往上追来，所有人都期待地看着黑洞洞的斜巷口。就在此时，一声闷响，如同炸了一个闷雷一样。什么情况？没事，钢丝绳是旧的，有些地方有些打弯，受力太大的时候就弹开了，问题不大。可惜弄不到新的，不过这钢丝绳必须得想办法解决了才行，否则哪天爆了就完了。就在夏邑，放歌去了。好煤，3哥你看，这是真正的好煤，5000大卡绝对有。3哥，都是这样的煤，而且好采。迎头的工人说，这跟捡煤也没啥区别。你下次再给我搞违章这一出，安监科长你也别干了，继续捡你的野鸭蛋去吧。3哥，我错了，你罚我钱，我认，我以后肯定不敢了。这个月你奖金没了，让你好好知道什么叫疼。3哥，我问一下，这个月咱们多少奖金呀？矿上第1次出煤，每个人50块钱奖金，也算是感谢大家这段时间来的辛苦了。啊？怎么不高兴？没有，3哥，黑皮我没别的，挨打的时候站得最正，认罪认罚。下个月给你补，但是违章这种事情坚决不允许再出现了，不然我宁愿跟你翻脸，也不让你在煤矿上干了。保证没有下次。行了，去安排出煤吧，还要打电话给客户们，说出煤了。好嘞，3哥。
领导，那个电缆我就要1000米，您受累，看什么时候有时间给我批了吧。杨虎，你放心，咱们也不是第一天认识了。不过现在矿上真没有那么多电缆，但是我已经跟矿务局申请了，等到电缆送过来，我一定立即就给你批。那领导您受累了。虎哥，我怎么感觉他们在敷衍我们？你当我看不出来？这些狗东西真不是玩意儿，我在他们身上花了好几天了，天天请吃请喝，一提到正事，他们就跟我这打太极。虎哥，我听说淮东那边夏邑的小煤窑已经开始出煤了。你听谁说的？这话你也相信？咱们的小煤窑比他干得早，现在井口都没打出来，你跟我说他的小煤窑出煤了，荒谬！人家做事顺风顺水，就好像老天爷都帮忙一样。你这边批个开关，外壳和壤分开给你批，别说打井口了，光是设备到位还不知道要多久呢。杨虎，你特么的吃香的喝辣的啊！咋了？我吃不吃关你屁事啊？我就吃了咋了？杨虎，你完了，我跟你讲，你们几个是没长脑子，还是脑子长没了？敢跟你爹我这么说话？把你拿张破嘴给我擦干净了再说话。你一张嘴我就闻到一股屎味，怎么吃得太饱，下面不够你排的，从上面走了是吧？杨虎一怔，没想到被自己拿捏的几人居然敢这样跟自己说话，一时间察觉到不对劲。老孔，你这话说的有点过了，咱们可都在一起吃过饭的，你至于说这么难听的话吗？咋了？心情不好？今天没别的事，你把我们之前给你预付款的钱退了吧，退了咱们2清，不然咱们今天就要好好说道了。退，肯定给你退。但你看今天这个点，这都几点了？我财务还能加班到这个时候啊？这样你们几个明天10点以后来，到时候我给你们退钱。行，你说的，明天10点我们过来，到时候要是不给退钱，你说怎么办？我杨虎做事说一不二，说给你们退就一定给你们退，我要是不给你们退，到时候你们把我这给砸了，我绝无怨言。那明天早上准备好钱，不然别怪弟兄们不客气。虎哥，真给他们退钱啊？这要是退一个，到时候就怕都来退，咱们的钱都花了大半了，怎么退给他们？给他退个屁！我凭什么给他退钱？那要是不给退的话，他们真砸了我们这怎么办？那就让他们砸好了，我这里除了几张桌子板凳，还能有什么东西？虎哥，这样不是事啊！他们几个大半夜的跑过来退钱，我怀疑夏邑那边有可能真的出煤了。确实很有可能。这样，他们明天要是来了，你先稳住他们，他们真想砸就让他们砸，我回一趟淮东，把事情搞清楚。虎哥，他们砸东西不怕，他们到时候要是砸我怎么办？那你就护着头，他们能把你打死还是怎么的？到时候我给你算工伤，绝对不让你吃亏。可是，行了，别唧唧歪歪的，做大事不拘小节，你这个人就是没有一点魄力。你特么的有魄力，明天你跑了，让我留下挨揍，你是个人吗？第二天一大早，孔晨等人9点多就来了，可到了矿区门口，看见大门锁的实实在在，矿区里别说人了，连条狗都没有。这个杨虎特么的连矿区都不要，直接跑路了。这个不好说啊，孔哥，咱咋办？给我砸！这杨虎非得让他尝点苦头。几人不知道的是，杨虎已经找到了夏邑的小煤窑了。不过此时他有点慌，完了！夏邑这边的煤炭一旦往外放，淮南、淮北、淮东、阜阳、宿州、蚌埠、芜湖，甚至连同合肥周边这些城市的个体户，到时候都会蜂拥而来。我预售了这么多煤出去，结果是1斤都挖不出来，到时候那些愤怒的个体户还不把我生撕了？什么人鬼鬼祟祟的在这儿？老弟，是我杨虎啊。虎哥呀，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你这是有事？有点小事，要不咱们俩单独聊聊？可以呀，你跟我来吧。说吧，虎哥，找我什么事儿？老弟，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就是你这产出的煤能不能都卖给我啊？那你说我要不要把我小煤窑让给你啊？遇到这种人简直太恐怖了，竟然妄想凭一张嘴 CPU 你，全部都卖给你？是啊，你放心，我给你高价。现在市场上官方煤价是181吨的样子，我从你这拿煤，1吨给你500块钱，你看怎么样？啊，这人脸真特么大。你放心，有我在，你就不用考虑客户的事情了，我给你兜底，你光负责生产就行了。虎哥，我还真谢谢你了。不过我觉得没那个必要，我现在生产出的煤不缺买家。啊，那咋行？你生产煤不得张罗啊？你交给我，我都给你安排好，你做着数钱就行了，多惬意啊！我现在卖出去600块钱1吨啊，那你好歹让我挣点吧。好家伙，500块钱1吨你拿去，转手挣100，连设备都不需要，直接让人来这儿拉煤就行了。你是真没劲，那行，我按照600块钱1吨收，但是你得全部卖给我，不能再给别人了。只要我把他的煤全收了，到时候价格不就我自己定了？虎哥，不用你费心了，我这边弄得都挺好的，各方面都有人负责。老弟，你这不能钱都自己挣了吧？不太够意思。外面那么多兄弟跟着我吃饭呢，哪能都自己挣了？那你带着我挣一点怎么了？你也太毒了吧！虎哥，你这话说的有点不合适吧？
有钱不带你挣就是多，说到底我也不欠你的呀。别说那么多没用的，你要是答应我的要求，以后咱们还是朋友；你要是不答应，以后朋友都没得当了。虎哥，你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还能说什么？我就说你小子不会这么绝情的。既然如此，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吧。啊！夏意，你站住！杨虎，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吧？您这又唱哪出啊？老弟，你救我一次好不好？咱们好歹有点情谊在吧？虎哥，你这话说的没头没脑，我怎么救你？我在淮南那边也在搞小煤窑，这个你应该知道。你之前说过，我搞砸了，你不知道。淮南矿务局那些畜生，他们真不是东西，把我坑惨了。他们一个个就知道从我这儿骗吃骗喝，一说到设备材料就这么装死。这也有几个月了吧？可我到现在连井都没立起来。干不了就不干，有些钱本来就没有看起来那么好挣。说是这样说，可现在来不及了。我在淮南那边花的钱太多了，回头那不是让我倾家荡产吗？后来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搞了一招预售。然后呢？然后我答应一些人了，出了煤先给他们，就把煤先卖出去了。这个数字不小，可是钱快花完了，煤却没有。本来还好，他们也不敢跟我呲牙，可千不该万不该，你这里不该出煤啊！那照你的意思，为了你方便，我这还得等你赚够了再出煤。你当然该出，只是我这不是做辣了吗？所以你就割个一把，只要你把煤都包给我，由我卖出去，这样我的风险就没了，你也没有损失，是不是？嘿嘿，杨虎啊杨虎，你想的不错，但你从头到尾可没考虑过我啊！我要是把煤都给你，那等同于把徽省小煤窑的定价权给你了，以后我就真成了给你打工的。不是这样的，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死定了。那些个体户还不得剥了我的皮？咱们兄弟一场，你不能看着我等死吧？之前你卖彩券在淮南被人给堵了，当时你让人送信来，想让我帮你解围，这事你还记得吧？那次你也没帮我啊！杨虎，你真的需要我帮你吗？你当我傻？你手里的钱会不够？当时你叫我去是干什么？当冤大头，给你擦屁股。杨虎，你总说咱们兄弟一场，可是对你来说哪有什么兄弟，只有有用的和没用的。你这样的兄弟我高攀不起。那你就看着我送死啊！当初我没劝过你吗？彩券我劝过你，小煤窑我也劝过你，你哪次听了？出了事你跑来喊救命，不救你，你还要给我玩道德绑架？抱歉，不吃这套。夏意啊夏意，你真够狠的啊！我可没你狠，你可以走了。我记住了今天。陈老大，三哥有事找我，晚上注意点，这个杨虎指不定哪天给咱们使绊子。确实不能大意，那成我晚上找点人看着，不会出乱子的。这么的多大仇啊！虎哥，你今天走了之后，工程他们就来了，要不咱们把钱退了吧，不然恐怕……退？怎么退？你知道现在缺口有多大吗？快花出去100万了，一个人的好退，可后面还有几十口子呢。退了姓张的、姓王的退不退？咱们哪有这么多钱？赵德营一听，人都傻了，扭头就想走。走？你往哪走？我光棍一条，你家里还老婆孩子呢，回头那些人找不到我，你猜猜你们几个谁能跑得掉？虎哥，我就去跟着你打工的，这件事情你不能牵连我。打工的？怎么我出去吃喝的时候，你们几个没吃？现在遇到事情了，你跟我说你们是打工的，我呸！虎哥，咱们兄弟一场，您别害我啊！就是因为兄弟一场，还要同舟共济呢。不过你也别担心，咱们也不是没有办法。还有办法呢？你把那几个玩意都给我叫上，跟他们说清楚，今天晚上我在雷公山下面等他们，他们要是不来，就等着被那些个体户上门讨债吧。只要这件事情成了，以后照样还是吃香的喝辣的，明白了吗？赵德营不想明白，但此时也只能点头。怕什么？咱们是兄弟，我还能害你不成？等到入夜，杨虎等人潜伏在山脚下。算你们识相，你们晚上要是不来，我就卷钱跑路，手里有钱，我是无所谓。你们这些走不掉的，就等死吧！几人垂头丧气。之前跟着杨虎吃喝玩乐的时候，大家都开心，可谁知道好日子这么短，这才几个月的时间，报应就来了。行了，别一个个跟死了爹似的，咱们还没到那个时候呢。虎哥，你叫咱们来这干什么？是不是一起上门求夏意？求他？我有必要求他吗？我要让他回头来求我。几人面面相觑，都这个时候了，杨虎嘴还能这么硬？拿着，咱们从另外一边上山。啥玩意啊？啊！雷管？喊什么喊？怕别人听不见是吧？虎哥，你别这样搞啊！这雷管不是开玩笑的，要是伤到人，我们可就全完蛋了。你觉得你们现在就不完蛋吗？而且这雷管不是用来炸人的，回头你们从侧面上山，把雷公山小煤窑的巷道炸它一截就行了，伤不到人的。虎哥，不行，这个真不行，
这不怕1万，就怕万一啊！没伤到人的时候，自然是什么都好。可是万一伤到，把我们拉去枪毙也不够的。那你们跟我说怎么办？现在眼睁睁看着雷公山、小煤窑继续出煤，他们多出一天，对我们来说就危险更大一分。等那些私营个体户老板憋不住的时候，你我谁有个好？赵德营几人面面相觑，一个个脸上有话想说的样子。我知道你们想法，小煤窑是我办的，你们只是工人而已，就算出事了，人家也只是找我。可是你们想清楚，我大不了拍拍屁股走人，而你们呢？你们往哪跑？到时候我人没了，那些个体户老板会找谁？你们真当他们是好人啊？这年头能把私营生意干起来的，哪个不是黑白通吃？到时候就怕你们哭都没有哭的机会。赵德营几人只是普通人，被杨虎这么一下，几人立即就慌了。你们不用担心，这里基本上都是地表煤，那巷道沟总共也没有10米深，真就是炸塌了，再挖起来也简单，肯定不会出人命的，就是耽误下他们的进程。一个人被逼到绝境，请记住，他先做的不是反思自己的过错，而是毁掉阻拦他的一切。虎哥，我刚才看到他们山上的保卫科在巡逻，我们就算是想帮你，也上不去啊。等会我先上去，到时候我跟他们闹点矛盾，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这个时候你们再上去，只要把雷管点了，剩下的事情就不用你们管了。杨虎见几人还是畏畏缩缩的样子，不仅有些恼火。特么的，跟我吃香的喝辣的时候，一个个虎哥叫着，现在真要你们上了，就这个德行，给我个准信，干还是不干？我丑话说在前面，今天这事办不成，我就真是死路一条了。到时候我要是活不成，你们也别想好过。如果办成了，1人2万块钱，自己想想清楚吧。既然虎哥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们拼了。那就拼一把。虎哥，我做完就不干了，以后我想干点安稳的工作。这就对了，到时候给你们分了钱，爱干嘛干嘛去，我肯定不管。很快，杨虎上了山，直接去办公室组下役。可今天下一步值班压根就没来，反倒把陈德胜给堵在办公室了。你怎么又来了？我是来找下役的，他人呢？3哥今天歇班，在家休息呢。你有事去林围子找他，没事快滚。你算个什么东西？这样跟我说话？你们矿长那是我兄弟，他都得跟我客客气气的。嘴巴给我放干净点！你特么骂谁呢？骂你呢！给人当狗，是真以为下役把你当朋友了？下役那小子有奶就是娘，你给他当小弟，有你死的时候。你真是不要命了，敢来挑拨我们兄弟的感情了？信不信我弄死你？我还真不信了。你陈德胜不是流氓头子吗？有种你弄死我，你弄死我啊！这要是放在平时，陈德胜早就大嘴巴抽杨虎了。可一想到下役吩咐的，小煤窑才刚刚开始运转，千万不能出篓子。你给我滚蛋，不然我真打死你！杨虎眼看着陈德胜压住火气，扭头要走，干脆一把拽住陈德胜。跟谁俩呢？打死你个流氓头子！陈德胜哪里还能忍得住怒火，立即扑上去回击，两人扭打在一起，引起了小煤窑地面所有人的注意。而就在此时，赵德营几人看到巡逻的人从路线上离开，立即眼前一亮，带着雷管上了山。赵哥，这怎么弄啊？怎么弄？直接弄，找一找周围，看看巷道侧面哪里最薄。咱们没有那么多机会，得一次成功才行。咱们不会被发现吧？要是被发现了，那可不得了。不想被发现就赶紧的。胡哥这个人虽然有时候不厚道，但是他说到的事情一定做到。说到时候1人给2万块钱，就绝对给2万块钱。想一想，只要拿了这笔钱，以后躺在床上也够吃了，还想那么乱七八糟的干啥？就是干吧。几人顺着巷道外面寻觅起来，按照赵德营的想法，找到巷道地表位置的薄弱点，一发就能把巷道炸塌了。到时候炸完就走，谁也抓不到几人。可几人找来找去，也不能确定巷道哪里最薄。赵哥，这咋找啊？从地面看不出个所以然来。不行就3段放，头中尾各放一个，我就不信都炸不到。反正虎哥给的雷管不少。赵哥，要不你们先去找我想拉屎啊！人家说懒驴上磨屎尿多，你真他妈是神了！要拉给我拉在裤子里面，想跑拉屎可以，回头分钱没你的份。听到此话，这人脸上露出苦涩，只能硬憋着跟上队伍。等来到第一个点的时候，赵德营几人拿出雷管准备埋好，然后几人就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盲点。这雷管怎么点啊？是啊，这玩意连引线都没有，怎么炸？几人面面相觑，看着雷管不知道该怎么动手。之前杨虎也没说过，实际上杨虎也不知道，他根本没用过雷管。我觉得直接拿火烤就行了，着火了它肯定炸。脑子坏掉了，这玩意都看不到引线，万一一点就着，那还了得？我们几个都得陪葬了。可不点也不行啊！我憋不住了，你们研究吧，我要拉屎。那人实在憋不住了，干脆就在几米开外的地方开大了。赵德营几人那叫一个火大，可现在拦也拦不住了。
只能扭头继续研究着雷管。然而那人此时双眉紧锁，想拉但拉不出来，这感觉就好像拉肚子和便秘同时来了一样。都是最近太上火了，不然肯定能一泻千里的。忽然间，这人就感觉到屁股一凉，好像是什么东西舔了一下自己的屁股一样。什么玩意？树叶子！男人转头一看，就看到一双蓝色的眼睛，这眼睛的主人气势非常，此时正垂涎欲滴地看着自己。狼啊！那人惊慌失措之下，嗓门子跟装了个扩音喇叭一样，声音震天响，不仅把正在起冲突的陈德胜和杨虎吓了一跳，连他身边的赵德营几人也吓得一个哆嗦。几人扭头看去，只见一匹威武雄壮的狼正在踱步。有狼，他想吃我的屁股。嘿嘿，后面怎么回事？不知道，不过二哈刚才在后面撒欢。小煤窑都认识二哈了，怎么会喊狼呢？赶紧去看看。陈德胜带着人跑到小煤窑后面的时候，发现二哈正逼着几个人到了死角。你们什么人？为什么会在这里？我们是路过的。路过？那你这路走的真是怪，这地方你们也能探过来？陈矿，你快点过来看，这是雷管。啊，这里怎么会有雷管？我们的雷管都是入库，有专人负责检查的。陈矿，只有雷管，没有起爆器，这玩意炸不了。很快，夏邑也被叫到了小煤窑。雷管准备炸我们巷道，行啊，老赵，当初我带你们卖彩券挣钱，你也没少挣吧？现在带雷管来炸我巷道，真有你的。三哥，问题不大，这群傻缺连雷管都不会用，真以为带根雷管过来点着就行了，可把我们给笑死了。你们几个意思啊？恐吓呀？三哥，我们没用过啊，在淮南那边的小煤窑，到现在就没放过雷管，东西放在仓库里都快发霉了。谁知道电雷管还要什么起爆器啊？你就庆幸没用过吧。陈老大，报警了没有？报警做什么？直接给他们敲死，往后山上一埋，谁也不知道。赵德营几人一听这话，吓得顿时脸都白了。有一个当下传来一阵恶臭啊！卧槽，这是吓尿了？不是，拉了。众人哈哈大笑。夏邑一问才知道，就是这小子想拉屎，然后一个屁给二哈引来了，不然众人还真不知道这几人在这里琢磨炸巷道的事情。三哥，你千万别敲死我们，是杨虎让我们来的，他知道我们来这，我们要是死了，他一报警，你们就麻烦了。对啊，杨虎这孙子呢，刚才他来我们这儿闹，还给了我一个大嘴巴子，被这边的事情一搞，我还真把他给忘了，赶紧去人，把杨虎给我抓住。别费那个劲了，你当人家傻子，他故意搞出这件事情来，现在这几个被抓了，还指望他在原地等你啊？那现在怎么办？这孙子也太毒了。杨虎叫你们来的，这是你们当着警察的面能认不？我就问你们，杨虎带你们炸巷道的事，你们认不认？三哥，是不是我们认了，你就放过我们了？想啥呢？杨虎让你们来炸，你们就炸啊！你们是傻子还是白痴？还好你们不会用雷管，不然只要有一个出事，都够枪毙你们的。三哥，我们知道错了，我们被鬼迷了眼，居然相信杨虎这个王八蛋，你给我们一次机会好不好？我们是真后悔啊！你们不是后悔做了这件事情，而是后悔被抓住了。要是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你们想的也只是怎么做的神不知鬼不觉。赵德营一听夏邑没有想放过自己的意思，立马很硬起来。夏邑，你要是不放我们一马，杨虎的事情我们是不会认的。无所谓，反正送去警察那里，你们使用雷管炸巷道这件事情是逃不脱的，到时候大不了你们进去坐牢，杨虎逍遥自在罢了。三哥，我给你磕头，我上有80岁老婆，下有8岁小儿，我真不能被抓进去啊！你家里有老婆孩子，那我这些弟兄家里没有吗？你拿着雷管来炸巷道的时候，怎么不想想我的兄弟们？三哥，别跟他们废话，直接敲起，不会有人发现的。那可不行，要真那样就中杨虎的毒计了。现在可是法治社会，我们绝不能做违法乱纪的事情。这特么的，让这孙子活着太憋屈了。报警吧，让警察处理。他们几个要真愿意保杨虎，就让他们保。主犯和从犯判刑上力度可不一样，想给杨虎当孝子贤孙，随便他们。而另一边，杨虎直接携款出逃，他孤身一人，就不带怕的。夏邑，你特么命是真大啊！咱们走着瞧，这仇迟早还给你。很快，夏邑这边的事惊动了不少人。磨出什么丝吧？没事，几个人傻子而已。被抓到的时候，还在研究雷管怎么点的。你运气是真好，这万一要是有懂行的，你这可就出大事了。夏邑想想都有些后怕，他是真没想到这杨虎居然玩这么大。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那杨虎找到了吗？还没有。不过我已经让人去找了，警察那边也在搜。不过我估计想找的话，恐怕很难了。这要是放在未来，杨虎就算长了翅膀，也逃不走啊。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些人丧心病狂，在他们心里只有自己，别人的命都不算命，一不小心就是万劫不复。很快就有巡捕找到夏邑了解情况。这次事情性质非常恶劣，我们已经安排人手去杨虎住的地方搜索了，也希望你们能配合，尽量提供消息，咱们尽早把案子给破了，大家都安心。没问题，
我跟杨虎以前一起做过生意，后来我不做就分开了。这次他在淮南那边开小煤窑，但据说情况不好，估计是看我这边现在盈利了，所以起了歹心。再多的信息，我这边也没有了，毕竟很长时间没联系了。夏邑又把一些基础信息跟巡部这边过了一遍，巡部表示会立刻展开搜捕。然而，一连几天巡部这边都没有得到杨虎的消息。这年头买火车票又不需要身份证什么的，一旦跑了，再想抓回来就难了。这天晚上，老四找到了夏邑。咋了？这是咋咋呼呼的。三哥不好啊，出大事了！你先别着急，出什么事了？慢慢跟我说。小姑和小姑父来了，小姑哭的不行，非要跟小姑父离婚。啊，那还不赶紧走，可别出什么事了。很快，两人就赶回了家里。小姑父，你们这是什么情况啊？小易啊，你小姑这日子没法过了。小姑先别哭啊。到底怎么回事？您跟我说说。还不是你小姑父，他自己不求上进就算了，还跟我发脾气。我哪里发脾气了？我不就是说我做不好，怕给小易添麻烦吗？你还敢顶嘴？做吧你们，我看你们就一个个做。小易这边日子刚好过点，你们就找事，是不是？爷其实没啥大事，就是我想搞个家具城卖家具，然后昨天跟小姑父说了一声，到时候让他带人打家具。这不是还没定下来，让小姑父考虑着吗？这不是挺好的吗？搞什么幺蛾子？就是啊，我侄儿心疼我，怕我跟着你喝西北风，给你这么好一个机会，你不接着，还这里那里的，你啥意思？就是不想过好日子呗？肯定想过啊，不过咱们现在的日子不也挺好的吗？我也是服了，人家都说烂泥扶不上墙，这小姑父性格简直就是躺平者的典范。不对，他这都不算躺平了，人家躺平也不拒绝送上门的钱吧？小姑父这算是咸鱼中的咸鱼了。小易这是为了咱们好，你就说这个活你干不干吧？你要是干，不管干成干不成，咱都继续过。真干不成了，我也不怨你。可你今天要是敢说个不字，那咱们就不过了，大不了离婚。干，我干还不行吗？反正干不好你也别抱怨，到时候要是给小易赔钱了，你们不怪我就成。放心吧，小姑父，干生意谁敢说一定挣一定赔的？先干着呗。事情定下来，小姑这才重新露出笑脸，白了自己男人一眼。还是我侄儿知道疼姑姑。那当然了，咱以前没钱的时候，小姑对我好。现在我有钱了，不对你好，那不成白眼狼了？小姑听的那叫一个开心，家里刚才剑拔弩张的气氛也消失不见了。夏邑做事不墨迹，干脆把大姑父也找来了。本来是想给大姑父找矿上的活，现在既然要搞家具了，那不如两个姑姑家都一起安排了吧？小易，你说是要带我们做买卖，是不是真的？大姑父，我准备开家具城，但我现在抽不出太多时间管这边，所以需要一个人帮我管理家具城。别人我是真信不过，也就大姑父你了。没问题，只要小易你安排，我都成。那这事就这样说定了。小煤窑那边，老四你去看着，我就不去了。我带小姑父、大姑父进城找地方，把这个家具城给干起来。小易，你站住！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儿子啊？老爹何出此言啊？你大姑父跟小姑父你都安排的妥妥当当的，合着我这个当爹的屁都落不着一个是吧？老爹，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我这不是不想你再辛苦，想让你在家享福吗？我不享福，我才多大，才50出头，你让我享什么福？你给我也找点事情干，不然这成天在家歪着也挺难受的。老爹说的有道理，那两位姑父要不带我爹一个？生意是你的，带上你爹那不是理所应当的。那就这样说定了，也算老爹你一份。以后技术方面的事情，我小姑父负责；销售人员方面的事情，大姑父负责。老爹你总揽全局，怎么样？哎，我们这也算是兄弟齐心了吧？没想到至亲的过不到一起去，姐夫妹夫跟小舅子倒是关系挺好，不过这样也行，总比什么都一地鸡毛要好吧。解决完家具城的时候，夏邑回到了小煤窑。三哥，最近我们听说了一些事。啥事啊？咱们工煤不是一直按照先定先工的方法来的吗？结果现在有人拿了咱们的煤出去2次倒卖，外面不知道情况的人都说这些人就是咱们小煤窑的，因为咱们小煤窑不好自己出去炒煤价，所以才让他们去的。还有这样的谣言？现在的人啊，真是什么都信。我们按600一吨卖的，可外面能炒到700甚至800。是啊，像几个要煤多的，一次性从我们这弄500-600吨走，他们一吨挣200，这就是10多万入账，而且什么责任都不用承担，喜笑颜开的拿咱们的煤换钱，这也太恶心人了。好家伙，赚我差价，完了骂名还是我背。按下这个按钮，你会得到1个亿，但同时你会失去一个可能让你10年内赚10个亿的朋友，你会按吗？我知道是谁干的，就是合作的野长了，我们不好翻脸啊。以后改出煤方式。怎么改？以后不直接出煤，而是点煤票，凭票取煤。另外阶梯价也准备取消吧。雷公山小煤窑名气够大了，不需要用这种方法来举单子了。三哥，你这也没用啊，人家到时候倒煤票就行了，更方便。要的就是他们倒煤票，
我得抓着证据，才好让他们无话可说的滚蛋，免得回头外面说咱们太苛刻。要我说，直接让他们滚。小煤窑是咱们的，想卖给谁卖给谁。你们的心情我明白，但咱们是正规的，以后做事就得有理，没有理，人家在外面恶心人、使绊子，名声差了，以后就寸步难行，耽误的是挣钱。再说了，几张票的事情，缺那个功夫吗？快意恩仇是舒坦，可干嘛非要给自己留后患呢？三哥，你说的没错，咱不能给人留小辫子。那就先发个文件，禁止咱们雷公山的煤炭倒买倒卖，然后把煤票安排上，这个月底前把这事处理掉。还是咱们这样爽啊！每天把煤拉出来，转手一卖，倒手就净挣200，天底下哪有比这还惬意的事情？那是蒋哥你有生意头脑，800块钱一吨，居然也卖得出去，这冤大头也太多了。不是冤大头多，是不买也得买，捏着鼻子认了。蒋哥，这啥叫不买也得买啊？现在多少国营厂子搞转制，可活下来的有多少？这厂子运营不单单看生产，要关注的地方多了去了，所以有些东西是缺不了的。煤炭为什么被称作工业之血？为啥啊，蒋哥？因为少了它，你真活不了。那些小厂子个体户，一个月也用不上几吨煤，所以贵点他们也认了。800块钱一吨是不便宜，但你换个思路，800块钱能买到1吨煤，这就是运气好。所以这倒买倒卖是利人利己，不然就雷公山那点产量，怎么也轮不到他们。就在此时，一个小弟从外面跑进来，手里还拿着一张纸。蒋哥，雷公山那边发了个公告，您看看，禁止倒买倒卖，煤票取煤。蒋哥，这雷公山是不是知道咱们倒卖煤炭的事情了？肯定是听说有人倒卖煤炭了，但未必知道是我们。那他们这是啥意思？禁止咱们倒卖，还搞了个煤票出来。到底是农村没上过学的泥腿子，还卖起票来了，以为凭票取煤就能拦得住倒买倒卖了，这是给咱们行方便呢？蒋哥，这咋就给咱们行方便了？我连煤都不用往外拉了，直接卖煤票，谁用煤谁去领，那这样我成本更低了。众人一听，果然如此，立即凑在一起笑了起来。果然是个农民，搞了个煤票，还弄巧成拙。我这一吨煤挣他200，一个月600吨煤，就是12万，这钱挣的比我开厂子可省多了。这夏邑大概没想到，每个月他累死累活的采煤，结果我这个外人挣这么多钱。等了几天，蒋子浩确定凭票取煤正常，这才开始卖票，告诉下面的人，谁去取煤的时候说死了是咱们这的，谁说漏嘴，以后就别想从咱们这弄到半斤煤。蒋哥你放心，绝对都把嘴守得牢牢的。很快又是几天过去，这天夏邑将众人都叫了过来。今天叫各位来，主要就是为了一件事，有人拿我们雷公山小煤窑的煤在外面倒卖。众人寂静无声，这个时候恐怕有一根针掉在地上，也能听得清清楚楚。大家肯定要说，你的煤卖给我们，我们想怎么处理，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对吧？众人不说话，单看表情，确实是这样想的。话是这样说，可是不是这样办的。我们小煤窑是西川煤矿下属的小煤窑，真以为我们自由自在呢？600块一吨煤，大家肯定觉得贵，但市场价就这样，而且这个价格也是西川煤矿点头答应的。但有些人拿着我们的煤出去倒卖，这就是掀我们的摊的，让西川煤矿知道，让更上一级知道，我们是要挨批的。众人面面相觑。可能有朋友又要说了，你们自己不也定了800和1000的价格吗？没有错，可是800一吨的我们卖过几吨，本身就是为了聚拢订单的一种手段。当然了，之前我们没有说过不能倒卖，所以不能怪大家，大家借助倒煤挣到钱了，那是大家有本事。这个我不但不能说什么，还要恭喜大家赚了一笔。听到此话，蒋子浩心里咯噔一下，隐约觉得自己今天要遭。可是，在我们发布了禁止倒卖煤炭的文件后，各位当中还有执意倒卖的，这就是掀我们摊的了。老陈查出来是谁了吗？这些煤票在发出去的时候，我们做了些小记号在上面，这卡章的位置都稍有不同。这几天对煤的时候，我们也留意了，有些人的煤票4次来对的人都不同，多到几百次都是不同的人。少的咱们就不说了，说大头吧。夏邑这话让不少人松了口气，因为大家架不住有亲戚朋友来求的，冲个人情也就出去了。而蒋子浩的脸上已经一阵煞白了，他自己出了多少煤票，心里可是一清二楚，甚至连厂里的活都停下来，全靠倒霉挣钱了。人是谁？我们知道了，但大家交情一场，我也不想弄得这么难看，就不点名了。蒋子浩心里苦涩，想说什么，但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又实在说不出来。各位，雷公山小煤窑是我矿上几百号兄弟吃喝谋生的活，这出的煤也是大家伙做生意的必需品。之前江淮说小煤窑的事情说的热闹，可真正开起来的就我这一家而已，其他小煤窑到现在井口都没打过。以前没有我这小煤窑的时候，大家想弄点煤有多难，不用我说了吧？众人纷纷点头。以前没有雷公山小煤窑的时候，大家只能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倒霉的事情是真的不能再发生了，不然一旦事情闹大，说不定我这小煤窑就保不住了。到时候大家还去国营煤矿门口蹲着去吧。夏矿长，你放心，要是让我们知道谁在敢倒煤，皮都给他扒了。就是谁砸咱们的饭碗，咱们就要他的命。各位，以后就仰仗大家了。另外，雷公山小煤窑的煤炭不再有阶梯价了，600块钱一吨，甚至以后还有可能降价。这次的事情过后，一方面会空出一部分份额，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多招工，加大产能，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也希望大家多配合。
等众人离开后，蒋子浩主动找上门。夏矿，能不能给我个机会？蒋哥，你可不少挣，至少有20几万吧？咱们好聚好散。今天我要是不想善了的话，你也难看。我知道，夏老弟，你给我留着脸呢，不然我今天丢人就丢死了。蒋哥能知道就好，这是肯定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不然其他人看到蒋哥你没事，以后这事就真刹不住了。夏老弟，这是拿我杀鸡儆猴啊！20几万的鸡可不便宜。蒋子浩无话可说，说到底还是太贪了，真要是搞得难看了，吃亏的还是自己。罢了，你给我留脸，我要是再不要的话，那恐怕是真不要脸了。咱们有缘再见。蒋哥有缘再见了。三哥，就这么放他走了？那咋办？搞他难看，这是一开始是咱们没招呼到，只不过蒋子浩太贪了，我们这边点了一下后，他还是不刹车，他违规你最多按照自己的规矩，不跟他合作。既然如此，闹得大家都红脸干什么？咱们是做生意，不是抢地盘。有句话说得好，做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是不是这个道理？就是让他挣了这么多钱走，心里不痛快。行了，事情了了，该杀鸡儆猴也儆了，该撵走也撵走了，而且还没有多一个仇人，这就挺不错了。三哥说的有道理。对了，这蒋子浩每个月有600吨的份额，这可不少，后续怎么分啊？开个零散窗口，小额往外出。现在咱们生意已经稳定了，要考虑的就不光是挣钱，还得想办法把市场稳定下来，让这桌子上别出幺蛾子，这才能把钱挣得安心。等傍晚的时候，两兄弟才下山回家，结果刚到家门口的时候，就听到老娘在里面喊起来了：“你说清楚了，你给我说清楚了，爹娘，你们都在这。今天你们儿子要是不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了，我就不跟他过了。”夏一跟老四对视一眼，眼中都露出一丝惊讶之色。老娘的脾气还是很好的，什么事情能让她说出这种话？老三、老四，你们赶紧进去，出大事了！二姐，什么情况啊？老娘都不跟老爹过了，他以前可从来没说过这种话。那以前爹也没干过这种事情啊。到底啥事？老爹他回来的时候，身上好几个红嘴唇印子。两人一脸见了鬼的表情，不是不相信，是想见识见识。这好日子才过几天，老爹都过得这么花了。男人有钱就变坏，刚过上好日子的老爹居然玩起了花。媳妇，你听我说，真不是你想的那个样，我这是被陷害了，这是无耻的陷害。陷害？光陷害你？2个妹夫跟你一起出的门，他们怎么就没事？对，他们俩肯定也有事。你要是不相信我，把他们叫过来，肯定都一样。老三，骑你的摩托车去，把他们俩给我拉来。夏一见老爹这么理直气壮，还真可能是被冤枉的。娘，你们也别着急，我也觉得这是有些奇怪。我爹真就是在外面沾花惹草的，也不至于带这么明显的证据回来不是？这边夏一话音刚落，那边就听到门口一阵鸡蛙乱叫，大姑和大姑父的声音在外面响了起来。媳妇，你轻点，轻点，三哥肯定能给我证明的，我真是冤枉的。夏一家子脸色奇怪。此时大姑拉着大姑父进了屋，一进屋就眼圈一红。爹娘，这日子没法过了。咋的？得意身上也有大口红印子。大姑委屈的点头，大姑父脖子后面几个大口红印子，那叫一个清楚。好家伙，这姑娘嘴够大的。我就知道这几个男人凑在一起就没好事。我们真是冤枉的。现在就剩小姑父了，小易，你猜是要你去接，还是他自己来？要来，这个点也差不多了，不然就得我去接了。夏一话音刚落，就听到门口又是一阵哭嚎声，小姑带着小姑父也到了。得了，这全军覆没。小姑拉着小姑父进屋，一进来看见自己三哥和姐夫在墙角站着，也愣了一下，然后瘪嘴就要哭。别哭，你们家身上也有口红印子。什么口红印子？你们家的没有，就脖子上的口红印子。也有口红印子，但他兜里有这个。到底怎么回事？给我说清楚了。你们3个到底干什么去了？天地良心，什么都没干，我们今天也是倒了霉了。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说清楚呗。就咱们那店铺周围卖东西的，今天来了10几号人，不让我们收拾店铺，然后我们就起了冲突，结果吃了亏。我们3个也是要脸的人，本来想着找回面子再说这事的，没想到他们这么歹毒啊！原来是那些钉子户啊！我没去找他们的麻烦，他们反倒找麻烦上门了。说的好像你们吃亏了一样，那老娘们往你们身上靠，你们不会躲。就是哪家老娘们这么不要脸，追着你们往身上亲啊！说到这个我就气，哪来的老娘们啊？都是大老爷们，不然哪来这么大嘴唇子啊？你还怪可惜没有老娘们是吧？俗话说，女人生气的时候是不讲逻辑的，这个时候你越是解释，她就越来劲。当然了，你要是不解释的话，那这事就等同于坐实了，你也是死路一条。娘大姑小姑，你们先别生气，这事还真不是我爹他们的问题，我估摸着是那些钉子户害怕我们让他们腾房，所以想把我们吓走来着。呵，长大了，你多聪明啊！不是你带着他们去搞家具城，能有这种事情？给我滚一边去！好嘞，行了，这是你们生气我明白，可真能怪他们3个。
果然姜还是老的辣。老爷子这一手独断万古，一出口就定住了黑暗动乱，只要再来一手斗转星移就没问题了。就是不知道老爷子要怎么玩这一手了。要说还是小易太高看他爹和2个姑父了，他们3个凑在一起，还不如个臭皮匠。小易，你惹的事情你来处理吧。那行吧，这个锅我背了。是我考虑不周，留下了隐患。老爹他们只是太纯洁了，才被坏人欺负的。这事我来处理，肯定还个天地朗朗，乾坤正气。第二天，夏邑跟着老爹他们去了一趟城里，准备彻底了解这段孽缘。老爹，你们这够前卫，够时髦的，这房子让你们刷的花花绿绿的。夏邑，你这鞋子不错啊，在哪里买的？改天也带你小姑父去买一双。我这鞋是在闲鱼上买的，最近大家都在用闲鱼卖闲置物品。很多都是9成新，甚至全新未拆封的，价格特别划算。我也经常在闲鱼卖闲置，点击链接搜索下雕动画就可以找到我，从我左下角进入还有专属福利哦。买鞋的事等回去再说，我们是来干什么的？你们忘记了？我去他这群缺的货，这哪个龟孙子往我们店面泼的油漆？这特么的缺大德了吧？感情这是人家泼的。老爹气得直瞪眼，站在店门口就开骂了。很快就有人坐不住了，从自己店铺里出来。你他妈骂谁呢？我骂那个生儿子没定眼子，生闺女浑身都是定眼的玩意呢。你他妈招喜就吱一声，怎么着？要动手？我还就他妈动手了，打你们嘴贱。你这话说的，嘴贱要打，那手贱呢？什么意思？夏邑也没废话，直接用力一撅，只听见男人嗷的一声，就蹲在地上嚎起来了。你给他撅折了！敢对我爹动手，撅折了他都是轻的。昨天手贱的都给我出来！怎么着？欺负几个老头不是挺有本事的吗？夏邑见没人搭腔，只有刚才那男的坐在地上，抱着自己的手指头嚎。实话跟你们说了，这仓库我们跟市里买的，不光仓库，连带着仓库原本的院子也是我们的。本来听说你们不容易，我还想着大家商量着来，可你们特么的不上道啊！既然如此，别怪我把你们赶尽杀绝了。口出狂言，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把我们赶尽杀绝。终于有人忍不住了，撸着袖子从旁边的店铺走出来，其他店铺也纷纷走出人来。转眼间10几个人围住了夏邑4人。怎么着，也想往我身上印口红印子？你说你们下作不下作？那也是你们逼的。白糖厂欠我们的工资不发，我们搭几个店面也是为了养活自己。你们有钱就把人往死里逼啊！得了吧，可别跟我这卖惨了。白糖厂欠你多少工资啊？怎么你给啊？我给你个大嘴巴子，欠你多少工资你也挣回去了吧？这店铺你们搭了可有几年了？不说多，挣个1800的不是问题。白糖厂欠你们的有这么多吗？嘴上说的委屈，实际上都是贪心的。这钱挣着舒坦，别说我了，就是白糖厂真活过来，把钱给你们结了，你们一样也不会搬的。10几个人脸色难看，也为夏邑说对了。东大街本来就是市中心的位置，在这里搞个店铺，随便卖卖也比上班拿死工资多。别说是夏一个人了，就算是市里来人，他们也敢杠一杠。都是开门做买卖，图的是个和气生财，可你们是做了商人的活，干的却是商人的事。伤你们又怎么了？不行就搞，我们10几家子加在一起110号人，你不服来试试。小易，好汉不知眼前亏。看样子今天就没法办了是吧？那就别办了。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等死吧你！你别走啊！你买棺材吧你！谁扔的炮仗？陈老大，就是他们3个，没耽误是吧？哟哈，没想到还都是熟脸。咋才30多号人？你这行不行啊？细狗，人家说他们110来号人呢，你们来这点够不上人家打的。是我小看这些熟人了，不过没事，咱们小煤窑没别的，就是人多，几百号人。一个电话的事，在场的商户脸色发白，没想到居然踢到钢板了。陈老大，您这干嘛为难我们啊？咱们以前都是朋友。我呸！你爹跟你是朋友啊？你带人堵我老大，现在说是我朋友，你这是在我老大面前给我上眼药啊！你们这么多人威胁恐吓我们，这是违法犯罪，抓到了枪毙你们！不愧是做生意的，真能说啊！刚才你们100多号人恐吓我的时候，怎么不觉得自己违法犯罪啊？感情你们这法律是自适应的是吧？我们就是说手，又没真干什么。你这把人都拉来了，再不走，我们报警了。陈德胜有些惊讶，以前这些人怂得不行，见到自己恨不得尿裤子，今天怎么这么杠？放心，这些人今天是来帮我收拾店铺的，不是收拾你们的。许多山等人听夏邑这么一说，以为夏邑是
怂了，心里都松了口气。三哥，跟他们扯这么多干什么？放心，干完他们肯定不给你惹麻烦，我们自己认。许多山等人一听这话，又有点虚了。什么干不干的？咱们是商人，商人是什么人？是凡事都可以商量的人，不要动不动就干的。不知道人家还以为你们是泰迪呢。陈德胜有些摸不着头脑了，自己得了老四的消息，带人赶过来了。本来以为是一场恶斗，结果没想到三哥居然怂了。看你也挺识相的，这样我们以后也不欺负你们家了，大家各做各的生意，既往不咎，怎么样？你们这话说的，你们不欺负我们了，可我得欺负你们啊，还得欺负死你们。民心至此，何愁大事不成？既然你们决定不欺负我们了，那我们也只好勉为其难的欺负你们，还要往死里欺负那种。嘿嘿，这人是神经病吗？怎么一会好一会坏的？我让老陈他们来，是想告诉你们，比人我不比你们少。李兄，你们算个单，从今天开始主动搬走的，我可以既往不咎；那些不搬的，1周之内我让他想哭都没地方哭。东大街的店铺是我们敛财的工具，绝对不能丢。现在除了硬碰硬，应该没有其他选择了。你也不用吓唬我们，告诉你要打要杀，我们都接着，大不了死磕一场。想让我们退，绝对不可能。对，不可能。对，撕磕，跟他们撕磕。玉皇大帝来了，我们也不走。王侯将相应有种乎？这些店铺就是我们的，我们就不走。一群人大喊大叫，也不知道是在恐吓夏邑，还是在给自己打气。死磕，呵呵，就凭你们也太看得起你们自己了吧？三哥，这是不好弄啊！我跟这些人打过交道，知道他们啥样子。这次怕是真的要死磕了。我还是那句话，想跟我死磕，他们配吗？我这个人牙口不太好，吃软不吃硬。东大街10几家铺子的老板凑到了一起，每个人都愁云惨淡。我就说之前不要搞得这么僵，现在连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吗？马猴，你给我滚一边去！昨天搞那3个老帮子的时候，说你最来劲，你媳妇的裤衩子都奉献出来了。现在说这种话，你还说我？你抹口红亲人的时候也没见你多犹豫，好家伙，跟亲小姑娘似的激动。再说了，我贡献裤衩子也是为大家着想啊！你特么的，那你今天怎么就不着想了？我跟你们说，别想着退，一退就是滚蛋。人家买了仓库，不可能不要院子这块地的，咱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回旋的余地。我觉得老许说的对，摆明了死对头，想那些不靠谱的事情干什么？从一开始咱们态度就要坚决，得让他知道我们不是好惹的。听到此话，众人纷纷点头。我还是那句话，从今天开始主动搬走的，我可以既往不咎；那些不搬的，1周之内我让他哭都没地方哭。我们走。行了，反正和他也没啥好说的，咱就跟他耗，多耗一天咱赚一天。他要是跟咱来硬的，咱就跟他干。我同意，就和他们反抗到底。就是跟他们干，谁怂谁是孙子。我一家子都靠这个店呢，想让我搬，那就让他从我的身体上走过去。众人纷纷摇旗呐喊，是与非恶势力斗争到底。民心至此，何愁大事不成？从市里回来后，夏邑直接带着陈德胜上了小煤窑。三哥没吃亏吧？那倒没有，眼下看着快月头了，这个月煤票必须往下发了。除了蒋子浩空出来的产能外，其他各家每个月该发多少，还按之前的给，然后让他们来领票。三哥好像一点没把东大街的事情放在心上，难怪他能成事。这胸襟至少36滴。没问题，我让他们明天就过来。也别等明天了，让他们今天晚上过来吧，反正时间还早。老四你也去通知那些人。而夏邑则是又询问起来，今天那些人你都认识吗？基本上吧，就算有不认识的，找2个弟兄来问问就清楚了。那行，你把这些人叫什么名字，做的是什么生意，都给我写出来。三哥，你要这个干什么？干什么？呵呵，肯定是干他们啊！真当我好欺负？敢搞我爹他们，在我店铺上泼油漆，还敢带人堵我，这个仇我要是不报，那不成你捏的了。三哥说的对，这除非报不可。正所谓君子报仇不隔夜，忍一时越想越气，退一步裤裆开叉，这报仇就得现在。我撤回刚才的话，三哥这胸襟最多的不能再大了。很快陈德胜就把这些人写了出来，顺带着连亲戚朋友之间有什么关系之类的也都写了出来。等到写完的时候，那些私营厂子的厂长也都来了。各位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时间把你们叫过来。没事，反正我们几个近，远点的在淮东也弄了自己的办事处，都要不了多久就能过来。先跟各位打个招呼，今天除了发煤票的事情，可能还需要大家帮点忙。老的，你这跟我们就客气了，有什么事只管说，只要老哥能帮上忙的，绝对不推辞。那就太感谢了。
先说一下煤票的事，煤票1月一销，千万别存，过期可兑不了。这年头煤炭多抢手，哪有压着煤炭不来兑的？另外就是想大家帮个忙。小易，你直接说吧，有事我们肯定帮你。夏意也不客气，把今天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众人听得哭笑不得。一群开店铺的还敢跟夏邑死磕，这不是找死吗？这个外号叫麻猴的店铺是卖服装的，不知道哪位能帮上忙，我想掐死他的供货渠道。服装啊，哈哈，那不巧了吗？淮东这块服装生意应该都是我们那块供的，我回去说一声，保证从今往后不会有一件衣服批给这个叫麻猴的了。这个叫陈乐的是卖鞋的，哪位能帮忙？这个我来吧，我这边有朋友搞这方面的，这附近的鞋子应该都是从他那里拿的。辛苦了。这个叫许多山的干的是玻璃门窗安装，有能帮上忙的吗？这个交给我，我在玻璃厂有朋友。10几分钟后，所有人都被安排的妥妥当当。各位，实在是麻烦你们了，我这是遇上了些小麻烦，大家要是不帮忙，那我还真没办法。夏老弟这话就有点假了，几个个体户而已，你要是想收拾他们，那还不简单？你这是心上，不想搞得他们太惨。还是琪姐懂我，不过我既然麻烦大家帮忙了，那我夏邑也不是个忘恩负义之人。这个月大家领到的煤票，回头按照比例增加1成，算是我给大家的谢礼。夏邑这话一出，众人脸上都露出笑容。虽说这1成还是要付钱的，但现在煤炭稀缺，谁会觉得手里的煤炭多呢？等到夏邑回到家之后，老爹和大姑父、小姑父站在门口。小易，你人回来了。是啊，我怕魂回来吓着你们。你们这咋还没回去啊？等着吃晚饭呢。哪能安心回去？今天的事情到底咋办？那能咋办？凉拌呗。小王八蛋，能不能好好说话？我们哥仨急死了，你还有心思去矿上？老爹，你可不能这么说，在遗传学上这么说对做父母的不利。我去矿上就是解决问题的，你放心吧。这件事 so easy。搜什么 ？so easy。什么 easy？ 就是很简单的意思。臭小子，那你就好好说话，什么一步 easy 的，搞得我们都迷糊。你去矿上解决问题，这风马牛不相及吧？咱们在东大街的事情跟你矿上有什么关系？你们都先不要着急，这件事情我既然答应你们了，就肯定会给你们办好。这段时间我让人跟着你们去东大街，该怎么收拾还怎么收拾，我保证有他们哭的。夏邑的话让3人心里跟猫抓的一样，3人拿出长辈的威严。小易，你就跟我们说吧，别卖关子了，不然我们回去睡觉都睡不着。三哥，要不你就说了吧，看见他们急的。嘿嘿，行吧，本来想给你们一个惊喜的。等夏邑把自己的办法说了以后，3人脸上都露出惊讶之色。能行吗？你那些朋友真能卡死他们？必须能啊！我这些朋友都是私营厂的，他们那些人全部都是个体户，互相之间差着等级呢。他们靠我这些朋友吃饭，那让他们吃不上这饭，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情罢了。看看，我刚才就跟你们说，绝对没有问题的。你们不是担心这个，就是担心那个，多余。我说就是多余。2人互相看了看，无言以对。刚才夏邑没回来之前，这老登明明是最担心的。你说这些人也是好好做生意不行吗？非要算计别人的东西，把着不是自己的。现在倒好了，回头连饭都要吃不上了。他们就是饿死，也不关我们的事，我只是被动接招而已。再说了，哪能饿死？大不了吃那点死工资嘛。这年头能饿死谁啊？第2天，几个人陪着老爹他们来到仓库。还真这么敢来啊！走，我们过去会会他们。很快，许多山带着几人来到仓库前。哎呦喂，你们还真敢来啊！别搭理他们，一群马上饭都要吃不上的人，搭理他们都嫌浪费时间。许多山见几人不搭理自己，反倒更加猖狂起来。他们为什么不敢搭理我？肯定是心虚了。嘿嘿，昨天话说的那么狂，今天事情做的这么怂，你儿子呢？让他来啊！可就在此时，一个人横在了几人面前。你们说话就说话，别离这么近，不然小心老子对你们不客气。这人一靠近，所有人都忍不住退后好几步，眼里全部都是嫌弃之色，没有其他原因，主要是味道太冲了。卧槽，你身上这是什么味道啊？你离我远点！我身上有什么味道？这是男人味，对吧？洗胃术。后生，你说话归说话，你往那边去点，这味道确实太重了。男人脸上一副受伤的表情，来人不是别人，正是陈德胜手底下的大将狐臭男，名叫朱端仪。叔，没这么夸张吧？你们在上风口呢。后生，不是叔说话难听，实在是味道太重了。朱端仪一脸憋屈，只能往许多山他们身上发，立即怒气冲冲的冲了过去。你们要过来啊！
就你们这些料，还敢跟我叔张牙舞爪的？我警告你们，从今天开始，你们都给我老实点。谁要是敢找我叔的不痛快，我就让你们不痛快。到时候搬个板凳到你们店铺门口坐下，我看你们还做个屁的生意。妈的，这人也太损了，搞这么个玩意蹲在路口，这事都不准备活了。我必须想个办法，不然这货蹲在门口得少挣多少钱啊！搞得顾客都不敢来东大街了。当家的，不好了，出大事了！知道，路口那玩意太恶心人了。不过他不可能天天在那蹲着，不然不用我们，东大街其他人家也不愿意，得打死他。不是那事，是咱们的生意出大事了。咱们的生意能出什么事儿？好得很啊！你说什么胡话呢？是厂里玻璃厂那边，今天我去拿玻璃，可人家不卖。为什么不卖？他们是不是想涨价？不是，就是不卖。我问他们了，别人都卖，就是不卖给我们家。凭什么呀？该不会是那个叫夏意的搞的鬼吧？没想到他们竟然还认识玻璃厂的人。我问了一下，之前跟咱们关系好的那个说了，有人发话了，玻璃厂的玻璃以后不给咱们家。不给我们还不买了，在其他地方还能买不到玻璃吗？玻璃厂的玻璃只要往外卖，我就不信我买不到。人家说了，玻璃厂下了死命令，谁要是敢把玻璃给咱们，以后别想拿玻璃厂一块玻璃，说是要彻底把咱们家的玻璃给断了。不是，一听谁说这扯淡吧？玻璃厂是他家开的呀。我也不知道，反正他们现在不卖给我们。我出去问问，你在店里等着。夏意第一次在门口随意捡了个人，却发现此人身份大的吓人。卧槽，这人谁啊？怎么了，三哥？出啥事了？有人晕倒了，咱们先救人。很快，两人就将昏迷的男人抬进了屋里。你们看他的腿，好像是被狗咬了。先给他喝点水吧。在给男人喂了点水后，不大一会儿，男人就醒过来了。同志，我这是在哪里？你现在在我家呢。你叫什么？家住哪儿的？我是大庄村的，我叫庄比豪。这是啥地方啊？这是林围子，那倒是离你们大庄村不远。就在这时，夏意听到有人叫他，出去一看，是个不认识的男人。你找我有事儿？您就是夏矿长吧？我听说你小煤窑招保安，所以想来问问。你应聘就去小煤窑找陈德胜，他管这块。多谢多谢。对了，你是哪个村子的？我是大庄村的。那你从大庄村来这里可远着呢？可不是，我后半夜就往这边赶，现在才到这里。那你这一路上有遇到什么特别的事情没有？还真有，你们村西头有户人家的狗挺凶的，我听到狗叫声吓得绕了好远的路。那还有别的吗？那倒是没有了。那你们大庄村有发生什么事情吗？男人有些蒙圈，不知道夏意打听这个干什么。我有个朋友这几天去看大庄村，说你们那儿挺有意思的，我这不是没事问问。瞧您这话说的，我们大庄村啥都不剩，就剩穷了，要不然我能大老远跑这儿来。那行，你去找陈德胜吧，让他给你安排。谢谢你夏矿。而此时，许多山将一个男人逼进了洗胡同里。跑啊！你倒是跑啊！就你这小体格，还是放弃挣扎吧。老许啊，老许，当我求求你，你放我一马行吗？让我走吧。老张，你这话说的，我真没想把你怎么样，你就卖我几块玻璃就行，我急用。老许，我实话跟你说，昨天晚上淮东玻璃厂就放出话来了，从今天开始，谁敢卖一块玻璃给你，以后就别想从玻璃厂拿货了。我特么的，玻璃厂的厂长是不是有病？这是要把我赶尽杀绝啊！具体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但干咱们这行的，靠着玻璃厂吃饭，人家发话，我们敢反抗吗？要我说，你去玻璃厂问问吧，要是真得罪了人家，好好认个错，说不定就过去了。在这赌我们是没用的。我去找他们道歉，他们也不想想之前厂子差点倒的时候是怎么求着我们拿货的。当时要不是我们仗义，特么的早就完蛋了。我就是洗跳楼洗，也不会去求他们的。半个小时后，许多山堵在玻璃厂厂长的办公室中。乔厂长，您给我一个机会，就一个机会，行不行？瞧你妹，我姓焦。是，你说的对。许多山是吧？你求我也没用。从今天开始，玻璃厂的玻璃，你是一块也拿不走了，回去转行吧。啊？因为什么啊？焦厂长，您至少也给我一个说法，我到底得罪哪尊神了？你得罪哪尊大神？你问问自己就好了，问我干什么？不过我跟你说，你真是别在我这白费劲，人家放话不让你在这行干，你在我这也是浪费时间。啊？这夏意真的有这么大的能量吗？失魂落魄的许多山回到了店铺。当家的怎么样了？改行吧，玻璃这一块咱们恐怕是干不下去了。啊？改行？啥意思？好好的改什么行？改哪行了？不知道，问。你除了会问，还会什么？你在外面惹了事，搞得人家都不卖玻璃给我们了，回来家倒会拿我撒气。你是男人吗？就拿你撒气怎么了？
你特么好日子过久了，分不清谁是大小王的是吧？两口子吵得不可开交，吸引了不少人前来吃瓜。很快众人也知道发生了什么。跟你们透个底，你们这些家有一个算一个，全部都喝西北风去吧！还想看着店铺挣钱，没洗你们！众人纷纷后退一步，没办法，此人大帝气息寻常人不能沾染半点。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们都得洗，得罪了我们3个还想好，真不知道谁给你们的勇气。别在那吓唬人，我就不信他还能一手遮天了。你们说的没错，如果你这话里的天是指你们这些人的天，那我3个还真就一手遮天了，一个个还嫌我臭，你们才是真臭呢。可惜一群臭皮匠也抵不上我们3个这一个诸葛亮，你们等洗吧。瘦猴，你去打个电话，问问给你发货的人，问问他还给你发货吗？你这话说的，那可是我把子，还能不给我发货？我现在就去打个电话。瘦猴嘴上硬气，可还是连忙拨给平时给他供货的人。亮哥，我是猴子。守候，不要怪哥哥不仗义，有人发话了，从今天开始，你那边的货我得断掉了，不好意思啊。亮哥，你可不能这样，咱们是什么？咱们是把子啊！你还记得去年过年我请你吃大餐吗？那烧鸡烤鸭，我可一点不带含糊，都给你上的最好的啊！猴子，你跟我说些没用，我虽然给你供货，但我的货也是上一层供给我的呀。人家发话了，我要是给你办件货，我以后也别想拿货了。你说是你一个人洗，还是咱们兄弟一起洗？这怎么会这样？猴子，亮哥，我跟你说句你不喜欢听了，琢磨琢磨自己得罪了谁，该道歉道歉，该请求人家原谅就请求人家原谅，怪要脸，这年头脸不能当饭吃啊！我知道得罪了谁，可是我们闹得挺难看的，现在再去认错道歉，人家也不能原谅我吧？你们那事儿我听说了，说实话，你们从一开始就不占理，人家还没怎么样了，你们倒是先炸毛了。要我说，你们那一波的人有一个算一个，全部都得洗，没一个能把店继续开下去了了。除非你够不要脸，这个时候跳出来维护对方。汉奸见过没有？你现在就得当汉奸。我这么正派的也怎么当到了汉奸？相信自己，你有外在条件。再说了，都这个时候了，还在乎那么多？先把饭碗保住，不然回去当你的工人，看看下个月工资发不发了下来。可我现在人数，这店铺没了，以后怎么过日子？兄弟，你长点心行不行？铺子没了，另换个地方，还是一样干，大不了出点本钱。可你得罪了人家，这行以后你就摸不得。你要恶心你媳妇闺女吗？瘦猴被说的心里慌张，挂了电话后，不知不觉自己走了回去。猴子咋样了？瘦猴看了眼许多山，心里挣扎了一下，忽然一个大嘴巴子抽上去。夏邑来到村西头，看到了小伙子说的那条大黑狗，是黄大顺家的。夏邑，你一早上的，你跑我家门口做什么？不搂着媳妇多睡会儿啊？昨晚上没睡好吧你？这狗叫唤吗？你怎么知道这事？小黑昨天晚上叫的欢，我起来了好几次，就是没见什么人。你家狗昨晚咬了人，你得负责。黄大顺赶紧四处瞧瞧，就见地上的黑布，光有这个，我怎么知道是谁？人就在我家呢。那咱们赶紧走。两人很快就回了家。就是他。黄大顺才注意到，这不是熟人，而是外来的。像这种事情，夏邑没必要管。夏邑，你跟我出去说。同志，昨晚上咬你的那条狗是他家的，他是来赔罪的。另外带你去卫生所打疫苗。听到此话，黄大顺就着急了，自己可没答应啊，还是赔罪加打疫苗。没想到林位子的人居然是这么开化的民风，做错事知道道歉，还知道带去打疫苗。别的村子那些人可都是冷冷的，知道我是外地的，还大多爱答不理。这里倒是给了我一个惊喜。黄大顺知道逃不掉了，只能重新面对人。同志你好，我叫黄大顺，家里的狗不长眼咬了你，实在对不住啊。没事的同志，这也不能怪你。你现在能走吗？我带你去打疫苗。夏邑和黄大顺就扶着人下床去卫生院。很快两人就带着庄比豪到卫生院打了疫苗，不多时就回来了。庄比豪一路看着上河村的风貌和人，觉得比起一路过来几个村庄的人要精神得多。夏邑大叔，你们是去哪了？朋友不太舒服，去卫生院看了看。是吗？你这朋友看着眼生，我没见过吧？黄大顺这才知道，怪不得对人这么好，只是这人气质非同凡响。你是夏邑啊？这不才说是朋友吗？咋突然又不知道夏邑是夏邑了？这将来的市长怎么这么不会做人呢？打我脸干啥？庄比豪，这大早上的你有事？夏邑同志，你跟我来。很快，庄比豪带着夏邑进了自己的房间。夏邑，我想了一夜，我想交给你一个好买卖。好买卖？什么买卖？我希望你可以带领大家做蘑菇跟野味的买卖，然后带领大家共同富裕。你不是说你认识知味楼的吗？而且我觉得只有你才有能力做好这件事。那你是想让我把周边的村子也都拉过来做买卖，然后共同致富？这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情。抱歉，这件事儿你怕是找错人了。
你不愿意？我就是个小人物，我心很小，只管得了自己的小家。夏邑同志，你是连你自己也不了解自己，真要只管得了自己的小家，林围子的那些人你怎么会管？如果你是想要好处，我可以给。这就对了嘛，哪有人什么也不付出，只管得到的？只要你说出来，我想要你的一封介绍信。第二天，庄比豪离开了林围子。这次夏邑自己也没想到，他不但没有被抓典刑，没有进监狱被教育，还领了个任务走，而这个任务也算是生意。随后，夏邑找到了陈德胜跟黑皮。陈老大，小煤窑人员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可得把控好了，咱们小煤窑可不能出一点差错。放心吧，三哥，人员这块我都是牢牢把控的，可不敢让一只苍蝇飞进来，这可是咱们所有人吃饭的家伙。有陈老大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对了，三哥，东大街那边的事我也跟你讲一下吧。随后，陈德胜跟夏邑讲了一下东大街的情况。没想到有机灵的呀，那个瘦猴这么主动，倒是要给他留一条活路。三哥，那其他人呢？给一个人留活路就行了，那是咱们的态度，得让他们知道，咱们也不是赶尽杀绝的人。至于其他人，让他们去喜好了。咱们这态度给谁看的？给许多山那些人看啊！我得让他们以后想起这事来，半夜都得气得坐起来给自己一巴掌，后悔当时没第一个出来投降。另外的让其他人恨起这个带头的。总而言之，找了我爹他们的麻烦，还想无事发生，做他们的春秋大梦去吧。三哥心眼可真不大，不过做得好。东大街那些做生意的，结果也正如夏邑预料的一样，10几家铺子相继倒闭，短短1周时间就全部嗝屁了。当然这是后话。然后是黑皮你的事。三哥，这里还有我的事。小煤窑这边基本就这样了，所以我这几天开始不在这边待着了。陈老大现在管理人员事务，但其余客户联系等等其他的事情，他一个人是忙不过来的。本来这课我负责的，现在暂时交给你，能处理的就处理，处理不好的再联系我，能做到不？放心吧，三哥，就算不会也得会，我黑皮就是耐造。那我就可以放心将大权交给你们俩了。陈老大也给帮衬着点。放心吧，三哥，黑皮你不会的来找我就是了。这边的事交给他们俩。老四，你跟我走吧。小煤窑这边你暂时不用来了。三哥，这是又要带着我干什么大事去吗？倒不算大事，只不过是为了一些东西罢了。夏邑带着老四找到了梅姐。小姨，这怎么有空来找我了？梅姐，这不是最近没见你，甚是想念吗？有嘴滑舌的，说吧，到底什么事儿？是这样的，我打算在周围村子里收蘑菇以及一些野味之类的，不知道梅姐这里能消化不？小姨，我能问下你能收到多少布？一个村子收个2、3千斤，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几个村子，我估摸着怎么也有个上万斤了吧？这么多，那我这位楼怕是消耗不完。那没事，你就看能收多少，我到时候给你送过来。其余的我再想别的办法。那没问题，老陈你算一下，然后跟小姨报一下数字。夏邑在得到想要的答案后，就带老四离开了。三哥，梅姐只能吃下一把，剩下的怎么办？你记得那天咱们救的那个人不？当然记得，叫什么庄敏毛什么的。庄比豪，说什么呢你？这不是忘了吗？这个人身份不小，咱们这次收蘑菇收野味的事儿就是他安排的。原来如此，不过三哥这个挣钱嘛，咱们3毛1斤收，卖6毛1斤，一个月怎么着也在9万左右了，你说挣不挣吧？三哥有这么多吗？关键不在于钱，我们做这些是为了带附近村子共同富裕，懂不懂？这个任务我就交给你了，你能做好不？可是我不会做啊。是没什么难的，你去招几个人，然后带人去各个村子里收蘑菇跟野味就行了，收到后拉去卖掉，前期我会给你经费，等出几次货就没问题了。那行，我可以试试。就在2人商量之时，就见黑皮跑来。三哥，我好了，出事了。出什么事了？我他妈的就一天不在小煤窑，你们就给我惹事了？不是的，我是我们原氏，是徐金霞。徐金霞她出事了。什么？你说谁出事了？你特么的再说一遍啊！老四，你激动个卵啊！黑皮，你好好说，徐金霞出啥事了？咱小煤窑不是很安全的吗？是徐金霞她娘来了，现在非要把徐金霞带走，我让陈老大缠着她，赶紧给你通风报信来了。这林小凤怎么知道徐金霞在咱们小煤窑的？她来找徐金霞干嘛？我也不知道她咋知道的消息，不过看她脸色很难看，在咱们小煤窑撒泼起来了。看样子今天非带走徐金霞不可，至于干什么她也没说啊。算了，咱们去看看吧。老四，你去准备收蘑菇的事去吧。然而当夏邑看向老四时，发现老四一双眼睛充满了怒火。算了，你也跟我去吧，蘑菇的事不着急。很快几人就赶到了小煤窑，而此时就看到徐金霞的老娘站在院子里撒泼。你个死丫头，跑了这么久不回家，我还以为你死了呢，原来是跑这里来了。咋了？是这里藏了野男人还是咋地？你怎么能凭口污人清白呢？污人清白？这都多久了？你回过家一趟吧，成天跟这里的野男人们厮混在一起，你还想要什么好？有你这样当娘的吗？居然往自己女儿身上泼脏水，就那样的家，说那么多干什么？今天你非得跟我回家不可。
哪有女的天天不着家的？这说出去我老脸都丢尽了。林小凤，你来我小梅窑干什么？不知道这里闲人免进的吗？好啊，夏意，你可算回来了。我的小梅窑，我回来难道有问题吗？你回来的正好，你把我闺女拐卖到小梅窑给你干。打住，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当初可是你自己把你女儿逼走的，你怎么现在又来找了？她咋样那也是我家的事，关你屁事啊！你就说把我女儿拐到这地方，跟一群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怎么办吧？嘿，你特么的怎么说话的？谁不三不四了？这里的人都是靠自己的双手吃饭的，怎么到你嘴里就不干净了？真是奇了怪了，不靠双手难道靠双脚不成？肩膀上那玩意儿是装了屎的吧？气死我了！你们别拉住我，我非得打死这个老娘们不可！哎呦喂，你可吓死我了！来来来，你过来呀！够了，林小凤，你究竟想干什么？你要是再想在这里撒泼，信不信我让人把你丢出去？我保准给你摔得屁股开花！我不想干嘛，我就是让我家的丫头跟我回家，你怎么就听不懂呢？三哥，这可不行！金霞，你怎么想的？是跟着你娘回家，还是咋地？那个家我是不会回去的。从那天他把我推倒的时候开始，我就没有娘了。三哥，你要是收留我，我还在这里给你们做饭；你要是不收留我去别的地方求生，但那个家我是不会回去的。哎呦喂，可把你给能的！你不回去你干嘛？你是反了天了还是咋地？林小凤，你是听不懂人话还是怎么的？我已经与你恩断义绝了，从此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咱们老死不往来。想跟我断绝关系？我告诉你，你做梦！我就这么缠着你一辈子，我让你一辈子都不痛快。有时候真不是你惹不起就能躲得起的。徐金霞躲了好多天，结果还是被恶毒母亲找到了。想跟我断绝关系，还真是反了天了！我把你拉扯这么大，怎么长大了，翅膀硬了，就要飞走了？你到底要咋样？非要逼死我你才安心吗？从小到大，你可为我心疼过一次。这么多年来，家里什么脏活累活都是我干。你那个儿子是干嘛的？你个丫头，天生就是劳务命，你还在这儿跟我犟什么？你弟弟可是我的亲疙瘩，我怎么忍心看他吃苦？所以你忍心看我受苦受累？你个赔钱货，哪有资格喊累？赶紧跟我回家，我可是给你找了个好人家，到时候去了就有福了。啊，这就是你的目的吗？你就是为了把我嫁给别人才来找我？说什么呢你？我这是为了你好。说什么为人好，指不定就是把人给卖了吧，也不知道你卖了多少。你这个二竿子货，这里有你什么事？还有你这死丫头，赶紧跟我回家，回去我再给你讲讲人家有多好了，指不定到时候你比我还开心呢。我算是听明白了，你这是要把你女儿卖给别人是吧？最近我听人说你要给你儿子娶媳妇，这怕是彩礼不够来卖女儿凑钱。关你屁事啊！这是我家的事儿，我女儿怎么样也轮不到你吧？我就是卖了她，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怎么就没关系了？她是我们小梅窑的人，那就是我们的人。你想带走她，得先过我三哥这关。卧槽，老四你这是坑到我身上来了！这小子早就看出他心怀不轨，那这次就帮他吧。没错，你现在不能带走他。怎么着？你还要拦着我闺女不成？你就不怕我报警吗？那你报警吧，正好来把一个乱闯煤窑的闲人抓走。你，我这么跟你说吧，徐金霞你是带不走的，我们签了合同的，不到1年不能走，不然得赔偿违约金。当然，如果你非要带走的话，那把违约金交了吧。啊？什么是违约金？要赔多少啊？你当我小煤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你走了我食堂怎么办？这损失你得赔偿吧？本来是3500块的违约金，不过看在咱们认识的份上，就收你3000吧。掏钱了你就把人带走吧，不给你干了还要掏钱。再说了，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呢。没有就走吧，等1年合同到期再来要人。你要再不走，信不信我让人把你扔出去？啊！你死丫头，你给我等着，等我找人把你带出去。三哥，真有违约金？你自己明白就好，这事先就这样暂时拖着，等回头再想办法吧。三哥，谢谢你，要不是你，我真不知道今天咋办了。没事儿，你先去吧。回头我们想办法帮你把这事解决了。谢谢你三哥，谢谢你四哥。没事儿，这都是小事。下午夏一刚到家门口，就听到有人在家里说话着，声音很小，不仔细听还真听不到。难道是二姐来我家了？不过这会儿来干嘛？然而当他仔细一听，好像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夏一连忙冲进了家里。你装什么正经？你男人欠我3000块，把你卖给我了。你信不信我就是在这院子里把你办了？夏一看到后，屁都不敢放一个。你胡说，夏意怎么可能欠你钱？怎么不可能？他大哥当时跟我们借了好多钱，现在他大哥死了，这债务不就到他老三头上了？不过你们既然没钱，那老子就先收点利息吧。呀，谢，
可爱姑娘。张全，把你的猪爪给我放下！你特么要把谁办了？信不信我先把你给办了？啊！好你个夏邑，你这王八羔子，你欠钱不还，让你老婆抵账怎么了？你张全还要骂，可发现夏邑居然拿着铁锹往他身上打，吓得他连忙躲开。夏邑，你来真的？你难道要杀人不成？我打死你个混账东西！敢来我家里闹事，你活腻歪了不是？张全此时吓得连滚带爬的朝外跑去，边爬还要边喊：傻日郎，夏邑傻日郎，救命啊！两人一前一后，在夕阳下奔跑，那是他们逝去的青春。很快，两人被众人拦下来。张全，你腿上都是血呀，咋回事？夏邑太狠了，他要杀日郎。听到此话，吃瓜群众们不禁为张全打抱不平。这夏邑无法无天了，青天白日的居然敢打人。就是，还把张全打成这样，到底有没有王法？夏邑欠我3000块，我向他要账，他不还还打人，大伙今天可都要给我当个见证人，说句公道话呀！听到此话，众人却是一愣，仿佛见鬼似的看向张全。这夏邑欠人钱，你们看我干什么？这夏邑真的欠我钱啊！我这可是有欠条的。你特么的跟我扯什么谎？我特么的用得着欠你钱？夏邑，你小子想坐牢，你敢这样打我弟？你以为警察不管吗？没有王法了吗？你信不信我们哥几个能把你打个半死？张水搀扶了弟弟张全一把，就冲着身后那些堂兄弟使眼色。我还真不信了，你们不怕死就过来，冲到我家门口打群架，看谁理亏。你怎么不问问为什么打你弟？跑到人家屋子里调戏别人媳妇，这样的人被枪毙都不过分。听到此话，众人都愣了一下，张全的几个亲戚也愣了下。胡说八道！夏邑，你是自己混账，你欠账不还还打人，你这样的人迟早要去吃牢饭。吃牢饭？呵呵，看到底是谁去吃牢饭？就在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突然有人大吼了一句：“你们这些小兔崽子，一个个想干嘛？都给我滚回去！有事对我说。”吕书记，你来的正好，你看看夏邑给我打的，还有没有王法了？还有没有天理了？夏邑，你动手打人干嘛？有啥事不能好好说吗？就是，你还欠我钱，我跟你要钱，你给我打成这样，这合适吗？啊！夏邑欠你钱。对啊，很奇怪吗？怎么你们都这副样子？夏邑，你欠他钱了。我不知道我啥时候欠他钱了，我刚回家他就在我家里调戏我媳妇，你说我这能忍吗？不得上去给他2下。你放屁，明明是你欠钱不还的。你说我欠你钱，那你拿出证据来。别特么的一张嘴就我欠你钱了，信不信我让你这辈子都待在监狱里出不来？吕书记，这欠条我可是保存的好好的，您瞧瞧吧。吕有德将借条接过来一看，仔仔细细上下打量了一番，随后又扭头看向夏邑，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吕书记，你这么看我干嘛？总不至于我真欠钱了吧？我特么的需要欠钱吗？夏邑，你确实没有欠钱。听到了没？我特么的没欠钱，你这满嘴跑火车被破了吧？你先听我说完。虽然上边不是你的名字，但是上边是你大哥的名字，这欠的钱是你大哥欠的啊！所以你特么的拿着我大哥的欠条来找我要钱，还特么的调戏我媳妇。张全，我告诉你，你完了，这林围子你就别想待下去了，我特么的非整死你不可。你特么吓唬谁呢？我张家难道会害怕你？你大哥欠的钱你不还谁还？这钱你们夏家总该给个说法吧？三哥，出什么事了？谁惹你了？就是张家的这群玩意儿，你去小梅窑叫人，今天咱们非得让他们知道，居然敢调戏你嫂子。什么？敢欺负我嫂子？特么的，今天非弄他不可。来，夏邑，你别这样，都是一个大队的，别把事情搞大了，咱们有事好商量。那行，我今天给吕叔你一个面子，这小子今天给我好好道个歉，这个事儿咱就完了。至于欠条，别以为我不知道是给我大哥下的套，他若是非要，我夏邑又不是给不起，就看他能不能拿得起了。那行，我给他说说。张贤，听叔一句劝，给夏邑道个歉，这欠条的事你也别提了。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你这几天刚回来，不知道情况，懂不懂？听到此话，张全也是愣了愣。之前去外地，也是这几天刚回来，确实不知道很多事。岁哥，要不今天就先捏鼻子道歉。行吧，看你要咋样，总归是你挨的打不是？夏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你敢信？只因夏邑跟大嫂吃了一顿烛光晚宴，竟然破获了一件惊天大案。有胆子你就再说一遍，真是马王爷给你开了3只眼，小母牛拉裤裆了，给你这牛的啊！夏邑，你好，我道歉，这次是我错了，这次我认栽总行了吧？我知道张全你不服气，但我也把话给你说明了，欠条的事儿是我哥欠的，至于怎么欠下的，你自己心里明白。但你想让我接下这茬，我告诉你没门！你要不服气，你就来找我划道，但要是再让我看到你调戏我媳妇，我非把你埋了不可。好，我记住了，水哥，咱们走吧。夏邑呀，这也就是一个大队的，你也别放在心上了。俗话说得好，
和气生财嘛。吕叔，今天也就看在你的面子上了，不然非得让他知道小母牛怎么拉裤裆的。随后，夏邑就跑了一趟派出所，目的就是为了彻底解决张全。要不是这张全找上门来，我还真忘了这件大事呢。我记得前世破获了一件震惊全国的大案，在本市直接捣毁了一个拐卖妇女儿童的集团。这张全就是主犯，只可惜被这家伙逃了，直到30年后才落网。这次特么的，我看你往哪儿逃？随后，夏邑跟里面的警员说了关于张全的事，因为夏邑捐赠过一些物资给派出所，所以对于他说的事，警察都很认真的对待，并表示会彻底调查这件事。我最近都会来城里，若是有什么发现，一定第一时间跟你们汇报，同时也希望你们尽快将这种社会毒瘤绳之以法。那就多谢了。不过现在我们没有任何有力的证据，所以会花费些时间进行调查。只有十足的人证物证才能彻底解决这件事的。没事，只要别让他们跑了就好。这天下午，夏邑买了很多好东西往家里赶，就看到一大群人围在一起说什么。谁知道夏邑刚想穿过人群，却被人故意喊住了。夏邑，你昨晚上去了哪里？张四家丢的牛肯定是你偷的。我偷牛？你有什么证据？如果说可以信口开河，那牛肯定是你偷走的。毕竟你平时这样缺德事没少干。证据？这还要证据吗？你车上放的是什么？啧啧，好多肉呀，还有烧鸡。啧啧，居然还有水果，这得不少钱吧？你哪来的钱？该不是卖牛的赃款吧？听到此话的张四，这回眼睛都红了，一下子冲到夏邑的面前。少爷，我们无冤无仇的，你把我家的牛还给我，这事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我家买点肉和水果怎么了？干干净净的辛苦钱，像你张全挣的都是昧良心的别人的血泪钱，你还敢给我泼脏水？张四你也是糊涂，张全的话能相信吗？偷牛可是要坐牢的，夏邑你就老老实实承认，张全那也是为你好，你自己身子不正还冤枉人家张全。哎呀，都是一个村的，低头不见抬头见。夏邑最近做了点生意，他买点吃喝的也不算啥，偷牛可是要被警察抓的，这话可不能乱说。你说谁身子不正，谁冤枉谁？人张全可是好人，你夏邑晚上出门偷偷摸摸的，肯定去偷牛了。张全看到林小凤也帮着自己说话，笑得嘴巴都咧到后脑勺了。张四，你还是快去报警吧，这偷牛可是大事，夏邑偷牛就应该让他坐牢，咱们林围子可不能被这样的人坏了名声，就该让警察来抓他。林小凤也在一边添盐加醋，弄得那张四一咬牙，当着众人的面来了一句：少爷，你要是不还我牛，我就去派出所报案去。你们胡言乱语，冤枉好人，是非不变，凡事要讲证据。不跟你们说了，回家吃饭。夏邑看着这群人都站在了张全那边，他也懒得多说话，还是回家吃饭要紧，一溜烟就回家了。然而夏邑还没有吃几口饭，黑吉就冲了进来。三哥，出事了，张四去报案了，警察要来抓你了。抓我？我又没偷牛，怎么会抓我？放心吧，我没事的。就在这时，张全嚣张的声音响起：夏邑，你犯事了，赶紧跟着警察走吧。来的不光是张全，还有林小凤和张四，以及村里不少看热闹的人。问你几句话，因为有人举报你偷牛了，我会全力配合调查。你们跟我进屋子里吧。我就说夏邑这段时间怎么天天大鱼大肉的，他偷鸡摸狗也就罢了，居然还偷牛，我这真是倒8辈子霉，和这样的人做邻居。我就知道夏邑不是好东西，这次偷牛不被抓的话，下次也会因为打架被抓。没看到他多狠吗？上次差点把我打死，这样的人就是蝗虫祸害，警察不会饶，把他关起来枪毙。张全，你别瞎说，这警察还没定罪，说不定张四的牛不是夏邑偷的，何况就算是偷牛，最多判刑，怎么会枪毙？正在大家叽叽喳喳的时候，夏邑和那警察走了出来。那警察表情很严肃：你最近少出门，要配合外面的传讯，要是有证据，我们会直接抓走你。一定配合。因为没有人证物证，所以不能抓人。那警察耐心的解释一番后就离开了，只留下愤怒的张全。我呸！我说我家鸡蛋怎么总是不见了？原来我家旁边住了一个贼，警察今天不抓你，说不定哪天就把你抓走了。林小凤，你别血口喷人，你家鸡1月下了29个鸡蛋，你就会觉得有一个鸡蛋被人偷了。夏邑，你这没教养的东西，有你这样和长辈说话的吗？呵呵，你算哪门子长辈？滚蛋！这夏邑迟早要吃枪子，被警察枪毙。我今天话就放在这里，大伙不信可以等着瞧。吃枪子被警察枪毙，既然你都说出来了，那我今天就索性就和你打个赌，看到底是谁以后要吃枪子被警察枪毙。比就比，谁怕谁？难道我张全还怕你一个偷鸡摸狗的？张全的话刚说完，突然像是看到什么，一下子变得兴奋起来，用手指着一个方向喊：嘿嘿，夏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就等着被抓吧。那些警察又来了，不过这一次来的人更多了，
这说明这些警察肯定是有证据了，才来重新抓夏邑。哎呀，真的是警察又来了，偷人家牛干缺德事是会遭报应的。我的计划终于要成功了，夏邑你就等着吃花生米吧。谁是夏邑？谁是张全？我是夏邑，李警官。而张全觉得有点不对劲，他刚答应一声，却见2个警察将他铐住了。啊，警察同志，你们是不是弄错了？偷牛的是夏邑，他才是夏邑，我叫张全。没错，抓的就是你，我们盯着你好多天了，怎么可能弄错？不是，我没办法啊，你们抓错人了。夏邑偷的牛，他在那里，那才是夏邑。张全头上开始冒汗了，此时他很慌，想寻找着机会看能不能跑了。我不能被抓，那些事情要是暴露，绝对会吃花生米的。可当张全的目光落在张水的身上时，他才彻底绝望了。完了，张水也被抓了，我们的事败露了。警察同志，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他是张全，这人在我们村里挺老实的一个人，喜欢小偷小摸，偷牛的是那个夏邑。那些围观的村民这会儿也傻眼了，刚才夏邑和张全还在对骂赌咒，谁会被枪毙之类的话语，这反转也太快了吧。张全不是偷牛，他的罪行比偷牛更加严重，偷牛最多10年8年，他罪行成立的话会枪毙。而我们这一次破获了一个重大案子，这多亏了夏邑同志提供的线索，随后会有公安部门的奖励和表彰会送过来，谢谢夏邑同志了。听到此话，林小凤的嘴差点能装下一个榴莲，甚至那些警察离开后，这些围观的村民都像是做梦一样不敢相信。林小凤怎么张这么大嘴巴？是想让我给你嘴里塞满粪吗？夏邑只是奢侈的喝了一碗20块的羊汤，竟然引来全村人的嫉妒。夏邑，我们需要谈谈你的煤窑。我的小煤窑有什么好跟你们谈的？夏邑，你的煤窑我可是看在眼里，哪像我们这些日子依旧风吹日晒。你说，我们作为一家人，应该如何互相帮助，不是吗？是啊，你知道的，我们的田毕竟不如你的煤炭赚钱，家里还有老小，你能不能？他们的言下之意显而易见，都是希望夏邑能在煤窑的利润中分出一部分来照顾他们。大伯、二伯，我何尝不想让整个家族都好？但是煤窑的生意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前期的投入、风险，还有未来的发展规划。夏邑，你是家族的一份子，家族兴旺，每个人才能过得更好。你的成功不能只是你一个人的，否则……他没说下去，但那否则2字却像是重石般压在夏邑的心头。家族的束缚和乡里乡亲的嫉妒，这都是夏邑必须面对的。大伯、二伯，我理解你们的担忧，但同时我也有一个提议。我的想法是，村里的年轻力壮的人可以来煤窑帮忙，这样既解决了家族内部的就业问题，也能让利润更公平地分配给大家。只是每个人必须为此付出劳动，而不是白白分金。大伯和二伯对视了一眼，他们没想到夏邑会提出这样的方案，既能保证自身的利益，又似乎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他们的利益请求。这个方法，我们回去讨论讨论。这或许是个开始，我们可以先试试看。第2天，夏邑上了趟小煤窑，刚到没多久就发现了一个安全隐患，地下支架的木头出现了裂纹，这里必须尽快处理，否则会有危险。所有人都停工，陈德胜让人下去解决。经过数小时的紧急修复，安全隐患被彻底解决。陈老大，以后这种安全隐患可要注意了，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放心吧，三哥，以后绝对不会出现这种事情了。还好你发现的及时。行了，你们继续干吧，一定要注意安全。晚上，夏邑回到家中，发现屋内气氛略显紧张。林秀秀正与2位家族长辈低声交谈，脸上带着不易察觉的忧虑。怎么了？看你们的样子，好像有什么事情。下午王大妈带人来了，他们要求你关闭煤窑。关闭煤窑？就因为一些尘土和噪音？他们声称煤窑影响了生活，严重的话还说有安全隐患。这个问题必须去解决。煤窑对我们家，对整个村子都很重要。一日清晨，夏邑踏进村委会的庭院，王大妈已在一群村民中掀起一阵骚动。夏邑，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连喝水都带着霉味儿。我明白您的担忧，王大妈，但请让我说明。说明你发的那点工钱能买到清净布？我们不只是要钱，我们的健康，孩子们的健康，那比钱还重要。我可以保证进行环境改善，我们可以为村里修建一口新井，保证水质。还有新井，今天许诺的新井会不会跟你上次的绿化一样，只是个空头支票呢？夏邑感到一阵无力，他的合理化措施在王大妈的激烈反对下似乎并不管用。那王大妈，您有什么建议吗？我愿意聆听。建议很简单，关闭煤窑，还我们一个清静的村子。周围的村民
或点头，或窃窃私语。夏意的努力迎合，显然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他的提议像是石沉大海，无法平复村民的怒火。王大妈，关闭煤窑不仅仅关系到我的家庭，还关系到村里每个需要工作的人。我们可以一起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我已经告诉你了，关闭煤窑就是解决问题。可我们都需要生活，你难道不想看到村庄变得更好吗？变得更好？你就是个破坏者。我们的村子以前不是很好吗？王大妈说的对，我们以前虽然穷，但天空清澈，水清凉。那你们怎么不跟夏意一样去做点有益的事，而是在这里瞎喊呢？你就是被夏意收买了的走狗，只会听他的。别骂人，大家都是一家人，不要相互指责。一家人？你真把自己当家人了，就不会带来这么多麻烦。王大妈，我是真心想为大家好，但你没有给我改善的机会。改善？现在给我们的都是问题，你还有什么资格谈改善？气氛逐渐变得紧张，夏意似乎成了众矢之的。我们不要你的煤窑，也不要你在这里的改善。王大妈，与其关闭煤窑，我为何不试着彻底改进它呢？让它变成我们村的骄傲。骄傲？别做白日梦了。你让我们失去了宁静，你给的痛苦比任何骄傲都多。你只看到了困难，我看到的是前进的道路。每个变革都需要时间，我们必须顺应时代。顺应时代，我们需要的是清新的空气和安静的夜晚。你的前进道路是建立在我们痛苦之上的。夏意，是不是我们的苦难在你眼里一文不值？请听我说，我们可以引进先进的清洁技术，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我会负责这一切费用。先进技术，到头来我们还不是得吃你留下的灰尘？夏意，你说的都是些未来可能做到的事。现在我们呼吸的空气可是实实在在的脏。我理解，我完全理解。让我做出具体的计划，我会透明化每一步的进展，让大家监督。监督？你给了我们什么可以监督的？到目前为止，除了挥来挥去。夏意，不是我们不喜欢新鲜的事物，但你给我们的承诺都飘散在风中。我含辛茹苦开创了煤窑，就是为了给我们大家一个更好的未来，难道不值得给我一次机会吗？你想得美，我们需要的不是未来的空承诺，现在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好，我会立即行动，但我需要时间，不是单凭一两句话就能解决的。时间？你给我们的问题已经够多的了，现在要我们给你时间？是啊，夏老板，你给我们的影响已经立刻见效了，为啥你的解决办法就要这么长时间？改变需要过程，我请求你们给我一点时间，我会亲自监督整个流程。亲自监督？你想让我们再相信你的监督？上次的承诺还没兑现呢。就是你的监督就和你那煤窑一样，充满了烟与灰。我知道过去有不足之处，我愿意彻底改善。改善？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改善吗？关闭煤窑，还我们一个清静的生活，那才是改善。王大妈，煤窑不只是我的，它关系到很多家庭的生产生活。我们不关心你的煤窑，我们只在乎我们的家园。不就是些煤吗？你想赚钱，我们付出的却是健康。我也是为了村子好。为村子好？你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怎么说服我们？我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结果。请给我一次机会，我会证明给大家看，煤窑能带来好转。证明？夏意，你已经没有证明的机会了。我们今晚就要个说法。王大妈，你别带节奏行不行？关闭煤窑不只是结束生意这么简单，这关系到很多人的生活。我们已经受够了煤窑带来的烦恼，夏意，是时候停下来了。我求求你们了，煤窑能为村子带来发展，不要草率做决定。发展？先让我们能呼吸到干净的空气，再说发展吧。没错，夏意，今晚你必须给我们一个满意的回答，否则我们村民会有自己的行动。王大妈，任何问题都有解决的办法，我们可以解决办法。除非这办法是现在就关闭煤窑，不能这样草率行事，让我想想其他办法。其他办法？你已经没有时间了，我们不能再信任你。夏意面对着愤怒的村民们，突然门外传来了一阵汽车发动的声音，一辆外地车牌的车子停在了村委会的门前，从车上下来了几个穿着整齐的人，他们看上去像是官员或者专家，朝村委会走来。这是什么情况？来的是什么人？夏意有些惊讶，他不确定这些人的出现是好是坏。夏意，这是你找来的救援啊？什么我找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等会儿不就知道了。只因村里的大妈揭竿而起，竟差点让夏意的小煤窑关门大吉。你们好，我们是环保局的，今天来这儿进行环保检查。检查啥子？能让我们的水变干净吗？原来是环保局的同志。王大妈，他们检查的是小煤窑，不是井水。不过我相信我们的小煤窑是没问题的。随后，夏意将众人带到了小煤窑。夏先生，我们先从主要排放系统检查起。当然没问题，就在那边。陈德胜，你带他们过去。没问题，各位跟我走吧。很快，环保局的人跟着陈德胜开始检查小煤窑。
三哥，真的没问题吧？放心吧，肯定没问题，我们按照规定做的。不过夏意的话还没说完，就被王大妈打断。不过什么？我就知道肯定有猫腻。我是说，不过还是希望环保局能给我们公正的评价，我们对村里的环境也很在乎。环保局人员开始忙碌起来，设置仪器取样排放。在这个过程中，一位老工人不小心踩到了一根电线，另一个检测器差点掉落。哎呦，不好意思，手脚有点不利索。没事，安全第一，大家保持距离。就在环保局准备启动仪器时，二哈突然冲进来，对着仪器狂吠不止。这狗可能是对新玩意儿太好奇了，哈哈，看来我们又多了位助理。环保局的工作人员在小煤窑外忙着设置复杂的检测设备，手忙脚乱的样子让几位观看的村民窃笑。需要帮忙吗？虽然我对这些高科技不太懂。谢了，我们搞得定。这些仪器虽然看上去复杂，但也就那么回事。就在此时，一台仪器突然发出尖锐的响声，引起所有人的注意。哎呀，不好意思，操作失误。看来这些城里来的专家也没那么靠谱嘛。没事，每个人都有失误的时候。关键是我们都希望对小煤窑有个公正的评估，不是吗？夏先生说的对，我们保证，尽管设备老旧，但评估结果绝对准确公正。这时，几个村民在旁边窃窃私语，议论着环保局的真正意图。我们现在开始检测，请大家稍退一步，保持距离。夏意在旁观看，心中清楚，这次检查对小煤窑，对整个村庄来说意义重大。他暗下决心，无论结果如何，都要为村庄找到最好的出路。仪器一经调试完毕，便立即启动，进入了正式的检查阶段。环保局工作人员紧盯着从仪器闪烁的屏幕上跳动的数据，一丝不苟。夏意和王大妈站在不远处，试图从工作人员的表情中读出一些端倪。看这仪器的指示灯跳得比村头老李家的那只大黄还欢快。确实，那大黄倒是一直在我们村以跳跃高手自居。仪器突然发出更响亮的滴滴声，打断了两人的轻松对话。环保局的一个工作人员蹙眉看着某个数据，这个数值有点超标。夏意的脸色稍显紧张，而王大妈则是一副我就知道的表情。看吧，我就说这煤窑肯定有问题，我倒要想看看夏意你怎么解释。数据只是一方面，我们得看是哪里出了问题，毕竟我们已经按照规定做了不少治理。此时，一名环保局工作人员注意到了夏意和王大妈的对话，走了过来。确实，我们这次是全面检查，包括治理措施的实施情况，单一数据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王大妈虽然还想说什么，但在专业人员面前也只好闭嘴。而夏意在旁边微微松了口气，他知道这次检查的结果关系重大，但也只能静待最终判定。就在环保调查进入关键时刻，二哈悄悄靠近了检测区域，他似乎对这些陌生的发出各种声响的仪器感到极大的兴趣，并开始用鼻子细致的嗅探。这只小狗也来帮忙监督了吗？看来他对你们的设备挺感兴趣的，也许我们真的可以让他来做个小助手。照你这么说，若是这狗能找出问题来，那咱们村是不是该请他当村长了？一旁的其他村民听到王大妈的话，不由得发出了哄响。环保局的工作人员则尝试保持专业，但他们的表情中也流露出对这突如其来的协助者的无奈。好了，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上来，继续进行检测。夏先生，您和村民们请稍微后退一点，以确保安全。这时，二哈似乎意识到自己成为了众人的焦点，却又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便开始围着仪器跑动起来，引得大家又是一阵笑声。很快，紧张的检查终于结束，环保局的工作人员开始正式评价。经过我们的全面检查，我们为夏意先生的小煤窑给出了初步的评估。好消息是，整体上你们的煤窑运作是在我们的可接受范围内。不过，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改进。王大妈听到这里，眼中带着一丝不满和怀疑。既然环保局都这么说了，我也就没啥好说的了。不过夏意，我希望你真的能像你说的那样，把煤窑问题彻底解决。我不想再听到有人抱怨水质问题了。王大妈，我理解你的担忧和大家的不便，但请相信我，我们肯定会采取措施，不仅仅是达标，我们要做得更好，保护我们大家的家园，是我责无旁贷的责任。这时，另一位年轻的环保局工作人员忍不住插话：其实，我们今天在检测中也发现了一些先进的治理技术正在使用，这是个好的开始，但仍需持续改进和监督。一些村民开始私下交头接耳，议论着夏意的小煤窑究竟能不能真正实现环境改善，同时也讨论着环保局的评价是否公正。夏意的表情中透露出一丝挑战性，他知道这只是个开始，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到来。我听到了大家的声音，今天的结果只是我们努力的一部分展现，请大家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会用行动证明一切。黄昏时分，夏意站在小煤窑外，远处的天空渐渐染上了晚霞。此时，村庄的宁静只被偶尔的鸟鸣打破。
夏意，你这么折腾有意思吗？就算环保局今天没找出毛病，我看你迟早也要给自己找麻烦。王大妈，我做的每一步都是为了我们村子更好的未来。我知道你可能现在还不理解，但我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好，我希望你能做到这些，但是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你要是做不到你说的事情，我们都不会善罢甘休的。这时，远处传来汽车的声音，两人的目光被吸引过去，一辆黑车慢慢接近，停在了不远处。就在此时，夏意突然想到了什么，脸色变得难看起来。不管面对什么挑战，我都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不会让林维子受到伤害的。王大妈看着夏意，眼神里的不屑渐渐变成了一丝复杂的情绪。她转身离开，没有再说什么。无论你是谁，我都会保护好这个地方的。只因夏意把地上的垃圾扔进了垃圾桶里，竟遭到黑衣人的威胁。你是有什么事吗？夏先生你好，我叫张明，我听说你们的小煤窑在今天的环保检查中表现不错，还行吧，勉强通过。你是为这事来的？不，我今天来是想跟你合作的。合作？不知道我们能有什么合作？我知道你想更进一步，小煤窑发展到现在，你是不是已经到了瓶颈期了？你说的没错，我最近确实在思考如何进一步发展。你能否具体介绍一下你的合作？当然可以，不过我需要告诉你的是，这次合作很可能会引起一些震动，不仅仅是对你，也包括你们林维子。我知道任何改变都不会简单，但只要对我、对整个林维子有好处的话，我愿意去寻求改变。只是你能告诉我这会引起什么样的震动？这个我们可能需要换个地方讨论。在此之前，我需要告诉你的是，如果成功，不仅仅是你，还有你们整个村子都会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反之，可能会招来未知的危机。未知的危机？那是什么？夏先生，如果我知道的话，那还叫未知的危机吗？随后，夏意带着张明回到了家中，只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在他们远处有一个黑色的人影，如同毒蛇一般盯着他们。此时，在夏意的家中，张明将一些资料放在了桌子上。我想夏先生应该知道，国家近年来开始朝着环保的方向前进，在我看来，这很可能是一个大的前进方向——可持续发展。没想到夏先生了解的这么深入，连可持续发展都知道。偶然听朋友说的，不足为道。张先生，还是说说你的计划吧。我们现在得到了一项煤清洁技术，但是需要先在一个地方进行实验并完善，而夏先生的小煤窑刚好进入了上面领导的眼中，所以你懂的。按道理，小煤窑这么多，我的小煤窑也不该进入上面的眼中。莫非是冯祥东？听起来似乎很有前瞻性，但他需要多大的改变？我担心这会不会有些不便。而且费用呢？还有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支持？改变是需要一些牺牲和努力的，对于费用和支持，市政府会有一定的补贴，但更重要的是我需要你们的信任。改变伴随阻碍跟机遇。张先生，您之前提到的未知的危机是什么意思？还有我们要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夏先生，煤窑的改变势必会牵扯重大，甚至会影响到某些人的利益，总会有人不希望这个计划会成功的，所以未知的危机也会从中诞生。张明的话让整个屋子中的空气都凝重起来。秀秀，你觉得我该怎么选择？小易，凭着你的心来吧，我永远相信你。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他们的讨论。这谁啊？这么晚了还来敲门？快去看看，说不定是有什么急事。当夏意出去后，发现来人是隔壁的梁成。老梁，你找我有啥事儿？夏意，不好了，你快点跟我走。虽然夏意很想问什么，但看着麻溜逃走的梁成，还是跟了上去。梁成，现在可以说说发生什么事了吧？夏意，这几个人来找咱们村麻烦的，好像说是为了阻止你干什么似的。夏意有些疑惑地看向几人，几位，几个意思啊？听说你想要改造煤窑，搞什么环保项目？我告诉你，老老实实的做你的煤炭生意，否则……什么鬼？这张明刚跟我说的项目，他们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难道是那些人这么快就要动手了？呵呵，那你们可真是猴急了。这种急着跳脚的，不过是一群蝼蚁罢了。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但我告诉你，有时候有些事不可为，有些事必须为。小子，别以为挣拿破钱开个小煤窑就很牛逼了。我告诉你，这个社会可比你想的复杂多了。别最后啥事没办成，给自己惹一身骚。一群乡巴佬，是不是以为做点什么就能改变什么？现实比你想象的残酷多了。最好早点认清自己，夹住自己的尾巴。哼，我不想找麻烦，而且我这个人也不是个喜欢麻烦的人，但我更不喜欢被人威胁。你们可以滚了，告诉你们身后的主子，有种自己来，别放狗来。小子，你特么的全身上下就属嘴硬了是吧？既然你想硬碰硬，那咱们就走着瞧，等着你的小煤窑关闭吧。你们凭什么这样欺负人？我就要改造，夏意，先把我改造了，改成人造人好吧？滚蛋！你先回去捏个脚，清醒清醒吧。对了，昨天摆摊的时候发现一款超好玩的游戏。什么游戏？就是我左下角的这款别卷了，修仙吧，现在点击左下角就能畅玩。那还等什么？赶紧下载，跟我一起来畅玩吧。好了，游戏等会儿再玩。那个家伙好像生气了。
为什么？力量懂吧？如果你们有力量，我们也不敢来嚣张。但是很显然，你们属于弱者，弱者也只有被欺负的资格。好了，话我已经带到，你们自己考虑，别让下次见面是你们小梅窑关闭的时候。几人阴森地笑了几声，随后转身离开。夏意，你这小煤窑究竟怎么回事啊？怎么最近老这么多破事，搞得我连摆摊都觉得姿势不对。你特么的是捏脚姿势不对吧？乡亲们，我知道大家现在一脸雾水，所以趁着今晚，我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跟一个坏消息。先讲坏消息吧，我喜欢坏消息。那好，我们先讲好消息。我们的小煤窑接下来将会进行一场革命性的改造，我们称呼为绿色煤炭，将会让小煤窑更加的清洁环保，同时也会让小煤窑的产出更多。同时，我决定在小煤窑中拿出1成收益，贡献到林围子的建设，而且也希望村里更多的人到小煤窑进行就职。所以，坏消息到底是什么？坏消息就是有人不希望我们去做这件事，因为这件事威胁到了他们的利益。但这件事我们不得不做，总有人第一个吃螃蟹，为什么不能是我们？何况是这种利国利民的好事，你们说对不对？干就完了。那些人想要吓唬我们，那他们找错人了。我们林围子的人就没孬种。夏意说的对，我们要吃螃蟹。当然，我们的背后站着的是我们的国家。我旁边这位张明先生就是从市政府里来的。没错，各位放心，我会立刻向上级报告这个情况，为你们争取更多的支持和保护。夜色似乎有些凌厉，但却有丝丝暖意，仿佛在支撑着这些淳朴农民继续前进。次日清晨，夏意在村子里闲逛，却看到2位下棋大爷似乎在争吵着什么。你这是走下棋，明明是我的水塘，怎么你一棋下去就成你的鱼塘了？我这是遵循古法，水连鱼塘，鱼塘连我。你这样质疑，不是不尊重我，是不尊重规矩。二位伯伯，不是我说你们，这棋局也不过是消遣，何必动这么大的火？照我说，下棋就是修身养性，大家围坐一起，不过是图个热闹和乐子罢了。夏意说的没错。大家聊聊村里的事，说说小煤窑的事情，不比争这个强多了。就是，不过你们可要往好了说啊，别带节奏。小夏，你心思活络，总想着给村里带来改变，只是这辈子我习惯了老样子，一时间改不过来。改不改，还不是看咱们，就跟这棋局一样，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老少坐在一起，谈笑风生。说的没错，小夏，你给我们闯出一条新路来，我们老骨头也支持你。以前我们吃饭都快成问题了，现在你这小煤窑开起来，我们村里都富裕了不知道多少了。咱这不是跟着党领导的方向走吗？这叫啥？这叫共同富裕。当天夜里，夏意正在给大嫂讲教导，突然听到有人在敲门，赶紧穿好衣服出去开门。等再进来的时候，却是一脸愁容。小意，你怎么了？刚刚谁敲门的？不知道，只留下一封信。夏意将信递给林秀秀，林秀秀看着信封读了起来。追求改变，但要警惕未知的敌人，这是什么意思？是有人要阻止我们吗？不知道，不过这封信的主人貌似对我们没有恶意。那我们该怎么办？是否需要告诉其他人？不管对方什么意思，我们也不能因为一封信就止步不前。告诉大家，让大家有所准备，总比我们独自忧虑要强。就在这时，敲门声又响起了。然而等他出去后，发现依旧没有人。正当他打算关门时，却发现在远处似乎有个人影在看着自己。二姐含辛茹苦的将夏老三喂养长大，而夏老三想的第一件事，竟然是如何将其嫁给一个老百姓。二姐，这又是谁招你惹你了？还不是娘让我去相亲。只能说都是大哥的锅，上一世全家穷的裤衩子都买不起，二姐一直到26才结的婚。不过那个姐夫倒是没话说，人是真好人，可这命也是真的不好。当时因为2伙人打架去拉架，结果打架人跑了，自己却被抓了。倒霉的是刚好遇到严打，直接被判了2年半。后来出来哪里都找不到工作，自己干个体户都赔得裤衩子都要当掉了。不过后来跟二姐在一起，倒是真心会疼人，这个姐夫可不能让他跑了。二姐，谁给你介绍的对象叫啥？家里几口人，人均几亩地，地里几头牛？扯什么蛋呢？信不信我抽你呀？就是老爹揍他。闺女啊，你都多大了？人家给你介绍对象是好事，不给你介绍才要命呢。二姐脸上一红，她心里也明白，可女孩子总归是会害羞的。咱进屋瞧瞧，看看到底是哪家的牛粪。很快几人就进了屋，只见大队的陈婶子正坐在堂屋跟夏姨爷奶说话，老娘和林秀秀也在。哎呦，说起来你们家姑娘年龄也不小了，是真不好说，但谁让人家就信什么女大三抱金砖的说法呢？要是行，明天安排他们见一面，不过我可不保证一定能成，得看人家男方怎么说。那肯定的，陈婶子，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我家闺女这时要是能成，我拉肉去谢你。这老夏家现如今发了财，这要是送谢礼，那肯定不会薄了。陈婶子，麻烦你惦记我们家姑娘了，感谢，太感谢了。老夏大哥，咱们2家这关系，我肯定得帮侄女想着。
小易，婶子够意思吧？确实感谢陈婶子，不过我受累问一下，您给我姐询问的是哪个大队的，干什么的？是小胡庄的胡信言，比你姐小3岁，他爹叫胡志成，是小胡庄的书记，家世可不一般。小胡庄的胡志成，胡书记，这家人不合适吧？你姐跟人家儿子相亲，你管人家爹干什么？就是小孩我见过，长得卦相，是个人模子，好看着呢。是吗？那还真是不错啊。不是我拦着二姐姻缘，这是我二姐，我能不向着她吗？主要我听说这个胡书记名声不太好名声不好？怎么就名声不好了？之前小胡庄不是出了个事吗？说有人晚上翻寡妇家院子，大晚上被寡妇家小叔子给堵了，那人跳沟里才跑掉的。还有这事儿？那人谁啊？听说那人就是这个胡书记。听到此话，在场几人都吓了一跳。只不过这事儿还没爆出来罢了。我记得好像是那寡妇小叔子喝醉酒把这事儿给抖出来的。小易，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肯定是真的，人家没事，没道理去编排胡志成的。不是有句话叫无风不起浪吗？老三，要我说，这是缓缓，不管是真是假，得先问问清楚，别回头害了姑娘一辈子。那肯定的，我就是再混，也不能拿我闺女一辈子开玩笑啊。此话一出，陈婶子就尴尬了，她上门倒霉，结果搞出这么一出，回头没查到还好，真查出什么来，她也要跟着脸上无光。把陈婶子送走后，夏意几人一起进了二姐的屋子。二姐，你想找个啥样的？啥样的都不想找，我就想在家。咋的？你们想撵我走？众人连连摇头，倒是老五眯着眼睛。二姐，不是我说，你这遭是逃不掉的。爹娘多好面子的人，等你年龄到了，瘸子、瞎子恐怕都敢往家里领。你要是聪明，就赶紧主动找个自己喜欢的。我是真不想出去，在咱家顿顿有肉吃，去哪家能有咱家这条件？我舍不得大肥肉。夏意兄弟几个齐齐翻了个白眼。好家伙，搞到最后你舍不得大肥肉，你怕这个干啥？大姑小姑过得不好，老三还不是帮衬了？你要是过得不好，老三还能不管不问？对呀，老三，你帮姐找一个你这样的，会挣钱、会疼人的，长得丑没事，会心疼人就行。我得过得跟嫂子一样好才行。二姐，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伤人？什么叫长得丑点没事？你弟我在大队，哪个不说是俊后生？拉倒吧！你现在问村里的狗，狗都说你俊，他怕不说你俊，没骨头吃了。三哥没事，男人有本事就行，样貌什么的又不能当饭吃。以后家里模样这块有我，本事这块有你，你看成不？你给我滚一边去！你长得还不如我呢！兄妹几个人在一起说说笑笑，这就是兄弟姐妹多的乐趣。再往后倒是没有这样的机会了，独生子女将走上舞台。第二天，夏意琢磨着出门，结果被老五堵住了。四哥，你干啥去？见到三哥了没有？老五，你够了，寒碜人呢不是？你四哥长那么丑，你也能把我弄混了？我操！该不会我在别人眼里真跟老四长一个损色样吧？原来是三哥啊！我这些天眼睛有点不舒服，看人总模糊，所以没认出来。你这症状啥时候开始的？好像没多久，也就这几天的事情。眼睛的事情，夏意不敢大意，赶紧拉着老五去了趟医院。问题不大，就是近视了，带着去配副眼镜就行了。以后得保护一下，不然这度数真起来了，还是会影响后续生活的。让你在书桌看书，在书桌看书，你那死秃就喜欢趴在床上看，近视了吧？那下面了，被窝里多暖和。夏意被老五气得哭笑不得，只好带着他配了副眼镜。怎么样，能看清楚不？那可真是太清楚了。三哥，你说这东西咋这么神奇呢？我再加完酒瓶子就没这效果。少玩点那些乱七八糟的，都老大人了。三哥，我乐了，咱回家吃饭去吧。不回去吃了，今天带你下饭店。随后，夏意带着老五去知味楼吃饭，打算搓一顿好的。老陈在吗？咋了？出什么事叫我叫的这么急？老陈，你这是放水呢？夏老三，你就缺德吧？没事，你瞎叫什么？搞得我这没完事就往外跑，我还以为外面出事了呢。说完，老陈怒视夏意，扭头又回去了。你说你这德行，谁看到能相信你是咱们淮东最有钱的大老板啊？自己看，想吃什么点什么。老五没有客气，拿过菜单就开始研究了。夏老三，你不去包厢啊？去那干什么？就带我弟吃个饭，没那么多讲究。真不去包厢？那外国姑娘可在包厢里呢？薇安，得了，我去打个招呼。老五，你好好点，吃不饱可不管第二顿。别听你哥的，以后馋了就来这，你哥不管我管。夏意好笑的摇了摇头，然后朝老陈指的包间走去。薇安，你是认准这里了是吧？夏，你怎么来了？来吃饭的呗。说罢，夏意看见包间里除了薇薇安外，还有两男两女。此时见薇薇安和夏意这么熟络的样子，都有些意外。夏，这些都是我朋友，这是瞿东，这是蒋依依，这是郑北，这是陈宇。各位好，打扰你们吃饭了，怪不好意思的。一会我让知味楼送个菜，当是赔罪了。那行，各位继续吃饭，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
薇薇安，怎么不让你朋友一起吃点？夏还有事呢。薇薇安，你这个朋友是叫夏一，对吧？没错，这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听到此话，郑北和瞿东立即对了个眼色，便没有再说什么。完了完了，三哥出事了！今天早上市里煤安局来人，让咱们停业整顿。啊，整顿？整顿什么？我们又没出安全事故，手续也都合法，让我们整顿的理由是什么？不知道，我问了，人家压根懒得搭理我们，在井口给挂了红牌，说不追债，追债处理谁？夏一有些纳闷，煤安局是煤矿的上级单位，让你整改，你就必须要整改，这点上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三哥，我问他们什么时候能摘牌，他们跟我说什么时候整改完毕，什么时候摘牌，然后又不告诉我们到底整改什么。我感觉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事啊？有事？那肯定有事，就是不知道这是大是小，是冲着什么来的了。夏一不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事，只好打电话给冯向东，结果是肖助理接的电话。夏老弟，你找冯矿，他不在啊，之前不是准备调动吗？所以前阵子找人活动了下，现在去党校培训去了。肖哥，我这边遇到麻烦了，煤安局早上来挂他牌，让我们停业整改。知道是谁找的是吗？还是煤安局就是去打个秋风？听意思不像是来打秋风的，可又问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我准备跟冯哥请教一下，看看到底是谁，是冲着小煤窑来的，还是冲着我来的？其实你没必要问，人家既然出招了，不可能只是为了恶心你一下，你就算是不去找，他们自己也会跳出来的。确实，不过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别等我知道是谁的时候，已经不好处理了。说的也是，那我帮你问下，看看谁手这么长。三哥，那现在怎么办？行吧，这个时候就别给对方攻击我们的把柄了，先停下来。正好这段时间大家也都挺辛苦的，休息一下也是好事。三哥，其实要我看，这事情也好处理。怎么个好处理法？现在用咱们煤的私营厂子不少，咱们要不行的话，就鼓动他们停产，都是各个地方的大腿子。到时候压力一来，我就不信煤安局还敢让我们停产。别扯淡了。鼓动私营厂子跟官方机关作对，老陈你想什么呢？你说的没错，雷公山小煤窑停了，影响私营厂子生产，但人家大不了把雷公山小煤窑收回去，再卖一次。我们只是夏屠夫和陈屠夫，没有我们人家照样吃肉。三哥，你就当我放了个屁！卧槽，说不定对方打的就是这个主意。我要真跟煤安局对抗，上面直接就能把我拿掉，到时候小煤窑是谁的就不好说了。这些人真够阴险的呀！就在夏一觉得棘手的时候，老陈找上门来。老陈，你怎么来了？老陈看了一眼另外一个老陈，并没有说话。有什么事直接说呗。小陈不是外人啊。那我到底是老还是小啊？夏一，你最近小心点。我那天上厕所的时候，听到有人要搞你呢。老陈，你怎么老是在厕所里待着呢？带薪拉屎？嘿，我最近便秘，我是拉不出来，不是一直在拉。而且你抓一抓重点好不好？我是说有人要搞你。你是说跟薇薇安吃饭的那几个人？夏一突然想到自己那天在知味楼也就见过薇薇安。没错，就是那个叫瞿东和郑北的。我在厕所听到他们两个说话，说是要搞你。原来如此，老陈，感谢，太感谢了。别谢了，我也不能帮你什么，能给你递个话，让你小心点就是极限了。你这话说的，你这句话是真正的情深意切，比酒桌上说多少好听的都管用，真是多谢你了。以后有什么事你说话，能帮忙的我肯定不含糊。得了，你既然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还得再掏点有用的东西给你。瞿东和郑北这两个人可不一般，你得小心点。愿闻其详。这个瞿东，他爷爷是抗日英雄，抗战时期的老革命了，他爹也厉害，现在是市里领导，分管公安这一块。夏一皱起眉头，想不到躲来躲去，还是躲不开这些人。至于那个郑北，家里也是当官的，他爹是物价局的，他娘是教育局的，两个人在自己的单位说话也是算话的人。好家伙，两个官二代啊！这好日子才过了多久，这就被人盯上了。小夏，俗话说民不与官斗，我这话说着不是帮他们长威风，而是我们知味楼其实也不是梅姐一个人说了算，那背后也是有官面上的人。夏一微微点头，这年头讲究的是人定胜天，这人是什么人？当然是官人，所以天都斗不赢的官，你一个草民就想赢？送走老陈，此时陈德胜急得两眼都要泛红了。三哥，这不是坏事吗？被这些家伙给盯上，咱们就惨了。先别急，说句你不爱听的，咱们这被盯上是早晚的事情，没必要要死不活的。啊，这是什么意思？这可是大蛋糕，很多人可是盯着眼红着呢。还好当初把份额分给冯祥东，就是为了这种时候能帮我稳住局面。只不过冯祥东这个时候去党校学习，一时半会联系不上他，肖助理威慑力恐怕不足。那三哥，你的意思是必须分一份出去了？这个不好说，得
得先看看对方什么人，看他能不能吃得下了。不过人家已经动手，就不会让我们等太久的。不管如何，先看看情况。夏意猜的没错，2天后，瞿东和郑北就找上门来了。不过两人是以买煤的身份上山的。你们说你们要买多少？我们说的不够清楚吗？你们产多少，我们就买多少。不可能，来我们矿山买煤的人多了，大家都等着买呢。你一个人都买走了，让别人怎么办？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就跟你们矿长说，有人要包你们的煤，给你们一个好价钱。瞿东说话口气不小，搞得登记处这边也不敢怠慢，赶紧通知了夏意。夏意听到消息后，就让人把两人带到自己办公室来。瞿先生，郑先生，没想到在这里又见到两位了，真是缘分啊！俗话说得好，有缘千里来相会，更别说咱们离得本来就不远了，自然要来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了。客气了，两位真是给面子。不过我这边生意还行，手里的订单已经忙不完了。夏先生真是够辛苦的，好在我们哥俩今天就是来帮你排忧解难的。你们雷公山小煤窑不管每个月出多少煤，我们都包了，怎么样？雷公山出的煤每个月都没得剩，哪来多余的让两位包啊？夏先生这话说的就太不给面子了，大家和薇薇安小姐都是朋友，肯定要互相帮忙的。你帮我，我也帮你，这样大家都好过。那不知道两位想怎么帮我呢？夏先生，你们雷公山小煤窑的煤我们全都包了，按照每吨200块的价格，如何？哼，200块，我寻思你俩也没拿 AK 跟98呀。什么意思？我貌似没听懂。啥都没拿就敢上山抢煤了？要不然我给你俩一人一把铲子，两位下矿自己挖。夏先生，你的煤我们全都包了，按照每吨200块的价格，如何？可惜了，两位来得太迟，不然的话，我还真有兴趣跟两位做这笔生意。哼，夏老板，这可不少了。现在官方的煤价格一直在往下跌，这个月已经150块钱一吨了，给你200一吨，哥们儿很照顾你了。没说两位不照顾我，可我这跟其他顾客都是有合同的，合同期内我不可能供煤给你们，所以说很可惜。夏老板，你要是担心这个，其实大可不必，我们每吨煤给你200，然后让他们继续从你这拉，只不过拉煤的钱交给我们，这不就行了？别人都说我夏意会做生意，和两位比起来，小巫见大巫了。加勒比海盗也没有你们挣钱快啊！哼，那夏老板就是不给面子了。不给面子？我要是不给你们面子，你们现在就不是坐在这里跟我说话了。行了，我这里事多，就不跟两位继续扯淡了。很好，夏老板既然这样说了，那我们也不麻烦你了。只不过希望接下来夏老板也不要来麻烦我们。哼，有什么招数尽管来吧。瞿东和郑北直接离去，两人刚离开，陈德胜就来了。三哥，怎么回事？我看那2个人走的时候，好像不是很开心啊。这就是那2个官儿子，刚才来这要包我们的煤，1吨给200啊！200，我可去特么的！200块钱买煤，他们怎么想的？他们吃7成，给我们留3成。哪里有3成？冯祥东的那1成他们是不会动的，剩下2成里还有1成是成本，人家是只给咱们留了1成，你和我1成啊！陈德胜一听这话，双眼都红了。三哥，他们要真敢干这不要脸的事，我就找人干死他们。2条狗命而已，我手底下还背得起。犯什么蠢呢？你就是瞎了他们，这矿就保得住了。2个小屁孩敢跟我这狮子大开口，不用说了，上面是有人教的，真把他们弄死，你信不信？第2天雷公山小煤窑就要换名字。三哥，我就是个莽夫，小煤窑是我的命，我就知道谁特么敢动我的命，我就要他的命。唉，别跟我说这话，有些事情我不会做，也没法拦着你做。不过眼下还没到那个时候，这样你听我的，咱们得准备起来了，别回头被人家打个措手不及。三哥，你说，我肯定听你的。夏意立即跟陈德胜密谈起来，两人聊了1个多小时，这才结束。陈德胜从夏意办公室出来的时候，脸色也难看了起来。唉，该来的总会来，只可惜这个年代受限还是太多，否则再给我几年，别人想要跟我喝口汤也得顾虑一下。这些狼崽子想啃我的肉，那我也不会让他们好受的。第2天，夏意正在矿上炸街，突然来了一辆堵车，随后便是几个民捕走了进来，还是夏意平时见过的熟人。夏老板，这个所里有些事情想请你回去调查一下，您看，麻烦您配合下。说完还拿出了手铐，看到手铐，夏意皱了皱眉。手铐就不用了吧，我只是配合调查，又不是犯什么事了。夏老板，上面，我们也是没办法。就在此时，陈德胜、老四都冲了进来。我看谁敢靠我三哥！姚海，你小子太不要脸了吧！三哥平时对你们不好吗？你们上铐子！夏老板，您约束一下，这事千万别闹起来，不然我们真没办法。到时候弟兄们，别在这裹乱了，我去配合一下调查。矿山这边你负责好就行了。三哥，你别傻了，巡捕房那边我比谁都清楚，到时候他们对你动手，你就吃大亏了。没事的，我都知道，
只是调查一下。三哥，你信我的，我以前是什么？我以前是流氓啊！你要是去，那是不是对不对都不重要了。他们有的是办法让你点头。放心，短时间内我没事的。你要做的就是按照我说的去准备，明白了吗？可是我一个人。你不是一个人，不行就去找肖助理，他会帮你的。这年头钱难挣，屎难吃，老陈想富贵得拼了才行。夏老板，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上面有要求。您看，几个民部神色也是尴尬。大家最近没少的雷公山小煤窑的实惠，那雷公山小煤窑的实惠是谁给他们的？可不就是夏邑吗？兄弟，真想上铐也行，到地方再给我上吧，我配合你给领导看看。你们也别在这么多人面前落我的面子。没问题，那就辛苦夏老板了。老四，我被抓的事情暂时不要跟爹娘他们说，家里人要真问起来，就说是出去办事了。老四急得恨不得跟民部干仗，但被夏邑瞪了一眼后就老实了。我知道了，三哥，家里那边我会照顾好的。夏邑这边被带走，陈德胜就把身边几个最受信任的人叫来，又叫了黑皮和二壮。这些人都是之前夏邑跟他商量过，出了是能用的人手。一群人在办公室里讨论了半天，然后这几个人就出门了，引入夜色中消失不见。对不住啊，夏老板，上面领导发话了，只能请你回来调查。我听有海、有捕官他们说过了，我配合捕方的工作。那就好，咱们先进去。今天天晚了，就简单问几句，你看怎么样？没问题啊。另一边，天色黢黑，几个身影进了城。黑皮，我们在这分开了，你往淮南去，路上注意安全。他妈的，怕我们这些穷苦人挣到钱，就特么想黑我们。这次真要让他们做成了，我们这些穷人这辈子都别想翻身了。别说这么多了，三哥和陈矿之前既然已经做好打算了，那我们就按照三哥他们预备的去做，大家手脚都快一点。陈矿说了，三哥跟他预计他们能在巡捕房里扛3天就最长了，超过这个时间，三哥肯定得被上刑。咱们必须在此之前把事情办完。众人各自离开，黑娃顺着淮河岸边往淮南去。他现在的任务是去党校。夏邑跟陈德胜估计，他们敢对雷公山小煤窑下手，一来是得知冯祥东马上要撤了，就是想看看冯祥东留下的肉，他们能不能吃得上，所以对夏邑下手。二来，冯祥东这次为了调动的事情去党校学习，那是全封闭式的。冯祥东这次要学30天才能结束，这么长时间足够他们下手了。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了，又能拿他们怎么样？而巡捕房内，夏邑坐在审讯室的椅子上。夏老板，这些都是程序，您别见怪。第一次进巡捕房，所以看着有些稀奇，我就想问一下，你们这把我扣在这里，如果查不出个所以然，多久才放我走？有海一愣，不是不想回答，而是不清楚。这年头带着83年的余威，巡捕房不是一般的横，说关你多久就关你多久，你还能怎么样？堂下何人？状告本官。你们总不能永远这样关着我吧？要不我去给你查一下。夏老板，您们这个没意义，真想关你，这边放了那边抓，也费不了什么功夫。你这话说的忒实在了。这也是跟您，要是换个人坐在这里，我才懒得搭理他呢。两人说话的时候，徐所长从门外进来。徐所，怎么还劳烦您亲自审我啊？夏老板，我说句实在话，你别跟上面领了，退一步没坏处的。徐所长，如果领导想敲打我，退一步我就退一步了。为了给领导面子，退2步都行。但现在领导想要我的命，你说我这要是一退，难不成要把命给人家？徐所长被夏邑说的沉默。有些事情他这个级别虽然发不上力，但还是知道具体怎么回事的。夏老板，你自己再想想清楚吧。第二天一大早，瞿东和郑北就来了派出所。夏老板，这才几天时间没见，你看起来怎么这么憔悴啊？先胖不算胖，后胖压倒炕。两位笑的是不是太早了一些？哼，夏邑，你也不用跟我们嘴硬，我们不是不讲理的人，价格我们还可以谈，但我们要看到你的诚意。我们能让你死，也能让你活，但这也得看你怎么选了。你们这话说的就扯淡，你们想要的东西本身就是我和一干弟兄的命，现在还说能让我活，怎么活？活着给你们当狗吗？哼，有吃有喝有钱赚，这种狗不知道多少人想当。夏邑，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所以我最讨厌的就是你们这些抢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你特么是不是给你脸了？你跟他生什么气？秋后的蚂蚱，混不久的，让下面的人慢慢跟他扯，咱们吃好喝好等结果就行了。夏邑，给你1天时间，你自己考虑清楚，局里可有几个案子悬着呢，说不定你就是罪犯。两位，我劝你们还是收收自己的气焰，这个世界可不是你俩，你俩也配不上主角的席位，别到时候事情没做成，结果自己被人收了。怎么，你来收？告诉你，虽然我俩不是最牛逼的，在这地方还真是能随便拿捏你的。两位可以滚蛋了，有什么招数尽管来就是了，别到时候跪地求饶就行。哼，就你先想想怎么从这里逃出去再说吧。等两人离开后，夏邑忍不住头疼，这种二代太难搞了。
只希望陈德胜他们的动作能再快点了。朱端仪在胡同左右看，突然看到一老一瞎走过来。你好，请问你是陈林吗？我就是陈林，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是这样的，我是派出所的，有些事情想跟你核实一下。两人一听朱端仪是派出所的，仿佛受到了什么惊吓。我们不告了，都说不告了，你们放过我们吧，好不好？就当我们求你们了。两位，你们先别害怕，我们不是淮东本地的派出所，是上面跨区办案的，有些事情想跟你们核实一下。另一边，雷公山小煤窑，陈德胜和几个平时从雷公山拿煤的个体户坐在了一起。几位，今天请你们来，是想请你们帮个忙，只要你们愿意帮这个忙，以后雷公山小煤窑的煤炭多给你们家2成的份额。陈矿这话说的，只要我们能帮得上的忙，那我们肯定不会含糊的。几位都是我们淮东本地的私营厂子，我想问一下，各位这生意都是自己的吗？几人被陈德胜这么一问，立即神色微微一变。陈矿，你问这话的意思是？不瞒各位说，有人盯上我们雷公山小煤窑了，张嘴就让我们当狗，可我们下矿不愿意，准备跟他们碰一碰。几人一听这话，神色更是慌乱了起来。几位也不用担心，我们下矿既然敢跟他们碰，那就是有一定把握的，不会无的放矢。下矿有魄力，但是我们不想惹那个麻烦了，只想把生意做好就行了。几位，这世界上最憋屈的事情，无非是你我干活，别人享福，你们几家。我们下矿也是通过上面的关系了解过，这日子过得苦啊。几人叹息一声，一个个虽然不说话，但显然对这句话并不反对。1个月真正装进腰包里的，恐怕只是自己挣的一个零头而已。陈德胜听到几人的叹息，心里一喜。之前三哥就说这一节雷公山小煤窑是肯定要经历的了，但能不能渡得过去，就得看能不能争取到足够的朋友了。而且一些人的心里可比我们更恨这些人了。而此时，瞿东也感觉有些不对劲。老郑，你说这个夏邑是不是牛的有点过分了？胆子真这么大，敢跟咱们两家叫板？管他胆大胆小，老瞿，这件事情我爹和你爹都看着呢，要是办不好，咱们都吃瓜落。放心，不至于办不下来，无非是好看点难看点。冯祥东调任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没有他看着，雷公山小煤窑还不是咱们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你说那个姓夏的，是不是不知道冯祥东要调任的事情呀？还真是，要不然他敢这么唬，跟我们作对。两人都觉得应该是这样，甚至节怪笑起来。回头我让派出所的人敲打他，这小子本事还是有的。如果能老老实实当狗，我还真不介意给他点肉吃。两人虽然眼馋雷公山小煤窑，但也不是傻子。夏邑能从一个种地的土老帽一举成为雷公山小煤窑的老板，自然是有一定能力的。此时另一边，老四在西川煤矿大门口见到了肖助理。一个那边的情况我听说了，可是冯矿不在，我这边发不上力。陈老大让我来问一句，冯矿是不是要调任了？我不清楚，有可能是。听到此话，老四急得瞪眼。你先别瞪眼，冯矿这次去党校学习，他调任的事情可能在党校学习期间确定下来，现在又是封闭学习，我不知道很正常。陈老大说了，这件事情必须确定下来，晚了就来不及了。肖助理眼珠子一转，就明白过来陈德胜那边是什么意思了。这哪是陈德胜的意思，这是你哥在主导啊。肖助理，你懂得人走茶凉，这要是确定冯矿走了，那这个位置可就空下来了，那么谁会有机会上去，你应该懂的。可要是确定不了，反倒是没法成事了。具体情况我还得再打听，我只能说我尽量的出个确切的消息吧。如果冯祥东调任，西川煤矿老总的位置空出来，那么我确实是争夺者之一，可他一走，我最大的倚仗就没了，机会渺茫。可要是有夏邑的支持，那么这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啊。肖助理，陈老大的意思是先动，不管成不成，我们都不在乎，大不了就是钱呗。肖人被这气势震了一下，没想到雷公山那边居然这么果断。既然如此，那我也不客气了，你放心，这次我如果能如愿以偿，以后雷公山就一定海信峡。三哥，小煤窑是我的命，他们想要我的命，那我就跟他们拼了，大不了一起死。挣钱是用来享福的，不是让你跟人拼命的。再说了，人家分管的就是捕快这块，你找人家拼命，那我不管他，到时候都是一个脑袋一条命，我豁出去了。行了，还没到那个时候，咱们未必没有翻盘的机会。三哥，你说怎么翻盘，我都听你的。对方敢直接动手，说明冯矿那边可能有什么变动，不然他们吃相不会这么难看。咱们雷公山小煤窑的倚仗就是冯矿，一旦他那边发生情况，就等同于出现了一个真空，所以我们要补上这个真空。你的意思是推销助理上去，他跟着冯矿这么久，本身就是预备矿长的人选，只有他上去，我们才能继续稳坐雷公山。当初那1成利润，我为什么送出去，就是为了打基础，免得冯矿离开后，我们成了没人管的野孩子。只不过眼下情况比我预估的要早很多。肖助理跟咱们是一条道上的，可是怎么推他上去呢？上面领导咱们也不认识啊。之前市政府里有个叫张明的来找过我，我们之间有个合作，我猜测那个人是庄比豪派下来的。
不过这个人咱们暂时不能用，先让肖助理自己活动，咱们负责给钱，做好后勤工作，到时候让老四跟肖助理，他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如果不行了再动用后手。让老四跟着，那三哥你不亲自带？我怕是没机会跟了，对方不出手就算了，一旦出手，就不可能留我在矿上了，所以到时候老陈你得把担子挑起来了。夏邑的小梅瑶接受合作，眼看就要起来，可却被大人物看中，结果被抓起来。一个无权无势的小人，又该如何应对权势滔天的大人物呢？这里是小梅瑶办公室。陈老大，肖助理这边有点麻烦，需要一笔钱。多少钱？至少得10几万。没问题，我马上让人送过去，只要钱能花得出去，多少都花。然而电话挂了没多久，电话又响起来了，这次是黑皮。陈老大，我到校了，但是进不去，大门边都不让我靠近，别说找冯矿了。是钱呢，买点烟酒啥的，请人门卫吃个饭，出门在外别怕花钱，矿上给你报销。是了，咱这里的门卫特种根本不管用。别急，我现在让人过去，到时候他们配合你。陈德胜挂了电话，立即安排人去淮南支援黑皮。等到中午的时候，陈德胜的人就到了。黑皮哥，陈老大安排我们仨过来帮你的。辛苦你们过来了，我这实在没办法了，只能喊救命。回头我请客犒劳你们。三人连称客气，然后把怎么尽孝的法子对了一下。我觉得既然进不去，那就让冯矿出来，找个人带话就行了。可这门口安保可得油盐不进，我实在没什么好办法。黑皮哥哪有什么油盐不进，你就是没找到办法。咱们这样，再这样，这事一定能成。我操，你们疯了，动刀子，我得判你们几年啊！没事的，黑皮哥，到时候你只要不追究，我们再说赔一笔钱，这事也就过去了，最多是拘留几天，这又不是83年了，我们有经验。你们有经验，可是我没有啊。那行吧，你们可得留手一点，别真打我。放心吧，还能真上不成？中午换班的时候，一个安保科的换了衣服下班，这边刚走出去，那边就被黑皮几人盯上了。黑皮哥，台词练得怎么样了？还行，那就上。很快，几人就跟着那个安保科的进了个小巷，经过身边时，特意重重的撞了下他的肩膀。卧槽，怎么走路的？不长眼睛啊！你这张臭嘴挺能喷啊，找死是不是？你们走路自己撞上来，下。卧槽，你个玩意儿，跟你赖头哥吹什么牛逼呢？呀呼！哎呦卧槽，谁让你躲开的？给我打他！一时间1v3的情况下，赖头哥三人竟然被锤得抬不起头来。我操，这不对吧？不是说这个仨把守卫暴打一顿，然后我英雄救门卫，趁机拉近关系，再托对方帮忙，这怎么变成3个人被暴打？我这要是再不行动，怕是人家要拿3杀了。跟我耍性格，老子要不是在战场上受伤，能来这儿守孝，老子杀南边猴子的时候一枪一个。门卫一边打一边骂骂咧咧，哪怕赖头哥手里有东西，也不是对方的对手。黑皮人都看傻了，这要是再不做点什么，这3个货全部都得蹲监狱去，而且罪名还不会轻，要是往前2年，毙了都不过分。放开那个门卫！赖头哥三人欲哭无泪，听到黑皮的喝声，心里这才算松了一口气。敢对我动手，我看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黑皮临场应变，给了赖头哥一个眼神。赖头哥提起一口气，反手抓住黑皮，给我松手，不然我囊死他！哼，演技这么差，还排这么大阵仗的戏，真不知道你们是太蠢还是太自信了。黑皮和赖头哥心里一沉，知道人家这是看透了。特么的，自打退下来就特么没一天好日子，敢跟我这玩心眼子，都别走，有一个算一个，都给我滚监狱里玩吧！赖头哥着急的拉了黑皮一把，黑皮心里也是着急，干脆把心一横。大哥，你要抓我去蹲大牢，我认，我就求你帮我找下冯祥东冯矿长，见了他，我自首都行。退伍军人奇怪的看了眼黑皮，然后才恍然，我就说怎么看你这么眼熟？早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领导们是封闭学习，你非亲非故，肯定不能让你见的。大哥，我是跟冯矿非亲非故，那我们这有要命的事情找他，那和我没关系。大哥，我求你了，有几个当官的让他们抢我们的家产，冯矿要是不出面，我们死也不瞑目啊！官二代，你要见人就走正规程序，开介绍信过来，非得搞这出干什么？大哥，我们要是能开出介绍信还说啥呢？就算是能开出来，等介绍信到手再过来，那一切都迟了。大哥，你是人民子弟兵，我求你帮我们一把，也不要你费什么事。下午你上班，帮我找下冯祥东矿长，就跟他说一句，有人要抢雷公山小煤窑就行。眼看门卫犹豫了一下，黑皮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大哥，我求你了，你一句话可能就救下我兄弟的一条命啊！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您说一声，
我黑皮上刀山下火海也得你办了。门卫心里有些动容，他是从生死战场上退下来的，知道兄弟情谊的珍贵，被黑皮这一跪，跪得有些感动。行吧，我只能帮你带这一句话，至于人家搭理不搭理，我就不知道了。大哥，你叫啥？不管冯矿搭理不搭理，我一定报答你。别来那套，你别来烦我就行了。大哥，我真心诚意的，我知道你不求回报，那就当交个朋友，多个朋友多条路啊。为了兄弟能给人跪下，你这人确实够粗。我叫林伟。林大哥，林大哥，也别等下午了，我现在去帮你寻人。但还是那句话，人家未必搭理我。我明白的。黑皮心中有自信，冯祥东只要知道夏邑的事情，肯定不会不管不顾的。林伟被黑皮的性情感动，回去找人。这个时间点正好是吃饭的时候，所以在食堂寻摸了一圈，林伟就找到了冯祥东。此时，冯祥东正跟几个同僚吃饭呢。请问您是冯祥东冯矿吗？没错，我是冯祥东，同志你找我有事。林伟摇头，犹豫地看了眼跟冯祥东一桌的人，有事就直说，这些都是我的朋友。有个叫黑皮的在门口骚扰我们半天了，说什么有人要抢湄公山小煤窑。听到此话，冯祥东腾的一下站起身来，多了我也不知道了，不打扰你们吃饭了。冯祥东脸色大变，想到林伟说黑皮在门口纠缠，立即就要向外走去。冯矿，你等一下！忽然间，一起吃饭的一人开口喊了一声：“抱歉几位，我这有点事情，回头我请你们吃饭。”别急嘛，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冯矿，打完你马上走。冯祥东一怔，这人摆弄着眼前一盘鱼和一盘青菜。我这顿饭已经吃了8分饱，可眼前忽然多了一盘鱼和一盘熊掌。冯矿，你说我该吃哪一盘好呢？欲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老冯，你说我该怎么选？如果换成你，你该怎么选？听着此话，冯祥东默然不语。吃饱吃好，你选哪个都没错，关键是你得选啊，全都要的话，说不定会把肚皮长破的。所以这是一次交换。不然你觉得你这么顺利，升上去就是个实权领导，你别觉得委屈了。鱼和熊掌你自己挑。那么肯定选熊掌。这就对了，熊掌难得。不过你既然挑了熊掌，总得把鱼给别人吃吧，道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再多的我也就不说了。老个思想吃鱼的人，我只是帮想吃鱼的人第一句话而已。再说个你不喜欢听的，熊掌还没到嘴里呢，当心着点，回头到嘴的熊掌再飞了。3天之后你学习期满，一切尘埃落定，到时候不管结果如何，他们都不会再动了。此时出了校门的林伟再次见到了黑皮等人。林哥，怎么样了？别等，本来他起来想出来找你，结果被人说了几句什么鱼和熊掌的话，就又坐下继续吃饭了。黑皮脸色铁青，连忙跟林伟道了一声谢，就跑去打电话给陈德胜。很快，陈德胜就得知了消息，这让他不禁想到夏邑之前跟他说过的话，赶紧把留不住叫了进来。留不住，你去找老四，告诉老四，推销助理上去，只要能让肖助理敲定城下1月西川煤矿矿长，100万、200万，咱们都花。而此时，徐所长正跟夏邑面对面坐着。夏邑，按说我该护着你的，可这次我真的无能为力，那边是我的顶头，我就是想帮也帮不上啊。夏邑明白瞿东他们打什么主意，对方看中自己张罗事的能力了，可不代表人家会一直忍自己。2次口风一探，没有收服的可能，那就要来硬的了。这么的，说不定到时候直接给我安个招数，就让我成幕后真凶了。真来点，铁定第一时间认怂了。不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些人要真逼急了我，大不了小煤窑给了，到时候凭借前世的记忆，等我站起来，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穿越者大能的厉害。徐所长，我也不求别的，只希望今天能安安生生的过去，能行不？没问题，夏邑，不管今天谁来，我保证你没事。徐所长也是咬牙应下来，不然一点事不做。他担心夏邑回头临死反扑，自己也得有麻烦。然而他刚回办公室，就有人打电话过来。喂，哪位？徐伟，你工作还能不能干了？昨天就让你们抓人了，到现在什么消息都没有。你们捕快所就是这样进行工作的？区，我们这边正在做取证，只要取证结束。取你个头啊！工作你能干就干，不能干滚蛋！你下来我拴条狗都比你干得强。现在跟我说能不能干，会不会干？能干，会干。最迟今天晚上，我要一个结果，把那个什么夏邑的案子给我查清楚。横查、中查，查不明白的话，我看你这个官也不用再当了，滚到基层去吧。请区放心，我一定好好查，细细的查，不让您失望。行，明天一早我等你消息，别让我失望。我这个人没什么耐心。听着电话里传来的忙音，徐伟一时间脸色阴晴不定。有海，人死哪去了？给我进来！
而此时，老四正跟着肖助理来到了一户人家门口。两位找谁呀？连阿姨好，我们是西川煤矿的，之前跟刘局长见过，上次说有时间来拜访的，今天正好空下来了，就赶紧过来了。哦，很快两人就被邀请进去。罗优，是小肖啊，你怎么来了？刘局上次就说要来拜访您的，可煤矿上生产任务重，实在是走不开。这眼看着到年底了，我琢磨不管如何都得来拜访您一次，不然我这不成言而无信了吗？你这个小肖说的是一套一套的，我还能不知道你？有事说事，别搞得磨磨唧唧的。刘局，不瞒您说，还真是有事求您，你一定得帮忙才行啊。这个只要不违反纪律，我肯定是帮你的。不违反，绝对不违反。忘了给您介绍，这是我表弟夏风。刘局好。你好，小同志。这孩子农村来的，平时就傻不愣叽的，您别见挂。小肖，你这话说的过分了。我看小同志很不错嘛，不要总觉得自己有个一官半职，就喜欢居高临下的看人，官僚主义要不得的。您老教育的对，要不说还得您老这样的老同志帮我们把关。我今天来求您老的事情，就是帮我们把关。说罢，肖人打开手里的盒子，里面露出2个瓷器，一个巴掌大的小碗，一个稍大点的坛子。刘局，这东西是我表弟在老家菜地里挖出来的东西，我早就听说了，在咱们淮东，您对这些老物件最有研究了，所以今天上门就是想请你给看看这东西对不对？刘局长眼里放光，不等他说话，肖人就把坛子递给刘局长，结果刘局长连忙示意他放在桌子上。小肖，你这是一看就不懂行啊。瓷器这东西不过手，不然摔了算谁的？你放在这，我自己看。要不说您专业，我哪懂这个啊？等肖人把瓷器放下，刘局长这才拿起来看。我自己也查过书，这是个原青花瓷，对不对？看着是，实际上小肖，你这打眼可打得厉害，东西太糙了，一眼假。能不假吗？路边上刚买的，就花了6毛钱啊！不可能吧？您看这台挺正的，还有这开片，我瞧着和书上说的一样啊。尽信书不如无书。再说了，真不对，差得远呢。新的，您再给长长眼，他刚从地里挖出来，怎么可能是假的吗？刘局长无奈，把坛子翻过来，你看看这儿，淮东瓷器厂制造，这款都在这儿。淮东瓷器厂82年才建立，就算你这是第一批产品，也不够5年呢。您别管那个，您老这个胎看这开片。肖人十足一副不愿意相信自己上当受骗的样子，让刘局长哭笑不得。小肖真是新的。肖人这才一脸失魂落魄，看了眼元青花，一把拿起来摔在地上，看着就来气。哼，小肖，你这是干什么？刘局，我不能放任这假东西，万一流出去，那不是害人吗？刘局长无言以对，有几个缺心眼能被这东西骗的？刘局，我这算是在您面前丢了大脸了，剩下的麻烦您帮忙处理下，我矿上还有事，就先走了。行吧，你也别太灰心，玩收藏的哪有不打眼的，多学多问就是了。是，您老说的对。等两人来到外面，老四则是一脸着急。肖哥，那个碗才是好东西，咱花了1万3呢，你怎么不让刘局长看那个啊？咱们是干什么去的？当然是送礼，求人办事的。现在礼不是送出去了，万一他不识货怎么办？刘局可能不识货，但这个节骨眼上，踏实人心就行了。干了一辈子了，人家心里有数着呢。俗话说，一语惊醒梦中人，这话一说，老四就琢磨出来味道了。这两人一个求知若渴，一个有教无类，原来都特么是装给傻子看的。糟了，谁是傻子？别多想，我砸了个破坛子，以后不管谁知道了，刘局长也不担心，哪怕是我往外说，他也不担心，因为我带去的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假货，哪有真东西呀？东西是我摔的，刘局长只是帮忙长眼而已，就这么简单。当天晚上，尤海独自找到了夏邑。尤海，你们徐所长什么情况？这一天都没见到人了。那您可能有几天见不到他了。他咋了？我只能说，徐所为了您付出了很多。夏邑越听越觉得奇怪，再三追问之下，尤海这才说了实话。夏邑听完后一脸懵逼，这徐所长真勇啊！等到晚上10点多，徐局长电话打来，徐伟人呢？让他接电话。徐局长吧，我们所长可能接不了您的电话了。跟我扯什么蛋呢？接不了电话，他是死了还是怎么回事？死倒是没死，但下午市里纪检来了一趟，把我们徐所带走了。纪检带他走干什么？这是怎么不早点汇报？说是有人举报徐所贪腐问题，另外纪检的人不许我们传播这个消息，要不是您问，我还不说呢。徐局长错愕无比，想说徐伟跟自己玩阴的，可转念一想，为了一个夏邑，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这徐伟应该不至于吧？他是不是夏邑那边松口了？不是，咱们手里的动作要停一停。为什么？是不是有人给夏邑说情了？你可千万别心软，雷公山小煤窑每个月几百万的收入，绝对不能放弃啊！我看着像心软的人吗？是巡捕所的徐伟被带走调查去了，我担心是夏邑那边有人想鱼死网破。一群刁民想跟咱们鱼死网破，他们也配？他们有他们的道，总归是要小心点的。明天一早我会去纪检那边打听消息，你去巡捕所等我的指令，另外带上郑北两家的事情，凭什么我一个人出力？徐东连忙点头，准备起身离开。对了，那个薇薇安你追的怎么样了？
你可要把握住，只要你能跟他结婚，以后就是堂堂正正的外国人了，那才是大事。爸，我努力着呢，只不过薇薇安性情比较纯真，好像看不懂我的追求一样，挺烦的。要不我弄点东西，生米煮成熟饭。你是猪啊？那到时候就是外交问题了，我可保不住你，想死先从家里滚出去，别拖累全家了。瞿东脖子一缩，心里是真馋薇薇安。至于借助薇薇安当外国人，还不如留在国内。薇薇安的事情你多上心，务必拿下。至于小梅瑶，一共3天时间，冯祥东不会出手。明天中午我尽量把一切安排好，你们到时候给我下手狠点，实在不行口供不要了，帮他按了手印，其他的我来解决。这不就对了吗？还想收服对方，简直是无聊至极。这小梅瑶放只狗都能管了，要什么人才？爹您放心吧，明天我等您的消息，一定把事情给接了。明天让郑北多出力，特么的，事情都我一个人做了，要他们干什么？瞿某人嘴上说是这样说，但心里也明白自己负责攻城略地，而冯祥东那里就是靠郑家压住了，而且小梅瑶到手后还得靠人家处理收尾呢。第2天，大会开始，决定冯祥东离开后，西川煤矿由谁来接手？冯祥东即将调离，新矿长的位置不能悬着了。今天各位议一吧，不要耽误了西川煤矿接下来的工作。不是，我们矿务局这边有3个人选，你说一说吧。第1位是西川煤矿原副矿长沈长青同志，第2位是矿务局机电科长魏海，第3位是冯祥东矿长的助理萧仁。萧仁就不必了吧，一个助理而已，跟副矿长、机电科长争不合适。众人脸上露出古怪之色，矿长助理又有预备矿长的称呼，本身就是按照接班人培养的，这已经是惯例了。反倒是副矿长直升矿长，这才是少见，因为一般情况下，副矿长会先去矿务局，然后再2次分配，不会留在原矿。瞿某人，这是惯例，一向如此的。 3个候选人其实是3股势力的一人，瞿某人和郑某人希望沈长青上任，矿务局则希望魏海上任。只有他当矿长，西川煤矿才能重新回到矿务局的掌握之中。而萧仁则属于冯祥东嫡系了，只要有萧仁在，西川煤矿就还在他的掌握之中。可这次情况特殊，冯祥东被困在校，根本来不及帮萧仁布置，不然的话，以冯祥东的强势，直接就定下来了。哪个敢唧唧歪歪的？行了，开始投票吧。我投沈长青同志1票，老同志在西川煤矿任劳任怨，他值得这个职位。至于小萧，太年轻了，魏同志嘛，混混，淮南来的同志，我也不了解。 淮东的煤矿还是淮东自己来管吧。我同意瞿某人的看法，沈长青同志是老同志了，不管是能力还是觉悟都没有问题。我觉得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沈长青同志。至于萧仁，太年轻，能力方面还需要打磨。淮南矿务局的朋友，管好你们自己就行了。转瞬间，5人举手，再来2票，那就可以结束战斗了。而就在此时，刘某人忽然一笑：“我投萧仁1票。” 我跟小冯是老朋友了，他既然看好小萧，我觉得还是尊重他的意见为好。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我投萧仁1票，小萧不错的，老冯看好他，那我觉得他行。让瞿某人和郑某人没想到的是，萧仁居然一口气跳出来6个支持者，一举一转过来。这些人疯了，什么时候跟冯祥东关系这么好了？就在此时，老吴也站了出来，我投沈长青1票。这1票让瞿某2人又活了过来，打成平手了。只要等第2轮，自己等人再活动一下，直接稳拿了。等一下，我还没投票呢。焦哥，一共13个人投票，我们这才搞定6个，不保险啊？保险，这世界上就没有绝对保险的事情。尽人事听天命，真要说保险，瞿某人和郑某人2家联手谋夺你家小煤窑才是真保险。可你哥会善罢甘休吗？双方交手不到最后一刻，没有我们这么一说，3成胜算可尝试，5成胜算就能搏命。我们说动6人已经相当不错了，可再走1家，不就彻底安稳了吗？瞿郑2家已经有2票了，还有3人和他们关系极佳，这5票是他们的基本盘，争也争不来。 冯矿凭手腕将西川煤矿打造成自留地，所有人都想过伸手，但都没成功。作为淮东父母，吴氏其实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我作为冯矿的嫡系，一旦接手西川煤矿，那未来和现在不会有多大区别，这是吴氏不能接受的。原来如此，所以吴氏这1票，其实在投之前就已经确定了，他不会投给我的。那这样不就6对6了？不错，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胜算已经超过5成了。 此时会议室内，淮南矿务局代表起身：“诸位，我还没有投票呢。”我操，刚才嘲讽开早了。小张是吧？不是，我叫张岩。西川煤矿成立以来，身份一直很特殊。虽然归淮南矿务局代管，但毕竟一个在淮南，一个在淮东，地理上的原因导致，不管是你们矿务局还是我们淮东市，对西川煤矿的管理都有不到位的地方。 当然了，危难时刻更显英雄本色。冯祥东矿长这些年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将西川煤矿攥成一个拳头，能力毋庸置疑。小萧作为他亲自培养的人才，我想也是值得期待的。
无论你们淮南矿务局选谁，我相信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对淮南矿务局和淮东市最好的选择。众人神色各异，这些话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王八蛋冯祥东这些年坑死我们，搞得我们都没占到西川煤矿的好处。要是让他徒弟上了台，搞不好还跟以前一样。只要不选萧人，以后西川煤矿咱们两家一起管，一起发财嘛。吴氏说得好，我们也很期待西川煤矿能够勇往直前，再创辉煌，所以我们这一票投给萧人。你怎么能选萧人？你们没长脑子吗？曲老这话说的有意思，都是同志，都在备选名单上，我们凭什么不能选萧人？可那是冯祥东的徒弟啊。那更好了。实话实说，我们淮南矿务局一直都很钦佩冯矿长的。我可去你大爷的吧！钦佩？谁不知道你们干不过冯祥东？哪天冯祥东要是在路上被人捅了，一准是你们买凶下的手。曲某人，行了啊，我知道了。小张，你们确定选萧人啊？将军。冯矿，这期你赢了，就是不知道另外一排你徒弟赢不赢得了。徒弟？什么徒弟？你说笑笑啊，他有什么值得我担心的？老冯，你这已经确定调任为安了，那你留下的空缺，组织上肯定要安排好。今天就是投票的日子，你猜你徒弟能不能当选？当选不当选的和我没关系，其实人家笑笑也不在乎。什么意思？笑笑来西川煤矿本来也是镀金的，人家一开始就和咱们走的不是一条道。就算他当了这个矿长，长则5年，短则3年，等上调后，把西川煤矿交给淮南矿务局，一个小小的矿长，人家是真不在乎。为什么是交给淮南矿务局，不能交给淮东市吗？你脑子秀逗了，小小镀金后撅屁股就走，何必给自己找麻烦，留给淮东市，等着矿务局来找自己掰扯吗？再说了，我们俩的关系到底还是亲厚的。我调任完安后，他只有把西川煤矿交给淮南矿务局，我们的影响才不会削弱。孰重孰轻，那小子心里明白的很。倒是你，这还要问？难怪这么大年纪了，还跟我评级。那你徒弟没希望了，今天选任他没机会的。嘿嘿，那我就不知道喽。此时，瞿东和郑北找到了夏邑。看你这红光满面的样子，怎么感觉跟到家了一样？你这不是贱皮子吗？夏邑懒得搭理两人，可这样子却让瞿东看得恼火。夏邑，你也不用嚣张，今天我来是给你下最后通牒的，要不主动合作，要不被动合作，你自己挑一个吧。西川煤矿新矿长定了没有？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想靠萧人当上矿长护着你。我只能说，你想的太多了。这次所谓的选举，无非就是走走过场，谁当矿长已经定好了。谁定的？这么牛？当然是我们定的。夏邑，你要是聪明，就乖乖合作。既然是给人当狗，给萧人当，还是给我们当，有什么区别？哼，当狗？我这人天生眼界高，没有那个资质。倒是两位这熟练的狗眼看人低，倒是天资斐然啊。是不是给你脸了，让你觉得我们太好说话？别跟他这么多废话，让明补进来，好好招呼招呼他。还有叫那些小喽啰，咱们俩活动活动。就在两人想来个混合双打时，尤海突然走了进来。曲少，你爹的电话，找你的。郑北，你先练着，我去接个电话。瞿东走了，郑北一脸懵逼地看着向自己走来的夏邑。一个饿了2天的泥腿子，有什么可怕的？看我不打死你！爸，是不是尘埃落定了？我们棋差一招，萧人是西川煤矿的新矿长了。不是说稳了吗？稳个屁！事情有变，你们那边怎么样？那个夏邑愿意合作吗？不愿意，我们正准备给他点厉害瞧瞧呢。那先别动手，这事还有缓，说不定最后还得这个夏邑配合才行。爸，萧人当上矿长，那咱们还能有机会啊？选上不代表当上。明天西川煤矿有1天的公示期，这期间如果煤黑子们强烈反对，势力就有理由再次投票。那这边咋办？先稳住夏邑，吓唬吓唬也行，但千万别动手，真将死了也麻烦。就在这时，瞿东想到了什么，赶忙朝审讯室跑。结果一进去就看到郑北蹲在地上，整个人也变成了猪头。夏邑，你住手！怎么着？你想接力？兄弟，接力，接力啊！夏兄弟，你看看这搞得多不好看，大家求财而已，何必动手动脚的？这怕是老四和萧人那边应该是得手了。这棋局由死转生，总归不再是一面倒的局势，可以斗一斗。郑北趁着夏邑思索的时间，一头扎进瞿东的怀里。老瞿，他不是人啊！夏兄弟，咱们再商量商量，发财嘛，一起发财多好，没必要吃独食的。那你可说的太对了，你兄弟刚刚偷吃大馒头，这次可得让你吃个够啊！小虾，刘老，抱歉，以后不能叫小肖了，应该是肖矿长了。
萧人一怔，脸上露出喜色，老四更是激动的恨不得跳下来。刘老这话说的还是小萧，萧矿长什么是外人叫的，刘老可别跟我客气。还是萧矿长吧，公私要分明。哪天你到家里，我让梁阿姨给你烧点好吃的。现在先回矿上去吧。多谢刘老提点，那我等忙完矿上的事情，一定拜访。快点去吧，早点把事情忙完。萧哥，咱们不是赢了吗？你怎么这么着急啊？还没到说赢的时候，虽然投票已经尘埃落定，但矿上还有1天的公示期。如果公示期内出点什么问题，说不定这个位置我还得让出来。老四一脑门江湖，但此时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既然萧哥说还没结束，那就继续呗。老沈，事情不太顺利，我们太轻视萧人那个小崽子了。现在萧人是西川煤矿的新矿长了。老群，这个和你跟我保证的不太一样。哪有绝对的事情？不过选过了，不代表就能顺利上任。我们的意思是，你得在西川煤矿发力了，想办法把煤矿工人们鼓动起来。我们在市里这边再帮你敲敲边鼓。萧人那个小崽子上去了又能怎么样？大不了再把他拉下来。老沈，你年龄不小了，这次如果上不去，以后基本就没机会了。这个事情你要想清楚的。我知道了，不过你们要帮我，不然我也没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那群煤黑子撩不起来。可以，你说说想怎么弄吧。王科长，你这是咋了？刚才听到个消息，说冯矿委调任，新矿长是原来的萧助理。萧人，那和咱们这些小喽啰有什么关系？咱们拿工资上班，管他这么多呢？问题是，你这工资不一定好拿了。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听到的消息，萧矿长上任，已经确定了一些新规矩。啥新规矩啊？首先要削减休班，从原来的4天一休改成6天一休。那1个月算下来，少2、3个休班啊！他妈的，这是让我们住在矿上啊！这就急了，先别急，人家还有呢。另外就是工资方面下调20%，还有王科长唧唧歪歪，一连说了好几条新措施，总结起来其实就是一句话：以后大家就是老黑了。这不行，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煤矿工人本来就够辛苦的了，这让大家还怎么活？大家别急，沈矿长不还在矿上吗？我们去问问，让他跟萧矿长说说，哪有新官上任3把火这样烧的？这是准备把我们都烧死啊！干什么？这是什么时间？一个个的不去上班，在这做什么怪？沈矿，冯矿长这不干了，现在是萧人当矿长，可是他这还没上台呢，就搞改休息、降工资，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不管怎么做，那都是领导决定的，你们服从命令，把工作做好就行了。一个个堵在我这干什么？造反！沈矿，你是咱们矿上老人了，这事你要是不管，那我们还真就造反了。就是我们一个个的每天在矿上多苦多累，动不动还有工伤事故的风险。我们说一句话了吗？可你们当领导的不能不把我们当人吧？你们虽然叫我沈矿，但大家心里其实都清楚，我只是一个副矿长而已。咱们西川煤矿大矿长说了算，其他副矿长、各区矿长都属于给大矿长做配套的。萧矿长做了决定，你说我有什么办法？你们好歹还仗着人多，我能闹什么？各位别逼我了。沈长清这话让在场的人都傻眼了。不过这话也没错，现在萧人当大矿长，他们确实说话没什么力度。那我们就不干了，罢工。对，罢工，不生产了。萧人不滚蛋，我们不下井，不生产，不上班。就是你们领导是人，我们工人就不是了吗？难道我们就是为了给人当奴才的吗？不干了，不干了！情绪这种东西，一旦传递开来，坏的就如同龙卷风席卷旷野一样，转瞬间就波及了整个西川煤矿。萧人的任命今天下午就会公示，明天下午结束。以工人们现在的情绪和状态，萧人连解释的机会都不会有，他的公示期难弄。人类有几个是聪明的、清楚的？大多数人都是随波逐流，节奏一旦被带走，再想平静下来，无疑是痴人说梦。如果是冯祥东的话，只要一句话，这些工人就会信。但冯祥东那是数年来慢慢积攒起来的威望和信任，和你萧人拿什么跟冯祥东比？然而，萧人一直到傍晚也没出现，这让沈长清心里有些奇怪。按说他应该已经得到消息了，这个时候第一件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先回到矿上，怎么这小子还失踪了呢？萧人不出现，沈长清心里反倒有些不安了。直到第2天，得知萧人还是没回来后，这才长出了一口气。沈矿，萧助理回来了，而且还带了好几个人，还有2个大箱子。慌什么？这个时候回来有什么可怕的？孩子死了奶来了，呵呵，我就不信他还能翻出什么话来。萧人，你还敢回来？就是，还不赶紧滚啊！你俩的事，咱们后边再说。各位，我萧人有幸成为西川煤矿的大矿长，我当矿长就绝对不能亏待大家。今天我回来只办一件事，给大家发奖金。说吧。萧人给了陈德胜和老四一个眼神，两人微微点头，而后猛然把大箱子打开，只见成沓的现金直接从箱子里坍塌下来，数量之多，让原本围住萧人准备兴师问罪的工人们愣在当场。各位，我虽然上任了，但毕竟是第一次独自管理西川煤矿，
所以一切规矩都照旧，按照冯矿在的时候弄，不做更改。当然，除了发奖金这一点，大家一年到头累得不轻，眼看着也快过年了，既然我上任，那就不能让大家吃亏。现在开始排队发奖金，地面单位每人发50，井下辅助单位每人80，井下生产头每人100。各位说好不好？工人们反应过来，愣了一下后，立即有人大喊起来：“好好好好，小矿万岁！”工人们报了，上任第1天就发奖金，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更别说奖金直接拉到矿上，现场分发，这太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而此时，办公室看着这一切的沈长清，差点没直接坐在地上。萧仁这下是彻底坐稳矿长的位置了，我连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时间回到昨天下午，两人并没有回西川煤矿，而是去了雷公山小煤窑找陈德胜。老陈，我也不跟你们客气了，我现在这位置坐不坐得住，还是两可的事情，想稳就得花钱。萧柱、萧矿，花钱不是问题，只要你能上去，能把三哥给捞回来，多少钱我们都认了。这夏邑眼光不错，陈德胜这人看着不怎么样，但关键时刻还真稳住了，没有让夏邑失望。是这样的，现在我还有1天的公示期，公示期过去了，我才算是正式成为西川煤矿的矿长，过不去就得重新投票，到时候这个矿长和我可就没什么关系了。公示期很难过去吗？不难，但那是放在平时，正常情况下，谁会跟即将上任的领导找不痛快啊？但这次不是平时，更不正常。曲某人那边没有放弃，那接下来就只能在公示期内想办法。最简单的就是鼓动工人罢工，闹事，到时候西川煤矿乱成一片，我肯定过不了公示期了。萧矿，看你这不急不慌的样子，应该是有办法了。这法子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就是砸钱。我的想法是，地面辅助单位每人发50块钱奖金，井下辅助每人80，井下生产每人100，这笔钱砸下去，保证所有人都服了。陈德胜不得不给萧仁的办法竖个大拇指，因为这方法简直是简单暴力效果佳。唯一的问题就是得花多少钱，加在一起差不多是54万5千块钱。哦，这才几个钱，不多。但我要现钱，全部都是10块面额的大团结。这可不好弄，54万5千大团结，你要是给我点时间，也不要多，3天我就能给你弄出来。可是你也等不了那么久啊。那我不管，最迟明天早上我就要看到钱。老陈想想办法。那他，我去给你透。财务科的人呢？萧柱、萧矿长，我们是财务科的，你有什么吩咐？拿名单，按照名单发钱，就现场发，列一个记一个。带私章的盖章，没有带的按手印，赶紧的吧，别让人等久了。好，我们马上就办。什么？放人？萧仁以西川煤矿矿长的身份向市里施压，不放人还能怎么办？这一次可谓是一不错，不不错。本身西川煤矿、雷公山小煤窑都势在必得的，可结果两手的鸭子全他妈飞了。爸，我们花了这么多心思，耗了这么多人情，就这样放人，我不甘心。徐某人无奈，这次确实虎头蛇尾了。本来计划是用升职为诱饵，把冯祥东困死在校，然后推举沈长清成为新矿长，从而一举掌握西川煤矿和雷公山小煤窑。可是谁能想到，萧仁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不但拿下了6票，而且还奇迹般得到了淮南矿务局的支持。不甘心也得甘心，萧仁刚上位，市里的目光都在他身上呢，而且夏邑不是问题的中心，扣着他没用了，只会给萧仁攻解我们的把柄。我俩还挨了他一顿打呢，这是怎么算？你们2个废物，在巡捕所也能吃亏，马上给我滚回来！两人走后，尤海赶忙找到了夏邑。夏老板，恭喜恭喜，您能回去了。小姚，你这是办的就有点不厚道了。你们想抓我就抓，想放就放，没这么简单吧？哎呦，我的夏老板，好不容易能出去了，您就别斗气了，先出去再说，回头他们再改主意，您再想走就难了。放心，他们现在让我走，我还不走呢。小姚，你帮哥一个忙。夏哥你说。尤海心中一动，忽然感觉这似乎是个飞黄腾达的机会。麻烦你帮我通知小煤窑那边，让陈德胜他们来探监。这，你确定？陈老大，我三哥这是什么意思啊？怎么放他出来，他还不愿意了？三哥这是不准备善罢甘休，要跟对方死磕到底呀！那咱们现在先去见三哥，不管三哥有什么想法，既然通知我们去巡捕所，肯定是有事情要交代我们。先看看三哥怎么交代。很快，两人就见到了夏邑。老四一看到夏邑胡子拉的，另外脸颊也有些消瘦了，双眼立马就红了。三哥，他们是不是欺负你了？别整那死出，别人没欺负我，倒是我占便宜了。三哥，要不先出来吧？你在里面我们不放心。放心吧，现在这里才是最安全的地方，驱动他们就怕我死在这里了。三哥，你想怎么弄？夏邑有些意外的看了眼陈德胜，看样子陈德胜是看透自己的想法了。他们怎么弄我，我肯定要怎么弄他们，我也得让他们进监狱啊！陈德胜和老四都是一愣，因为夏邑这话有点太狂了。
曲某人什么身份？说一句巡捕所是他家开的都不为过。夏邑却想把曲某人送进大牢，有一说一，太痴心妄想了一些。三哥是意气用事吗？陈老大，曲某人已经对咱们开枪了。如果是你去打猎，遇到猎心的猎物后一枪没中，你是选择放弃，还是继续追捕？我明白了。现在趁着曲某人他们休息的时候，我们作为猎户，如果不奋起反击，那结果只有死路一条，区别就是死在明天还是后天。咱们想活，那就只有一个选择，跟他干。我们不死就是他死，同样的，他们不死就是我们死。小哥护不住我们吗？雷公山小煤窑毕竟不是国营厂子，萧人过多的帮扶我们，恐怕到最后自己也得跟着倒霉啊。三哥，你就说我们该怎么做吧。首先，先问问朱端仪那边情况怎么样了。什么？小夏不出去？老陈，你千万别让小夏乱来。这样，我现在就过去，你稳住他，可千万别听他的乱来啊。不用了，三哥说的对，这件事情没发生也就算了，一旦发生了，那就只有你死我活这一个结果。今天趁着这口气，我们不弄死他们，那早晚有一天，他们还得琢磨死我们。老陈，你别听小夏乱说，我既然当了这个矿长，雷公山小煤窑，我就一定会护住的。那萧矿您以后调走了呢？高升了呢？他们能让冯矿高升，难道就不能在你身上再来这一手？萧矿打虎不死，反受其害，这个道理您应该比我明白。我现在就过去，你们等我。三哥，该通知的都通知了，朱端仪那边办的不错，都找到了。那就开始吧，老四那边已经去了，你这边也别耽误，把人护好了，千万不能出事。三哥放心，关系到身家性命的事情，我肯定不会大意的。陈德胜离开不久，萧人很快就来了。小夏，怎么还非得我请你啊？萧矿，我得先说句恭喜。行了，我这件事情你出力最多，是我得先跟你说声谢谢，但今天我还得说，算了吧，别说你斗不过他们，我也不行的。您就当我跟您吹牛皮，我不但要斗，还一定会斗得赢。您要是怕见到你身上血，可以先避一避，等这件事情结束后，咱们再把酒言欢。得了吧，我还不知道你的脾气，这次我真的低了，以后除了公事公办，想再跟你把酒言欢，还可能吗？夏邑笑而不语，萧人有些无奈。你先跟我说说，你到底有什么底气？不然我就算是想帮你，也没有思路啊。萧哥，做大事成于密而败于泄，您先别着急，稍微等等就知道了。萧人一愣，脸上露出一丝苦笑，知道自己这是第一时间没有表示支持夏邑，结果被夏邑排除在可信赖名单里了。自己可以支持夏邑，但必须在有万全把握的情况下，不然不但帮不上夏邑的忙，说不定自己也得折进去。而夏邑其实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一开始也没准备把萧人给卷进来，一旦失败了，还得有个人能接着这份产业，到时候用这份产业换夏邑等人的安全。行了，萧矿，这件事情您看热闹就行了，行或者不行，看我们自己的了。萧人看出夏邑心里的决心，只能就此离开，先回到西川煤矿稳定局势，只能自己提前做好准备，万一夏邑失败了，得想办法用小煤窑帮夏邑兜底。没想到特么的打了一辈子烟，灵了让烟灼了烟。是啊，没想到这些小崽子还挺有手腕。那几个投了萧人票的，除了淮南矿务局之外，其他肯定都是收了东西的。两人复盘这次的事情，结果还是自己大意了，没把这些泥腿子当回事。自己想捏死也就是动动手指头的事情，却没有想到这些蝼蚁真长牙了。两人越想越觉得不干，不过也无碍，让那些泥腿子高兴几天，总能再找到机会把他们按死的。老瞿，你赶紧来接电话。电话？那的吴市长吗？不是吴市，是纪检。纪检？难道是徐伟的事？老郑，你先坐着，我去接个电话。你忙你的。我是瞿东明，你们找我有事？是巡捕所徐伟的事情吗？瞿老，我是小杨啊，这次打电话来不是徐伟的事情，是有人实名往纪检投了举报材料，举报您和郑老贪污受贿，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什么？瞿某人脸上的碘酒意一瞬间就彻底散了。谁举报的？是一个叫柳春红的。瞿老，我这告知你举报人的信息，这是违规的，您一定保守秘密。你放心，小杨，我记得巡捕系统这边有个县里副的空缺，你之前好像说想下基层吧，我帮你问问。哎呀，那太感谢瞿老了。特么的，这个小崽子能活下来还不知足，居然想咬我们一口。先别生气，到底怎么了？慢慢说。特么的，人家检举的不是你，你肯定不着急。我被检举了，应该是雷公山小煤窑的人干的。检举你什么？也是以前的一些事情了。小东之前年纪小，不是瞎玩嘛，搞了点事情出来，我给处理掉了。现在居然又回头想咬人，我不怕他检举，我是觉得这些泥腿子太特么给脸不要脸，放了他们一条生路，他们居然不感恩戴德，而是想反咬我们一口。一群刁民，都是大大的刁民啊！你这话说的，老百姓哪有不刁的？但刁民又怎么样？咱们要是还治不了他们，这个也不用当了。
这话说的对。你亲自去办，诬陷一名干部，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先抓起来，然后提起公诉。刘姐，心里害怕不？只要能讨回公道，我什么都不怕。小猪，你说的是真的吗？真能让那些畜生付出代价？刘姐，我上面的人很有本事，我祝短仪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有本事的人。他说可以，就一定可以，就是你要受委屈了。我不怕受委屈。再说了，以前受的委屈还少吗？倒是我婆婆，你们真保护好了。这个你放心，老太太我送去外省走亲戚去了，这件事情没了结之前不会回来的。要是咱们真办砸锅了，我上面的人已准备了一笔钱，足够老太太在外省安居度日了。那就行，你先走吧，别回头把你堵住了，也是麻烦。刘姐，咱们一定能赢，邪不胜正。柳春红愣了一下，而后脸上露出一抹苦笑。都说邪不胜正，可是在外人看来，人家才是正，自己是邪呀。你就是柳春红是吧？我是柳春红。向纪检举报曲某人的人是你吧？你们怎么知道的？你就别管我们怎么知道的了。你诬告曲某人，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现在跟我们走一趟吧。一旁搭队的年轻民捕有些局促不安，今天这是不合规矩，按说那边应该保护举报人的信息，更别说现在什么都没搞清楚的情况下就上门拿人，全部都是违规违纪的。我把灯关了，再锁上门，就跟你们走。你这个女人真奇怪，瞎子一个还开什么灯啊？这盏灯我用不上，但是别人用得上。我得让人知道这家里有人，也得让人明白这世间还有光。带队民捕被说的一怔，心里忍不住一阵烦躁，一把将柳春红拽住，上套。废话这么多，小吴，你去关灯锁门，你跟我上车。远处，朱端仪看着柳春红被带走，眼中浮现一股怒意，但还是忍而不发，找了地方打电话给陈德胜。老大，这边人被带走了，是巡捕啊，我知道了。另外一边，老四搓着手来到招待所，很快，一个五官深邃的女孩从招待所里走了出来。你找我？是我叫夏风，上次你去我家的时候，咱们见过的。我记得你，你找我有事？我三哥被巡捕所抓了，我想请你帮忙求求情，把人捞出来。夏被抓了，他做了什么坏事吗？没有，就是有人想抢我们的小梅袄，就把我三哥抓走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所以才来找你的。你是外宾，你去找吴氏，他肯定管。夏真没有做坏事吧？真的，我三哥这个人最老实本分了，怎么可能做坏事？再说了，要真是一般的坏事，我们小梅袄拿钱就摆平了，也不用来求姐姐你帮忙了。那行，我去找一下吴氏，但能不能帮得上忙，我也不敢保证。谢谢您，只要您肯帮忙，我三哥就有救了。曲某人让我们给抓了，现在关在拘留室呢。很好，我现在就过去。很快，瞿东明就到了地方，人面见柳春红。柳春红，你还记得我吗？听到这股令人憎恶的声音，柳春红的眼皮微微一闪。我当然记得你，而且还熟得很。曲贼，我做梦都恨不得食乳肉，擒乳皮。你说你何必呢？当年的事情，我儿子是有错，但抛开事实不谈，你和你男人就没有问题啊？我们有问题。曲贼，我想问问你，我们两个有什么问题？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你如果不勾引我儿子的话，我儿子也不会对你动枪的，你男人也不会因此袭击我儿子，更不会意外身亡。所以说到底是你先勾引我儿子在先，这件事情是你的错啊。曲贼，你的良心呢？我勾引你儿子，是你儿子喝多了抢我，我男人袭击你儿子，是我男人想护着我，被你儿子和你儿子的狗腿子活生生打死啊！你看看这里，你让人泼硫酸恐吓我，弄瞎了我的眼睛，你现在怎么说得出口？这是我的错。你先别激动，首先你也说是喝多了酒，这个人嘛，一喝酒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纵然我儿子有错在先，但你们可以报警吗？怎么能随便就动手呢？另外，你说是我儿子打死你男人的，这个可不对，是我儿子的朋友看到小东被袭击，上去拉架，结果你男人自己撞在石头上撞死了，而且我儿子的朋友也赔了钱，还坐了2年的牢。这件事情是正经过公家程序的。柳春红喘着粗气，瞿东明见状，走到柳春红里。小柳，当初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何必还执着呢？倒是这一次，你说说，是谁让你举报我的？没有谁，是我不甘心，我要让你们曲家付出代价。呵呵，你这话骗别人还行，骗我恐怕是不够的。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年了，要是想不开，你早就该想不开了，能等到现在？小柳，你说你何必呢？好不容易过上安生的日子了，你应该珍惜才对。像你现在这样胡搞瞎搞，最后吃亏的是谁？是你，还是你那个病老太婆？你要是敢动我婆婆，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你自己不觉得自己这话可笑吗？自身都难保了，还不会放过我？刘春红，我实话告诉你，你呢一五一十把事情原原本本给我道出来，我保证放你回家。这次的事情既往不咎，如果你不配合的话，呵呵，别的不说，光是一个诬陷的罪名，我就能让你牢底坐穿。你自己想想，你要是坐牢去了，你家里那个病老太婆怎么办？没了儿子儿媳妇，再坐牢去了，嘚啧，这日子也太可悲了。我要是他，肯定想不开，不如一头撞死算了。柳春红沉默了，瞿东明见状得意的笑起来。小柳，你好好配合，也少受苦，以后我再照顾你，你这日子照样还能好起来，对不对？此时此刻，柳春红不再想那么多，自己已无后顾之忧。虽然朱端一策可以靠律法让瞿东明付出代价，但是柳春红不信，怎么信？堂下何人居然敢撞我的关？这种荒谬的事，自己看不见。错的不是自己，而是这个世界。你小子真有你的！一个普通妇人就让瞿东明重伤住院，以他的伤势，能不能活着出来都不好说。哪怕活下来了，以后也不可能当某人了，只有兵退这一条路了。你这也太奇思妙想了！我要是有这种本事，也不至于被人关在巡捕所了。实话实说，这不是我安排的。夏意神色古怪，他千算万算也算不到柳春红会忽然发疯，更算不到瞿东明这么做，更想不明白柳春红再是怎么咬住瞿东明咽喉的。不是你安排的？难道柳春红不是你找出来的？是我找的，但这和我预计的不一样啊！谁能想到他能在那里咬伤瞿东明？夏意一开始的算计是利用柳春红把瞿东明父子身上背的一桩案子翻出来。柳春红检举瞿东明的事情一定会泄露，柳春红也一定会被抓走。瞿东明为了弄清楚这件事情的幕后主使，不管愿不愿意，都要走一趟巡捕房，然后我再借助薇薇安引起吴氏的注意，把这件案子翻到明面上，借此彻底击败瞿东明。前世瞿东明父子一案在10几年后才被翻出来，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法制节目还来回的讨论。只是我也没想到柳春红会抱起伤人，而且还差点咬死了瞿东明，这太特么邪门了。三哥，吴氏来了。夏意无言以对，这是一不错，不错。薇薇安倒是请动了吴氏，可现在意义已经不大了。胡闹！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你们就敢抓人？瞿东明太胆大妄为了。吴氏这边刚进来，就看到萧人也在，一时间忍不住一怔。萧助理，不对，现在应该叫萧矿长了。我们西川煤矿要向市里抗议，夏意是我们旗下小煤窑的经营人，我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什么法，要让瞿东明亲自下令逮捕，而且在没有任何审讯的情况下，关押已经超过72小时了。没想到夏意居然就是最近传得沸沸扬扬的小煤窑老板，要不是薇薇安求情，我还真不知道了。萧矿长，你先别着急，这件事情我也是刚知道。小夏同志，对不住了，出现这样的问题是我的工作没做到位。吴氏，您能亲自过来，就说明您是真的不知情，坏事的是瞿东明。吴氏叹了口气，只觉得头疼无比。说到瞿东明，他就想起不久前的电话，瞿东明被一嫌疑人咬伤，现在人还在医院抢救。小夏，现在市里面遇到了些麻烦事，这样你先回去，等事情稳定了，我一定就你的事情给你一个交代。夏意知道再待下去也没意义了，然后收拾了东西就离开了。三哥，事情发展跟咱们料想的有出入，现在咋办？咋办？老陈有句话说得好，趁人病要人命，把事情给我闹大。我不管瞿东明在医院能不能挺过来，但在医院外绝对不能给他翻身的机会。所以你的意思是，柳春红的事情很突然，但确实是个好机会。明天我要看到市里的报纸铺天盖地报道这件事，后天我要看到省里的报纸报道这件事。总而言之，敌人越是想息事宁人，我们越要大闹天宫。可是报社咱们不认识人啊。老陈，咱们钱花完了吗？我知道了，三哥，明天市里的报纸肯定会铺天盖地报道柳春红的事情的。淮东日报吗？我是吴旭，你们今天的头条报道是怎么回事？我要求你们立即停止售卖今天的报纸。什么？都已经发出去了，追不回来。瞿东明受伤的消息，你们是从哪里得来的？关系到市里的声誉，你们不跟市里打声招呼就发，你们知道这会让我们的工作多被动吗？电话那边的人一个劲认错，但是报道已经发出去了，对方也没有办法了。这件事太不对劲了。淮东日报的记者再怎么厉害，也不可能在几个小时内就得到瞿东明受伤的消息，还对事情的细节知道得这么清楚。究竟是政治斗争，还是有别的渊源？不管是哪一种，对于吴旭来说，这都是一种严重的挑衅行为。说是针对瞿东明的，可除了瞿东明外，首当其冲倒霉的就是他了。一夜之间，小小的淮东市就被柳春红的故事震惊了，大街小巷都是在讨论这件事，两人也是直接火了。三哥，本来人家报纸都已经排版结束，送印刷厂印刷了，我硬是给薅了回来，头版头条剃掉，重新排版，然后连夜印刷。花了多少钱？淮东这边毕竟是本地事情，所以花的比较多。我这边是联邦代扫，
花了1万8，淮南那边没花多少钱，消息送过去，又给了1000块钱，意思一下就办成了。瞿东明毕竟是淮东的某人，以上人家的新闻风险肯定是有的，所以陈德胜这边让人过去吓了一下报社，然后又实打实掏了1万8的票子，摆在报社主编的桌子上。做得不错，继续努力。这件事情我不说让他全国关注，至少也得全省关注。没有上面的注视，下面可能就糊弄过去了。我们做的一切都会毫无意义。嘿嘿，放心吧，二壮、朱端仪他们已经去省会了，我让他们带了5万块钱过去，如果还不够的话，我再让人去送。搞什么？你跟我说你们在搞什么？这种事情能随便报道的吗？他妈的，昨天那些钱太迷人了，我一个恍惚就答应了下来，再加上那些流氓看起来真的很流氓，我现在也后悔啊！现在特么的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不是，我们是搞新闻的，搞新闻的人要做的就是揭露社会的黑暗面，这个新闻正是我们报社的风骨所在。我可去你特么的风骨吧！你脑子坏掉了是吧？这事情你可以跟我汇报。你现在这样一股脑的捅出去，你让我怎么收场？瞿东明那边不是失业试试的，后续的报道给我停掉，绝对不允许再继续跟下去了，听到没有？报社主编立即点头，反正人家那边也没让自己持续报道。哼，我是吴旭，帮我查一下那个柳春红人现在怎么样，在哪里？我要立即见他。很快，吴氏就见到了柳春红。只见柳春红如同烂泥一样靠在墙角，身上、脸上有多处伤痕。谁让你们打的？哪个让你们打的？这是私刑，你们这是在滥用私刑，明白吗？吴旭脸色铁青，他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办法很简单，熄灭舆论，让柳春红出面澄清一下相关的事情。但现在柳春红被打成这个样子，就算他愿意出面澄清，谁相信？众人瑟瑟发抖，在场有一个算一个，谁也没落下。他们要是不给柳春红一顿狠的，等到瞿东明好了，那能放过他们？柳春红是吧？当柳春红抬起头时，吴氏这才发现柳春红双眼已经瞎了，再加上脸上的疤痕，心里咯噔一下，知道报道10有8九是真的。俗话说无风不起浪，瞿东确实是个天生的坏种，他爹又坐在这种位置上，什么事情不能帮他摆平？别说一个柳春红了，私底下类似的事情不知道还有多少。柳春红听到吴氏的声音后，忍不住缩了一下。你不要害怕，我是吴旭，是淮东的领导，你的事情我听说了，你放心，我会给你做主的。柳春红听到吴氏的声音后，没有任何的反应，依旧缩在墙角，抱住自己的肩膀。当初也有领导说会帮他，可结果呢？瞿东这个凶手继续逍遥法外，而他瞎了眼，毁了容，死了丈夫，公公也受不了打击去世了，到最后直接家破人亡。现在又跳出一个领导说会帮他，谁会相信？安排一下，让人给他处理伤口，然后好好看起来，任何人不许接近他。另一边，瞿东现在已经汗流浃背了，没想到自己当年做下的事情居然会被登报。爸，你醒醒，你快点醒醒！你傻了是吧？你爸手术结束还在恢复中，你这样晃他，想把你爸晃死啊？妈，我爸再不醒，我就要死了。这要是被上面领导知道，我还有活路啊？当初这事情不是已经结束了吗？这个柳春红刁民啊，他怎么说话不算话？当初说好的不再追究了，果然这些穷人都是刁民。瞿东刚想说话，忽然间郑有先快步走了进来，手里同样拿着2份报纸。你们搞什么东西？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提前说一声？郑叔叔，你一定要救我！我爸本来觉得这就是一件小事，没想到会搞这么大。没想到老瞿也不是毛头小子了，这件事情摆明了是有人在后面搞事情，这都看不懂，而且在巡捕房让那女的咬成这样，这简直就离谱。郑叔叔，咱们2家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您看这件事情怎么办啊？郑有先恨不得给瞿东一个大嘴巴子，但又不得不承认瞿东说的没错，2家确实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不管自己承认不承认都一样。这里你不要管了，跟我走。去哪里呀？去找幕后那个人。这件事情想平息下来根本不可能，后面有人兴风作浪，光压前面是压不住的，必须找到后面那个人才行。哪个王八蛋在搞我？你说呢？你是说夏意？这次真是阴沟里翻船了，本来以为就是个泥腿子出身的小崽子，可没想到这居然是个狼崽子，反咬了我们一口啊！狗东西，敢阴我，我要搞不死他，我就不是瞿东。搞死他！你现在要做的事是求他不要搞死你。这件事情继续发酵下去，你觉得你会怎么样？瞿东也不是傻子，这次夏意在里面搞事情，给了柳春红谋求正义的机会。柳春红干脆连命都不要了，这样一来事情扩大化，自己父亲又躺在床上没醒，单凭自己根本处理不了。
到最后恐怕真要出大事。老郑，我们瞿家就这么一个孩子，这孩子当初也是糊涂，实际上是个好孩子的，你一定帮我保住他。我尽力吧。中午，夏意在办公室休息，陈德胜就跑了进来。三哥，来了2个人要见你。是谁要见我？其中一个是那个叫瞿东的狗东西，另外一个不认识，看年龄应该是他叔叔辈的。瞿某人现在还在医院躺着，这来的恐怕是郑某人了，请进来吧。真假？要不打发走吧？这件事情要赶快结束，谈一谈的必要还是有的。很快，陈德胜就把郑有先和瞿东带了上来。夏意，夏矿长，郑有先，郑某人，夏矿长真是年轻有为，这次让我大开眼界，在这种情况下都能反败为胜，真是让人佩服。郑某人这话说的太直白了，不过指点也好，我现在可算不上反败为胜，只能说勉强喘口气吧。这还得感谢2位让着我呢。两人说话阴阳怪气，瞿东在旁冷着脸，恨不得上去给夏意一拳，但郑有先事先就警告他，今天不许他有任何冲动的行为，一切都要听他的。说这些没什么意义了，我今天来就是想办一件事，这次就算是你赢了，该停手的就停手吧，大家以和为贵怎么样？郑某人，你这话说的就不地道了。你们占优的时候要我的命，等我占优的时候，你们要以和为贵，你特么的脸怎么这么大呢？夏意是吧？我今天来就是想办一件事，这次就算是你赢了，该停手就停手吧，大家以和为贵怎么样？你们占上风的时候就要我的命，可等我占上风的时候，你们却要以和为贵。你特么的脸怎么这么大？是特么梁静茹给你们的吗？夏意，你毕竟还年轻，一时占了上风，就以为能赢。说实话，老瞿干了这么多年，真要是被你这一股子浪给灭了，那未免太可笑了。真要逼急了，老瞿使了瞿东，大不了换个位置，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可你呢？你以后要面对的就是一个上位者无休止的觊觎了。我爹审了我，卧槽，那老家伙好像还真干得出来。郑某人这话倒是提醒我了，既然如此，那我就把瞿某人按死吧。不只是瞿某人，还有你郑某人。郑有先一愣，似乎没有想到夏意居然这么狂。这年头他们就是天，你一个私营小煤窑的矿长，想跟2个大某人对抗，简直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按照郑有先的想法，今天上门给夏意晾晾肌肉，再给个甜枣，先安抚夏意停手，以后再慢慢炮制。可没想到这夏意一点都不在乎，张嘴就要死喝。年轻人有冲劲是好事，可太狂妄就不行了，把我们2个都按死，你凭什么？嘿嘿，简单了，就凭你们亏心事做多了，凭我能给你们掀开天灵盖，让你们的丑恶嘴脸被所有人看到。掀天灵盖，夏意，你配吗？我这么跟你说，事情是我跟老瞿的事情，但这个盖子可是整个淮东上位者都要我的，你确定要跟整个淮东上位者为敌吗？郑有先不明白夏意哪来的勇气跟他和瞿东明死磕，哪怕夏意有西川煤矿这个靠山，那也是没有一丝胜算的。可夏意却不这么想，瞿东明跟郑有先他们不完蛋，早晚完蛋的会是自己。就算夏意想放过，等2条豺狼缓过气来，可不会放过羔羊的。那就是没得谈了。哼，郑某人，这话你不该问我，而是问你自己。等你们缓过来后，会善罢甘休吗？夏意这话一说，郑有先就明白了，对方知道不存在握手言和，只要自己缓过来，一定会弄死他们，不存在任何侥幸。郑叔叔，这算怎么回事啊？小东，这次的事情难了，你要做好牺牲的准备。瞿东一听这话，差点没吓尿了。不就夺个矿没夺成吗？不至于让我牺牲吧？别担心，我只是说你要做好，不代表真的要你牺牲。现在还远远没到那个时候呢。三哥，你这逼得太紧了吧？不会出什么问题吧？郑有先的阵脚已经乱了，逼一把，说不定能有些意外收获。这玩心眼子我是真不行，以后我还是管好生产吧。嘿嘿。当天晚上，瞿东回到医院的时候，瞿东明已经醒了。爸，你没事吧？情况怎么样？有谁知道柳春红的事情？瞿东愣了下，看了一眼母亲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干脆把报纸拿给瞿东明。瞿东明愣了下，拿过报纸一看，差点被气得没直接走了。还好祸害1000年，让他缓过来了。爸，你别担心，今天郑叔带我去找过夏意，郑叔叔说了会想办法帮我的。可瞿东明一听这话，只觉得两眼一黑，心里最后冒出的一个念头是完了，最后直接昏死过去。不能再等了，这件事必须马上就定下来，不然后面就晚了。这事也不容易，当初的事情知道的人少，现在人少不代表没人知道。就在这时，郑北走了进来。小柏，你平时玩的那些人，是不是跟瞿东的关系也很好？我们认识的就是同一批人，他们跟我跟瞿东关系都不错。那就好，有些事情你帮我留意一下。
第二天一大早，吴氏感觉自己要炸了，因为省会的报纸也刊登上了曲某人的故事，这是一点活路都不给啊！吴氏，咱们接下来怎么办？查，不管曲家是干净的还是脏的，咱们都得先查了再说。他曲东明真要是有问题，查出真相，那我这个当领导的就是明察秋毫。如果什么都查不到，那就更好了。老曲，我可是为了让你沉冤的血，费了多大的力气。随着调查小组的成立，舆论开始发酵，整个淮东都陷入了一种怪异。然而接下来的发展让所有人瞠目结舌。第二天就有人举报，举报的人正是之前跟着曲东的一个小弟，也是替曲东顶罪的那个人。当天晚上，原本代替曲东坐牢的小弟在监狱里要求翻供，指认曲家让自己李代桃僵，而距离此人服刑结束已经不足3个月了。在接下来短短2天时间，从证人到证据如同春笋一般冒出来。除了柳春红案相关的证据之外，还有其他多桩跟曲东明父子有关的案子。俗话说墙倒众人推，所有人都看出来曲东明要倒台了。一些和曲家有纠纷的人纷纷跳了出来，甚至有些人和曲家明明没什么关系，此时也跳出来指证曲家。此时吴氏一脸错愕地看着眼前的各项证据，详实的仿佛有人仔细编写过一样，把曲家犯过的事情一一揪了出来。吴旭心中忍不住胆寒，这事情太诡异了，诡异到所有人都明白，这是有人在推动曲东明倒台，而且推动这件事情的人还跟曲东明关系不浅，不然无法拿到这么多证据。曲东明啊，曲东明，你们到底得罪了谁？很快，曲东明一家全部被逮捕。三哥，服了，我真是服你了。曲东明就这样倒台了，这简直不可思议。有人想弃车保帅，只不过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帅，别人是车而已。三哥，你别跟我说这么深奥的话，我听不懂，我就知道你太牛了。以后你说啥我干啥，就是可惜了，曲东明进去了，还留着个郑有先。你以为曲东明是谁弄进去的？郑有先可没少出力。陈德胜一怔，有些不敢相信。郑有先他们关系那么好，怎么会以利相交？利剑交往本身就没什么值得惊讶的，这件事情还没算完啊！不是，不好了，曲东明昨晚在医院吊死了。啊？什么？我去特这个混蛋！现在事情都查清楚了，他自杀了，上面询问起来，这是怎么说得清楚？这可咋办？曲东明啊，曲东明，你真是够狠的，这是用自己的命给我一口啊！曲东明死了，这应该是好事吧？好个屁！淮东这些当某人的，有一个算一个，谁经得起查？曲东明这是用命报复我们。本来他的案子查清后也就结束了，一场风波眼看着要结束了，可他却用自己的死把上面的专案组给勾来了。郑有先神色愈发的不安，他和曲东明认识这么久，从来没想过曲东明居然能干出这么狠的事。这段时间你去看过曲东吗？没有啊，不是您说的最近别靠边吗？去看一看吧，探探口供，看一看那小子什么意思啊！爸，你是怕曲东往我们身上引火？就他可没那个本事，跟他爹比起来，曲东就是个废物。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所以谨慎点，去安抚安抚他。老郑，你救救我，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啊！曲东，你别激动，曲叔叔的事情我们都没想到。不过你放心，我爸说了，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你保下来。曲东一听这话，脸上满是感激。谢谢你，谢谢郑叔叔，我出去以后当牛做马也要报答你们的。咱们两家的关系就不要说这些了。对了，现在专案组查到的证据对你很不利，我爸也在想办法周旋。如果实在没办法的话，你可能要担一部分罪。听到此话，曲东一怔。放心，曲叔叔的死其实就是帮你背罪，你只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往曲叔叔身上推就行了。到时候你最多是个从犯，我爸再帮你走走门路，哪怕坐牢了也能再操作，在牢里蹲个1-2年，出来就都过去了。我不想坐牢。我明白，咱们兄弟了，一个东一个北，你当我忍心啊？可这件事情不能再查下去了，越查事儿越大。我爸的意思是，实在没办法的话，就先认罪结案，千万别搞到最后没办法收场。曲东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点头答应。我一切都听曲叔叔的，这就好。有了郑家的授意，曲东开始配合案件调查，一股脑的开始认罪，搞得调查组这边也是一脸错愕。本来以为会是一场持久战，但没想到犯罪嫌疑人根本没端着，那叫一个平易近人，那叫一个酣畅淋漓，搞得大家反倒有些担心曲东的证词有问题。吴氏这边则让刘春华配合调查，受害人和嫌疑人都在场的情况下，这案子就好办多了。从立案侦查到结案，总共就用了3天时间。
最后是瞿东认罪，愿意伏法接受法律的处理。与此同时，夏邑等人知道消息后，也是一脸的古怪之色。不是吧？这就认罪了？这人还挺光棍啊。三哥，这不会有什么问题吧？乖乖，我们以前打个架被抓到了，都要死撑着不认，他这可是害人，这就认了。哼，只能说太蠢了，估计是郑家那边发力，瞿东被忽悠惨了。瞿东明，瞿东，这当老子的儿子取名字，瞿东没有明天，这不是咒自己儿子死吗？好家伙，现在父子俩都要死了。这么可能是死刑？不可能，怎么可能呢？妈，郑叔叔和郑北他们答应我的，说是不会判几年，很快就能出去了。就算是坐牢，还有减刑呢。傻孩子，你怎么能相信他们的话呢？他们是想卖了你，卖了我们瞿家，这样才能迅速把这次的风波结束了，免得上面的调查组下来波及到他们。瞿东人都傻了，一脸恍惚地看着门口，片刻后泪水顺着眼眶流出来。妈，我不想死，我最怕疼了，你想办法救救我，救救我好不好？我不想死啊！儿子，咱们家是彻底完了，彻底完了。瞿东母亲一屁股坐在地上，母子俩一个里面一个外面，哭的那叫一个撕心裂肺。你赶紧走吧，郑家那边吩咐过，不能让你们进来的。我以前是受瞿某人提拔才破例的，你们在这又哭又喊的，这不是害我吗？儿子，你别担心，要死也不会是我们瞿家一家死，他们也别想好了。瞿东此时哪里还听得见母亲的话，整个人绝望地坐在地上，仿佛精神都不正常了一样。瞿家的案子，我看就这么结案了。这次的事情给了我们一个警醒，别觉得自己做了某人就高高在上的，要想明白自己是为了人民服务的，而不是奴役人民的。真觉得自己了不得，成了上等人，那就是要出问题的时候了。希望各位回去都能仔细思考，在以后的工作中尽心尽责，不再出现类似的事情。散会。就在此时，路人甲慌乱地跑了进来。武士，坏了，有人上天台了，说是要跳楼啊！是要跳楼？人怎么上去的？是瞿某人的爱人，他说是来收拾瞿某人遗留在这边的东西，可是没想到直接上了天台了。荒唐，真是荒唐！这疯婆子想干什么？想逼迫司法公正吗？先过去看看，让人准备好的东西在下面接着，千万别让他出事。等到吴氏等人来到天台的时候，就看到瞿东明妻子正在天台边缘绑什么东西。谁都不许进来，不然我立即就跳下去。嫂子，你家里出了事，我们大家都很心痛，但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处理好，向前看。你现在搞这么一出，有什么用呢？你们都是好人，就我们家是坏人，无序。可事情不是这样的呀，这里分明是蛇鼠一窝，可最后为什么偏偏就我们家要遭这个难？众人默然无语，那些事儿大家都心知肚明。嫂子，我能明白你现在的心情，但是小东还没有最后判刑，我们也在跟法院那边沟通，或许就会是个缓刑。你现在要是出了事，小东以后怎么办？别逗我了，你们这些狼怎么可能会给我们活命的机会？郑有仙，特别是你，你是这些狼里最卑劣的那一个。要说贪，谁贪得过你？是你害死我男人，害死我儿子的。等我死了之后，变成厉鬼，也不会放过你的。郑有仙脸色难看，刚想说话，没想到瞿东明妻子转头就是纵身一跃。好啊，人在做，天在看，坏事做尽，终有被收的一天。我要的就是现在这种状态，山崩地裂，谁都别想好了。三哥，这些人真是不怕死啊！不怕死，他们可比我们怕死多了。但到了这个时候，别人想让他们死，他们不想死不行了，只能临死之前再拉一个。三哥，那郑家能躲过去吗？躲过去？凭什么躲过去？既然这场大戏开唱了，不唱到最后，谁也别想下台。让人再去一趟省会，给他们送新闻，绝对不能让这场戏停下来了。夏邑承认，郑有仙有句话说的没错，现在想捂盖子的不是郑家一个，而是整个淮东都想捂盖子，自己不再帮他们添一把柴，那吴旭还真有可能把这事压下来。说来说去，吴氏是这件事情里最倒霉的那个，一点好处没有，全擦屁股了，最后沾了一身奥利给不说，以后往上走已经不可能了。第二天，整个省会都震动了，省会报纸头版头条：海东市某人腐败，内部倾轧，瞿东明上吊自杀，妻子于办公大楼一跃而下。事情尘埃落定了，大多数人问题不大，也就是以权谋私罢了。那这个郑有仙呢？那事情可大了，他和他老婆借用便利，有小舅子在外开设材料厂，然后市里学校扩建等工程，全部都要去指定的地方，也就是他小舅子的厂子进材料。这还是小事，郑有仙小舅子还有其他亲戚朋友，这些年也没少干坏事，而郑有仙仗着和瞿东明的关系，屡屡帮亲戚朋友摆平这些事情。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最后判咋样了？郑有仙因贪污腐败问题判刑，被判23年，他老婆是从犯，被判15年，罪有应得。对了，那个郑北呢？郑北没有被判刑，郑有仙夫妻把所有罪名都担了下来，除了当不了他的少爷之外，是两家唯一全身而退的人。
夏依啊，夏依，所有的源头都在你身上，我迟早要报仇雪恨。想报仇可没那么简单。夏依现在可是小煤窑的老板，而你不过是一个落魄富家子弟罢了。你是谁？我的事关你屁事啊！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相同的目标。你也跟夏依有仇？那倒没有，不过我们追求的目标都是一样的，都是针对夏依。怎么样？感兴趣不？当然，你也可以像狗一样活下去。只要能扳倒他，我可以加入你。我要怎么做？不着急，先跟我来，我带你认识一下我的朋友们。你敢信打了100年光棍的夏依，这次终于要套你猴子了。这次咋出去这么长时间啊？也不知道打个电话回来，想急死我们啊！奶奶，我后来不是打电话回来了吗？这是忙，跑外地跟人谈生意，你都不知道，一天到晚连个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就这我还是谈完就回来的呢，不然再耽误个3、5天也正常。小姨要做事的，你以为跟你们一样，整天在家里看电视晒太阳，就是看着好像有点瘦了。那边的饭菜我吃不惯，太甜了。下次出门我高低得带点我娘腌的咸菜。别胡说八道，外面人家都山珍海味的，还能缺我这点咸菜？不一样啊，山珍海味再好，吃多了也腻。就娘你腌的那点咸菜，吃着爽口，天天吃也不腻。一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等把爹娘他们忽悠过去，夏依又问了下老爹他们家具城的事情。家具城也差不多了，你小姑父让人打了不少家具，都是按照你画的图样打的，现在正往店里搬呢，开业也就是这几天的事情了。那就成。吃过饭后，夏依就带着林秀秀回了家。要说哪里好，还是家里好啊。林秀秀知道自己被抓的事情，老四跟自己说过了。此时林秀秀不吭声的站在门口，搞得夏依心里那叫一个慌。嫂子，你别杵在那呀，来坐，咱们聊聊天。林秀秀低着头不说话，把夏依弄得心里压抑的很，只能硬着头皮站起来，走过去拉了把林秀秀的手。嫂子，咱坐下。夏依忽然间愣住，这才发现林秀秀不知道什么时候哭了起来。哎呦，嫂子你怎么还哭了？不哭了行不？秀秀，咱不哭了好吧？是我的错，我不是人，我以后再也不。夏依话没说完，就被林秀秀撞了个满怀。林秀秀死死抱住夏依，仿佛要把夏依揉进自己的身体里一样。不怪你，你是男人，你为这个家在外面辛苦，遇到这种九死一生的事情，苦的是你，累的也是你。这有啥呀？我是大老爷们，我最大的任务就是让家里让你过上好日子。再说了，在外面打拼哪有什么都一帆风顺的，咱这就算是不错了，这根本就不是。后面付费内容咱们就直接跳过，一夜无眠。第二天，夏依扶着墙根出了家门，等来到小煤窑的时候，萧仁和冯强东也来了。哎呦，我们的战神来了！夏依哭笑不得，只能看向冯强东。冯哥，你这学成归来了。老弟，怪哥哥不？这有啥可怪的？能有现在这个家业，都是靠老哥你抬爱。这遇到事了，就找老大哥喊救命，不救就生恨。那我还是人吗？老弟，我没看错人啊。几人到夏依的办公室坐下，夏依又把陈德胜叫了过来。冯祥东这才笑眯眯的把校中的事情跟夏依几人说了一遍。本来我是想着能把小小推上去，帮你保住雷公山小煤窑就不错了，可万万没想到，你们不但保住了雷公山小煤窑，还把事情闹得这么大，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小小叫你战神，一点没交托。冯哥这话说的，本来我还真以为自己挺猛的，现在才知道还是冯哥您在中间使了劲啊。自助者天助，我只不过是顺手推一把，能不能成，主要还是看你们。再说了，那些票里，也许矿务局那一票起了大作用，但没有之前的几票，那一票也不能当起票用啊。不过这次我也是真没办法，本来想着直接回来把这件事情给压下去，但我也确实有些原因，着实不好下手。夏依和萧仁都表示理解，冯祥东毕竟是走那条路的，很多事情都要考虑。这次他要是真的头脑一热，从校杀出来平定是非，肯定能够立竿见影的搞定这件事。但他以后再想往上走，恐怕是不可能的了。对了，还没有恭喜冯哥你高升呢，接下来是要去梅安了吧？是啦，冯矿，您回来之后还没说您这后续安排呢。本来确实是要去磨安的，但现在改了，磨安是去不了了。啊，冯哥，不是我这是影响到您那儿了吧？你别说，还真是你的事情影响到我了。本来说好在学习结束后直接去磨南报道，我听说那边条令都准备签发了，现在不去了。夏依和萧仁一脸愧疚之色，知道这次是他们拖累了老大哥。冯矿，您看还是我们没处理好，您批评我们吧。我批评你们干什么？这么跟你们说吧，你们这次把事情搞得挺大的，特别是夏老弟你曲东和郑有贤的事情在上层闹的风波很大，上面下文批评了省里，省里又对市里很不满，因为这件事情
无序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上面决定给他挪地方，让他去别的地方任职。怀东一把手的位置空出来了，一把手空出来了，这有点麻烦了，不知道会来个什么样的，别回头不好说话，难配合啊。夏意则一脸错愕地看着冯祥东。萧仁见夏意不说话，下意识看了夏意一眼，然后一怔，好像也反应过来了。冯矿，不会是你吧？可不就是我吗？夏意和萧仁都麻了。冯祥东在淮东的地位确实不低，但真要是论起来，也就和瞿东他们差不多。淮东一把手的位置给他做，就等同于破格提拔。最夸张的是，之前淮东可没有这样的例子，说出去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冯哥，你这是怎么做到的？按说这不合规矩吧？确实是不合规矩。按说我无论从职务还是以前淮东晋升的惯例来说，都没有这样办的。但这次淮东的事情闹得太大了，上面领导亲自下文批评，省里那边被搞得焦头烂额，而且这件事情可没完呢。上面调查组还在查，结果越查越吓人，整个体系里面都他妈黑完了。上面连着下面，大摊带小摊。这样跟你们说吧，上面调查组如果真下死手的话，这一块的人根本没几个能留下来的。夏意和萧仁不敢相信，不过回头想想又不奇怪了，连巡捕这一块都有瞿东那样的存在，别的体系能好到什么地方去？一个个对着雷公山小民谣，就相当于明抢了。但凡注意点吃相的，谁能做出这种事情来？所以上面准备大刀阔斧的改革，如果直接空降一个的话，到时候难免因为对淮东的事情不熟悉，有可能被蒙蔽了。所以上面就想着在本地提拔一个人上来，结果那边又是这个样子，蛇鼠一窝，基本上没有可用的人了。这个时候也不知道哪位大神把我给薅出来了，非常时期用非常办法，所以上面就通过了这条提议，破格提拔我上位，以后负责淮东的各项事务。夏老弟，我说你是我的贵人，你就真是我的贵人，没有你的话，我这辈子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啊！恭喜冯哥了，那以后感情好了，市里有冯哥你，煤矿上有我。好家伙，上面这是有想法的，准备把矿上跟市里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啊！你猜对了，上面对淮东这种煤矿和市里分割的情况也一直很不满，所以这次也是借着这个机会把双方整合在一起，不然这个位置说什么也轮不到我的。众人又是一阵感慨，上面眼光是真毒，知道萧仁是冯祥东的徒弟不说，而且来西川煤矿只不过是为了镀个金而已，对西川煤矿并不在乎。这种情况下，几年时间下来，冯祥东就能借助原本对西川煤矿的掌控力，彻底把西川煤矿归入市里的管理范围。淮东煤矿和市里分割的情况自然也就解了。什么叫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不就是从头顶没人被欺负，到老大老二都是我朋友？这短短几天时间，着实让人有些不可思议啊！真狗对女神的执念已经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为了舔敢替老板做主吗？小猪忙着呢。三哥，今天不在家休息啊？哪能一天到晚在家歪着呀？再说了，养了也有几天了，再不活动活动，我感觉自己都要生锈了。朱端仪欲言又止，老四见状立刻明白他有话要说。朱哥，你这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哥说吧？小猪，有什么事情你就说，别不好意思啊。不是要结婚了吧？你要是请我喝喜酒，我肯定给你包个大红包。朱端仪挠了挠头，一时间仿佛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三哥，你还记得刘春红吗？我又不是智障，这才几天时间，我就不记得他了。嘿嘿，我这不是怕您贵人多忘事吗？是这样的，我想给刘姐在三哥您这求个饭碗。不是，你们俩现在这么熟了吗？之前为了跟她聊通帮忙的事情，也接触了2天。刘姐这个人真是没话说，而且也可怜，丈夫死了，婆婆也有病，她自己又嫁了，每天生活困难的很。我就想能帮一把是一把。虽然说是互惠互利，但柳春红确实是帮了我们忙的。这样吧，你让她来家具城，我看能给她找个什么工作。夏意不是圣人，但是对于这种帮过自己的人，能帮忙肯定也愿意搭把手。谢谢三哥。行了，去忙吧。此时店里的家具已经摆得满满的了，但是看起来有些杂乱无章。老爹，你好歹归下类，哪个区域放床，哪个区域放柜子、椅子、沙发，您这都堆在一起哪行啊？我要你说，这不是忙不过来吗？赶紧搭把手，就按照你说的摆。兄弟几个赶紧上手，一上午忙得不轻，这才将东西摆得差不多了。老爹，床不用把床板都摆出来，太占空间了，反正床板都是差不多的，把床头摆出来就行了。师傅，你不说我还真没想到，小易这孩子就是聪明，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夏一看时间差不多了，准备打发老五去买点吃的回来。就在这时，朱端仪忽然从门外走了进来，手里还拎着饭盒。叔，你们洗手，然后就能吃饭了。小朱，这是你买的饭啊，这可不行，多少钱我给你报销。三哥，和我可没关系，这是刘姐做的。很快，一个女人也走了进来，正是柳春红。三哥，这就是刘姐，人可好了，手艺也好，这些都是刘姐听说大家在干活，特意做的，你们快尝尝味道。
这味道可以啊，不比知味楼的差了，是吧？我也这样跟刘姐说的，可刘姐就是不相信，还以为我逗她玩呢。刘姐，你饭菜烧得不错，要是愿意的话，以后就负责给家具店送饭吧。在家上班做好了，我让朱端仪去拿就行，账1周1结，你觉得怎么样？刘姐，三哥这是照顾你呢，赶紧答应啊！多谢夏老板，菊东明一家能伏法，我这次能够。那事就别说了，晦气。夏意赶紧打断柳春红的话，老爹他们还不知道他被抓的事情，这要是说漏嘴了，今天自己回去可就惨了。以后每天1顿中午饭，3菜1汤的，2荤1素，汤可以随便点，工资1周1结，材料我们买。工资的话，小朱你觉得多少合适？1个星期至少给个10块钱吧。10块钱？不用，10块钱太多了。这样算的话，1个月不就40块钱了？我就烧个饭，哪能拿这么多钱呢？刘姐，你这话说的就不对。我们都说了，你这饭菜的味道都和知味楼差不多了。你要是能开店的话，肯定挣得更多。现在只给我们做饭，这点钱算什么？再说了，我们3个在淮东，那也是有头有脸的，总不可能给你个3块5块，那你是寒碜我们3个呢，是不是啊，三哥？夏意似笑非笑的看着朱端仪，看得朱端仪尴尬的笑了笑。嘿嘿，小朱说的没错，我夏意现在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每周10块钱算什么？就按照小朱说的，每周10块钱。周姐，柳春红本来是不想来的，她觉得自己一个瞎子跑出去找工作不是开玩笑吗？但是家里婆婆年龄大了，2个人总不能坐吃山空，所以哪怕再难也得出来试试。可柳春红没想到，这随便试试，居然还是出一个高薪职业来，哪怕外面大排档的厨子，1个月也未必能挣40块钱呢。那谢谢夏老板。夏意把柳春红送到门口，朱端仪也跟了上来。刘姐，我这样叫你不介意吧？不介意的。那就好，我之前跟瞿东明他们斗的事情，家里还不知道，我也不想他们知道后担心，所以希望你以后能帮我保守秘密。三哥，你放心，刘姐最会保密的了，她肯定不会说。没错，我看刘姐也是个能保守秘密的人。那今天就咱们3个人在这件事情，我自己肯定不会说。刘姐的人品也有保证，如果透露出去，小朱就一定是你了。逗你玩呢。不过刘姐，你这眼睛，你去医院看过吗？还能恢复吗？三哥，你别问人家这种问题啊，多伤人。我看过，说是能复明，但是要动手术，还要别人捐赠，啥角膜，反正总体算下来不便宜，没有几千块钱是不可能的。家里生活条件不好，暂时就不考虑这件事了，等以后条件好了再说吧。话不是这样说的，现在几千块钱是不便宜，但以后大家手里有钱了，这种手术肯定会更贵的。刘姐，你这眼睛还能好啊？是能好的，可太贵了。那你怎么不跟我说啊？你也没问我呀。再说了，你又不是我谁，我跟你说什么？这话也不是这样说的，咱们至少是朋友吧。朱端仪也是个怂货，眼睛也是看向夏意，夏意冷笑一声，根本不搭理他。那刘姐，我们就说定了，以后你在家做饭，每天中午我让老五。朱端仪一把拉住夏意是手臂，夏意眼皮一跳，没好气的瞪了朱端仪一眼。我让老五的朋友，也就是小朱去拿，没问题吧？没有问题的，多谢夏老板。不必，你这是凭本事吃饭，不用谢任何人。送吧，刘姐，这出门一趟不容易，咱也没有导盲犬，只能让舔狗顶上了。舔狗是什么狗？夏意没搭理朱端仪，而是跟柳春红道了声别，就转头回屋了。小朱这是看上人家了，这还用说？你看看他那个表情，乖，也就是柳春红看不见，不然不得嫌弃他。众人哈哈一笑，大家和朱端仪都熟了，所以随口开个玩笑不算什么。小朱人很不错的，哪个姑娘要是跟了他，那绝对是享福的，以后肯定能收个好媳妇。现在选小柳，以后是会后悔的。对大姑父这话，夏意也不否认，朱端仪这日子只会越过越好。他现在喜欢柳春红，十有八九是见色起意。这是实话，别看柳春红脸上有疤，但是人其实长得不错，身材也好。你要说朱端仪是从灵魂契合上看上了对方，那纯粹就是扯淡。这小子下贱，就是馋人家身子。很快朱端仪就回来了，一进屋看到夏意，就有些怂的想找个地方躲一躲。给我过来，刚才替我开价不是挺牛的吗？你小子可以啊，学会吃里扒外了。三哥，我怎么可能吃里扒外？我就是觉得刘姐不容易，再说也给您帮过忙，能帮你肯定帮，就算我不说，你也会帮的。哼，我帮他没问题，但你实话跟我说，是不是看上人家了？有点馋人家身子朱端仪犹豫了一下，然后舔了舔嘴唇，一脸的义正言辞。三哥，你这话说的就有点看不起人了。什么叫有点馋人家身子？我是真的馋。三哥，为了我的终身幸福，你一定要帮我啊！眼前这个散发大地气息的美男子，竟然爱上了一个瞎子的无烟，甚至还要做他的舔狗。人家不要当人，就要当你的狗，就当你的狗。刘姐，我就说三哥好说话吧，
夏先生是好人，不过咱们这是骗人。做饭的时候我就打下手，饭菜都是我婆婆做的，这让夏先生知道了，得多生气呀！你想多了，刘姐，你不会真以为我们三个会相信你看不见还能做饭这种事吧？他不相信，为什么要用我呀？你看刘姐，你这就是不懂人情世故了。我们去求三哥帮忙，三哥要是直接帮，那以后其他兄弟开口，三哥帮还是不帮？所以咱们得有个由头。你能做饭，三哥给你安排个做饭的工作，那谁也说不出什么来。至于这饭菜谁做的，有区别吗？咱们不断斤缺两，不以次充好，味道也是经过三哥认可的，那不就行了？夏先生真是个好人，小猪，你也是好人。我就是顺手帮忙。小猪这小子心思还挺多，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吗？只能说小猪眼光好。这个柳春红为了死去的丈夫能把命豁出去报仇，光是这点有几个人能做到的？再说了，以后他好好干，攒点钱把小柳的眼睛治好。至于脸上的伤疤，过日子的人只要自己不在乎，谁也不能说什么。是啊，小猪眼光是真不错。再说了，柳春红这饭菜烧的也是一绝，味道是真不比知味楼差。老爹一听夏意这话，立即一副看傻子的眼神望向夏意。老爹，你这是啥眼神？怪瘆人的。你不会真以为这饭菜是小柳烧的吧？不是吗？傻小子，你觉得瞎子怎么做饭？下个面条估计还行，烧大菜调料都放不了。对呀，妈了个巴子，小猪这混账敢骗我！扯什么蛋呢？人家这是不好意思让你照顾柳春红，所以找了个由头。你小子答应的这么利索，我还以为你懂了呢。其实是懂了的，懂了。我这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吗？平时看你这么机灵，怎么这种事情上犯傻？人嘛，一天有3混蛋的时候。闺女，咱娘俩说说话。娘，你好，我有啥事吗？柳春红婆婆伸手握住柳春红的手，还没说话，眼泪就下来了，泪水滴落在柳春红手背上，吓了她一跳。娘，你这是咋了？娘这是高兴，小五的仇报了。我就算是现在去地底下见他，心里也不冤了。柳春红跟婆婆相依为命好几年，娘俩的感情好的比拼母女还好。一听婆婆这话，柳春红就忍不住也掉起了眼泪，抓着婆婆的手不松。闺女，娘这话不掺半点假，姓瞿的恶有恶报，娘心里说不出的快活。娘年龄大了，这几年就靠着胸口这股子气活着，这股气泄掉之后，10有8九也撑不了多长时间了。娘，您别吓我，别说这样的话。这2个女人，一个除了儿子，世上没有别的亲人了，一个也只有丈夫，同样是身世凄惨。不是说丧气话，只是人终归是有这一天的。与其到了那天手忙脚乱，倒不如提前寻思好，也免得到时候慌张。我这段日子心里只有一股子恨意，对我来说没关系，7老8十的人了，能有这股子恨意也是好事。但你不行啊，闺女，你还年轻，20多岁，放到哪里也是春正俏丽的时候，你不能学我，你得好好活。为了小五，累了，我也为了你自己，我就守着娘你，就咱娘俩过。你说这话要是换在以前，娘心里是真高兴，但现在不一样了。这几年时间，咱娘俩互相搀扶着过日子，多苦多难，娘心里明白。娘不能自己2腿一蹬之后还让你继续苦哦。要我说，再找个好人家，等娘死了你好好过。不说别的，逢年过节至少还有人能给娘烧个纸钱，是不是？柳春红依旧摇头，不肯答应。你听我的，小猪那孩子望着是个好人，咱娘俩这仇能报，他是出了力气的，但是日子太短，真好假好不知道啊。他要是就冲你身段模样来的，等真到手了，也就是你倒霉的时候了。你听娘的，咱试试他，往后我会为难他，挑他毛病，给他脸子，不为别的，就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能为了你受这个气，吃这个苦。你也别心疼他，这么好一个闺女给了他，我还心疼呢。柳春红脸颊泛红，婆婆心里叹息，知道自己还是有眼力见的。儿媳妇心里明白这是有小猪的，现在主动提总好过时间长，招孩子越好。是就这样说了，你也别说不乐意的话，且看看真好假好，乐意不乐意看看再说。第2天，夏意把昨天进城做的横幅收拾好，就准备去城里家具店正式开业运营。二姐此时从屋里跑出来，一屁股坐在摩托车后面。二姐，你闹啥？快下去！我不下去，今天我也要进城，快点走，不然我去嫂子面前说你坏话。说去啊，
嫂子现在已经是我的形状了，你看她信你还是信我？什么形状？没事没事。不对呀，二姐，你之前可从来没要求过进城，到底咋回事？我听说今天有媒婆过来，你带我去城里躲躲，我求求你了，老三。夏意哭笑不得，不过转念一想，自己原本是想把上一世的姐夫给薅出来的，结果被瞿东跟郑北那2个玩意给耽误了，差点把姐夫的事情给忘了个干净。快点走，娘找出来了，驾！夏意只能开车，这边车子刚开出门去，老四拿着东西从屋里跑出来，一脸的错愕。三哥，停车啊！我还没上车呢。夏意带着二姐到了城里，刚进城就遇上熟人了。徐所长，夏意一脸惊讶，没想到在东大街这边看到了徐伟。之前瞿东明要搞夏意，徐伟夹在中间是进退两难，最后来了招狠的，自己举报自己，被请去喝茶，从风暴中脱身。别叫徐所长了，以后叫老徐就行。我这被一撸到底，从基层开始干了。我撤回刚才的话，徐伟估计没有自污，是真有点事啊。其实也是好事，那边认为我和瞿东明有点往来，所以给我撤职见面了。但好歹公知是保住了，而且小夏，我不瞒你说，我是在瞿东明出事之前被处理的。后来瞿东明出事后，一大批和我一样的，结果公职都没保住，我这是一罪不二法，不然的话，我现在也得回家种地。所以说我还得谢谢你，是我赚了。夏意也是哭笑不得，这或许就是所谓的祸兮福所倚吧。老徐，你帮了我夏意一回，我不会让你吃亏的，以后有啥事跟我说，管用的。你也不用担心我，我这年龄还有几岁就退休了，我是什么都不怕的。话是这样说没错，但夏意心里明白，从这个位置退下去和从普通的位置上退下去，那还是有区别的。不过事已至此，夏意也不会拍着胸口保证，再把徐伟送上去，关系没到那个份上，也不必去揽这种事情。老爹，你们这边准备的怎么样？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等会小猪把鞭炮拉过来，我们就开业了。先别急，今天还有家乡的呢，等人到了再说。家乡的。这边话音刚落，萧人的声音就在门口响起。夏老弟，你这店铺弄得真不错啊，这墙拿什么刷的？看着跟抹了奶油似的。夏叔，知道您家具店今天开业，我来给你们贺喜了。也没有别的能送的，弄了个花篮，聊表心意。只见萧人带来的人搬着个花篮，上面用红绸子写着西川煤矿祝贺三杰家具店开业大吉。三杰家具，这就是老爹他们3个想出来的名字。夏意本来觉得有点土，结果看到老爹他们起的其他名字，什么顶呱呱家具店、好手艺家具店，立马就敲定三杰家具这个名字了。哎呦，谢谢，这怎么好意思啊？这还不算完，西川煤矿这边送来花篮后，老陈很快就来了，代表知味楼也送上了个花篮，同样是红绸子，上面写着知味楼祝贺三杰家具店开业大吉。老陈这边刚接了烟，刘卫东也来了，一样的花篮，一样的红绸子，只不过红绸子上的前缀换成了淮东石灰厂。接下来1个多小时，淮南的、阜阳、亳州的、安庆的、六安的、滁州的，好家伙，一个接一个厂子来着，一个接一个的花篮带红绸子，看着都快把东大街给堵死了。老三，你这有些夸张了吧？卧槽，这谁走漏了风声啊？我记得我没跟这么多人说过。老爹，时间不早了，咱开业吧。老爹和大小姑父点头，看着9点58分这个点，宣布开业。958，就我发呀！老弟，你这活动有点野，搞得我都心动了，想给西川煤矿换批办公桌椅一类的了。萧哥，心动不如行动，你这刚上任，该烧的火烧了，该让手底下人享受的福利也得享受啊，可不能光给大棒不给枣。你的话有理，这样，我刚才在里面看到一套桌椅，挺不错的，你按照那个给我出货吧。一套是一张办公桌加4把椅子，70块钱一套，你放心，都是实木的。你要几套？先出100套吧，后面要是质量好的话，也许还得加。好。多少？大姑父眼睛一瞪，手里的铅笔差点没把记事本给捅穿。100套对西川煤矿不算啥，萧哥那边各个机关科室，再加上井下单位的100套，连1/10都换不下来。大姑父只觉得脑子都懵了。100套桌椅，单说用料，价格大概是在35块钱的样子。一套桌椅人工算10块，三杰家具店一套赚25，100套就是2500块钱呢。这还是开业第一笔生意。夏老板，我们知味楼也准备把桌椅换新，梅姐正好把任务交给我了。不过我们要不了这么多，大圆桌按照包间来，再算上备用的，我们要10套，小方桌要30套，一共40套。生意小了点，夏老板不会不做吧？老陈，你这话说的，苍蝇再小也是肉啊！听到此话，老陈也是眼睛一瞪，让你寒碜我。众人都是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有萧人和老陈做榜样，
其他人也不含糊，你10套，我20套，不管用不用得上，先定了再说。等到大姑父统计完毕，光是这些捧场的人在一起，就定出去700多套家具出去。小夏，这订单太多了，可是耽误了做散客的生意，就是让小姑父手底下那些木工加班加点，没有2个月也交不完工。现在刚开业，人家散客一问，你订单就推到2个月之后，人家失心疯非要买你的。好在夏邑一向众人表达了工期的忧虑时，众人纷纷表示迟点也无所谓，反正也不着急用。一阵寒暄后，夏邑带众人去知味楼吃饭。夏邑这边刚走没一会，老四就哼哧流星的来了。赶上了吧？没耽误开业吧？你没赶上关门啊？这不能怪我啊！家里自行车老爹你们骑走了，摩托车三哥骑走了，我从家里走了2个多小时才进城，累死我了。3节家具店订单是接爽了，可小姑父看到订单后脸都绿了。先不说肖人他们捧场的这几百订单，单是今天散客的订单就过100了。这生意也太好了，大家都这么有钱了吗？我打了这么久的家具，也没见过这样买家具的。你那脑子能跟我侄子比？你看看小易画的这些图样，看着就是洋气，哪像你之前给人家打的家具，4条腿，1个床板，四四方方的，让我也不买你的。样式好是好事，但手艺用料也得好啊！我今天嗓子都快讲劈叉了，真是过瘾！我跟你们说，今天要不是早上开业，那会耽误功夫，订单还能更多。可别多了，这么多订单，这得打到什么时候去？我们可是答应了顾客1个月内交订单，散客的订单1个月都满打满算了。小易那些朋友的单子，他们的单子你别急，人家是给小易面子，不是真等家具用。不过这些家具你得让手底下的人上心，这些都是小易的面子，弄得不好，人家嘴上不说，背地里要骂小易的。姐夫的话你听到没有？小易朋友那些单子，你可别让手底下的人糊弄，要是给小易丢脸了，我饶不了你啊！媳妇儿，你这话说的不是侮辱人吗？我哪个单子也没糊弄过人，咱是手艺人，手艺人要是糊弄人，那这脸还要不要了？小姑哭笑不得，但也知道自己男人对手艺人这3个字看得很重，哪舍得侮辱你啊？就是给你提个醒，毕竟单子太多了，你不糊弄，就怕手底下的人糊弄。不行，我再招点人。木匠这行当，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点面子他们还是会给我们的。本来小姑不生气的，可一听自己男人这句话就来气。咋的？你带他们挣钱，还得给他们赔相啊？还给咱们面子，他们这给的工资高，打1张桌子都能抵得上他们打2、3张了。再说了，平时他们1个月也不一定能接2、3张的活，咱们给他们稳定的活干，怎么的？还欠他们的了。行了，你嘴也是不饶人，人家这是为人处事。不过要我说啊，远才，你也别太不把自己当回事了。这年头啥重要？当然是钱啊！没钱你给人当孙子，人家都嫌你闹啊。咱们又不是占他们便宜，你别因为啥手艺人不手艺人的，被人家吹捧2句就拉不下脸了。哥，你放心，这件事情远才负责找人，我负责跟他们谈。我算是看出来了，远才不是管人的那种人，心不够狠。小姑有些为难，但最终啥也没说。自家男人就是这个德行，确实也不是那块料。真要是强迫他去管人，到最后10有8九得被忽悠，不落好。那成，就按得一说得来。不过远才你也别多心，钱还是1批3股，肯定不让你吃亏。哥，您这话说的，小易出钱，想办法优化图纸，拉朋友来捧场，我能有啥好说的？再说点不知好歹的话，那就是不要脸了。老爹微微点头，很满意妹夫的话。3个人在一起做生意，全部都实诚不行，全部都经营不行。夏邑这边在知味楼把人都送走后，这才长出一口气。老陈是主场作战，看夏邑一时间也有些唏嘘感慨。这才多长时间？半年前，夏邑背着野鸭蛋来换钱，看着跟个二傻子似的。短短半年的时间，这就跟西川煤矿矿长谈笑风生了，真是了不得。老陈，别看你今天照顾了我的生意，我这可也照顾你们的生意了。哼，这打折给你打的，我心头都疼。你小子还有脸说照顾我生意？夏邑，你现在真是了不得了，梅姐在淮东都要低你一头，可接下来你准备咋办？靠着小煤窑，靠天吃饭。丞相即将安出，我琢磨着得多搞点篮子，鸡蛋多了，碎几个也不在乎，别回头再跟这次一样，拿命跟人家拼啊！呦！夏邑没想到老陈还有这件事，忍不住上下打量了老陈一眼。干什么呢？不是老陈，您这见识可了不得呀！你水平高，真的高。我这是也是听人家领导说的，平时这吃饭的领导多，人家说啥我就听着。我琢磨领导肯定比你机灵，这不是现学现卖，分享给你吗？老陈这话说的没错，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不然篮子掉了，那就全部抓瞎。
这次雷公山小煤窑的事情，我也彻底明白了。真有盯上你的人，人家但凡有点把握，就不会跟你讲什么武德，直接下狠手，人整死，钱拿走。这次如果不是我抱着玉石俱焚的想法，自助者天助，那瞿东明和郑有仙把我吃干抹净，两人一碰杯，哥俩好，人家继续快活，我估计又得重生了。我也有这想法来着，这不是还没有头吗？虽说有雷公山小煤窑，但这也有挖空的那天。当然了，如果真要是想省事，把眼下手头这些钱弄到首都买几个四合院，弄到上海搞块地皮，那以后直接当寓工就行了。两人这边正说着话，夏意就看到薇薇安从外面进来。薇薇安，夏，你之前的麻烦怎么样了？解决了，还得感谢你呢。朋友间互相帮忙嘛，你不是也帮我找人吗？一提这事，夏意忍不住脸上一红，自己这段时间光顾着跟人干仗了，哪有时间帮薇薇安寻亲？接下来还真得下点心思了，不然太对不住薇薇安了。你呢？寻亲的事情有什么头绪了吗？没有，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大海捞针，完全没有头绪呀。放开我！我他妈真想锤死你！老实点，就你这细胳膊小腿的，话咋这么多？平定东大街内乱的夏以为赚不到钱而愁眉苦脸，恰在这时薇薇安的出现却让他有了坏的想法。你放心，我最近闲下来了，肯定帮你好好找找。淮东就这么大个地方，应该不至于找不到的。谢谢了，我在这边时间太长了，我之前答应过爹地，到今年初就要回去了，不能继续在这边耽搁了。这么快就回去啊？生活上有困难？那倒不是，我之前来的时候请了休学假，现在假期结束，不回去上学是不行了。夏意恍惚，忘了薇薇安只是看着成年了，实际上还是个小姑娘，要不然哪有这么好忽悠？对了，我记得你爹之前不是要在淮东搞建设跟投资吗？怎么没后续了？是有这个计划，但眼下你们这边的政策还不完善，我daddy又不能长期在这边进行管理，所以想来想去，可能还是不成熟。夏意眼前一亮，想借用薇薇安的能量，未必一定要把小姑娘绑在身边，大家只要有共同的利益不就行了？你要是愿意的话，不如我们合作吧，你们出技术，我出资金跟管理，咱们在淮东建个厂子一类的，怎么样？我倒是没有什么意见，可是你有那么多钱吗？你这话说的，我家有矿，你见过哪个矿主家里没有钱的？而且你以后来江淮寻亲，咱们有一个自己的企业，以后肯定能提供很多帮助。别的不说，一个厂子至少几百号人，还都是淮东本地人，有这些人帮你寻找，那效率提升多少？甚至换一句话说，说不定到时候招来的人里就有你要找的那个。夏，你说的没错，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夏，你对我可真好。朋友嘛，我不罩着你，谁罩着你？晚上吃过饭，老娘就将二姐叫进了房间。夏意见状，赶忙扒起了墙根。老爹见状，也顺势跟了过来。闺女，你都不想想自己多大了？以前家里条件不好，是耽误你了，可现在你弟弟争气。此时扒墙根的夏意脸上露出笑容，老爹则不屑地撇了撇嘴。你爹也不是当初的你爹了。老爹也得意地向夏意扬了扬眉毛，结果还没等夏意反应，屋里就继续说道：托老三的福，看着也像个人了。老爹一听就急了，这老娘们怎么不说好话呢？夏意赶紧按住老爹，示意老爹噤声。大家都是来听墙根的，不带急眼的。家里现在条件也好了，你说你再不找还来得及吗？等你年龄大了，那真是好点的都被人挑走了。娘，我不是不想找，只是你让人给我介绍的那些都是啥吗？还有地雷来地雷？啥地雷？就是那长得矮的呀，有个男的都不到1.5米，我都不知道咋想的。你闺女就这么次，得找那样的。这些个媒婆拿了东西，怎么找些地雷来恶心人呢？感情老娘光负责送东西了，人家介绍什么样的，根本就没搞明白。老爹示意夏意跟他走，很快就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老三，你姐就是你也帮忙留一下，你矿上男的多，有合适的就往家里带嘛，当交朋友，让你二姐看一眼，看看有没有和她眼缘的。嘿嘿，爹你放心吧，二姐的事情我放在心上的。等夏意回到房间，林秀秀已经坐到炕上了。小易，二姐的事情你也劝劝吧。娘这是也来找你做过工作了。你们今天去城里了，娘委屈的差点都哭出来了。说是二姐年龄大了，再不找，以后想找好的就难了。也不指望二姐一次就看上对方，但总得去相亲才行。这是我放在心上的，保准给二姐找个称心如意的。林秀秀本身就是受人之托，现在要办的事情办完了，心里舒坦多了。你的事情办完了？办完了啊。那该办我的事情了。你办什么？第二天，夏意骑上摩托车就进城了。
上一世跟姐夫聊天的时候，就听他说起过，他从牢里出来之后，因为找不到工作，曾经在街上练过一段时间的摊，后来因为得罪附近的摊头，所以没办法，后来捡破烂去了。很快，夏邑就到了红日小学西墙，好家伙，两边熙熙攘攘，那叫一个热闹。夏邑顺着西院墙一路向前，两边啥生意都有，可惜还是没能找到姐夫。难不成时间不对，还没开始练摊？难道是早了？姐夫的自信心还没被彻底摧毁，现在还琢磨着抱着铁饭碗的事情。抓小偷，没等夏邑反应过来，就被人推了一把，一个人拔腿狂奔，一个大汉紧随其后。谁这么不小心，钱包也能让人给掏了？啊！卧槽，是我的，还敢偷我身上来？夏邑大怒，拔腿就追，还没等追到西院墙另外一头，就看见大汉一个飞步，把小偷直接扑在了地上。好一条汉子，屁股真翘。不是，咦，这屁股好眼熟啊！姐夫是你吗？夏邑瞪大了眼睛，越看越觉得屁股像。大哥，多谢你帮我抓住小偷。大汉不是别人，正是夏邑一直在找的姐夫王劲松。没事，这小偷不长眼，在我面前犯事，你出门在外也要小心，被人掏兜了都不知道。夏邑连连点头。就在此时，被王劲松按住的小偷反倒张嘴了：“傻大哥，你给我松开！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就敢抓我？我姐夫是这条街的摊头。”都是当小舅子的，这货真能坑姐夫啊！我就不同了，我是来带姐夫起飞的。你知道你姐夫是摊头，你还敢来这条街上偷，这不是给你姐夫丢人，让你姐夫为难你？特么的，这是跟你有关系吗？快放开我，不然有你的好果子吃！王劲松性子直，根本不管这些，抓着人就准备扭送巡捕所。至于夏邑的钱包，王劲松这人性子直，想要就去派出所。刚才自己光看小偷掏包，也没注意被偷的是谁。兄弟，这是我小舅子，这小子不上道，也不学好，但能不能给我个面子，给他一次机会？摊头，不是我不给你面子，他既然偷了，又被我抓了现行，那就得认。夏邑无言以对，这事情不能说王劲松做，但你放在正常人身上，多多少少要顾及下自己以后在这摆摊的事情，总归要忌惮一些。不过夏邑想错了，自己上辈子认识的王劲松，那是经过社会毒打的王劲松，而现在这个没有。不光是他，还有你，你在这收钱，那就是黑社会，你也该抓。夏邑和摊头都瞪大了眼睛，油盐不进的人不少，可放火烧山的不多。王劲松这摆明了是要还人间一个公道啊！卧槽，这个阶段的姐夫多少有点问题啊！其实想想就知道了，王劲松被抓的时候是为了拉架，抓进去关了3年多，在里面每天学习汇报，本来就轴的一个人，三观是政府给塑造的，现在有些虚伪横生，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这就让夏邑有些麻瓜了，二姐也是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眼下这个阶段把他们凑在一起，那还不打起来？不给面是吧？成啊，王劲松，你偷东西被我小舅子给抓了，现在我就扭送你去巡捕所啊！你这人怎么颠倒黑白呢？颠倒黑白，这条街都是我的人，你问问他们，你们俩谁是小偷？一条街的人都默然不语，王劲松则一把薅住夏邑。我有人证，他也有，而且比你的还多。说的没错，你看看巡捕到底是相信你的，还是相信我们这么多人的？王劲松气得直咬牙，手底下小偷也乐了。老子最近刚练的擒拿术，还能被你给倒反天罡了！我反手就，嘿啊！我反手就，嘿啊！卧槽，反不动啊！别的不说，王劲松这一膀子腱子肉不是白吃的，一般人被他拿住，想反抗确实难。放开我！我他妈真想锤死你！老实点，就你这细胳膊小腿的，话咋这么多？上辈子姐夫经历过社会的毒打，人也踏实得多。可这辈子姐夫还是个憨憨，不过这看着姐夫被毒打，我这心里也难受啊。算了，且走且看吧。姐夫，咱这也是陪你一起遭受社会毒打，也算是情深意重了吧。摊头也是个执行力极强的人，很快几个民捕就来了，摊头连忙上去发棒棒糖，随后又耳语几句。好家伙，这人家保护伞都是暗地里的，这些人倒好，大晴天打伞，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有勾搭似的。兄弟，你放心吧，政府会还我们清白的。这姐夫是傻还是瞎呀？人家那边就差点击败把死了，你这还相信呢？有没有可能他们是一伙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真牛！上辈子那个成熟的姐夫，到底是经历了多少社会的鞭挞，才从现在这个愣头青成熟起来的？这都没被社会鞭死，也是福大命大了。巡捕所的人跟摊头聊了几句，上来就把王劲松给铐了。夏邑属于证人，虽然是反方证人，但暂时不用铐，配合调查就行了。王劲松也不反抗，反倒非常娴熟的伸手配合，搞得巡捕所民捕一脸错愕。好啊，你这还是个二进宫，你铐我没问题，那个小偷也得铐。人家是见义勇为，刚才我们取证了，都说你才是小偷，别废话，跟我们走就行了。啊，他是小偷，我也有证人。夏邑一脸无语，
但还是点头承认。没错，我证明那个才是小偷，被偷的钱包就是我的，是这个大哥帮我追回来的。好啊，还有同党一并铐了。不出所料啊，上次搞那么大，进巡捕所都没被铐，这次居然把自己的第一次给了姐夫，真是够扯淡的。夏意伸出手，民捕看了一眼，确认了自己这次是正派人士，罪恶可轻。就这2个玩意，身手的熟练度，妥妥的惯犯。等2人被带回巡捕所，王劲松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好像把夏意给坑了。兄弟，对不住啊，我好像把你给拖累了。没事，这事不会搞太大的。没错，你放心好了，我们是被冤枉的，政府一定会给我们搞清楚的。我请你们好好严刑拷打王劲松吧，不然这家伙什么时候才能幡然醒悟啊？查清楚了，一场误会，你们可以走了。果然在我意料之中，这些小民捕不敢搞得太大，帮人也不过是解围似的，指望他们想办法把我跟王劲松定罪，他们还懒得动弹呢。正好回家吃饭。谢谢政府，那你们去抓那个小偷吧，我知道他是谁，他是西苑墙那块的滩头小舅子，很好找的。民捕和夏意都惊了。夏意想的是王劲松在牢里到底是被教育的多猛，而民捕想的则是这人傻逼吧。行了，抓什么抓？当时没抓到，现在去了人家也不认了，没有人证物证，抓不了。有人证也有物证，这个兄弟是人证，他的钱包就是物证。民捕看了眼夏意，夏意有些无奈。没错，又是我。特么的，平时这种傻缺遇到一个都难，今天这咋卧龙凤雏居然一起出现了，真是邪性了。王劲松倒是对夏意大有好感，感觉这是一个值得深交的人。今天这事过后，一定要跟他拜个把子，做兄弟。你们2个不要无理取闹，让你们回去就回去，怎么办啊？我们自己知道。我这人证物证都给你找好了，小偷是谁我也能带你去，你去抓人不就行了吗？唧唧歪歪的干啥？你说人家是就是啊，我现在觉得你们2个身上有疑点，现在要重新查你们，今天都给我在拘留所待着吧。说吧，民捕气鼓鼓地走了。兄弟，对不住啊，我好像又拖累你了。没事儿，就是想问你，你家里人知道你这么牛批的吗？兄弟，你够意思，都到这个时候了，还夸我正义凛然，是个好人，回头咱们一定要拜把子当兄弟啊！夏意是不可能在拘留室待1天的，之前徐家后遗症，自己晚上要是夜不归宿，林秀秀肯定要慌。同志，请问一下，我能打个电话吗？办案区的民捕倒是挺好说话的，毕竟淮东特色，大家谁都不得罪。徐所长，您还是发挥余热吧。夏意直接打电话去了东大街巡捕所，上次徐伟特意给夏意留了个号码。这次还真用上了。2人寒暄了几句后，徐伟才知道夏老板又被抓了，又被关进了拘留室，一时间哭笑不得，不知道该怎么说。夏意好了，这人是进巡捕所有隐士吧？你放心，我马上过去，保证没问题。挂了电话，夏意老老实实坐着等徐伟。兄弟，我这人实心眼，有时候做事不过脑子，一会巡捕所要真，你就松口吧，这是我一个人背了，不能让你受牵连。夏意哭笑不得。自己这个姐夫有时候傻得可爱，有时候蠢得可恨，都到这个份上了，你就算想一个人扛下来，人家也得认才行啊。你别想那么多了，我找了朋友过来，应该没事的。那就好，等回头我放出去了，到时候请你吃饭。什么叫等你放出去了？要走肯定一起走啊！你朋友要脸我一起捞啊！可是凭什么？夏意被王劲松这话说懵了。我是说我们非亲非故的，你朋友为什么要帮我啊？老哥，咱们非亲非故的，我钱包被掏的时候，你为什么帮我呢？王劲松被问住了，一时间说不出个所以然，但是心里却觉得暖暖的。很快，徐伟人就到了。王所长，局所，您这喊的，我可不敢答应。瞧您这话说的，王所长，这次我来是想求个脸，我有个朋友被抓了，能不能给问下具体情况？你朋友被抓了，因为什么啊？徐伟把事情说了一下，王所长听完无言以对。底下这不是胡闹吗？回头我就说他们。现在咱们赶紧拨乱反正。王所长一听是小事，立即满口正义之言，一个滩头跟底下几个小民捕那点事，还不用他跟徐伟黑脸。夏老板，人没事吧？我操！难道是之前教的满城风雨的雷公山小梅要没矿长？夏一下老板，完了！人家可是连曲某人、郑某人都能对死的大佬，我这卡拉米怕是不够人造的。夏老板，抱歉，太抱歉了，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特么的，这下面的人也太不像话了！我已经拟定处理他们的章程了，让你受惊，真是太抱歉了。这位是红日巡捕所的王炳根，王所长，他这次可是帮了大忙的。王所长暗暗给了徐伟一个感激的眼神。别看徐伟没直说，但能够在最后关头拉他一把，王炳根不管乐不乐意，都得认这个人情。那多谢王所长了。哪喽，这本来就是我分内的事，倒是我底下的那些混账让夏老板受委屈了。3人寒暄了一阵，各有所得。徐伟收获最丰，不但拿了夏意的人情，还拿了王炳根的人情，可谓一鱼两口，高手一个。
等出了大门，就剩下夏一跟王劲松俩人时，王劲松有些茫然，自己这进来的儿媳，可出去的也一样儿媳。进来的时候好歹还录了口供，可这出去啥都没有啊。老哥，你不是说要请我吃饭的吗？哦，对，刚好这会儿肚子饿了，咱哥俩喝点。走呗。本是肤白貌美的大长腿美女，此时亲弟弟却要将她嫁给又老又丑、刚被判2年半出狱的老。这究竟是人性的泯灭，还是道德沦丧？现在双击扣666的朋友，新的一年将会万事如意，财源广进。一个豆饼炒豆芽，一个洋柿子炒鸡蛋，再来一个炒鸡拐骨。小王，你今天下血本呢？3个菜，还有1个是荤的，这是你亲兄弟呀？好朋友，那个夏意，你叫你小夏就成。我叫王劲松，你要是不嫌弃，就喊我一声松哥。你这亲兄弟，连对方名字都是跟我一起知道的，这也太亲了吧？啊！去，你别在这裹乱了。小夏，你喝汽水还是啤酒？汽水吧，我骑车来的，喝酒不好再骑回去了。喝酒骑着才舒坦呢，人都是飘的。搞点啤酒吧，给你们算便宜点，1碗3毛，怎么样？酒价可不行啊，老板娘，汽水就挺好，要是没有，汽水也不要了，弄点白开水就行。做生意怎么可能没有汽水呢？很快饭菜就上桌了，俩人边吃边聊起来。兄弟，今天真是要多谢你了，不然我肯定又没好了。松哥，你这人正直，这点没得说，可就是太死心眼了。有时候适当退一步，不代表输，那叫战略转进。我这脑子确实问，不瞒你说，以前坐过牢，才刚放出来没几天，这些年都是在牢里接受教育，想聪明，这辈子恐怕都难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王劲松沉默了几秒，叹了口气没接话。而夏意也不是唱高调，上一世王劲松在社会上摸爬滚打，接受了社会的铁拳教育，为人虽然还是有些憨，但至少不傻。所以说，哪有学不会的？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教就会。你这得罪了滩头，以后怕是没有练摊的可能了。有别的想法不？王劲松想了想，挠了挠头，只能说思绪万千。可真要是想提炼点有用的出来，全都白瞎。松哥，之前在拘留室，那个王所长喊我什么？你也听到了？好像喊你夏老板。他喊的没错，我在淮东有些产业。哦，那小夏你真够厉害的，哪像我笨手笨脚的。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来我这，我给你安排个工作，不说大富大贵，吃饱穿暖是肯定没问题的。不行，我什么都不会，去了不是给你添麻烦吗？今天都够麻烦你了，哪还好意思再麻烦你？还是那个味。不过说实话，姐夫要不是这德行，我俩还真玩不到一块去呢。你放心，你肯定能干，就是当保安。我在东大街那边有个家具店，现在生意还不错。不过这生意好了，总归会出现一些不上道的人，顾客也好，来打秋风的也罢，我爹他们肯定是应付不来的。你到时候帮忙挡一挡这些人就成。王劲松本来还很不自信，但一听夏意说的这工作内容，好像确实没什么技术含量。你要是信得过我，我就去试试。第1个月我不要你工资，你管我吃喝就行了。要是1个月之后你觉得我干的还行，那我就算是正式上岗，你再给我工资。你这反向实习生确实有点东西啊！啥叫反向实习生啊？没事儿，其实没那个必要。实话实说，我也不缺那几10块钱。再说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能不能干得好，我心里有数。哦，小夏，你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也没别的可说。以后在店里，要是叔他们受一点委屈，你就拿我试问。吃完饭，夏意干脆带着王劲松去了家具店，反正他家里就只有他一个人。二姐，你过来下。啥事啊，小易？给你介绍下，这个是王劲松，松哥，这是我二姐。很快，夏意就把王劲松给老爹他们介绍了一下。松哥这个人有正义感，今天我钱包被小偷扒了，还是松哥帮我追回来的，所以我琢磨着，咱们家具店也需要一个能当事的，就把松哥请回来当保安了。小松确实适合当保安，你看他这块头，往那一站，谁敢乱来？王劲松被夸的有点不好意思，不过好在孩子不傻。说，你们放心，以后不光保安的活，你们这儿需要搬个东西啥的，就找我，我有力气，都能干的。王劲松这么一说，老爹他们更满意了，当场就敲定王劲松今天就开始算班，正好月头开始算，到月底发工资的时候发满薪。等到王劲松这边安排好，夏意把二姐拉到一边。二姐，你看松哥这人怎么样？看着个头不小，但憨憨的，不知道干活利索不利索。没事儿，当年二姐跟姐夫也不是一见钟情，总得给两人一个互相了解的时间。兄弟买家具了，我们这款式多，而且保修包换，你好好挑挑。夏老板，我是肖矿的助理，我姓霍，叫霍海，是肖矿让我过来请您的。我去你家没找到人，您家里人说您应该在家具店呢。好家伙，这玩意还一脉相承啊！肖矿名叫肖人，小人这个更直接。霍海，简直绝了！肖矿找有我急事儿，具体情况我不知道，反正肖矿看起来挺着急的，让你赶紧去一趟。他要不是走不开，就自己过来了。没问题，我带你回去吧，骑摩托车比较快一点。两人来到西川煤矿的时候，肖人居然已经在门口等着了。肖哥，什么情况这么着急？小夏，坟矿的位置恐怕要出点幺蛾子了。啊，不是说都安排好了吗？
冯况等无事交代好手里的事情就上任的。说是这样说，可人家无序也不能坐以待毙啊。不知道走了什么路子，硬生生把上面的调令给打回去了，说是要考察一段时间，而且把冯哥调到旁边淮南任招商某人去了。说好淮东乱不乱，我夏邑说了算呢。这牛逼都吹出去了，现在跟我说变卦了。你也别太担心，事情虽然有变，但最终结果还不一定。这件事能不能成，恐怕还得看你的了。夏邑有些疑惑，心中忽然闪过一道灵光，这是要打擂台？要不说你小子聪明，去我办公室说。上面的意见好像不统一，冯哥这边有人支持，吴旭那边也一样。淮东这次的事情，毕竟吴旭最多只是个管理不力，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他身后的人一发力，就让上面有些含糊了。现在上面的人是想着让两人自己争取，所以才给冯哥搞了个淮南招商某人的身份，给两人一段时间公平竞争，让他们以业绩分胜负，赢的那个做淮东的位置。你有什么想法，说说看。夏邑龇牙咧嘴，瞄了一眼萧人，老邓啊，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这耍什么猫呢？有什么直接说。我看上面不是含糊，而是倾向于吴旭了。这怎么说？因为给冯哥安排的这地方淮南，可这是好地方吧？咱们国家第一批各大城市之一，现在安徽有一家算一家，可没有比淮南排场的了。没错，淮南的经济是好，可淮南的经济是怎么来的呢？那可是煤矿带来的，每一捧钱都是煤里挖出来的。可淮东不也有西川煤矿吗？不一样，二者相差多了。淮南像西川煤矿这样的矿有多少？10个都不止，整个淮南下面都在挖，而淮东就一个西川煤矿，这是个大问题啊！煤矿多，发电厂也多啊。现在招商引资，电力是个大问题，只要能解决电力问题，那招商引资就容易多了，这是一个优势。优势是没错，可淮南的电力辐射周围城市，淮东、淮北、阜阳都从淮南接电，这本身就不是一个稀缺优势。可淮南的缺陷却是货真价实，别的城市都没有的。你说说看。淮南地下太空了，从清朝时期就开始挖。你要是在淮南建厂，就要考虑地质问题，不然厂子建成后，忽然发现往下沉了几米，那谁受得了？而且淮南的人力也是问题，绝大多数家庭都是依靠淮南矿务局谋生的。可以说，淮南的经济在于矿务局，而不是其他产业。你招商估计都没什么兴趣，到时候好政策一个都没有，怎么招？另外，吴旭是这边一把手，什么政策他说了算。冯哥在那边就是个招商局某人，政策他做得了主吗？老弟你看得清楚啊，这也是冯哥那边着急的。上面这样一搞，看起来是公平合理，实际上是拉偏价啊。夏邑不由点头，这话说的一点也没错，说是公平合理的竞争，各自看各自的本事，可实际上就是拉偏价。麻烦还不止刚才说的那些，淮南煤矿工人多，以前沪矿队跟当地农村的干仗，不管是矿上还是农村，人都彪得很。有句话叫淮南18岗，岗岗出流氓，这话可不是开玩笑的。煤矿多，煤矿工人也多，相对于其他城市，煤矿工人的收入略高一些。越是有钱但又是多劳动力的地方，越容易滋生这些游走在法律边缘的货色。特别是煤矿工人从事重体力劳动，安全情况差，心理压抑也大，更容易用暴力去解决问题。不瞒你说，全淮东的巡捕所加在一起，都未必有我们西川煤矿这里处理的案件多。夏邑微微点头，冯祥东拿了这个差事，几乎就等同于告别胜利了。想在淮南突出重围，实在是太难了。上面等于给冯哥搞了个炸弹在手里，这个炸弹你想拆，很有可能就拆炸了；不拆，那你就只能和光同尘，别指望出成绩了。那冯哥怎么说？还能怎么说？想赢呗。但现在这种情况怎么赢？我们是一点头绪都没有了。冯哥觉得你可能有办法。夏邑摸了摸下巴，自己自然是想冯祥东赢，只有冯祥东赢了，自己在淮东的利益才有保证，让吴旭重新坐稳市里的位置，那自己这个引发了他危机的人，以后绝对会吃瓜落。所以说自己跟冯祥东现在是货真价实，一根绳上的蚂蚱。说实话，没什么思路。如果冯哥需要投资的话，我这边能上一笔，但是……夏邑话没说完，忽然间心里一动，别说，我现在还真有思路了。此话怎讲？先不说，这事我可拿不准，但要是成了的话，我能保冯哥赢。萧人听夏邑这么一说，立马就不愿意了。脱裤子放屁，放一半你还能憋回去？没你小子这样的，成不成你也得说，你这不是想憋死人吗？嘿嘿。真不能说这件事情，我得偷摸的弄，不然我怕知道的人多了被截胡。萧人急得直瞪眼，说夏邑不上当，哪有这样做事的？可夏邑就是不说，只让萧人再等等看。你不跟我说，我怎么回冯哥啊？有什么好回的？冯哥要是问起来，你就告诉他做好他那边的事情，他老家就是淮南的，别的不说，总要多争取点福利政策，别到时候我这边到位了，他那边差的太多，我不好跟人交代。萧人听夏邑这样说，也寻摸出点味道来了。嘿嘿，不好跟人交代，也就是说你这事情是要跟别人合作啊？夏邑笑而不语。萧人见状也只能转移话题。那这件事情我就不问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就说，我能帮的肯定没二话。三个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互相帮助，自然不必多说。短时间内，三人的利益团队相当稳固。事情聊完了，夏邑这边本来想走，结果刚走出办公室，就看到夏家胜站在外面。你这啥意思？
堵我路是不？那个小易啊，哥知道你来，所以来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夏家胜这一家子现在心里都后悔死了，谁也没想到夏易忽然就发财了，不光有钱，还跟西川煤矿的领导关系这么好。早知道的话，早年间多帮一把子忙，现在也有自己发达的了。不说别人，大姑父小姑父一个穷一个傻，结果现在怎么样？之前听老爷子说了一嘴，下个月分红恐怕能分好几千下来，够自己干10年煤矿的了。没什么需要你帮忙的，你忙自己的就行。你今天不下井？我现在不在井下了，我调到地面来了，干办事员，平时在单位忙忙。那也挺好，你忙吧，我先走了。夏易，你不会跟领导说把我拿掉吧？只要你跟你家不作怪，有些事情我也不会深究。还有，对老爷子他们好点，他们要是不痛快了，我让你们也不痛快。好，你放心吧，夏易，从今以后他们就是我亲爷奶。爷是不是亲的我不说，奶确实是你亲奶啊。夏易从西川煤矿出来后，在知味楼约了薇薇安。你怎么知道我美国那边有消息了？这不是心有灵犀吗？你美利坚那边有啥说法？你看看这些都是我能搞到的生意，有你感兴趣的吗？夏易打开薇薇安的笔记本，仔细看了起来，然后忍不住皱起眉头。实话实说，都有些鸡肋，没什么搞头。怎么没有合适的吗？生意不少，但真正有投资意义的不多。薇薇安一听这话，也有些丧气。我觉得也是，这些已经是我能筛选出来比较好的了。有些朋友甚至给我推荐了什么一次性打火机，老天爷，我都不知道那个有什么意义，谁会每天换打火机呢？夏易一听这话，却忍不住眼前一亮。你朋友这个一次性打火机有完整的生产资料吗？你不会真想做这个吧？哦，亲爱的薇薇安，为什么不呢？我倒是觉得这个非常合适，投入小，产品适应范围广，不管是酒店、赌场、宾馆等，只要人员聚集且有抽烟人士，就有需求啊。真的假的？我感觉还不如做玩偶来得好。你看这个玩偶的项目做好的话，在儿童市场很有前景。这个玩偶的生意纯粹是给一级市场做贴牌，我们没有 IP， 没有足够的底子，是不可能收割大部分利润的。了不起挣个加工的钱，那个没什么意思。你还懂 IP 啊？我们也不是什么都不懂，而且这些东西不难，无非是个说法而已。等以后国人受教育程度提高了，在这些东西上面能给你玩出花来。薇薇安本来还有些傲气，来到国内后，他也算是见到了不少所谓的知识分子，但在他眼里，这些人观念陈旧，对国际上的事情不够敏感。可现在跟夏易说了几句后，忽然觉得夏易好像对外面的事情很了解一样。那你真觉得这个打火机能做？当然能做。据我所知，欧美市场对一次性打火机的需求很大，日本那边对一次性打火机也有想法，但他们没有办法将生产成本降下来。你这个朋友降下来了？不知道，我没具体跟他谈。你如果觉得合适的话，要不我让他来中国一趟？不用了，一次性打火机我自己弄。你自己弄？夏易见薇薇安一脸不相信的表情，就忍不住想笑，这玩意他还真能弄。上辈子拆了的一次性打火机都不知道有多少，回头再找点人研究一下，问题应该不大。回到家后，夏易就开始着手绘制图纸了。其实一次性打火机说白了没什么花活，一边是液化丁烷的储气装备，另外一边是火花器。不过说这玩意简单，真画起来，夏易就有些麻瓜了。东西自己知道个大概，可内部构造怎么办？完全搞不清楚。卧槽，过分自信了呀！这就好像见过冰箱的样子，能画出冰箱的外形，可是里面怎么办？不能制冷的话，那不叫冰箱，那叫衣柜。越想夏易越觉得麻瓜，直接就打电话给了肖人。老弟，这都晚上10点了，你打电话的时候是不是略显诡异了点？遇到事了，这事你得帮我解决下。啥事啊？你能给我搞几个日本的打火机吗？就是那种一次性打火机。第二天，肖人就当面把2个日本产的一次性打火机交给了夏易。行啊，老哥，你这效率也太高了。空运过来的？空运个屁，这是我自己的存货。我有同学去日本学习，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些回来，我当时连哄带骗搞了2个，这下全部都贡献给你了。你抽烟就抽烟呗，一定要用打火机吗？火柴不好用吗？我可不是拿来抽烟的，我跟人商量了一下，准备干一次性打火机的生意，想把这玩意简化一下，降低生产成本，争取占领国际份额，到时候往回挣美刀。你就跟我扯淡吧。说完见夏易笑而不语，又想到夏易以前做的那些事。你不是说真的吧？真准备搞这玩意啊？那我还能骗你咋地？你可别瞎弄，这玩意就算是搞出来也没用啊！你知道这个东西多少钱吗？贵着呢，在日本都不好卖，你还来中国搞？我知道它不好卖，所以要先研究，把成本降下去后再生产。现在不是研究阶段吗？老弟，冯哥那边现在可是很急的，2人现在就1年时间，谁上谁下，成绩说了算。
冯哥可没时间等你研究啊。你放心，冯哥那边我肯定不会耽误的。我做事你还不知道，稳着呢。萧仁还是觉得有些不安心。对了，咱们这附近有搞工业设计比较厉害的吗？你给我搭搭线，我花钱请人研究。咱们淮东有个 T 工业，你要说理工方面比较厉害的，你去淮南理工大，那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名。难道他们工业设计很强？哥，我们爆破系很强，毕竟是给淮南矿业局配套的大学，高爆破他们可是好手。夏意恍惚了一下，总算想起来淮南理工大的光辉事迹了。这个学校爆破系确实猛到什么程度呢？他们自己的教学楼推倒搞重建的时候，就是学生自己把楼给定向爆破了。淮南理工大，这样说的话，冯哥应该能帮把手啊。你还真准备去找大学生给你研究打火机啊？这有什么不能的？我出钱，他们出力，大家各取所需，都不介入对方生活，多好。你说的是没错，但我怎么觉得哪里怪怪的？夏意也不跟萧仁废话，直接打电话让黑皮过来。黑皮之前去淮南找过冯强东，对那边也比较熟悉，让他带个路。夏意刚想开车向前冲，就看到一个人影窜到了摩托车前面，车头往旁边一摆，勉强错开车前的人影。卧槽，什么玩意？很快，众人就来到了食堂。冯局，薇薇安小姐来我们理工大访问，我们非常荣幸，但不知道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能否仔细和我们说说？我的中文不是很好，所以我请了一位朋友帮我来说这件事。辛苦你了。杨院长，还有各位老师，薇薇安小姐在美利坚世代同生，经营的产业范围也很大。这一次，薇薇安小姐其实是带着一个难题来的。难题？是的。薇薇安小姐的家族近些年一直致力于将常用打火机简化，各位不要小瞧了这个小小的打火机，其中蕴含的技术含量可不少。光是一个小小的火花器就很麻烦。薇薇安小姐的家族在美利坚也曾经邀请过常青藤的各家名校进行科研攻坚，但是结果都不是很好，研究结果都无法到达商用要求。一个小火花器，这没什么难的吧？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但薇薇安小姐对火花器的要求很高，简单、安全、小巧，造价低。常青藤各家名校的实验团队也出了很多方案，但是都没有办法完美达到要求。各位，一个小小的火花器，说起来好像不是什么问题，但你们要知道，越小才越难。更何况火花器被称为欧美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想做出一个真正符合要求的火花器，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不然薇薇安小姐也不用游走在各个国家，寻找真正能够达成要求的团队来进科研攻坚了。夏意一番话说的众人目瞪口呆，特别是那句欧美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很能体现这个火花器的难度。薇薇安小姐去过英吉利，去过法兰西，去过德意志，但结果都不好。最终她因为和中国的特殊关系来到了这里，而在了解了中国大学的情况后，薇薇安小姐没有选择清北这样的学校，反倒是一眼看中了淮南理工，并且亲自来到这里，希望能够和淮南理工合作进行科研攻坚，并且为了这次攻坚，薇薇安小姐将拿出10万元 RMB， 谁能够设计出合适的方案，就将获得这笔奖金。其中第1名将独享6万元，第2名3万元，第3名1万元。夏意这番话一说，在场众人忽然觉得浑身有一股热劲冲上脑门。简单点来说，上头。各位领导，薇薇安小姐有着一半中国血统，所以也愿意相信咱们中国的智慧。这次设计大赛，薇薇安小姐也拿出了诚意，希望咱们能做出一个合适的、优秀的方案，让那些外国名校的人看看，中国人5000年传承下来的智慧是不容小觑的。这个薇薇安小姐愿意赞助比赛，这点我们也很欣慰。但是奖金，杨院长，奖金的问题我们可以慢慢谈，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说一说吗？是这样的，奖金是不是给的太多了？夏意等人直接沉默了。有些当领导的，你永远不知道他能给你玩出什么花样来。10万元奖金，连第3名都有1万元，第1名6万元奖金，更是闻所未闻。我觉得忽然给学生们这么多钱，对他们的价值观未必是好事。所以第1名给500，第2名300，第3名100，应该就很不错的了。这个我们是没什么问题，不过10万元变成900，是不是？谁说10万元变成900？我是说给学生们900，剩下的钱可以捐给学校嘛，由我们这些当领导的来分配，也是对学校的一种支持。你们说呢？夏意彻底无语了，这些人可真特么那个，难怪几十年后国力虽然强盛起来了，但是学术方面屡屡出现问题。不过夏意也不可能因为这点钱跟杨院长他们翻脸，毕竟学校是他们管着的，还要靠他们协调学生去搞这次比赛。薇薇安小姐，你觉得可以吗？ I think this is too shameless。杨院长，我们同意将10万元交给学校分配，但是我们希望可以再追加一笔钱作为奖金，毕竟学生们的付出是货真价实的。以薇薇安小姐的性格，不允许学生们做了所有的工作，结果却一无所得。感谢薇薇安小姐的慷慨，只要有10万元是我们学校进行管理，剩下的奖金薇薇安小姐可以随意。Thank you。Miss Vivian for her generosity. At the same time, I have to say that I am not shameless. I am just forced to do everything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hool. 薇薇安有些傻眼，没想到杨院长的英文居然这么好。很快，双方就这次比赛谈好了细节上的事。
由夏邑这边提供一次性打火机的基本构造，然后是要求由淮南理工这边组织学生进行方案优化，最后一方案的可实施性、简易性、成本等多个方面进行评比。他们这太无耻了，这是剥削学生们的奖金，怎么能这样？你不能这样看，人家剥削的不是学生的奖金，而是你们拿出的奖金。至于学生，说实话，你们之前那6万、3万、1万的奖金，也确实太吓人了。别说是你们私人举办的比赛了，就算是国家级的比赛，也不可能拿出这种级别的奖金了。真让你们这样搞了，以后学校还办不办其他活动了？以后市里或者其他单位要搞类似的活动，学生们还买账吗？我一开始的意思其实就是用高奖金把高手都调出来，但杨院长厉害啊，2句话就把我的想法给掐灭了。其实你也不用担心，学生们为了荣誉，绝对会卯足了赶紧去弄的，不需要你用钱去勾。至于杨院长，人家也是老手，一般人可玩不过他们。夏邑恍然，这年头可不一定是学术出身的，很多人教学上的事情不用他们去管，但是管人用人，他们可精得很。这件事情马上就会开始，可能不能做出一个你们用得上的方案。说实话，我心里也没底，你们是在这边等着，还是回淮东？我回淮东，这个没有半个月是别想有结果，一直留在这边也不是个事。我留在淮南，我之前在淮东找人找了很久，一点消息也没有。冯局长既然在淮南当领导，我想请冯局长帮我问问，看看能不能找到消息。没问题，我找人帮你查一下。双方说定后，夏邑把老子留下，留在薇薇安身边当个帮手。薇薇安毕竟是外国人，很多事情都不清楚，每个人看着肯定不信。而夏邑则带着黑皮回淮东。爹娘，咱家里年货该置办了，别都到了年关，人家吃肉，咱连肉皮都吃不上。你们看着弄呗，这几天我们可走不开，家具店那边生意太忙了，一天到晚的，根本就脱不开身啊。爹，这生意是该做，但日子也得过不是。再说了，你不过年，你店里的人不过年了，适可而止，该放假得给人放假呀。那行，给店员们放假，我跟你娘他们在店里就行了。挣钱不是这样挣的呀。你别跟我急眼啊，这不是我想不想开，你问问你小姑父大姑父他们愿意停吗？老三，你爹说的没错，这过年期间，好多家都想趁着这个时间给家里换上新家具，可乐意来店里买家具了。咱们现在要是关店，损失太大了。那成，年关冲业绩，这个我不说，但要是这样的话，那年后你们得放一段时间的假，不能一年到头都绷着吧？你放心吧，我们也不是掉进钱眼里了，这是真赶上好时候，谁能舍得走啊？没办法，老爹一心扑在家具店，老娘也只能随着他。夏邑只能找爷奶商量，今年过年搞点什么年货回来。都过年了，总得拉点肥猪肉回来吧？做烧摆、扣肉都离不了，炒菜也得用吧？素的不用管，家里有菜，我跟你奶那点自留地种的菜根本吃不完。就是好菜没有，弄点白菜、葱蒜啥的还是有的。不光是吃的，还有用的、穿的。这马上过年了，一家人总得搞一身新衣裳穿吧？不用了吧，我跟你奶都有衣服，还能穿嘞。行了，这事我来搞定，您别管了。老爹老娘是顾不上，爷奶是根本不说的。问他们就是搞点肥猪肉，几个老的都不能问，那就只能问小的了。夏邑把二姐、老五、老幺、林秀秀4人召集到一起。好了，各位，今天召集你们来，就一个问题，咱们今年这个年要准备什么年货？老三，你是挣到钱的，你得给我做一身新衣裳，我过年穿。没问题。三哥，你能给我搞块手表不？电子表，我听说城里有些人有，可好了。电子表啊，我给你问问，如果能搞到的话，送你1块。三哥，我要吃糖，我听说城里的小孩过年都吃糖。对，三哥，我还想要鞭炮，放炮仗玩。小易，人家城里小姑娘还有雪花糕，你能搞到不？都不是问题，保证满足大家。说吧，夏邑看向林秀秀，你想要点啥？你要是方便的话，就给我买匹布回来吧，我想做衣裳。还做啥？城里有的是卖成衣的，你想要什么款式的，我给你买就是了。城里的款式虽然多，但那都不合身，大差不差的，穿起来不舒服。我还是想自己做。那行，你想要什么颜色的布，到时候我给你弄回来。林秀秀这才开心的点头。夏邑又集思广益，询问了大家一些意见。其实说到底，无非就是吃喝玩乐的东西。第二天一大早，夏邑骑着摩托车准备带老五进城采购，结果哥俩刚上车，
还没来得及发动呢，就听到一阵啊啊的叫声。什么声音？没听到。三哥赶紧走，进城进城。夏意刚想开车向前冲，就看到一个人影窜到了摩托车前面，车头往旁边一摆，勉强错开车前的人影。卧槽，什么玩意？三哥！老五嗷嗷直叫，扭头一看，刚才一偏头，把老五从车上给摆了下来。现在人坐在草窝里，欲哭无泪。不能怪我，刚才哪个王八蛋堵在车前边，我差点撞上。说罢，夏意便扭头去找那人影，结果发现是大队的哑巴，正在叽哇乱叫着。每个村里都有这样一种人，平日里疯疯癫癫的，大家都叫他守村人。陈哑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自夏意记事起，这人就整天在大队游荡。陈哑巴，你想死啊？我特么要不反应快，就给你撞死了。陈哑巴也被吓了一跳，此时反应过来后，一把拉住夏意的车把。啊，不是，干什么？讹人啊！陈哑巴连连摆手，又是作揖，又是指着远方，示意夏意跟他走。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啥事？陈哑巴急得不行，指着远处的小河，又做了个抱孩子的动作。你是说河里有小孩？陈哑巴连连点头，夏意连忙让对方带路。很快，几人就来到了河边，只见河中间一处水草聚集的地方，有一个小水盆，隐隐能够听到水盆里传来的婴儿哭声。夏意直接跳下来，游上，很快就将水盆救了上来。哎呦我的妈呀，这是个吧？别他妈胡说八道，这小孩咋了？夏意朝着水盆里看去，也猛然一惊，只见水盆里的小孩脸上有一块青斑，看着确实有点吓人。这小孩就因为这个被抛弃了。陈哑巴此时脱下自己的外套，给小孩裹了起来。陈哑巴，这孩子跟你有缘分啊！陈哑巴稀罕地看着孩子，然后有些黯然，又看向夏意，似乎在询问夏意怎么办。去找吕有德，他是大队书记，这孩子只有他能处理，咱们都没有那个资格。三人很快就找到了吕有德，很快将此事说了一下。这事政府也不能都管的。那你们不管，我们不管，难道看着孩子等死啊？这是个姑娘，要是小子的话，我倒是能给想点办法，能找到没孩子的愿意养。姑娘的话，这真没什么好办法，找不到愿意养的人。那怎么办？眼睁睁看着孩子饿死。就在此时，陈哑巴忽然一把夺过孩子，抱在怀里，不停地指向自己。哑巴，你想养孩子？陈哑巴连连点头，又是一阵比划。你是说你想收养他？陈哑巴连连点头，又继续比划，表示不会让他收。哑巴，你要是说你好好养，那孩子就归你了，回头我帮你给孩子落户口。但说好了，你养了就不能再给我扔了，不然我要你好看。陈哑巴一听，吕有德答应，连连点头，随后又让夏意起个名字。夏意见状也没有推辞，小姑娘脸上有块青斑，不嫌弃的话就叫青青吧。陈青青，这名字挺不错的。陈哑巴有些犹豫，害怕青青也为这个名字跟脸上的青斑以后遭人笑话。孩子是我救上来的，也算是跟我有缘分。哑巴，你要是不嫌弃，我认个干亲，以后青青就是我干闺女，你看怎么样？陈哑巴一听这话，高兴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抱着青青一个劲给夏意鞠躬。行了，我都说了，这孩子跟我有缘分。再说了，你陈哑巴都愿意养他，我也不能差事。夏意愿意主动跟孩子认个干亲，就等同于给陈哑巴留了条后路，以后有什么事情，只要夏意说句话，那陈青青就好不多了。我这人说话做事都不是孬的，既然说了有缘分，这孩子我就一定会帮。这样等过完年，我摆2桌酒，请吕书记还有咱们大队驾驶的人一起喝杯酒，把跟着孩子认干亲的事情定下来。陈哑巴听夏意这样说，更是感激的有些不知所措。要不是吕有德拉着，他恨不得给夏意磕个头。养孩子是要花钱的，你成天自己吃喝都够呛，哪有钱给孩子买吃穿用度的东西？陈哑巴被夏意这话问的一怔，脸上立即浮现出一丝失落。这样吧，你去矿上食堂干吧，我跟小姑说一声，你平时就负责在厨房帮忙，工资没有下警高，但一来安全，二来你们爷俩过日子，那些工资肯定够用。陈哑巴一听，那叫一个高兴。你以后就住在矿山上吧，那边有房间，让人收拾一间出来，总比你那间破烂好。陈哑巴连连点头，然后不好意思地看着夏意。夏意会意，随后带着陈哑巴上了矿山。小姑，给你弄了个工人来，以后就在食堂干活了。那感情好啊，我正想跟你说家人的事情呢。那正好，哑巴，你过来一下。陈哑巴抱着孩子进来，看见林月后，连忙露出一个讨好的笑容。林月则是一愣，你这是把哪儿的要饭花子给弄回来了？夏意把陈哑巴和青青的事情说了一下。林月听完后也心疼小女孩，连忙把孩子接过去抱在怀里。你看这丫头，眉眼其实好看着呢，长大一准是个漂亮姑娘，不就一小块青斑吗？这当爹妈的也太狠心了。
怎么舍得扔的？林月自己有孩子，母性的光辉瞬间爆发，表示陈哑巴留下来。不会说话怎么了？厨房又不是靠嘴干活的，只要踏踏实实的，保准不比别人差。等到要过年的时候，夏意就让老四带薇薇安回来过年。薇薇安一听夏意邀请她过春节，屁颠屁颠的就跟着来了。爹娘，这些天我不在家啊，你不在家？那昨天是老五给我送的饭。老四表情都僵住了。老娘见状，赶紧白了自己男人一眼。啥猪脑子？老四不在都没发现，老四出门都3、4天了。老四本来见老娘还关心自己，心里挺温暖的，结果一听老娘这话，一句话也不说，扭头就回屋去了。娘说错什么了？老四怎么看着不高兴啊？老四出门都半个月了，你们这一点不带关心的呀？老四陷入自闭，老爹老娘一脸尴尬。这不是忙吗？咱们店里第一批货都交付了，这2天把账清出来，等大年初3的时候，准备让你姑父他们都过来，把该分的钱都分了。说到这里，老娘愈发觉得自己有道理。再说了，老四又不是老五，有啥可担心的？我还怕他被小姑娘骗去不成？是，你们忙都忙。大年30中午，老夏家那叫一个热闹，连同林秀秀的小姑林月都带着孩子来过年。院子里硬是摆了2张桌子才坐下，门口的对联福字都是陈哑巴专门写好送来的，算是对夏意的一种感谢。人说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明天初2，我得带你娘回趟娘家，你们几个自己想着吃饭，别指望我们了。夏意有些意外，老爹都几年没带老娘走过娘家了。转念一想，今年老爹算是彻底抖起来了。俗话说，富贵不还乡，如同锦衣夜行，可不是得回去一趟，人前显圣呢。你这也太刻意了，回头我舅那边肯定得背后说你。和我没关系，是你娘一定要回去一趟。当初我跟那边挺不痛快的，他们当时看不上我，是你娘下了决心才跟我在一起的。这些年我们过得再难，也没想过跟他们伸手。一来是他们当年其实看得挺准，二来你娘性子倔，怕回去了我要遭人白眼。以你娘的性格，到时候肯定得跟他们翻脸，那以后就真是彻底决裂了。夏意算是听明白了，当初老娘虽然一意孤行跟了老爹，但心里还是惦念着娘家的，无非是当年被老爹的美色冲昏了头，才有了后面一步错步步错，把生活过得一团糟。说白了，没脸回去。我琢磨回去多买点东西，到时候再给你姥姥他们拿点钱。总之别让你娘面子落地上。我娘是想和我姥他们和好，还是单纯的发泄怨气？发什么怨气？你娘就想挣点脸。当初家里实在揭不开锅的时候，你就还送过1袋子小米来。说到底咱欠人家的。那老爹你回去千万别倒，不然有情也变无情了。面子什么的我娘可以去要，您不行，您得谦逊感激，不然顺着我娘一阵冲，那彻底砸蛋了。老爹连连点头。此时老娘从屋里出来，身上穿着新衣，手指头上还戴了个银戒指，这是老爹年前给老娘买的。最重要的是眼神杀气腾腾，爷俩一看老娘这架势，都暗自心惊，这那是回娘家呀，这摆明了上战场，准备把敌人杀得丢盔卸甲。当家的，咱们明天就这一身回娘家，把那个猪腿带上，还有罐头、麦乳精都拎上。夏意和老爹倒吸一口凉气，夏意刚想走，结果被老爹一把按住手掌，眼神中大大的几个字：吾儿舅舅为父啊。夏意不想趟这趟浑水，但眼看老爹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万劫不复，只能硬着头皮上来。明天我送你们回去吧。要你送啥？我有摩托车啊，到时候开车送你们，来回快，而且还驾校。哦，说得对，你舅他们估计都没见过摩托车，明天让他们见识见识。老爹怒视夏意，意思是你这不是添油加醋、煽风点火吗？夏意给了老爹一个眼神，父王莫慌，儿臣自有主张。老爹犹豫了一下，选择相信儿子。想来这种事情应该不是问题，而夏意这边的想法却是明天老娘万一杀疯了，2个人应该能拉得住他们吧。媳妇儿，我今天陪娘回一趟娘家，她那边的事情比较麻烦。夏意奉行的是，无论什么事情，2口子只要说开了，就都能解决。所以昨天晚上把老娘的事情也跟林秀秀说了。要不要我一起去？不用，你去了还坏事。我娘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好面子你要在呢，我怕有些事情她下不来台，到时候更麻烦。林秀秀一想也是，也不请求。等3人到营子门口的时候，老娘就战意十足，都给我把精神打起来！你们爷俩今天谁要是敢给我丢人，回去我要他好看。夏意后悔了，自己冲这个大头算干什么？是林秀秀不想了，还是剩菜吃完了，非得凑这个热闹？老爹感应到儿子有临阵脱逃的意思，一把薅住夏意胳膊。今天爷俩要么一起全身而退，要么一起面对风暴，往营子里面走。老娘忍不住唏嘘感慨，好多年没回来了，
这影子和以前大不一样了。没一会功夫，一个人快步从影子里面走出来。夏意一看是自己大舅。老娘看到自己哥哥，立即打起精神。其实老娘心思不坏，就是想争口气而已。算你丫头有点良心，知道娘快不行了，这是该回来赎行的。老娘猛然愣住，夏意跟老爹也怔了下。夏意心里一琢磨，上辈子姥姥好像还真是今年走的。哥，你说啥？你不是听说娘快不行了才回来的？老娘一把甩开大舅，发疯了一样往家跑，一路上跌跌撞撞也不停。快追啊！老爹也是从震惊中缓过来，连忙朝老娘追去。乡间地头没法骑摩托，夏意只能推着摩托车跟着，大舅也搭把手一起推。大舅，我姥啥情况？不清楚，年前就不舒服了，说是肚子疼，疼的也怪。老太太有时候蹦两下就不疼了，这几天是蹦也没有，眼看着人就不行了。夏意心里升起的第一个想法就是阑尾炎，以为自己也得过阑尾炎，确实会有位置巧了就没那么疼的事情。咋不去医院看看？去年庄稼不行，今年又赶上你表弟准备结亲，你老就说什么都不愿意去医院。夏意苦笑，老一辈的人都这样，宁愿忍受病痛，也不愿意去医院花钱。殊不知小病熬成大病，没事也变成有事了。等两人到了姥姥家，还没进门就听到老娘嚎哭的声音，把大舅吓得还以为自己老娘走了呢。两人赶紧进屋，就看见老娘趴在夏意姥姥怀里，都哭成泪人了。而姥姥则一脸心疼，摸着小闺女的脑袋。从小到大就嗓门大，眼泪水不金贵，嚎啥呢？这不是没事吗？是我不孝顺，我不该置气，我早回来几年多好。我的崽，我自己不知道，你这丫头从小就好面子，宁愿吃苦受罪，也不愿意在人前低头。就是早回来几年，也是回来跟我干仗。夏意心中啧啧，不愧是姥姥，看人也太准了。别说早回来几年了，就今天老娘都是冲着干仗回来的。可眼看着自己老娘气若游丝，夏意老娘也说不出一声硬气话了，一句接着一句的说自己的不是，说到兴起，把老爹薅到一旁跪着。至于儿子这么优秀，跟儿子有什么关系？夏意没想到老娘战意昂扬的来，结果秒变贴心小棉袄。只不过现在不是倾诉的时候。娘，我老身体不舒服，咱们是不是先带去医院看看？老娘一怔，而后恍然，走，带你老进城看病，马上就走。小花，娘没事儿，娘躺一会儿就好了。老娘一瞬间什么面子里子都不去想了，现在就想带着老母亲去医院看病。你听我的，咱们去看病，给娘收拾一下，咱们现在就去看病。咱家拿不出那么多钱，我去问过，娘这种情况要是手术的话，至少也得几百块钱。你这是什么话？多少钱也得给娘看病啊！别跟你哥咋呼，家里找不出200块钱来，你家侄子今年又要娶亲，我都用了，让他打光棍去。再说了，我现在没劲，有劲了，蹦蹦就好了。姥姥说着话就开始有气无力了。不要我哥他们掏钱，我掏钱。你外孙现在有本事，你女婿也行，都能挣钱了，几百块钱看病的钱不算什么。娘，你听我的，咱先去医院看看，成不？可不管老娘怎么说，姥姥就是不肯去。姥姥知道家里的经济情况，也知道医院就是个无底路，到那儿别说看病，光是检查一圈就得花不少钱。所以说什么都不想去。大哥，你能不能说句话？这话一说，大舅眼就红了，往地上一蹲。我能说啥？我能咋办？老的小的都要花钱，你把我偷了，也偷不出几张毛票子。小妹，我没法子啊！夏意赶紧走到姥姥床前，然后把自己的包拿出来，从里面拿出2沓钱来，全部都是大团结，1沓有1000，2沓钱至少2000块。姥姥，我现在做生意做得还不错，咱就照这些钱治，您看成不？说完还扭头看向老爷和大舅他们，所有人都愣住了。大舅立即回答：这太成了，娘，咱们去看病，现在就去看病。老太太还有些懵，自己刚才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那可不是真想等死。本来想着外孙要是劝自己该说些啥，结果这2000块钱往床上一放，直接给老郭家的人干蒙圈了。这样，我跟我大舅先送我姥去医院，你跟我爹别急，先跟家里这边都通知清楚，以免到时候有人不知道再闹笑话。送去好好看，咱不怕花钱，花了让你爹回头给你。夏意知道脸自己漏了，回头也得给老爹一个唱高调的机会，立即点头答应了下来。随后几人直奔矿工总医院。矿工总医院和人民医院是淮东最好的2个医院，不过人民医院那边自己没关系，矿工总医院就不一样了。萧人一句话，不管是病房还是专家都能叫来。医院这几天也忙，
收治的病人比较多，只能让你们先在干部病房住下了，别嫌弃啊。夏邑带着大舅晃了一上午，把该做的检查都做了。中午眼看着要吃饭，夏邑准备打个电话，就让大舅在病房陪老太太。呀，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这个外孙现在不得了啊！你咋知道的？这还要咋看？你看从这医院开始啊，又是主任，又是干部病房，咱们这一早上检查，到哪都是进门就查。我看了，外面多少人排着队呢，休息着，怕不是当领导了吧？别瞎说，你没听小易说了，他现在做生意呢。乖乖，什么生意能做得到哪都有面子啊？呀，幺妹当初要死要活的给人家，现在看来幺妹眼光更好。姥姥无言以对。当初看夏邑老爹，除了是个人样子外，真没什么可说的。穷不说了，人还木讷。可谁想到，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人家真起来了。中午饭菜还没来，老爹老娘他们就来了，身后还跟着一大堆人，除了老爹老娘，其他人都惊了。普通病房一个屋里能躺4、5个，这屋里就躺老太太一个。你老怎么样了？早上把检查都做了，也把检查结果给人医生了，不过出结果估计还得等一会才行。这边话音刚落，那边陆主任就走进来了。进门看到这一大屋子人，还以为自己走错了，去了普通病房。看到夏邑后才反应过来，陆主任，我老情况怎么样？以检查的结果来看，是慢性阑尾炎，不过病人拖的时间有点长，按照我的意思，要尽快手术啊！要开刀啊！姥姥一听要手术，脸瞬间就白了。现在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开刀，时间长了有其他病变，到时候更麻烦。大夫，就一定要开刀吗？我听说开刀伤元气，以后人就不可能恢复到开刀以前了。开刀伤元气是肯定的，但我只要正常恢复，肯定比这之前要好。老太太平时窝在床上都不敢动弹，只要治好了，怎么也比那强吧？那开刀一定能好吗？陆主任有些无奈，当医生的最忌讳的就是给病人保证，一说一定能好，哪怕成功率有99.99%，医生也不敢保证，因为哪怕是10万分之1的机会，一旦撞上，那就是撞上了，到时候病人家属可不管你这么多，肯定是要闹腾的。我保证能治好。陆主任看了眼夏邑，这是肖矿的好朋友，霍助理亲自打电话来吩咐，一定要好好治疗。这个时候，陆主任在心不甘情不愿，也得硬着头皮打包票了。众人一听，保证能治好，神色这才安定了一些。要不就开了吧，开了手术罪，不开以后还不知道瘦成什么样呢。老太太自己心里也纠结，最终还是点头认了。那陆主任辛苦您了。阑尾炎手术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危险，大家放心好了。老太太从现在开始要进水进食了，等到时间了，我立即安排她手术。夏邑知道陆主任这是硬着头皮给自己下了包票，等陆主任出去的时候也跟着出去。夏同志，你在病房看着就行了，安抚一下病人的情绪。老年人第一次上手术台，难免紧张，你们做家属的要好好安抚才行。陆主任，感谢呀，这还让您打包票，实在是对不住。没事，我们也希望病人能够顺利恢复，而且阑尾炎手术本身就没什么难度，属于小手术了。夏邑回到了淮南，成功获得了火花器的方案。你说的那个朋友该不会是薇薇安吧？冯哥，不愧是你，这都被你看出来了，所以你觉得可信不？行不行我不知道，但是我愿意相信你。夏邑看着彭向东，不由得笑了起来。随着合约的签订，夏邑的工厂搞起来了。等到3个月后，新型打火机的东西在全世界算是爆开了一个巨浪，售价仅仅1元的打火机也迅速抢占原打火机的市场。而很多想要仿制打火机的人，面对成本价低到近乎一无，所有人都沉默了，完全干不过来。其中还有一件事也让众人匪夷所思。一次，下一代薇薇安到矿上找在伙房说起了这事。小姑，你听说过从天县和泰兴乡吗？听说过呀，我跟秀秀就是从天县泰兴。咦，原来你要找的地方是我们呢？我要找的地方是你们家吗？对啊，天要是先走行了，可不就是个5，泰兴和大兴也就差那一点，确实有可能搞错了。应该就是你们那了。那我问一下，你们知道一个叫江彻的人吗？没听说过，我们那边没听说有姓江的呀。秀秀你。林月看向侄女，结果就看见林秀秀一脸震惊。你找江彻有什么事情？你认识江彻？薇薇安看林秀秀这种震惊的表情，不用想也知道林秀秀10有8九是认识江彻的。江彻是我生父。所有人都傻眼了，夏一愣住，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卧槽！如果江彻是林秀秀的生父，又是薇薇安母亲的前夫，那2人就是同母异父的姐妹，所以薇薇安是我小姨子。江彻是你的父亲？是的，我生父叫江彻。当年我父母都被批斗，我养父为了救我，带我回了老家。我爹跟我说，我生父生母应该都已经死于那场浩劫了，所以我不确定我们说的人是不是同一个。你的母亲叫什么？叫钱玉娟。林秀秀心中忐忑地说道。
眼神不知道是期盼还是惧意。是的，我母亲就叫钱玉娟，还没有死。林秀秀眼圈一红，脸上露出苦涩，夏意握住林秀秀的手，自己能够明白林秀秀心里在想什么，也心疼这个坚强的人。你不要误会，妈妈并没有抛弃你和你父亲的意思，这期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接下来薇薇安就讲述了一个堪称传奇的故事。原来当年林秀秀父母被批斗，两口子自觉活不下去了，就准备一了百了。林秀秀听了这个故事，一时间也是百感交集。姐姐，妈咪不知道你还活着，不然肯定会来找你的。她好多次跟我提起过你，每一次都痛恨自己的无能，每一次都会哭得很痛苦。林秀秀的眼泪顺着眼眶流过，说恨自己不知道该恨谁，去恨那个时代。可要说不恨，原本应该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却变成现如今千疮百孔的样子。不服，想我丈母娘的话，我带你去见她，不就美利坚吗？坐飞机10几个小时就能到。放心吧，我没事，这些年这么多事都挺过来了，现在知道自己生母还活着，应该高兴才对。不用你们去美利坚，我现在就打电话给妈咪，让她来中国，反正她早就想回来看看了。原本双方合作的关系，加上亲上亲，变得更加紧密了。打火机彻底火了，夏一年收益更是达到了几十亿。而对于拥有未来记忆的，哪怕忘了很多，但很多重要的事情还是记得，比如房地产，比如比特币，只要他动动手指，便可轻易获得无数财富。很多年后，夏一的右手温柔地环绕着大嫂的肩膀，左手轻巧地托起着那根香槟。他站在世界之巅，目光穿透夜空，俯瞰着他苦心经营的商业王国。在这座璀璨的城市之上，他感受到了时间的动，每一座建筑，每一条街道都铭记着他的汗水与梦想。他的心中充满了感慨。岁月如流水，在这时间长河中消失了一个吃不上饭的夏一，却多了一个商业之王。他望着远方，那里有未尽的征程，有未实现的梦想，有无数个等待他的明天。在这寂静的高空，他仿佛听到了远方的呼唤，那是对未来的期许，对未知的挑战。他知道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停留，他的脚步不能停歇，因为梦想的彼岸总有一片更广阔的天地等待他去探索。